昏暗的酒吧里，许攸明独自坐在角落，手里端着一杯廉价的高度酒，这是他找调酒师特意调的。原本就俊朗的脸庞，在灯光的映衬下更加显得迷人，下巴上杂乱的胡茬增添了一丝凌乱的韵味。帅哥，有兴趣请我喝一杯吗？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不请自来，坐到了许攸明的身旁，好像情侣一般，直接挽起了许攸明的胳膊。我没钱买酒，别在我这浪费时间。闻着刺鼻的香水味儿，许攸明就知道他是酒吧里的酒托。许攸明头也不抬，直接拒绝了对方，任凭对方抱着自己的胳膊。呵呵，别这么不近人情嘛，像你这么帅的，我不要钱也不是不可以。女人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抱着许攸明的双手刻意紧了紧，几乎将他的胳膊埋进自己的丰满之中。许攸明依旧无动于衷，轻轻地摘下了墨镜。这样还帅吗？啊！女人看到许攸明墨镜下的双眼，吓得惊呼一声。一道蜈蚣一般的伤痕从许攸明的眉心下划过，精准地覆盖了两只眼眸，触目惊心。原来他在酒吧戴着墨镜并不是为了扮酷，而是为了遮挡双眼失明的事实。真晦气，一个瞎子逛什么酒吧，算老娘倒霉。女人当即跳了起来，像躲避瘟神一般快速地溜走了。许攸明将墨镜轻轻地戴上，起身准备去吧台再续一杯。这2个月来，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，他已经司空见惯。2个月之前，他还是学校里顶尖的射箭运动员，甚至已经进入了国家队，但是在奥运比赛的选拔赛中，韧性十足的复合弓弦竟然被他给拉断了。断掉的弓弦像是利刃一般从他的双眼划过，瞬间他就从一个天才选手坠落深渊。酒吧虽然嘈杂，但是许攸明凭借着强大的听力，已经能达到正常的行走，不至于撞到别人。这才是他出院以来一直待在酒吧的原因，利用杂乱的环境来锻炼自己的听力。明哥！许攸明刚来到吧台，就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小兰，你怎么找来了？我去你住的地方找不到你，打电话也不接，胖哥告诉我可能在这里。女孩一脸心疼地看着许攸明，语气中充满着关切。许攸明轻笑一声：是啊，能找到这里来，肯定是胖子在通风报信。他现在的状态并不想让小兰看到。明哥，少喝点酒，对身体不好。说着，小兰将许攸明的酒杯给拿掉，转而放在他怀里一个方形的盒子。这是我实习的地方新研制出的传感头盔，明天会有一款游戏上市，戴上这个头盔，你就能在游戏中重见光明了。听到重见光明4个字，许攸明心中猛然一跳。光明只有在失去之后才觉得是那么的重要。他的双眼被弓弦所伤，医生说这辈子都没有恢复的情况了，因为伤及神经，连移植都不行。盒子里的东西真的能让自己重见光明吗？虽然觉得十分难以置信，但是他知道小兰是不会拿这件事跟自己开玩笑的。好，我会去试一试的。强忍激动的心情，许攸明将盒子给收下。那个，他们还在外面等我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小兰并没有说要送许攸明回去的话，她知道许攸明性格要强，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愿意见外面的人。好，还有，我最近要开始正式工作了，不能经常来看你，你要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有事就跟我联系。说完，小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酒吧，结束了跟许攸明短暂的接触。嘈杂的声音一直在持续，但是许攸明的心已经不在这里，手里这个满载着他希望的盒子重若千钧。等到小兰远去，许攸明悄悄地跟了上去。虽然小兰一直在稳定着自己的情绪，但是许攸明总觉得她在隐瞒着什么，还说什么因为工作不能经常来看自己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他跟着小丫头一起在孤儿院长大，他从小就黏着许攸明，走到哪跟到哪。虽然后来他被人给收养了，但是还是经常来找许攸明，最后甚至跟许攸明考到了一个学校。有什么工作能让他直接转变性子？来到酒吧门口，许攸明并没有急着出去，而是悄悄躲在门后。果不其然，不远处传来了小兰跟他养父母的声音：小兰，东西你也送到了，以后就少跟他来往吧。你能进入华龙企业，可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我知道了。小兰点头答应，没有一丝叛逆，她向来是一个乖乖女。乖女儿，孤儿院的事你也别怪你爸爸，不是我们不想帮，而是孤儿院这2年亏空太多了，你爸爸也无能为力。我知道，我不怪爸爸，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。小兰的声音透露出一丝倔强，在孤儿院的事情上，她不愿意妥协。虽然间隔有些距离，但是许攸明依旧听清了3人的谈话，心中如遭雷击。孤儿院的资金出问题了。随着汽车轰鸣声远去，许攸明来到了门外，手中拿出手机，想要给院长打电话问问情况，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拨出去。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由于天性顽劣，没有任何人来收养他，院长于他而言就像是一个老父亲。他在射击上拿到过很多奖项，奖金也十分丰厚，大都被他寄给了孤儿院。现在的他早已身无分文，来酒吧的钱还是胖子支援的。
这个电话打通了又能怎么样？以自己现在这个样子，又怎么能帮助孤儿院呢？钱啊！之前虽然是孤儿，但是许攸明从来没有为钱发愁过。从小天赋惊人的他，在射击比赛上从来没有拿到过第2名。各种奖金虽然不算多，但过得还算富足。此时此刻，许攸明才觉得钱是如此的重要。院长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他却不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自己也该找份工作了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喧闹的夜里，许攸明独自朝学校走去。第002章特殊技能清晰。嗡嗡，摩托车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这里已经是学校附近了，平常很少有飙车党的存在。许攸明下意识地往旁边靠了靠，避免被人给撞到。放心吧，我叫的车马上就到，等到了酒店我会跟你说的。拜拜。啊，我的箱子有人抢劫！许攸明刚听到一个女孩子挂掉电话，正在通过声音推测对方的长相时，就听到她的一声惊呼。原来她的皮箱被那个飙车党给抢了。摩托的声音由远及近，很快就来到了许攸明的身前，一股汽油燃烧过的味道冲入许攸明的鼻腔。砰！一个黑色的物体飞起，正好撞在了飙车党的面门。高速疾驰的摩托车直接摔倒在地，连同他抢的东西也被撞到了马路中间。女孩的呼声引起了一群学生的注意，纷纷朝这边走了过来。到底的飙车党看了一眼四周，知道再不走就麻烦了，忍着疼痛，踉踉跄跄地推起摩托车，迅速离开了现场。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，有些人甚至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摩托车漆黑的身影扬长而去。大！女孩子踏着青石板一路小跑来到许攸明面前。同学，谢谢你，不是你的话，我今天可就要倒大霉了。女孩清爽的声音传来，语气中充满了感激，同时一阵青春特有的清香向许攸明扑来。不用客气，你能帮我把我的东西捡回来吗？此时女孩才发现这个帮助自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盲人。女孩慌忙捡起掉落在马路上的箱子，也将自己的东西给拿了回来。由于剧烈的碰撞，许攸明扔出去的箱子已经出现了破损，2根电子管都被摔了出来。啊，你的东西被摔坏了。看到这些，女孩的内心充满了愧疚，特别是看到许攸明漆黑的墨镜时，这种愧疚的心情更甚了。坏了吗？许攸明心中也是随之一紧。刚刚出手的时候没有想太多，完全是出于本能。算了，明天我找人修一下，应该还能继续用。说完，许攸明接过箱子就要回去，心情有些低落。看来英雄救美还是需要代价的，以后自己在扔东西的时候可要先考虑价值了。等等！见许攸明从自己的身旁走过，女孩当即叫住了他。只听到一阵窸窣的声音，女孩拉开了自己的皮箱。这个给你。说完，她递给许攸明一个方形的箱子，跟他摔坏那个一模一样。我的这个没坏，你拿去用吧。女孩直接将许攸明手里的那个给拿走了，将自己的放在许攸明的手中。就这么着了，我的车来了，拜拜。许攸明还想说什么，才发现女孩已经上了旁边的一辆出租车，司机似乎很赶时间，一脚油门窜出了很远。许攸明感受着手里崭新的箱子，这算是失而复得吗？第二天早上7点05分，命运于今早8点开服。许攸明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。我说明哥，你这还真是够能藏的啊，限量版的头盔都能给你搞到，什么时候也帮我搞一个呗。房间中，一个身材微胖的小子正在捣鼓着游戏头盔，他叫陈伯君，正是小兰口中的胖哥，是许攸明在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朋友。系主任待你还真是不薄啊，竟然将这个小别墅批给你，我怎么没这个命啊？陈伯君在布线的同时，嘴里也没闲着，就是他这碎嘴子的毛病，没少给自己惹麻烦。让你用一双眼睛换，你愿意吗？许攸明没好气地说道。得，我还是不要了，学校的宿舍也挺好的。好了，齐胡，等会儿你戴上就能直接进去了。一大早上，陈伯君就来被许攸明喊来安装头盔了。虽然他听力惊人，但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别人帮忙的。忙完一切之后，陈伯君直接离开了许攸明的居所，飞一般的冲回了宿舍。他的设备在宿舍呢。许攸明微微一笑，走向了窗前，然后缓缓地戴上了游戏头盔。叮，系统检测到您为第一次登录该设备，是否选择绑定？绑定。一阵嘟嘟声之后，系统完成了繁琐的绑定流程。许攸明突然觉得双眼有些灼热的感觉。等到他下意识地睁开双眼，眼前的一切彻底将他给惊呆了。瑰丽的山川河流匍匐在自己的脚下，熟悉的阳光洒在自己的身上，甚至连山间的风他都能清晰地看见。这种视觉上的冲击让他止不住有些颤抖。自己真的再次重新获得了光明，虽然这只是在游戏中。眼前正在演绎着一场波澜壮阔的资料片，但是许攸明已经没有心思揣测剧情，完全沉浸在绚丽的色彩中。命运，这个游戏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时间终于到了8点钟。叮，检测到您的登录设备为限定款，拥有抽取特殊福利的奖励，
为了游戏平衡，该福利仅新手村有效。许幽冥还没从兴奋中恢复，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：特殊福利。虽然不知道会抽到什么，但是看来昨天的事还是自己赚到了。福利抽取中，请保持登录状态。没有任何征兆，一个巨大的转盘出现在许幽冥的面前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条状的区域，随着转盘的转动，色彩逐渐融为一体，形成了迷人的漩涡。眼前一个红色的停止键漂浮在许幽冥的面前，没有犹豫，他直接按了上去。运气这东西，他向来不相信。转盘缓缓地停下，最终指针停在了一个淡青色的区域。叮，恭喜您抽中临时技能清晰。清晰，技能熟练度正 20%。对于这个奖励，许幽冥没什么感触，他对游戏接触的不多，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什么水平。转盘消失之后，一阵天旋地转，许幽冥的身体开始下坠，最后稳稳地落在了下方的一个祭坛上。祭坛的周围矗立着数尊雕像，手持不同的兵器，这应该就是游戏中的职业选择。作为职业射手，许幽冥根本没有犹豫，走到了手持弓箭的雕像面前。叮，您是否选择弓箭手成为自己毕生的信仰？确定。第003章，幽冥。在初级阶段，系统并没有给出太多的选择，除了弓箭手之外，还有战士、刺客、祭司、骑士、魔法师跟牧师等7个基础职业。职业的多少对许幽冥没什么影响，弓箭伴随自己10几年，早已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虽然现代比赛用的弓箭跟眼前这造型古朴的弓箭有些差异，但正是这原始的弓箭才更能唤醒许幽冥内心的渴望。叮，职业选择成功，您当前职业为弓箭手。叮，系统检测中未触发特殊种族，您当前种族为人族。叮，系统检测中未触发特殊属性，您当前属性为系统基础属性。经过系统的一连串检测，一个栩栩如生的自己出现在了许幽冥的面前。眼前的自己身着一身灰白色的布衣，手持一柄有些破旧的木弓，许幽冥甚至能看到弓弦上的毛刺。他不仅怀疑这柄弓还能用吗？叮，角色已生成，请您为角色命名。幽冥。许幽冥轻声说道，这是他最常用的网名。命名成功，账号创建成功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幸好这个名字还没有被人抢住，许幽冥没来得及多想，就发现眼前的景象急速转变。等到他能看到周围的情况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古朴的小山村。村子上方飘着袅袅炊烟，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在村头的老树上嬉戏着，一片祥和的景象。虽然已经在开头的纪录片中看到了这游戏的画面，但是身临其境之后，眼前的一切还是让许幽冥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。跟村子的祥和相反的是，许幽冥身旁不断有白光闪现，之后就是一个个跟自己装扮一样的玩家出现在空地上。跟许幽冥不同，这些人上来之后根本没有欣赏环境的心情，一个个火急火燎地冲向了村子。游戏刚开服的时间是最宝贵的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懂，只有许幽冥傻傻地沉浸在环境中。没过多久，村子就被数量众多的玩家给占领。昨天晚上回去之后，许幽冥就跟胖哥说了自己要进入游戏的事情，对此胖哥并没有太多的惊讶。虽然他知道许幽冥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游戏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，许幽冥只有在游戏中才能体验完整的人生。他攒钱买的那个头盔其实也是打算送给许幽冥的，只是被小兰给抢先了一步而已。别看现在进入游戏的人很多，第一批的游戏头盔可是十分的有限，需要预约才能拿到。胖哥就是幸运的那一个。许幽冥这次进入游戏还有第二个目的，那就是挣钱。现在自己双目失明，在现实中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，唯一能挣到钱的渠道只能是在游戏中。胖哥知道许幽冥的想法之后，也给他做了一些参考，毕竟胖哥可是游戏界的天才。根据胖哥的推测，命运开服的前期，金币肯定会被炒到天价，打金是最快的挣钱方式。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打金这一块很快就会被一些工作室给包揽，毕竟他们是有组织的，比起个人来要快不少。个人的话，最好是选择一个副职业，当然具体还要看游戏中前期需要什么材料比较多。至于挣钱最快的等级榜，胖哥直接给 pass 了。在他看来，许幽冥就是一个游戏菜鸟，想要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根本不可能。许幽冥参考胖哥的建议，打算在游戏中选择一个挣钱的副职业，至于弓箭，偶尔练练手就行了。自己要将游戏当作工作来对待，既然上天给了自己重见光明的条件，那自己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。跟随着大部队，许幽冥也朝村子走去。勇士幽冥，村头的野鸡又泛滥了，你能去帮我收集10根野鸡尾巴上的羽毛吗？刚刚走进村子，门口的大爷就一脸期盼地看着许幽冥。叮，村长委托您帮忙获取10根野鸡羽毛，任务等级 E， 是否接受？接受。原来这些慌里慌张的玩家是去做这个任务了。接下任务之后，
许攸明也开始朝着村东头走去。路上，许攸明根据提示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。人物：幽冥，种族：人族，职业：弓箭手，等级1，血量100，蓝量50，攻击5，物防3，魔防3，力量1，敏捷1，体质1，智力1，精神1，幸运0，悟性0，技能清晰，技能熟练度正 20%， 临时技能仅新手村有效。力量跟敏捷代表着攻击跟速度，体质代表了防御跟血量，智力跟精神代表了法伤跟蓝量。当然，许攸明作为一个弓箭手是不需要智力跟精神的。同时，破旧的包裹里还有一把木弓，正是自己刚刚看到的那一把。破损的木弓，攻击3。装备上木弓之后，许攸明的攻击变成了8点，不知道这点攻击能不能对付野鸡。当然，这里毕竟是游戏中，没有箭矢也是可以发动攻击的，只是不同的箭矢会赋予弓箭不同的能力，同时也会附加一些额外伤害。以许攸明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有机会去买箭矢。属性面板最下面一栏是许攸明刚刚获得的临时技能，进入游戏之后，林峰才知道这个技能有多坑爹。在新手阶段，所有人都没有技能，只能依靠普通攻击来输出，这个技能完全就是一个鸡肋。看来自己的运气还真是太差了，直接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限定资格。相比有经验的玩家而言，许攸明还是差了很多。像现在那些高手并没有急着过来，而是在村子里接其他任务去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只有将村子了解透彻，才能更有计划地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只有这些沉不住气的玩家才会第一时间冲出来，许攸明就是吃了这个亏。来到村头之后，许攸明直接傻眼了，自己只不过是犹豫了一会儿，这里已经被玩家给占据了，根本看不到野鸡的身影。要不说平凡的人总是大多数，就像此时山坡上击杀野鸡的众人。哥哥，突然几个人追赶的一只野鸡进入了许攸明的视野。第004章前世今生。负5，几乎是本能的，许攸明抬手就是一箭，一根木质箭矢从手中发出，击中了不远处的野鸡。叮，成功击杀野鸡，经验值+3，获得野鸡羽毛+1。这个残血的野鸡被许攸明给拿下了。几人不怀好意的看了许攸明一眼，并没有说什么，一脸晦气的走开了。在这么密集的人群中，已经不存在野怪的归属了，谁抢到是谁的，也没谁会去为了这个去做无谓的争辩。毕竟新手村又不能 PK。 许攸明也没想到自己的随手一击竟然是杀死野鸡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不过刚刚搭弓射箭的感觉真的很美妙，让他十分的享受。除了一根羽毛之外，野鸡什么都没有爆，好在是给许攸明提供了3点经验，经验条向前爬了一段。任务要求是10根，还差得远呢。许攸明当即也加入了抢怪的大军。野鸡，等级1，血量100，攻击10，物防3，魔防0。刚刚那只野鸡死得太快，许攸明都没来得及看它的属性，现在看到野鸡的属性，不禁有些感慨，自己的攻击竟然都没有一只野鸡高。所幸周围的玩家很多，根本不会出现野鸡追着人攻击的情况，最多发起2次攻击，野鸡就会被10几人给干掉。许攸明看到野鸡之后，直接射出一箭，不出意外，又是精准的命中。负5。同时周围其他人也都看到了这只野鸡，刀剑棍棒各种杂乱的武器都挥了过来。等许攸明准备发起第2次攻击时，倒霉的只野鸡已经不知道倒在那个幸运儿手中。许攸明并没有太在意，久违的搭弓射箭让他乐在其中。接连2次许攸明都没有抢到野鸡，不过他已经有了对策。作为职业的运动员，他对动作敏锐程度要超出普通人很多。虽然游戏中有属性的限制，但是许攸明依旧能把握好攻击的时机。刚刚他就是在测试攻击的飞行速度，同时也在测算野鸡的移速。这些东西普通人看来可能需要极强的计算能力以及完美的攻击技巧，但是在许攸明眼中，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。箭矢再次飞了出去，穿过慌乱的人群，击中了野鸡。而当箭矢击中野鸡的时候，正是他被众人打残的时候，这个时间把握的刚刚好，许攸明再次获得了一次击杀。叮，您成功击杀野鸡，经验值+3。看着系统传来的提示，许攸明愣了一下，这次怎么没有给羽毛呢？原来并不是每次击杀都会有羽毛，这无形中给任务增加了不少难度。不过研究出攻击技巧之后，许攸明击杀野鸡的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。虽然做不到10拿9稳，但至少有1半的击杀概率，这已经很夸张了。毕竟在游戏中大家的基础属性都一样，想要在10几人中抢到击杀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其实许攸明这个想法很多人都想到了，但是他们根本做不到许攸明这种程度。
不是攻击早了，就是下手晚了，很难把握住这个时机。许攸明在攻击的时候，将周围10几人的攻击都大致算了进去，虽然不够精确，但是已经足以提升很大的击杀概率。在田野里逛了半个小时，击杀了近30只野鸡，许攸明终于凑齐了10根羽毛。在这个新手村，恐怕没有人比自己更快凑齐羽毛了吧？感受到玩家的数量，许攸明才知道想要集齐这10根羽毛到底有多难。许攸明现在有84点经验值，还差10几点就能升级了，但是他并不打算在这继续耗着，在这里抢怪太耽误时间，交完任务，自己的等级应该就会提升了。一路小跑，许攸明回到了村长所在的位置，这里还是聚集了很多人。许攸明发现有些人是来接任务的，但是来交任务的也不在少数。眼前不时闪烁起一道金光，正是升级的征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努力杀野鸡的时候，早有土豪在网上开始收购任务物品了。一根羽毛的价格被炒到了10几块华夏币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前期等级比较重要，但总有一些想要靠这个挣点外快的。收购野鸡羽毛，每根11华夏币。一个玩家高声吆喝道，开始在村长附近收购羽毛。真黑啊，网上都15一根了，你这才11，呸！奸商！原来这个玩家是职业商人，已经在这吆喝有一会儿了。许攸明倒是有些羡慕这个人，能在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开始挣钱，自己要有这眼光跟实力该多好。我说哥们，不是我黑，这羽毛也就这2天的功夫，行情不稳啊。你要是能找到15的，你可以去卖给15的呀。被骂奸商，这家伙也毫不介意，依旧嘻嘻哈哈的回应道：真正愿意花钱买羽毛的，可不会在那等着你，我们不仅要收，还要卖，中间没点油水怎么行？再说1根2根的，人家都懒得买。对于挣钱，这家伙是一点都不避讳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确实，在这商人的背后，有一批专业的人在寻找买家，他们确认买家的信息之后，会让他们跟同一个新手村的商人联系，这样大大节省了那些大佬的时间，所以差个几十块钱他们也懒得去计较。况且收购10根羽毛可能要跟几个人交易才行，此时的交易很麻烦，命运还没有开启现金交易系统。许攸明止住去交易的冲动，现在还是等级比较重要，等到自己2级之后，抢到羽毛的概率肯定会大大提升。按照11块钱1根的价格，自己今天还能收获不少呢。想到这里，林峰来到了那名商人的面前。能加个好友吗？我等会儿要出售野鸡羽毛。可以啊，欢迎。说着，对方直接对许攸明发起了好友申请，动作十分熟练，显然已经添加了很多人。丁，前世今生请求添加您为好友。第005章野鸡杀手。加上对方的好友之后，许攸明直接朝不远处的村长走去。现在最紧要的还是赶紧把任务给做了。前世今生在添加上许攸明的好友之后，并没有太在意，毕竟今天添加的人太多了，其中绝大多数都不会是他的目标群体。但是当看到许攸明是朝村长走去时，他眼神微不可察的跳动一下。难道这个人已经凑齐了10根羽毛？别看村长旁边不停有人在交任务，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自己这里买的羽毛。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明显是从村外回来的，这点不得不让前世今生对许攸明多加注意。村长，我来提交任务。来到村长身边，许攸明直接提交了任务申请。勇士，你真是太让我感到意外了，感谢你为古树村做出的贡献，这是你的酬劳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光芒从村长手中发出，落在许攸明身上。丁，您完成了村长的委托，获得经验值加30，铜币加10。随着系统提示的到来，升级的金光也落在了许攸明的头上。丁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2级，获得属性点加1。升级之后，许攸明感觉到自己获得了极大的提升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量一般。看到金光落在许攸明身上，身后的前世今生露出惊讶的神色。这个人难道真的凭借自己集齐了10根羽毛？以现在这个阶段，能依靠自身的实力集齐10根羽毛的，肯定都是大佬级别的存在。但是看那家伙的样子，不像是一个高手啊！而且在自己的印象中，不记得游戏名人中有这么1号人。或许这家伙是在打怪的过程中从别人那里收购的吧？前世今生心中这样想到，但却悄然将幽冥的昵称给特殊标记了一下。提交任务之后，许攸明看到村长身上出现了2个任务提示：一，帮村长驱赶野鸡，可重复领取；2，帮村长看护药田。正常人完成任务之后，肯定会去村里找其他 NPC 去接新的任务，或者做村长的后续任务。但是许攸明知道羽毛的价值之后，改变了这个想法。他想去野外多收集一些羽毛，挣自己在游戏中的第1桶金。就像前世今生说的一样，羽毛的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急速下降，失去这个机会，可能就没办法找到这么挣钱的生意了。所以这次许攸明没有接受任何任务，直接转身离开。从人群中挤出来，许攸明快速朝村东头跑去。
丝毫没注意到身后前世今生诧异的眼神。没过一会儿，许攸明就轻车熟路地来到田野里。此时这里的玩家更多了，今天是第一天开服，据说锦华下区就发放了上百万的头盔。这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款沉浸式游戏，能吸引这么多人不足为奇。在来的路上，许攸明已经将获得的一个属性点给分配好，为了增加输出，他选择加在了力量上。进入游戏之前，他做过简单的了解，游戏中的弓箭手分为力量系跟敏捷系，一个倾向于爆发，另一个则是倾向于持续输出。许攸明享受一击必杀的感觉，果断选择爆杀流，而且前期这些属性点可以让他更加轻松地抢到野鸡。加上升级自带的全属性加1，许攸明现在拥有3点的力量，每一点力量增加5点攻击，他现在的攻击力直接飙升到20点。命运的设定是每升1级会获得全属性加1以及1点自由属性点，这一个自由属性点决定了玩家后续的走向。当然，全属性加1只包括基础属性，幸运跟悟性不在其中。眼前的玩家清一色都只有1级，毕竟集齐10根羽毛的早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，2级的玩家击杀野鸡根本给不了多少经验。许攸明头上的 LV2 标志十分的亮眼，如同鹤立鸡群一般。这家伙都2级了，怎么还来这里？曹，不会过来抢怪的吧？大佬不去冲等级，来这炸鱼？看到许攸明的到来，所有人都一脸悲催，实在想不通一个2级大佬为什么还要继续待在这里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这时候无论是自己靠实力击杀野鸡升级的，还是通过购买任务物品升级的，都是大佬。许攸明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失明这几个月以来，让许攸明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。别人的想法跟自己没任何关系。剑雨飞出，速度比之前快了1分，精准的命中了一只野鸡。-17，原本就残血的野鸡直接被许攸明给击杀。叮，您成功击杀野鸡，获经验值加1，野鸡羽毛加1。经验值只是象征性的给了1点，2级升3级，足足需要500点，在这里抢到500只野鸡才能升到3级。相比做任务，这个速度肯定会慢很多，幸好野鸡羽毛还是照常会爆出来。看到许攸明将野鸡给击杀，周围的人暗骂一声晦气，之后转身朝其他方向走去。他们可不想给这个2级的大佬白白打工。见这些人远离自己，许攸明根本无所谓，他是弓箭手，本身攻击距离就占优势，只要看到野鸡出现，抬手就是一箭。面对绝对的攻击压制，许攸明箭无虚发，野鸡不断倒在自己的箭下。没过多久，许攸明在周围就混出了名声，一个野鸡杀手在恬不知耻的炸鱼。更有好事者直接录下视频，将许攸明给发到了论坛上，让更多的人来谴责他。还好，这个游戏有隐私保护系统，录像功能会对玩家的面部做一个模糊处理，除非玩家选择关闭这个功能。在不知不觉中，野鸡杀手的名声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开来。许攸明对此一无所知，依旧自顾自地猎杀野鸡。周围的玩家看到许攸明的到来，干脆直接闪开，给他腾出了一个专属场地。到最后，许攸明方圆10几米的位置已经见不到别的玩家了。看着背包里20根羽毛，他决定跟前世今生联系一下，免得时间长了价格跌下去。第006章初次交易，羽毛还收吗？许攸明不擅长跟人打交道，直接跟对方开门见山。收，1根11华夏币。等待10几秒之后，前世今生回复了消息，我有20根，怎么交易？这20根是许攸明击杀200多只野鸡才爆出来的，纵使他攻击力再高，碍于野鸡刷新的速度，1分钟也就击杀5、6只，200多只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。你发个定位，我过去。这个名叫幽冥的玩家，前世今生有点印象，20根羽毛根本搁不住他跑一趟，但是他想认识一下这个幽冥。许攸明直接发了自己的坐标过去，之后就继续击杀野鸡。5分钟左右，前世今生一路小跑的来到许攸明所在的位置。我说哥们儿，网上流传的野鸡杀手就是你啊，哈哈哈。前世今生看到许攸明之后，忍不住大笑道，只是笑容中没有丝毫的嘲讽意味。现在有23根羽毛了，成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不过哥们儿，你怎么不去做后续任务？现在这阶段等级比钱重要啊。前世今生也是有些困惑，我觉得还是钱重要，怎么交易？见许攸明有自己的想法，前世今生也没继续深究，只是心中多了一些失望，看来自己这一趟是白来了。爆出再多的羽毛，也不过是多几百块钱的收益罢了，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可没机会找不回来。这个人终究会被别的玩家给落下。你把卡号给我吧，我先给你转钱。没想到对方这么爽快，许攸明将自己的银行卡号直接发送了过去，不到2分钟，253华夏币就到账了。许攸明也不墨迹，直接将23根羽毛交易了过去。好嘞，合作愉快，有羽毛我继续收，越多越好。说完，前世今生就转身离开了。他不能离开村长身边太久，毕竟他的买卖在那里。半个小时挣200多，
这对许攸明而言已经是很不错的收益了，也许努力一天的话，都能赶上自己打一场比赛的奖金了。许攸明暗自盘算了一下，每击杀一只野鸡，就相当于收益一华夏币，出手的速度更加果决了。周围的玩家已经换了好几批了，许攸明依旧在独自击杀着野鸡。虽然他的攻击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血量却只有200点，在没有恢复药品的情况下，他只能尽可能的少被攻击，不然打不了多久就只能找地方休息。命运中，玩家只有在脱离战斗之后，才会缓慢的恢复生命。以许攸明现在的属性，每秒钟只能恢复1点。玩家在远离许攸明之后，给他留下了足够的拉扯空间。他本身就擅长弓箭，在移动中攻击更是不在话下。发现野鸡刷新之后，许攸明通常会站在极限的位置进行输出，之后边战边退，在野鸡攻击到自己之前就被他给击杀了。在20点的攻击下，野鸡100点血量只需要射出6箭就够了。在系统设定中，弓箭手的攻击并不是指向性的，也就是说并不会100%命中。如果在攻击的时候目标快速的移动，或者自己瞄得太偏，都会导致攻击失误。当然，系统会对玩家的攻击进行相应的修正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没办法玩这游戏。但系统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修正而已，偏差太大的话，还是无法命中。这一点对许攸明而言根本用不到，他的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100%，这是他10几年来努力的结果，根本不是普通人短时间内能够达到的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许攸明已经可以无伤同时应对3只野鸡了。再多的话，可能就会出现被攻击的情况了。看着许攸明游刃有余的击杀野鸡，周围的玩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，自己要是拥有这么好的走位该多好。特别是那些弓箭手，更是羡慕的咬牙切齿。此时的他们刚刚接触到弓箭，往往不是射偏，就是还没命中就被人给抢先了。这游戏对弓箭手跟法师有点不公平，毕竟近战职业的命中率可比他们要高很多。随着不断的击杀，许攸明发现身边野鸡的刷新速度有点跟不上自己的节奏了，往往击杀完10几秒钟之后才会有新的野鸡刷新。这10几秒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在许攸明的计算中完全属于无效时间。慢慢的，许攸明开始朝田地的更深处走去，那里玩家更多，野鸡刷新的速度也更快一点。看到许攸明过来，所有的玩家都自觉地让开，给他留足了近30米的空地。30米是弓箭手的初始攻击距离，在这个距离内的野鸡都是许攸明的猎物。前行数百米之后，这里野鸡的刷新速度终于跟自己的击杀达到了一个平衡。每当有一只野鸡倒下时，就会有另一只刷新，许攸明将击杀效率给拉到了极致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3级，获得自由属性点+1。不知不觉中，许攸明击杀了只野鸡，自身也来到了田地的更深处。手中羽毛再次积攒了20多根，将属性点分配到力量上之后，他再次联系到了前世今生。兄弟，我这会儿走不开，要不这样吧，2个小时内我都是11一根，等你回村的时候再给我。前世今生那边的生意看来十分的火爆，根本没时间抽身来许攸明这收羽毛。他知道短时间内价格不会有浮动，直接将价格给许攸明定好了。对许攸明而言，这样最好不过了，自己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刷2个小时，而不用担心价格下降。约定好之后，许攸明就开始朝更外围走去。他现在已经3级了，各方面的属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这周围的野鸡刷新的太慢了。3级的许攸明攻击力已经达到30点，现在击杀野鸡只需要4箭就可以了。同时高达9点的防御，几乎可以免疫野鸡的攻击了。现在许攸明成了名副其实的野鸡杀手。第007章青铜级 BOSS。 随着许攸明的深入，周围的玩家在急剧的减少。虽然同样是1级的野鸡，但是越往里去数量就越多，1级的玩家来这里很容易被野鸡围殴致死。新手村死亡的话是没有任何损失的，而是会原地复活，只是在复活之后会有10分钟的虚弱期。在虚弱期期间，玩家的属性会降低1半，这样的话玩家连1只野鸡都打不过，相当于这10分钟彻底的废了。在一望无尽的田野中，大概有数万名玩家，整个新手村90%的玩家都在这里，但是等距离边界1000多米远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其他玩家的身影了。在同样的范围内，这里的野鸡密度要超过1倍，普通玩家没办法在这里安稳刷怪了。或许不乏有高手能在这里活动，但是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大多去做下一个任务了。许攸明对弓箭的感觉越来越熟练，再加上等级的压制，已经能够同时应对8只野鸡。在不断的后移动射击中，一只只野鸡倒在许攸明的剑下。不知不觉，许攸明包裹里的羽毛已经超过50根，不过这距离他跟前世今生约定的时间还有很久，他并不急着回去。咯咯咯！正在许攸明熟练的射击时，突然听到一声高亢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比一般的野鸡声音大很多，当即吸引了许攸明的注意。解决掉面前的几只野鸡，许攸明朝田野的另一侧走去，只见在一个斜坡的后面，一只体型巨大的野鸡正高昂着脖子在那里晒太阳。阳光照在这只野鸡身上，
反衬出鎏金一般的色彩，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野鸡。野鸡首领，青铜级，等级1，血量1000，攻击30，防御15，技能猛击，以极快的速度对目标发动攻击，造成150%物理伤害。红色的机关格外的显眼，在许幽冥眼中就像是赛场上的靶心一样。原来是一个 BOSS， 许幽冥虽然是游戏小白，但还是知道 BOSS 在游戏中的价值。如果自己能击杀了这只野鸡 BOSS， 没准就能获得装备了。无论属性如何，这个时间段的装备都是价值连城的存在。不过看到这只 BOSS 的属性，许幽冥的内心有了一丝动摇。击杀 BOSS 固然收益丰厚，但是如果被 BOSS 给击杀，自己的时间可就浪费太多了。这个 BOSS 的血量并不是很多，只是普通野怪的10倍而已，但是许幽冥的血量在 BOSS 面前更是不值一提。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 BOSS 的速度怎么样，如果速度超出自己太多的话，自己绝对没有战胜的把握。算了，那就搏一把。许幽冥一咬牙，下定了决心，毕竟自己好歹已经3级了，未必没有胜利的希望。幸运的是 BOSS 的身边没有其他的小怪，这倒是为许幽冥解决了不少麻烦。接近自己的攻击距离之后，许幽冥停下了脚步， BOSS 依旧在原地徘徊，显然没有注意到远处的许幽冥。嗖，搭弓射箭，一气呵成，箭矢飞向了 BOSS。-14，咯，一个猩红的伤害数值从 BOSS 头顶飘起，同时也将 BOSS 惊醒。双眼怒视对自己发动攻击的家伙，扑闪着翅膀就飞奔过来。嗖， BOSS 刚走2步，许幽冥第2道攻击就再次飞来，精准的命中 BOSS 的脑袋。-16，如果是一般玩家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动攻击，毕竟拉弓、瞄准都需要时间。仓促之间射出的箭矢，连系统都没办法帮玩家校正。但是许幽冥不一样，这些动作都是他刻在骨子里的，根本不存在失误的情况。同时，许幽冥在射击的时候，双脚同时向后跳，跟 BOSS 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可以说，从他开始攻击的时刻，双脚就没有停下过。这种极限风筝，只有顶尖的高手才能完成。不过，纵使如此， BOSS 跟许幽冥之间的距离还是在不断拉近，毕竟在战斗中，速度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，这是系统规则，许幽冥可没能力打破。在许幽冥射出第5箭的时候，终于被 BOSS 给追上了。山鸡伸出脖子，锋利的会朝着许幽冥啄来。虽然能看到对方的动作，但是许幽冥却根本躲不开。吃-22，一击干掉了许幽冥近1/10的血量，让他有些大惊失色。必须赶紧跟对方拉开距离，不然的话自己必死无疑。自己的5次攻击虽然全部都命中了，却也只打掉了 BOSS 不到100点的血量。挨了一下之后，许幽冥收起弓箭拔腿就跑，因为弓箭有一定的负重，在持弓的时候会影响一定的速度。同时，玩家在急速奔跑的时候，速度会提升150%，但是却无法长时间奔跑。等到耐力条结束的时候，玩家就只能维持固定的战斗速度。许幽冥此时无心恋战，只想跟 BOSS 拉开距离。幸运的是，在许幽冥的急速奔跑下， BOSS 的速度是跟不上他的。很快，许幽冥就将 BOSS 甩在了身后。等到刚好到达极限攻击距离的时候，他放慢了脚步，从包裹里将弓箭给取出，再次开始射击。短时间的奔跑并没有将他的耐力给耗尽，这还得益于他的等级。玩家的等级在提升的时候，这些隐藏的属性也在不断增长。如果是1级的玩家，就算速度比 BOSS 快，跑到一半的时候，耐力条也该用完了。许幽冥计算还伤害数值，心中有了新的想法。既然攻击第5次的时候 BOSS 就能来到自己的面前，那他干脆在攻击4次之后就后撤，这样就能避免跟 BOSS 正面交战，这是自己这个远程职业唯一的优势。不过这个计划能否成功，还要看自己的耐久条恢复的速度。如果 BOSS 来到自己面前时，耐久条不足以支撑自己跑到极限距离，那以后自己跟 BOSS 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近，直到最后跟 BOSS 开始面对面的菜鸡互啄。第008章青铜手刹。幸运的是，耐力条恢复的速度足够快，许幽冥射出第3箭的时候，耐力就达到了100%。看到这一幕，许幽冥忍不住一阵激动，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，这个野鸡 BOSS 肯定会被自己拿下了。嗖，-16，第4箭飞出，精准命中 BOSS 的脑袋，带走了他16点生命值。之后，许幽冥迅速收起弓箭，开启狂奔模式。10几秒的功夫，许幽冥再次将距离控制在30米左右，当即取出木弓，开始再次射击。许幽冥不敢跑太远，如果进入到野鸡的仇恨范围，很可能会陷入包围。平常他自然不会在乎，但是此时身后跟一个大家伙，必须小心行事，不能出一点意外。在许幽冥的攻击之下，野鸡 BOSS 的血量不断下降，而他除了第1下之外，一直没能再追上许幽冥。在一次次的射击中，许幽冥发现了一个特点，只要是自己命中的是 BOSS 的脑袋，伤害总会比落在其他位置高一点。虽然只是高一点，但积少成多，
次数多了，伤害就上来了。发现这一点之后，许攸明的每一剑都是奔着 BOSS 的脑袋去的。相较 BOSS 庞大的体型，脑袋相对难以命中。如果是普通玩家来，估计连本体都击不中，更别说小巧的脑袋了。但是许攸明不同，30米以内，他还是指哪打哪的。在游戏中，虽然力量跟速度受制于属性，但是瞄准跟预判的意识却是存在于脑子里的。虽然目前为止自己的命中率很高，但是许攸明并没有沾沾自喜。他知道这些在真正的射击高手中只是最基本的存在，除了自己之外，能做到的人真是太多了。一件一件的落下，野鸡 BOSS 的血量在飞速减少。终于在一根箭矢击中他的脑袋之后， BOSS 的血量下降到500点以下。咯！野鸡 BOSS 的双眼发出猩红之色，之后双翅展开，双脚疾驰，速度飞一般的朝许攸明冲了过来。没有经验的许攸明根本没来得及躲闪，就被野鸡 BOSS 给追上。之后锋利的会直接命中许攸明的胸口。-31，一道炸裂的伤害从许攸明身上飘起，原来是 BOSS 释放了技能。看着血量瞬间下降一截，许攸明没有丝毫攻击的心思，收起长弓就开始逃跑。还好 BOSS 发动攻击的时候，许攸明的耐力条已经回满，不然真就出大事了。加上之前被打掉的，许攸明的血量只剩下247点，被 BOSS 抓住机会的话，可能瞬间就会被打掉上百点血量。许攸明逃离之后，惊魂未定的看向身后，还好野鸡 BOSS 已经恢复了正常，看来那个技能只是一次性的，并不会持续对自己发动冲锋。了解之后，许攸明在极限距离继续开始了风筝计划，只是在射击的时候，许攸明多了个心思，时刻注意着 BOSS 的变化。如果再出现刚刚那种情况的话，一定要尽可能的提前躲开。或许是 BOSS 的等级太低了吧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一直没有再释放技能。在许攸明射出了近100箭之后，野鸡 BOSS 终于扛不住，硕大的身体轰然倒下。叮，您成功击杀野鸡 BOSS， 获得经验+200。叮，恭喜您成为第一位击杀青铜 BOSS 的玩家，系统奖励自由属性点+5，声望值+100。系统将为您的壮举进行全幅播报，是否选择公开身份？在 BOSS 倒下的瞬间，2条系统提示传来。没想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击杀青铜 BOSS 的玩家，还真是有些意外。不公开。对于系统公告，许攸明选择了隐藏，毕竟双眼失明之后，他的心性发生了重大转变，那些名誉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枷锁。叮，恭喜玩家某某完成青铜首杀，系统奖励自由属性点+5，望各位玩家再接再厉。一连3条广播传到所有玩家的耳中，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卧槽，这才多久，都有人击杀青铜 BOSS 了？我连 BOSS 什么样都没见过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新手村出了一个精英级别的野鸡，那都是耗费10几条人命才给拿下的，这 BOSS 人家是怎么击杀的？青城公会招贤纳士，欢迎这位首杀玩家加入青城，待遇从优。一瞬间，游戏的论坛上就炸开了锅，都在讨论这个完成青铜首杀的玩家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唯一可以确定的，对方肯定是一个散人玩家，因为但凡有自己的势力，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给隐藏了。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广告位啊，就这么被许攸明给浪费了。能在这个阶段击杀青铜 BOSS， 无论是抢的还是凭实力击杀的，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会超出普通人很多，这也是那些公会开始招揽许攸明的原因。不过在游戏中的许攸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，此时的他正躺在地上查看他的战利品。经过长时间的战斗，许攸明的体力值也耗得差不多了，野鸡 BOSS 再不死，他就跑不动了。或许是首杀的缘故，野鸡 BOSS 死亡之后，竟然爆出了一件装备。许攸明看着手中的剑矢，脸上露出了傻笑。鸡尾剑，青铜，等级要求1级，耐久100-100，攻击+10。这 BOSS 还真够意思，直接给许攸明爆出了一根剑矢，这对弓箭手而言可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有了剑矢之后，许攸明就可以将之前的能量剑矢替换为鸡尾剑，在耐久度耗尽之前，自己射出的剑矢都会是鸡尾剑。没有任何犹豫，许攸明直接将鸡尾剑给装备上，自身的攻击直接变为40，现在再攻击野鸡，基本上能做到2剑1支。除此之外 ，BOSS 还爆出了5枚银币，在还是以铜板为交易单位的新手村，这5枚银币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第009章，初级称号。命运中的通用货币是金币、银币和铜币，汇率是1:100。在论坛上，一铜币的价格在0.5元左右。许攸明这5枚银币价值250华夏币。当然，许攸明此时并不知道银币的价值，如果知道这么值钱，指不定就卖给前世今生了。野鸡 BOSS 死亡之后，许攸明没有多做停留，他跟前世今生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要赶紧去新手村将羽毛卖给他，迟了价格可能就该降低了。由于太过深入，跑了10几分钟，许攸明才来到村子门口，这里的玩家依旧十分的拥挤。根据前世今生发送的位置信息，许攸明直接来到他面前。诺，一共60根。
许幽冥将所有的羽毛都放在了交易栏上，等待前世今生的确认。我说哥们儿，你还真是一个狠人啊，一上午都在打鸡毛，佩服。看着许幽冥递交的申请，前世今生也没闲着，直接将钱打了过去。几秒钟后，许幽冥就收到了银行卡到账的信息。不过再来出售的话，价格就不是11了，现在都降到9块了，不是之前就答应你了，我才不会这个价格收呢。前世今生一脸肉疼的表情。确实，现在玩家知道这东西能卖钱之后，很多人都开始出售手里的羽毛。毕竟对于一般玩家而言，根本没必要跟第一梯队去抢时间，反正也抢不过，不如卖点资源来挣点外快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一点在许幽冥的意料之中，看来这门生意并不能长久啊。不过一上午时间收益近1000华夏币，已经算很不错的买卖了。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快要中午了，许幽冥直接选择了下线。下线之后，许幽冥的世界再次被黑暗所笼罩，一股强烈的无助感从四周涌来。当遇到久违的光明之后，这种黑暗就显得更加恐怖。刚下线没多久，就有人敲响了许幽冥的房门。11点30分，时间刚刚好。这是许幽冥跟校门口那家餐馆约定好的，自己在他们那里包月，每天按点给自己送餐。以他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办法自己做饭。胖哥曾说要搬过来跟他一起住，但是许幽冥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他不想自己变成一个需要人伺候的废物，他要逐渐战胜眼前的黑暗。简单的吃完饭之后，许幽冥再次摸索着进入了游戏。此时，只有游戏里的世界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。进入游戏之后，为了抓住最后的风口，许幽冥决定继续去跟野鸡战斗，运气好的话，指不定还能再遇到一只 BOSS 呢。一路上，2级的玩家越来越多，但是提升到3级的依旧只有许幽冥一人。许幽冥的名声已经在田野中传开，看到许幽冥过来，玩家们都识趣的离他远远的，避免被这家伙给抢了怪。他们其实误会许幽冥了，此时的许幽冥根本不屑跟他们争抢野鸡，以外围的刷新效率而言，他在这里打怪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在众人的目光中，许幽冥一路朝田野深处走去。终于，许幽冥来到了之前跟 BOSS 战斗的位置。有了新装备之后，许幽冥的伤害已经达到60点，对付这些野鸡就是手到擒来。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许幽冥开始了自己的屠杀之旅。咯咯，田野里传来了野鸡凄惨的叫声，经久不息。站在位置稍微高一点的土坡上，许幽冥简直是站桩输出，没有一只野鸡能突破他10米之内。+1，+1，+1，没有一只野鸡倒下，许幽冥的经验值就增加1点。虽然数值很小，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呀。许幽冥经验提升的速度并不比那些专心做任务的玩家慢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4级，获得自由属性点+1。在击杀了数百只野鸡之后，许幽冥的等级再次提升，同时身体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。将属性点再次加到了力量上，许幽冥此时的攻击就达到了50点，彻底可以2剑击杀野鸡了。由于等级比野鸡高很多，他的那点防御直接就给无视了。不过随着等级的提升，对许幽冥而言并非是好事，羽毛爆出的几率真是越来越小了。击杀了数百只才爆出来50根羽毛，虽然效率是比上午快很多，但是4级之后还真不一定了。许幽冥准备再击杀一阵，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这个挣钱的方法了。叮，你已经击杀2000只野鸡，获得称号野鸡杀手。野鸡杀手力量属性+2。随着一只只野鸡的倒下，一声系统提示突然传来，之后许幽冥的名称前就多了一个白色前缀，野鸡杀手幽冥。还别说，看起来还挺拉风的。装备上这个称号之后，许幽冥再度增加2点力量，才4级的实力就拥有80点的攻击力，整个新手村估计也没人能达到了。而许幽冥对游戏根本没什么概念，只以为这是正常的现象。一路小跑来到村子之后，将羽毛全部交易给了前世今生。现在羽毛的价格已经跌到8华夏币了，但是前世今生说为了跟许幽冥交朋友，还是以9华夏币的价格收了。兄弟，你这称号哪来的？有什么隐藏任务？我可以花钱买下来。这个不算是什么秘密，击杀到2000自然就给了。对于前世今生的问题，许幽冥并没有当回事，就算自己不说，也会有别的玩家遇到。这可是价值连城的秘密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跟别人提起了，这消息操作一下能挣不少。说着，前世今生又给许幽冥打了2000华夏币，这就当是消息的酬金，之后交易10%的提成我会给你。前世今生郑重其事地说道。看着账户上突然多的2000华夏币，许幽冥欲言又止，最终点了点头。不过他对后续的提升已经不做多想，只当是前世今生的客套话。听前世今生说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第2个挣钱的门路，自己也该去提升自己的等级了。玩家的主力军已经达到了3级，偶尔也能看到4级的玩家，但却没有一个像许幽冥这样拥有一个亮眼的称号。第010章击星石。
进村的同时，许幽冥打开了自己的属性。幽冥，种族人族，职业弓箭手，等级4，血量400，蓝量200，攻击83，魔防12，物防12，力量14，敏捷4，体质4，智力4，精神4，幸运0，悟性0，技能清晰，技能熟练度正 20%， 临时技能仅新手村有效。装备破损的木弓，攻击+3，鸡尾剑青铜，攻击+10。这个属性已经足以秒杀 90% 的玩家了，只不过自己这个技能还真有点碍眼，迄今为止没能发挥任何作用。勇士，你竟然成为了野鸡杀手，真是了不起的壮举。许幽冥原本没打算在村长这再继续接任务，毕竟村长的任务都是给3级以内的玩家准备的，想要做高级别的任务就需要去村子里去找其他 NPC。 不过当许幽冥路过村长旁边时，却引来了村长的主动搭讪，这让许幽冥忍不住停下了脚步。勇士，你去村子里找一下乞丐张，或许他会需要你的帮助。村长对许幽冥露出和蔼的微笑，示意他去寻找乞丐张。哥们儿，你这称号哪来的？方便说一下吗？村长主动跟许幽冥搭讪，很多人都看在眼里，自然也知道是许幽冥头顶的称号引发的。一时间，众人围着许幽冥问询称号的事。许幽冥已经答应过前世今生，不将这件事告诉别人，自然不会食言，毕竟自己还收了人家2000华夏币。无可奉告。留下4个字之后，许幽冥挤出人群，开始去寻找乞丐张的位置。新手村并不大，除了村长之外，还有10几名 NPC， 裁缝、铁匠、酒馆、旅馆、杂货铺应有尽有。其中最热闹的就是杂货铺了，里面不仅有各种基础的武器装备，还有能恢复状态的基础草药。这些草药是没有经过加工的，只能恢复少量的生命值，但是这在新手村就已经足够了。不过无论是什么东西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价格贵。一把1级的长剑，属性只比系统送的多2点攻击，居然要80铜，折合成40华夏币，这在现实中足够普通人1天的伙食费了。但是依旧是成群的玩家去购买，许幽冥不得不感叹，有钱人是真多。在村子里溜达时，他已经不止看到1名玩家全副武装了，只不过都是在杂货铺买的垃圾装备。不得不说，这些玩家的超能力还是很有用的，在各种垃圾装备的堆积下，他们的属性并不比许幽冥差多少，甚至在血量跟防御方面还要超出许幽冥不少，只是在攻击上跟许幽冥差的有点远。将整个新手村转了一遍，许幽冥才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找到了乞丐张。乞丐张佝偻着背，蜷缩在茅草上，头戴一顶残破的帽子，如果不是许幽冥多看了2眼，还真不一定能找到他。乞丐张，村长让我来找你。许幽冥来到乞丐张面前，试探性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闻言，乞丐张睁开惺忪的眼神，一副不屑地看着许幽冥。什么乞丐张？乞丐张是你叫的？叫张大爷。乞丐张的脾气有些乖张，似乎很不满意乞丐张这个称呼。不过当他看到许幽冥头顶的称号时，眼神猛然收缩，露出一丝睿智的神色。你成为了野鸡杀手？乞丐张有些不敢相信，终于开始正眼看许幽冥了。没错，是真正的野鸡杀手。或许是验证了自己的猜想，乞丐张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，一把握住许幽冥的双手，让他有些不自然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许幽冥抽回自己的双手，用胖哥教给他的方式跟乞丐张沟通。乞丐张并没有回应许幽冥，而是兴奋的上下打量着许幽冥，看得许幽冥浑身不自在。不过许幽冥知道自己这应该是接触到所谓的隐藏任务了，也不在意乞丐张的行为。良久之后，乞丐张的神情终于稳定，挺了挺佝偻的后背，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。小子，我这确实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，只要你能帮我完成，我会送你意想不到的奖励。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见对方终于开始交代任务了，许幽冥轻轻松了口气。不要这么不耐烦，跟叫花子打交道，你吃不了亏。似乎看出许幽冥的心事，乞丐张微微一笑。我一直在寻找一块鸡心石，这东西只有低级的野鸡中才会拥有，你拥有野鸡杀手的称号，是最适合的人选，去帮我把鸡心石找来吧。说完，乞丐张笑眯眯地盯着许幽冥。好。丁，您接受乞丐张的特殊任务，寻找鸡心石。接受任务之后，许幽冥直接离开了茅草屋，留下一脸笑意的乞丐张。许幽冥刚出茅草屋就被一群玩家给拦着，看等级都是3、4级的，在新手村也算是不弱的势力了。小子，给你个机会，说出接着老头任务的方法，不然要你好看。许幽冥冷冷看了对方一眼，原来是来找茬的。不过对方似乎忘了，在新手村根本不能 PK， 他们人再多都是徒劳。让开！
懒得跟他们纠结，许幽冥直接朝前走去，就算他们不让，他也能挤出去，系统是不会允许人墙出现的。小子，我们可是青龙帮的，我劝你还是识相点，不然你的任务可能就要泡汤了。那名玩家继续威胁道，企图用帮派的名声来恐吓许幽冥。在帮派面前，一般的玩家确实属于劣势。聒噪！除了叫唤，还有什么本事？如果对方跟自己好好说，许幽冥是不会如此不近人情的。就算不告诉他们方法，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去联系前世今生。但是对方见面就出言不逊，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许幽冥自然不惯着他们。因为是孤儿的原因，许幽冥从小到大可没少打架，这种小混混的手段都是他玩剩下的。几人见许幽冥油盐不进，一个个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是新手村没办法 PK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幽冥远去。第011章领悟技能。南哥，就这么放他离开？看着许幽冥远去，一个战士凑上来问道。哼，得罪我们青龙帮哪有这么简单？你去找几个兄弟，拿这小子练练手。南哥，新手村没办法 PK 啊。战士听到南哥的安排，有些为难道：你 TM 是不是傻？不能攻击人，还不能攻击野怪吗？派几个人盯着他，专从他手上抢怪，我就不信他不认怂。南哥一巴掌拍在战士的脑袋上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妙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还是南哥聪明。战士傻呵呵的笑着，开始让新来的弟兄们去跟踪许幽冥。眼下他们的任务还是以升级为主，所以这种力气活只能交给新人去干。自己不能 PK， 对方自然也不能，只要去几个人恶心他，南哥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许幽冥根本没在意身后那些人，一路上跟着任务提示就出了村子。任务的目的地许幽冥很熟悉，正是之前刷怪的田野中。来到这里之后，多少让许幽冥有些不情愿。他现在已经4级了，再击杀野鸡不会再给任何经验，也就偶尔会爆出来的羽毛能让他稍稍感到欣慰。纵使价格跌了很多，总归也算有收获。来到田间之后，许幽冥照例朝里走去，等到周围玩家变少之后，他就开始了屠杀野鸡的征程。这次许幽冥直接将鸡尾剑给卸了下来，不停的使用，鸡尾剑的耐久已经开始下降。这些野鸡已经不值得许幽冥动用鸡尾剑，毕竟修复装备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他已经了解过，在村子里的铁匠铺中可以花钱修复装备的耐久。许幽冥刚战斗没多久，就看到远处有一群玩家走来，看上去气势汹汹，显然是奔着自己来的。喂，小子，你得罪了我们南哥，赶紧跟我南哥道歉去，否则就别怪哥几个不客气了。这伙人一共有5人，职业倒是挺齐全的，各职业都有，只是等级都处在3级，算是一般水平。许幽冥已经猜出他们口中的南哥是何人，心中对他们的厌恶更甚了。他来游戏的目标，一是重见光明，二是来挣钱，根本不想跟别人发生什么纠葛。所幸新手村里面是无法 PK 的，他也懒得搭理对方，只是自顾自的猎杀野鸡。这些人看到许幽冥不说话，只当是瞧不起他们，一个个都心生不爽。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算了，别跟他废话，等会儿让他求着咱们去找南哥。几人纷纷抽出自己的武器，将许幽冥围了起来。他们的距离保持得很好，都是离许幽冥10几米的位置。以许幽冥的攻击范围来讲，箭矢飞到之前，他们的攻击肯定就到了。看着这几人的架势，许幽冥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想法，原来是想抢怪，还真是不知好歹。许幽冥依旧面不改色，仿佛没看到旁边的众人一般。哟呵，这小子还挺能沉得住气的，等会儿有他哭的时候。负72，一剑过去，一只刚刷新的野鸡瞬间残血，几人惊呆了，没想到许幽冥的伤害竟然这么高。接着又是一剑精准的命中野鸡的头部，了结了这只还没反应过来的野鸡。卧槽，这什么攻击？他们的等级才3级，算上装备加成，伤害才30多点，想要击杀一只野鸡，至少需要攻击4次，这还是在保证每击必中的情况。眼前这家伙只比他们高了一个等级，伤害却超出他们1倍还要多，身上肯定有好东西。不管那么多，抢他丫的，不能让南哥失望。他们是青龙帮刚招的实习人员，能不能留下还有待考核。如果领导交代的第一件事就办砸了，那也就是不用再混了。几人心一横，决定跟许幽冥死磕到底。许幽冥攻击虽然高，但还做不到秒杀的程度。只要他们将范围缩小，还是很有机会抢在许幽冥之前抢到野鸡的补刀的。看着他们一步步靠前，许幽冥看出了他们的想法。对此，许幽冥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。这些人还真是头脑简单，那就让自己看看那一招能不能在游戏中使用。许幽冥将长弓拉开，接着缓缓的抬起，比以往的射击角度要高一些，之后猛然松开弓弦。箭雨划破天空，掠过一人的头顶飞了过去。吓我一跳，这家伙不会不知道出新手村之前不能 PK 吧？还想着攻击我。在那人看来，许幽冥的弓箭是奔着他去的，只不过射偏了罢了。
嗖！紧接着又是一剑，还是同样的角度，沿着男人的头顶掠过。他在攻击你身后的野鸡。终于，站在许攸明身后的那名玩家发现了端倪。众人闻言，猛然朝身后望去，只见一只野鸡刚刚倒下，身上的剑矢还没有消失。这人竟然能越过众人发起攻击，这还是人吗？就现在而言，玩家们的命中率能达到 60% 就已经算是合格了，能达到 80% 就是绝对的高手。而眼前这人已经不能用命中率来计算了，这种相隔一个人还能击中目标的，得有多强的实力？他们这次恐怕真的踢到铁板了。许攸明满意的看着自己的两剑，再次开始攻击。他之前也没想过一次就能成功，虽然在现实中抛射对他而言是手拿把掐的事，只是这里毕竟是游戏，无论是风阻还是重力都有细微的差距。不过还好，没让自己失望。几人看着许攸明的剑矢一次次从他们头顶掠过，心中顿感无力。这种技术恐怕他们一辈子也练不出来。一根根剑矢像是美妙的音符，不断的飞起又落下，附近的野鸡接连死在许攸明的手中。他们知道眼前这人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。许攸明根本没在意他们的想法，只是自顾自的享受射击的乐趣。随着弓弦一次次的被拉开，一股清明的感觉涌入他的脑海中。叮，恭喜您成功领悟弓箭技能抛射。第012章房屋出租。抛射 LV1， 蓝量消耗2点，技能冷却1秒，提升 30% 射击距离，对单体目标造成 110物理伤害。叮，恭喜您成为第一个领悟技能的玩家，奖励幸运值+1，自由属性点+3。听着系统突然出来的提示，许攸明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随心之举竟然领悟了技能，这可真是意外之喜。旁边这几个家伙还真是自己的福星啊。许攸明继续将属性点添加到力量上，满脸欣喜。旁边那几人看着乐呵呵的许攸明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却隐隐觉得许攸明射出的箭有些不一样了。至于怎么不一样，以他们的水平根本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拥有技能之后，许攸明的新手村福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虽然抛射是很基础的技能，但总归不再让清晰成为摆设。唯一让许攸明有点不满的是，这个抛射竟然还有蓝耗，以自己现在的蓝量，只能连续射出100箭，之后就没办法使用抛射了。当然，他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攻击，只是那样就没有系统威力的加成了。周围5人在许攸明身旁待了10几分钟，非但没能耽误他击杀一只野鸡，反而被他给抢走不少。几人郁闷的简直要吐血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临走的时候还对许攸明放出了狠话，说会有人过来修理他的。许攸明全当没听到，只是自顾自的击杀野鸡。也不知道乞丐章这个任务要自己击杀多少野鸡，任务只说鸡心石隐藏在野鸡之中，自己都杀了数百只了，依旧没有鸡心石的一点踪迹。几人离开之后，许攸明在这里又战斗了一会儿，之后攒够100根羽毛，回村子去跟前世今生做交割了。羽毛的价格已经稳定了，每根在7华夏币。将羽毛交易给前世今生之后，许攸明再次收获700华夏币。不到1天的时间，自己就收获近5000华夏币，这已经远远超过之前自己的比赛收益了。老弟，听哥哥一句劝，先别杀野鸡了，现如今提升等级最重要，等你实力上去了，根本不会缺这些钱。前世今生看得出来许攸明的实力要比普通人好很多，忍不住再次劝解。在他看来，为了这些小钱放弃广大的前景，着实是有些得不偿失。许攸明露出一丝苦笑，他何尝不想继续去做其他的任务，但是乞丐章的任务让他有些放不下。他之所以能够在射箭上有这么高深的造诣，除了超越常人的天赋之外，还有就是一股不服输的精神。曾经为了练习抛射，他整整拉断了3根弓弦，那可是现代化的复合弓，常人根本难以想象。见许攸明没有放弃的打算，前世今生也不再劝解，只能任由他去了。只是有些可惜，一个一流高手可能就要重蹈上仲永的覆辙了。对了，那个消息卖出去了，分成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许攸明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前世今生突然朝他多打了2000华夏币。看着账户上突然多出的2000华夏币，许攸明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守信，还真的将分成给自己了。多谢了。正处于缺钱状态的许攸明没有跟对方客气，道了一声谢之后，就继续去击杀野鸡。同时，他也在暗暗佩服前世今生的能力，一个消息竟然能卖2万华夏币，还真是一本万利。来到田间之后，许攸明没有着急开始攻击，而是直接将今天到账的资金给老院长转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许攸明就接到了院长的电话。小明，刚刚那7000块钱是你转的？我跟小兰联系过，他说不是他。听院长的语气，显然已经知道是许攸明转的。虽然孤儿院送出去的孩子很多，但是就他们2个最重感情，时常会接济孤儿院。院长，我今天找到工作了，那是老板提前给我预支的工资，我现在也用不到，你先拿去应急吧。许攸明不想让院长担心，
对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毕竟游戏在许攸明看来多少有些不务正业。孤儿院的事你知道了？哎，我会求助福利机构的，你们还是要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别操心太多了。跟院长聊了一会儿，许攸明就挂断了电话。虽然言语中院长并没有跟许攸明诉苦，但是以许攸明对院长的了解，肯定是遇到很大的坎，才会让他如此遮掩。对此，许攸明更加坚定了自己搞钱的信念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院长一生的心血就这么散了。一下午的时间，许攸明就在田野里度过，倒在他剑下的野鸡早已不计其数，就连刚刚获得的技能都提升到了2级。之所以能提升这么快，清晰功不可没。2级之后，伤害提升了10%，但是蓝耗也随之提升一点。眼看时间不早了，许攸明的身体也出现了疲劳感，将羽毛交易给前世今生之后，就直接下线了。退出游戏，许攸明重新被黑暗给笼罩，他已经习惯这种黑暗。推开座椅，许攸明在空荡的房间中做了一个简单的伸展，让疲乏的身体得到稍稍的缓解。突然，他拨通了胖哥的电话，有件事他需要让胖哥帮忙。喂，明哥，怎么样？游戏里玩的还爽吧？电话刚接通，对面就传来胖哥兴奋的声音。他不仅仅是为了这个游戏而高兴，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哥们能够重见光明而兴奋。出乎意料的好。胖子，帮我打印几份出租信息，我想把楼下2层租出去。许攸明直接道明了自己的意图。明哥，这不合适吧？胖子有些为难道，你那房子是主任特批的，你只有居住权啊，拿去出租被主任发现了怎么办？胖哥倒不是怕系主任，他是怕系主任把房子给收回去，到时候许攸明得不偿失。没关系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第013章田野钉子户。已经到了这一步，许攸明也管不了那么多，自己可是为了学校才受伤的，将多出来的房子租出去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再说自己不说出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。许攸明住的地方是一个3层老房子，属于上世纪的建筑，自从学校扩建之后，这里就一直空了下来。如果不是许攸明意外受伤，又没有合适的去处，系主任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。许攸明现在的想法很简单，自己一个人住也是浪费，正好又需要钱，那干脆租出去2层。据他所知，学校里的有钱学生多的是，周边的房价也不便宜，指不定还真能租一个好价格。胖哥见许攸明执意要出租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就在学校的论坛中帮许攸明发出了出租信息。挂断电话之后，许攸明躺在宽敞的大床上陷入了沉思。命运这个游戏真的太真实了，可以说是上天对他的一种恩赐，或许他的命运真的会因此而改写。不知不觉，许攸明就进入了梦乡，在梦里，他成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英雄，手持神功，天地都在他的脚下颤抖。同时，在他的身侧还缠绕着一个宛若天仙一般的女子，但是许攸明却无法看清她的面容。正在许攸明极力要看清女子的容颜时，梦醒了。通过语音报时，发现已经早上8点。从双目失明之后，他从没有睡得这么香过。简单的收拾一下，许攸明进入了游戏中。刺眼的白光闪过，眼前的色彩逐渐变得真实。怎么，今天还是继续打野鸡吗？前方前世今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上线了，看到许攸明出现，忍不住打趣道：是啊，你的钱可要准备好了。放心，管够。简单寒暄之后，许攸明就冲向了田间。这里的玩家依旧成群，并不是所有的玩家都像他一样有精准的命中率，即使升到2级之后，这里还是比较合适的练级点。村子里后续的任务要求都比较高，他们的水平还应付不了2级的野狗。远离大部队之后，许攸明开始了今天的猎杀。在击杀野鸡的过程中，他也在不断的尝试其他射击技巧，但是无一例外都没能再触发系统提示。看来想要领悟技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远处的玩家换了一批又一批，许攸明却依旧不动声色的在猎杀野鸡，熟练的动作远远看去就能看出他的不凡。野鸡杀手的称号再次响彻整个新手村，他们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像神经病一样跟野鸡战斗一整天。如果是普通人就这么射击一整天，估计早就麻木了，但是许攸明不然，他十分享受这种射击的过程，一件又一件的飞去，让他感受到了当初练习剑法时的初心。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许攸明一整天都在射击中度过，这在之前只是常规操作，现在只是换了一个环境而已。只有在夜晚的时候，许攸明才会回到村口，将羽毛交易给前世今生。因为爆率的问题，许攸明获得的羽毛并不多，一整天才200多个而已，收益骤降。但也有1500华夏币，在当今社会，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才5000华夏币而已，许攸明的收益已经很高了。开服的第2天，不断的有系统公告响彻天空，都是不同的玩家触发的各种奇遇，这让其他玩家羡慕不已。到第2天晚上，大部队基本上都已经3级以上，4级的玩家也是随处可见，许攸明的等级优势可以说是荡然无存。等到第3天，田野里的玩家就少了很多，
大部分都开始接村子的后续任务，远处的山坡上成为主力玩家的第二个战场。许幽冥则是依旧在这里击杀野鸡，对他而言，人少了更好，方便自己练习剑法。虽然这2天属性上没有丝毫增长，但是许幽冥对剑法的操纵变得更加顺畅了，几乎能达到现实中80%的水准。许幽冥心中盘算过，如果在完全适应游戏中的身体之后，依旧不能获取机星石，那就只能放弃这个任务了。虽然级别可能会被其他玩家拉开一点，但是通过操作应该可以弥补这些差距。事实证明，许幽冥想的还是太简单了，越往后，身体的契合度越难以提升，一连3天都没能让这具身体跟现实中的自己完成完美的契合。在一次次射击中，许幽冥总感觉差了一丝味道，但却始终无法迈步那一步。久而久之，他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游戏的限制，毕竟这里只是游戏，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现实中那种随心所欲。今天是开服的第5天，许幽冥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果今天再不能获得机星石，就直接放弃这个任务。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经提升到5级，但是许幽冥周围的人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。原来是5级之后的任务是进入田间尽头的野猪林猎杀野猪，如此一来，许幽冥的名声更是响彻新手村了，甚至在整个游戏中也是小有名声。哈，这傻帽，我还以为他获得了什么了不得的任务，原来是个陷阱。南风知我意，正是青龙帮的南哥，这几天一直带人在野猪林中战斗，每见到林峰一次都要嘲讽一番。这家伙不给青龙帮面子，等出了新手村，有的是机会收拾他。南哥，这家伙会不会是被野怪挂掉过，之后就不敢打高级怪了？旁边的小弟附和着南哥哈哈大笑，对许幽冥冷嘲热讽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可能，不然怎么会有傻帽一连几天都在击杀野鸡？虽然许幽冥的动作在他们眼中有着说不出的流畅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多想，在游戏中还是等级跟装备最重要。他那种花架子在等级面前根本没任何作用。面对众多的嘲讽，许幽冥根本没有心思搭理他们，此时他的眼中全部被一根根箭矢给充斥，脑海中不断自己的动作被不断复盘，想要找出拆的那一丝感觉。第014章自由模式。突然，许幽冥灵光乍现，一股通透感贯彻全身，仿佛是一种掣肘被打破一般。叮，恭喜您解锁了自由模式。只是简单的一道系统提示，没有任何属性的加成，也没有额外的奖励，但是许幽冥却十分的开心。他知道自己终于踏出了那一步，此时游戏中的自己跟现实中的身体达到了100%的契合，也就是说，自己在现实中能做到的动作，在游戏中也能轻易的做到。当然，反之就不行了，毕竟还是要遵循物理定律，游戏中的飞天遁地怎么可能搬到现实中呢？一群人看着在野鸡群里面傻乐的许幽冥，眼中更是一阵鄙夷，认为这小子肯定是脑袋进水了。没有继续在许幽冥身上浪费时间，南风带着一众小弟进入了远处的野猪林。今天他们来这里是有特殊的任务。昨天晚上，几个帮派成员在野猪林深处练级的时候，偶然间发现了一头野猪 BOSS， 那可不是所谓的精英怪，而是真正的青铜 BOSS。 虽然现在青铜 BOSS 的额外击杀奖励已经没有了，但是 BOSS 自身爆出来的装备跟道具一样是游戏中顶尖的东西。昨天几人就想拿下这个 BOSS， 但是奈何对方的攻击太高了，5人小队直接全军覆没，连逃跑都做不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今天集结更多的人手去对付这只 BOSS。青龙帮虽然不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游戏帮派，但是其实力在2流里面也算比较靠前的，在当前新手村，连主力带外围就拥有近100人的团队。要知道，整个华夏区可是有999个新手村的，足可见游戏中帮派势力的庞大。当然，南风知道这个新手村并不是自己一家独大，所以这次的行动并没有大张旗鼓，不然引起其他人注意的话，这个 BOSS 自己可没能力守住。在野猪 BOSS 的附近，20几名青龙帮的主力成员缓缓靠近。许幽冥看着远去的青龙帮众人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们根本理解不了自己此时的心情。看了一眼包裹里的羽毛，185根，算了，还是凑个整数吧。许幽冥打定心思，等凑齐200根羽毛，就去跟前世今生交易，然后就离开田野，开始接下来的任务。无论怎么说，都不能被主流玩家落下太多。197、198、199。就在包裹的羽毛即将达到200根时，远处传来一阵骚乱，数不清的玩家开始朝着野猪林奔去，仿佛对玩家有莫大的吸引一般。喂，朋友，那里发生了什么？许幽冥拽住一个从身旁掠过的玩家询问道。他这人被突然拦下，原本想破口大骂，但是看到拦住自己的是许幽冥时，当即将后续给咽了回去。原来是野鸡杀手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野猪林里出现2只 BOSS， 大家都赶着去捡漏呢。许幽冥在新手村好歹是小有名气，这点面子人家还是要给的。那名玩家跟许幽冥简单的说了一下之后，就一溜烟的跑了。那可是 BOSS， 万一被自己给抢到了，
那就直接咸鱼翻身。大多数玩家都是抱着这个心态去的，在新手村，大家的实力都差不了多少，抢到 BOSS 的几率是相同的。除了散人玩家之外，很多帮派的主力也来到了这里。许幽冥远远看去，那些人的等级都在6级以上，原本都已经离开野猪林了，这是被 BOSS 给吸引来的。突然，许幽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前世今生。幽冥老弟还在这刷野鸡呢。对方显然也看到了许幽冥，直接上来热情的打招呼。正准备回去呢，你怎么舍得离开村子了？双方经过几天的交易，关系要近了不少。既然对方来了，许幽冥直接将自己的羽毛给交易了过去。前世今生也没有废话，直接给许幽冥把钱打了1400华夏币过来。这不是有 BOSS 出现了吗？半个村子的人都过来了，我不过来怕错过好东西啊。前世今生自然不是过来抢 BOSS 的，他现在的等级才3级，都是通过做任务提升的。他来这里是为了抢生意，在村子里做生意的可不止他一个。 BOSS 爆出的东西肯定非常抢手，万一对方用不到，商人就会直接在这里拿下。许幽冥在听到有 BOSS 的那一刻，也动了去分一杯羹的心思。此时见到前世今生，就更加确信了这个想法。在游戏里，没有什么是比打 BOSS 来钱更快了。离开前世今生，许幽冥跟着大部队进入了野猪林。前世今生的等级太低，只能在朋友的护送下慢慢走，不然被一个野猪给锁定，指不定就给秒杀了。5级的野猪还是很强力的，不然野猪 BOSS 也不会将青龙帮的主力给团灭。许幽冥虽然只有4级，但是攻击上却比大多数人都要高，只是速度上会稍逊一筹。跟着大部队，许幽冥来到了野猪林深处，这里的野猪还是比较密集的，不过只要不进入他们的仇恨范围，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攻击。偶尔有些野猪对玩家发起攻击，但在众人的攻击下也站不了多久。野猪等级5，血量500，攻击58，魔防22，物防26，附带技能冲锋，对目标发起冲锋，造成120物理伤害。5级的野猪属性已经很客观，而且附带了一个技能，如果是单挑的话，着实有些难以招架。还好这里的玩家数量足够多。前方止步，远远的许幽冥就听到前方一阵喧哗，玩家们走到这里之后，就在难往前移动。原来几个帮派的玩家已经将这里给围了起来，他们的主力正在跟 BOSS 战斗。面对这群凶神恶煞的帮派成员，唬得一些散人玩家不敢靠前。虽然新手村不能 PK， 但玩家总有出新手村的一天，万一被对方给记挂上，以后可就不好混了。一时间 BOSS 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中空的包围圈，帮派主力在最中心战斗，散人玩家在外围不敢寸进。第015章白羽锦鸡。操，这些帮派还真是霸道啊，根本不给我们散人机会。那你能怎么办？以咱们的攻击抢到 BOSS 的概率太低了，犯不着为此招惹他们。外围的玩家忍不住抱怨，但是却也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，没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。眼前战斗的最少5、6个帮派，他们之间应该是达成了某种协议，除了散人玩家之外，并不介意彼此的竞争。许幽冥挤到前面之后，已经远远的看到里面的情况。在战场的中央，除了一只硕大的野猪之外，还有一只色彩艳丽的野鸡。当看到野鸡 BOSS 的那一刻，林峰的心猛然间跳动了一下，他有种预感，自己一直寻找的鸡心石很可能就在这个 BOSS 身上。难怪自己这么多天一无所获，原来是没找对地方。真不知道一只野鸡 BOSS 怎么会来到5级的野猪林。白羽锦鸡，青铜级，等级5，血量25000，攻击158，魔防35，物防55，技能乱舞，挥动羽毛，对范围内敌人造成150%魔法攻击。面对白羽锦鸡的攻击，那些玩家根本吃不消。他们的等级虽然已经6级，在玩家中算是翘楚的存在，但是高达158的攻击落在他们身上，依旧能带走他们1/4的血量。反之，他们的攻击落在白羽锦鸡身上，只能造成10点左右的伤害。毕竟现在玩家身上都没有什么装备，攻击力普遍在70点左右。如果不是有一个主家体质的战士在扛着，他们只会更加的艰难。至于野猪 BOSS 的属性，林峰就查看不到了。为了避免误伤，他们将2只 BOSS 拉在不同的位置。不知不觉间，周围就汇聚了数千人。许幽冥看着自己的目标，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。BOSS 的血量还有很多，一时半会儿这些人根本解决不了。眼下的情况，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抢下 BOSS， 希望十分的渺茫。毕竟对方人这么多，关键时候上来一群人干扰自己，自己就会错失机抢夺的机会。但是这并难不倒许幽冥，他的内心已经有了一个计划。从人群中出来之后，许幽冥径直朝村子跑去。哎，幽冥老弟，不打算搏一搏？刚走没多久，就遇到姗姗来迟的前世今生。这么多人等着呢， BOSS 可不是这么好抢的。许幽冥模棱两可的回了一句，继续朝村子赶去。前世今生看了远去的许幽冥一眼，总觉得这家伙有点不同寻常。10分钟左右，
许攸明的身影出现在村子的杂货铺里。今天村子里的玩家格外少，估计都是去野猪林看热闹了。勇士，有什么需要购买的吗？还是说要出售你背后的剑矢？杂货铺的老板看到许攸明进来，露出一副贪婪的表情，显然是看中了许攸明的鸡尾剑。之前那些玩家都是过来出售系统赠送的装备，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。他也是第一次见到青铜装备，难怪会心动。我是来买东西的。开玩笑，许攸明可不会傻傻的将鸡尾剑出售给这个奸商。杂货铺的老板一脸失落的打开一个面板，上面展示着店里所有的商品。许攸明没有在意老板的态度，迅速在面板上找到自己想要购买的东西。麻绳，麻绳1铜10米。林峰直接花费1银币买了1000米，思考片刻后，他又买了一些回血回蓝的草药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同时还买了一件特殊的装备，粗鄙的面罩1银剑，能够遮掩自身的姓名跟等级，但是非常容易被看破。这次行动，许攸明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毕竟这也算是抢劫。这个面罩虽然写着容易被看破，那也是要求玩家学会查探技能才行。现在的玩家根本没有人会这个技能。看到许攸明如此大手笔，店老板的脸上瞬间挤出一丝微笑。新手村玩家虽然多，但是来杂货铺消费的还真不多。道具准备好之后，许攸明朝着野猪林走去，能不能抢到 BOSS 就看这一次了。来到野猪林之后，这里的玩家依旧是人山人海，但是这一次许攸明没有再往前挤，而是绕开玩家朝更深处走去。来到野猪林深处，这里的玩家会少一些，毕竟这里的野猪数量有些多，他们也不想看热闹的时候丢了性命。许攸明背靠一棵大树停了下来，缓缓取出包裹里的麻绳，然后将麻绳缠绕在鸡尾剑上面。做好这一切之后，许攸明将长弓拉满，朝着上方的树干射去。砰！箭矢入木3分，发出一声脆响，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的动静。箭矢射出之后会短暂的停留一段时间，许攸明用了抓紧麻绳，朝树上攀爬，不多时就来到了树杈之上。如果一般的玩家自然没办法像许攸明这样随意攀爬树枝，毕竟他们没有学会专业的攀爬技能。但是许攸明不同，他已经解锁了自由模式，只要条件允许，他就可以像现实中一样爬树。这点在许攸明解锁自由模式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晓了。当然，没有麻绳的帮助，他也能攀爬，只是因为属性太低，会十分的笨拙，而且很容易被发现。接着箭矢的帮助，许攸明悄然向上爬去。野猪林的树木是一种高耸且茂盛的榕树，下方没有什么枝桠，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，就是遮天蔽日的存在。经过3次的射击，许攸明就躲进了茂盛的枝叶中，下方的玩家根本无法看到许攸明的身影。在枝桠上站稳身形之后，许攸明将绳子的一端缠绕在树干上，接着又朝靠近战场位置的那棵大树射去。嘣！箭羽的尾端传来一阵缠斗，鸡尾剑精准地命中另一棵树干。之后，许攸明在绳子的辅助下，小心翼翼地朝另一棵大树爬去。2个大树的枝桠相交在一起，翠绿的树叶将许攸明的身影完全遮掩。没有人会想到，头顶上方竟然有人在攀爬。见计划可行，许攸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将绳子再次固定之后，又开始朝着另外一棵大树故技重施。下方在激烈的战斗，而许攸明在上面像个蜘蛛一样在不停的织网。没过多久，一张无形的大网就将整个战场给覆盖。透过树叶间的缝隙，许攸明能清晰地看到下方战斗的情况。第016章豪猪首领。下方很明显的分为2波，分别针对2只 BOSS， 而野猪 BOSS 的属性也被许攸明给探查到。豪猪首领，青铜级，等级5，血量35000，攻击168，魔防48，物防60，技能横冲直撞，对周围目标进行无差别冲撞，对目标造成150%物理伤害，在冲刺过程中防御增加50%。显然，在属性上，野猪 BOSS 比白羽锦鸡更胜一筹。不过，白羽锦鸡要比野猪 BOSS 灵巧很多，在血量上，二者趋近于持平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战斗，他们的血量下降了1/3左右。小心 ，BOSS 快要暴走了！白羽锦鸡的面前，一个持剑的战士大喊一声，同时身体做出了格挡的姿势。许攸明居高临下，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阵型。很显然，这些主力人员也分3、6、9等。在听到战士的大喊之后，有些人瞬间做出了反应，有些却还在机械的攻击。咯！不得不说，那名战士的判断十分准确，他的声音刚刚消散，白羽锦鸡就发出异样的声音。从许攸明的角度看去，白羽锦鸡头顶的机关上散发出一道红色的光芒，他身上的羽毛也开始有规律的抖动。嗖，瞬间，一枚枚白色的羽毛就朝四周飞去，方圆10米内，所有的玩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。-215，-125，-226。许攸明注意到，那名持剑的战士竟然将一枚羽毛给挡开了，
不知是运气还是实力，总之他受到的伤害只有其他玩家的一半。不愧是秦剑山庄的帮主，这份观察力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白羽锦鸡的技能过去之后，所有人又开始对面前的 BOSS 发动攻击，同时也都在感叹刚刚那名战士的意识。哼，能得到屠夫的称赞，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呢？下方的交流充满了火药味，显然都不愿意放弃这个 BOSS。许攸明此时才注意到，击杀白羽锦鸡的好像大部分都是这个名为屠夫的人，秦剑山庄那边只有寥寥数人。这个屠夫的势力还真是强大，比旁边青龙帮的人还要多。我说剑心，你也别说我欺负你，谁让你的主力不在这呢？老老实实的去争取旁边的野猪 BOSS 不好吗？非要跟我抢着白羽锦鸡。屠夫手持一柄砍刀，每一刀都能带走白羽锦鸡近20点的攻击，这在玩家中已经算很高的了。许攸明在上面并不能看清他的长相。哼，屠夫，你的想法真以为我不知道？阎罗殿可没有那么好心将 BOSS 让给别人。剑心的长剑比屠夫的刀还要凶猛，总是以刁钻的角度刺在白羽锦鸡身上，伤害更是达到20多点。这二人的攻击属性至少在80点以上，手中的武器显然已经不是新手附赠的。哈哈，彼此，如果你的主力在这里，我就不相信你会放弃任意一只 BOSS。原来他们集中火力击杀白羽锦鸡并不是随意为之，无论是血量还是防御，白羽锦鸡都要弱一些。他们是想着先将白羽锦鸡拿下，之后再腾出手去击杀野猪 BOSS， 2只 BOSS 都要拿下。见被剑心拆穿了心中的想法，屠夫没有丝毫不爽，反而是放声大笑。对方猜到又能如何？自己这边有近100人的主力，而剑心只有区10几人，纵使他实力再强，在现在这个阶段，他也只能屠夫奈何。砰！负125。在二人交谈间，白羽锦鸡再一次击中了面前的一名玩家，刚刚被技能消耗的血量还没有回上来，倒霉的家伙血量瞬间被清空，拿下 BOSS。下方除了屠夫跟剑心能够对 BOSS 造成稳定的输出，其他人都是随缘攻击。看似有上百人对 BOSS 进行攻击，实际能造成伤害的只有10几人，毕竟 BOSS 的移动速度很快，纵使能轻易躲避掉大多数的攻击。看着他们的效率，许攸明都忍不住想要出手，但是他还是遏制了这种想法，毕竟只要他出手就会被其他人给发现，那自己的计划就全泡汤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躺在树杈上静静等待。好在外围看热闹的玩家够多，他并不担心 BOSS 会远离这里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 BOSS 不知道释放了多少次技能，下方的玩家也是死了一波又一波，此刻血量终于降到1000以内。下方的战斗人员都紧张了起来，远处观战的玩家也出现一阵骚动， BOSS 的归属权马上就要见分晓了。在命运中，击杀者会单独获得 50% 的经验，另外的经验会根据造成的伤害比例分摊给其他玩家。当然，爆出来的东西是归属于击杀者，不过只有3分钟的保护期，3分钟之内不捡起来，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无主之物，到时候谁捡起来就是谁的。剑心跟屠夫都警惕地看向对方，在场的只有他们2人有把握每次都命中 BOSS， 只要把握好时机，他们2人击杀 BOSS 的概率是最大的。严格来说，命运并不是第一款虚拟游戏，在此之前一直是佩戴 VR 眼镜，然后有万向运动仪作为辅助，成本也不低。剑心跟屠夫都是在那些游戏中比较出色的玩家，他们背后的帮会也是比较知名的组织。虽然接入的方式不同，但操作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，所以剑心跟屠夫他们的实力才会刚进入就比一般玩家强。在玩家的攻击中，白羽锦鸡的血量持续下降，似乎是血量过低的原因，白羽锦鸡的状态也随之下滑了很多。800、600、400，终于 BOSS 的血量只剩下200不到。屠夫跟剑心同时动了，手中的利刃朝着白羽锦鸡的要害刺去。其他玩家的攻击也没停止，毕竟万一能抢到 BOSS， 帮会的奖励不说，自己也会获得巨额的经验，在帮会中等级也是地位的象征。许攸明的长弓早已拉满，等的就是这一刻，一根泛着青芒的箭雨从茂密的树杈中疾驰而下。负25、负26、负75，在一连串个位数的伤害中夹杂着3个2位数的伤害，他们仿佛是商量好了一般，几乎同时从 BOSS 的头顶飘起，只不过还是有一定的先后之分。操！是谁？一瞬间 BOSS 的身体轰然倒下，但是屠夫跟剑心相互看了一眼，发现彼此都是一脸的愤怒。那一道足足高出他们2倍还要多的伤害，到底是谁发出的？刚刚的攻击太多，他们并没有发现从天而降的箭矢，但是最后出现这个伤害，肯定不会是他们的队伍中发出的。以 BOSS 的防御来看，能造成这个伤害的话，攻击至少达到120点。他们2人的属性绝对是玩家中顶尖的存在，那也才达到80左右。对方到底是怎么堆属性的？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现在只要能守住3分钟，依旧能挽回一点损失。想通这一点之后，剑心跟屠夫都迅速朝那几枚彩色的光芒冲去，
与此同时，其他玩家也纷纷围了上去。他们不知道许攸明的面板伤害并没有那么多，重重属性加上去才98点，只是这一剑许攸明发动了抛射技能，在增加攻击距离的同时，伤害也提升了120%，这才造成这么高的伤害。剑心，真 TM 够丢人的，咱们打了这么久，被别人给截胡了。屠夫一脸狰狞，看上去有些吓人，不知道是故意调整的长相，还是现实中就如此。呵呵，东西再被抢走了，才是真的丢人。剑心跟屠夫二人站在 BOSS 爆出的东西面前，一人守着一个，准备等时间到了，只有随时出手。哈哈，那倒不至于，真当我们那么多兄弟是吃素的。外围已经被团团围住了，根本没能挤进来，眼下就是静待3分钟过去，然后抢东西。屠夫不是不想把剑心给挤出去，但是剑心的10几个队员牢牢守在剑心身后，短时间内根本做不到。他又怕抢 BOSS 那家伙趁乱过来把装备给收走了，所以只能便宜剑心了。许攸明拿下 BOSS 之后，瞬间就获得了大量的经验，直接将他的进度条提升到 85%。不过这次击杀并没有触发系统公告，看来 BOSS 的额外奖励已经没有了。看着下方拥挤的众人，许攸明深呼一口气，将绳子的一端系在腰上，然后猛然跃下。哗哗，枝叶交错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有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只见一道黑影像是一只猿猴一般从天而降。他在上面。听到呐喊声，众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但是为时已晚。许攸明像是荡秋千一样从众人头顶掠过，然后精准地落在 BOSS 的身体旁。看着突然出现的这人，屠夫跟剑心下意识的就要攻击，但是挥出之后才想起这还是新手村，根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。许攸明眼疾手快，迅速将 BOSS 爆出来的东西给收了起来，甚至连那几枚散落在草丛中的银币也没放过。将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之后，许攸明已经能感受到周围玩家的灼灼目光，特别是屠夫跟剑心的，简直是想要杀了他的心都有。朋友，交出装备，抢 BOSS 的事可以既往不咎。屠夫来到许攸明面前，语气中带着威胁的意味，想要让许攸明交出东西。剑心看了许攸明一眼，将这个面容清秀的弓箭手记在心里，没说什么。许攸明并没有理会屠夫，而是抓紧绳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灵巧地爬了上去。第018章白羽靴。卧槽，还有这种操作！周围的玩家都看傻了。许攸明刚刚从天而降已经够他们吃惊的了，现在还能再爬上去，这是什么？人猿泰山吗？许攸明戴着面罩，他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以他们的水平，绳子在他们面前也无济于事，因为他们没有解锁自由模式，也没有攀爬技能。眼睁睁地看着许攸明的身影消失在茂盛的枝桠中，屠夫跟剑心都没有跟上去。实际上跟上去也没有用，新手村不能 PK。 晦气，都给我盯好上面，他在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拦着。屠夫有些怒了，没有人能在他面前抢完 BOSS 还若无其事的离开，特别是这人竟然不屑跟自己交流，真是太丢脸了。许攸明回到树上之后，看着 BOSS 爆出来的东西，心情十分激动。在他的包裹里，一块血红色的石头正安静地躺在那里。鸡心石，任务物品。终于得到鸡心石了，乞丐张真是太不靠谱了。难道白羽锦鸡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实力低微？如果不是今天这种情况，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白羽锦鸡呢。就算碰到了，也会是一场恶战。不过还好，不管怎么说，鸡心石是到手了，这个任务终于能结束了。除了任务物品之外，白羽锦鸡还爆出来一双鞋子。白羽靴，青铜，等级要求5，敏捷+3，物防+5。又是一件青铜装备，许攸明心中窃喜，只是暂时还不能佩戴。不过再拿下下面这只野猪的话，肯定就没问题了。除此之外，白羽锦鸡还爆出5枚银币，都被许攸明给捡了起来。这次行动让许攸明收获颇丰。下方这群人见许攸明进入了树丛中，只能骂骂咧咧的离开，开始朝旁边的野猪 BOSS 走去。这个 BOSS 丢了，那个可一定要抢到手。看着许攸明像是蜘蛛侠一样来去匆匆，周围看热闹的玩家纷纷露出耻笑的表情。这些帮派玩家将他们拦在外面，不还是被人给截胡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把 BOSS 带走，不能在这里打。刚刚来到 BOSS 身前，剑心跟屠夫不约而同的做了一个决定。许攸明的攻击超出他们很多，现在又获得了新的装备，在他眼皮子地下肯定还会出问题。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许攸明没办法佩戴白羽锦鸡爆出的装备，但纵使如此，许攸明的伤害也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。现在他们必须将 BOSS 带离这里，让许攸明没有攻击的机会。许攸明沿着绳索来到野猪 BOSS 上方，已然听到了他们的计划，这倒是让他有些棘手。如果野猪 BOSS 真被他们给带走了，自己可没时间再织一张网，下去之后就算有抛射，也不一定有输出的机会。无论如何，一定不能让他们将野猪给带走。野猪 BOSS 的血量还剩下9800多，已经不到1/3了。
短暂的思索之后，许幽冥只能放手一搏，嗖！青色的箭矢从树上落下，精准刺进野猪的脑袋上。负58，野猪 BOSS 的防御比白羽锦鸡高一点，其他玩家只能造成5至6点的伤害，只有寥寥数人的伤害能突破10点。即使是屠夫跟剑心加入了战场，造成的伤害也都在20点以内。许幽冥高达58的伤害，直接击压群雄，接着一件又一件的飞来，都是带着技能的箭矢。负58，负55，负62。短短10几秒之后，原本要远离许幽冥的野猪 BOSS 突然凶性大发，朝着许幽冥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。但是来到许幽冥正下方之后， BOSS 却没有找到目标，于是开始对周围的玩家发动技能。砰砰砰，负202，负198，负215。周围几个倒霉的玩家直接化作白光，消失在原地。这正是许幽冥想要的效果，短短1分钟不到的时间，许幽冥就将自己的输出刷到第1。这样一来，野猪 BOSS 的仇恨就在自己身上了，只要自己的攻击不停止，就没人能将他给带走。操，别让老子抓到你！看到许幽冥的表现，屠夫怎能还不知道他的想法？但是对方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，现场没人能把仇恨给抢过来。剑心也是眉头紧蹙，没想到对方做的这么绝，2只 BOSS 都不想放过。这人明显也解锁了自由模式，肯定不是新人，只是在圈里没听过这么一个弓箭手啊。而且他早就留意到许幽冥箭无虚发，每一箭都射在 BOSS 的鼻子上，这里是野猪最薄弱的位置。他将能做到这一点的弓箭手都搜索了一遍，没有一个能对得上号的。难道是有人改变容貌练的小号？上面的兄弟，你这实力的确了得，咱们做笔交易怎么样？如果等会儿你再抢到 BOSS， 用不到的装备卖给我怎么样？剑心不像屠夫那样气急败坏，他是一个十分稳重的人。卧槽，上面那哥们还真是够厉害的，连秦剑山庄的剑心都服软了。就是啊，真给咱们散人玩家长脸。哼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么强的实力肯定是有背景的，就算现在没有，很快也会有的。剑心的声音在树林中传开，周围的玩家听得一清二楚，对树上的那人更加好奇了。由于距离比较远，外面的玩家根本没看清许幽冥的长相，而且他还戴着面罩呢，所以并不知道上面那人就是所谓的野鸡杀手。但是其他人不知道，眼光毒辣的前世今生却看得分明，他跟许幽冥已经很熟悉。那个身影虽然一闪而过，他还是看出了许幽冥的身份。兄弟，牛啊，这都能被你给抢到。前世今生给许幽冥发了一个消息过去，但是2分钟过去了，许幽冥并没有回复他。有用不到的装备优先给我怎么样？放心，我对我的客户可是有保密协议的。没有装备，只有银币，你要吗？见身份被认出，许幽冥并没有太多的慌张，他隐藏身份只是为了避免麻烦，被认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第019章，第2只 BOSS 到手。没关系，银币也要，一枚100华夏币，童叟无欺。听许幽冥说没有装备，前世今生多少有些失望，不过随之就释然了。装备这东西现在确实很少流通，除非是许幽冥用不到。看到许幽冥从这么多人中将 BOSS 给抢到，特别是还有屠夫跟剑心的存在，他对许幽冥的看法已经彻底改变了。这个人绝对能在命运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别人不清楚，他可是知道许幽冥这几天根本就没有升级，一直都是4级的状态。就这也不耽误人家抢到 BOSS。 听到前世今生的报价，许幽冥感觉有些低，自己一共就这几枚银币，还换不到1000华夏币，那不如自己留着。为了专心对付 BOSS， 许幽冥挂断了语音，同时答应前世今生多余的装备优先出售给他。当然也只有卖给他才能让许幽冥安心，毕竟他还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。树丛中，玩家只看到青光一道接着一道的飞来，每一次都能对野猪 BOSS 造成60点左右的伤害。他们心中无比此时慌的一批，但是却根本没办法把 BOSS 给带走。狂暴的 BOSS 找不到许幽冥的踪影，只能把怒气撒在这些玩家身上。大树下不断有白光闪烁，由于许幽冥的参与，将下方玩家的阵型给完全打乱，那些血量少的玩家根本来不及闪躲就被挂掉了。操，别让我知道你是谁，否则就别想出新手村了。剑心此时也面色不善，他已经做出让步，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他。真有本事别藏头露尾的，是不是个男人？野猪 BOSS 的血量越来越少，玩家们叫嚣的声音也越来越响，以此来缓和心中的紧张。不到2分钟，野猪 BOSS 的血量终于见底，周围的玩家早就等着这一刻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一哄而上，各种武器朝着 BOSS 落去，为的就是抢下 BOSS 的击杀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许幽冥也动了，麻绳系在腰间，手中长弓如满月，之后纵身跳下，在关键时刻，手中箭矢飞了出去。同时，他也像荡秋千一样从空中掠过，箭矢刺中野猪 BOSS 野猪时，他的身影刚好也接近这里。2道泛着光芒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落地，就被他抓在手中，
然后依靠惯性越过众人头顶，撞进了树丛中。这一次简直是蜘蛛侠的翻版，所有人只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许幽冥就消失不见了。再看 BOSS， 除了地上几枚银币，再没别的东西。许幽冥知道自己肯定是拿不到银币的，下面这么多人进去就别想出去了。他是奔着挣钱来的，得罪太多人会影响挣钱，还是低调的好。这些银币就当这些人的辛苦费了，毕竟自己一个人可没这么轻松能拿下2只 BOSS。 牛啊！刚刚站稳，前世今生就发来消息，不过许幽冥并没有着急回复他。哈哈，这些人真是搞笑，清场打 BOSS， 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真 TM 解气，不行，我要下线去喝一杯，这神秘蜘蛛侠可太会玩了。此时屠夫跟剑心的脸都涨得通红，其他人还好，他们可是游戏界的名人，今天就这么栽了，关键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。上面那位，今天这2子是结下了，真有本事就一辈子别下来。屠夫已经做好了打算，让人在这蹲点，一定要看到对方的尊容。许幽冥的面罩毕竟是最基本的，虽然能遮挡名字跟等级，但是真是面对面的情况下，还是能看清玩家的轮廓的。新手村就这么大，实力这么强的人肯定不是无名之辈，只要给他们时间，肯定能认出许幽冥的身份。撤！剑心没有说什么，大手一挥，带着自己的人走了。愿赌服输，自己这次吃了亏，以后一定会找机会挣回来。没有人注意到青龙帮的南哥的心情，此时也是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。这野猪 BOSS 原本是他们10拿9稳的事，毕竟只有他们青龙帮的人发现了。但是运气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，一个玩家在击杀野鸡时，不知道利用什么方法，竟然将5级的白羽锦鸡给引了出来。这名玩家自然不是 BOSS 的对手，就开始朝野猪领跑，想着出了 BOSS 的领地， BOSS 应该就不会追自己了。哪知道这白羽锦鸡十分的记仇，竟然跟着他进了野猪林。慌不择路的情况下，这小子误打误撞进入了青龙帮打怪的地方。看到那么多的玩家，这小子以为遇到了救星，更加拼命的往青龙帮那边跑，根本不知道眼前这群人也在打 BOSS。 青龙帮的人见有人带着 BOSS 冲了过来，吓得赶紧让开一条路。这小子没来得及细看，一头撞在了野猪 BOSS 身上，就这样被挂掉了。看着突然多出来的 BOSS， 青龙帮的玩家都愣住了。原本对付野猪 BOSS 都够费劲的，现在又来了一只野鸡 BOSS， 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？不过南风没想到，刚刚挂掉那小子刚复活就将2只 BOSS 的消息给透露出去，这才引起新手村各大势力的聚集。10几分钟的功夫，这里就被玩家给包围了。屠夫、剑心，还有那该死的神秘人，自己的好事就这么被破坏了，不可饶恕。南风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他知道自己跟屠夫、剑心还不是一个水平，只能隐忍不发，等有机会再让他们为今天的错误买单。丁，您成功击杀豪猪首领，经验值加2000。丁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5级。在许幽冥的剑矢触碰到野猪 BOSS 的瞬间，系统提示音就传到了他的耳中，只不过他此刻并没有关注自己的等级。现在的他在茂盛的树丛中正小心翼翼地前行，自己之前留下的麻绳一直通到100米之外，这足以他无声无息地离开这里了。第020章黑色石墩。走到大网的尽头，许幽冥在一棵大树的掩护下滑到了地上，同时将面罩给收了起来。此时看热闹的玩家纷纷开始在周围寻找野猪练级，根本不会注意到有一个人从树林中走出来。获得了机芯时，许幽冥也没有了打怪的心思，疾步朝村子走去，同时默默地查看野猪爆出来的装备。豪猪护腕青铜，等级要求5，体质加2，物防加6，血量加250。包裹中一对护腕安静地躺着，现在许幽冥的等级已经达到5级，这2件装备都可以佩戴了。除此之外，野猪还爆出来一件道具，豪猪獠牙。任务物品简单的介绍，并没有说怎么使用，要么是某人的任务道具，也有可能这个任务还没有触发。总之对许幽冥而言并没有能出售的东西。看着前世今生一直闪烁的聊天框，许幽冥只能跟他说不好意思了。将白羽靴跟豪猪护腕装备上之后，许幽冥的属性来了一个大提升。幽冥，种族人族，职业弓箭手，等级5，血量750，蓝量250，攻击118，魔防15，物防26，力量21，敏捷8，体质5，智力5，精神5，幸运1，悟性0。技能清晰，技能熟练度正 20%， 临时技能仅新手村有效。抛射 LV2 3581000，提升 30% 射击距离，对单体目标造成 120 物理伤害。消耗3，冷却1秒。装备破损的木工鸡尾剑，
青铜；白羽靴，青铜；豪猪护腕，青铜。至此，许攸明的伤害终于超过100点，单纯面板而言，应该没有能超过他的玩家了。白羽靴给林峰增加了3点敏捷，速度比之前稍稍快了一点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来到乞丐张的茅草屋中。怎么这么久才找到鸡心石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许攸明将鸡心石交给乞丐张的时候，这老头显然对许攸明的速度十分不满。许攸明也不搭话，微微撇嘴，还好自己遇到白羽紧急之前提升了实力，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这东西呢。好了，终归是拿到了，现在去吴铁匠那帮我送封信。许攸明没想到自己耗费这么久获得鸡心石，提交任务之后，乞丐张竟然没有任何表示，反而变本加厉的使唤自己。可是这次系统都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，直接默认接受状态，任务的后续也出现了吴铁匠的名字。许攸明一阵无语，不过还是没说什么，不就是送一封信吗？自己刚好要去找吴铁匠。离开茅草屋，许攸明一路小跑朝铁匠铺赶去。此时大街上的玩家等级普遍都已经5级了。在新手村，5级是一个分水岭，到了5级之后，升级所需要的经验是呈指数增长，所以现在只有一些最顶尖的玩家达到了6级。不一会儿，许攸明来到铁匠铺门前，这里汇聚着一群接任务的玩家。勇士，村子东边有一群野狗肆虐，你能帮村民们把他们赶走吗？刚刚来到吴铁匠面前，就触发了他的任务。我是来送信的。许攸明没有接受任务，从包裹里取出信件，交给了吴铁匠。哦，接过林峰递过来的信件，吴铁匠的眉头轻轻皱了皱，然后看了许攸明一眼，流露出一丝难以言状的表情。喏，拿去吧，跟那个叫花子说我不欠他的了。说着，吴铁匠指了指一直放在火炉旁边的黑色石头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石墩呢。看着这个造型普通的石头，许攸明也没有犹豫，自己不过是一个跑腿的，他让拿就拿呗。许攸明当即来到石头面前，想要将这东西给收起来。叮，特殊道具无法收入包裹。既然无法收起来，看来是要自己抱回去啊。这么一块石头，如果是现实中，自己肯定抱不动，何况还要走那么远。但这里是游戏中啊，一切都是数据说话。许攸明半蹲下身体，直接将石头给抱了起来，接着就看到自己的负重直接被拉满，耐力条也在快速的下降，恐怕力量再少一点，恐怕都抱不动这东西。吴铁匠微微挑了一下眉毛，没想到这家伙的力量还真抱得动。许攸明将石墩抱在怀里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铁匠铺，引来一种玩家的侧目。这家伙什么情况？怎么把铁匠铺的石凳给偷走了？还真是神人，偷东西都不知道放包裹里，这么狂的吗？许攸明根本没有心思跟其他人解释，每一秒自己的耐力条都在下降，没走多远就只能无奈地将石墩给放下。看着缓慢提升的石墩，许攸明心中的不爽更甚了。这一路上没少被玩家当猴看，这个乞丐张如果不给自己满意的奖励，自己一定要把他的茅草屋给拆了。铁匠铺距离茅草屋几乎贯穿了整个村子，许攸明像是游街一样从南走到北。砰！迈进茅草屋的瞬间，许攸明将石墩猛然放下，原本就破烂的茅草屋差点被震散架了。乞丐张蜷缩在角落的草垛上，登时夸张地跳了起来。你这小子是想把我老人家给活埋了吗？就这么一块破石头都能累成这个样子。乞丐张怒视许攸明，对他的行为颇有微词。这是吴铁匠给你的，说他不欠你人情了。许攸明也是一肚子火气，原本以为能让自己的等级一飞冲天，没成想这个任务又耽误了半天的时间。哼，老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，那家伙说不欠就不欠了，想的倒是真美。乞丐张瞅了一眼脚下的石头，用脚踢了几下，看起来挺满意的，只是似乎没打算跟吴铁匠一笔勾销。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？许攸明现在不想跟这个脾气差的乞丐打交道了，就想着领完任务奖励赶紧去提升等级。自己这么好的属性不好好把握，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。你小子急什么？去李婶那帮我要一件丝绸过来，记住要上好的。你第021章连环任务。听到乞丐张竟然再次要求自己去跑腿，许攸明真的有些无语了。让做任务没问题，但好歹你要给奖励啊！自己接连做了2个任务都没有奖励，多少让许攸明心生怨言。但是没办法，已经做这么多了，总不能这时候放弃吧。还好这任务并没有时间限制，许攸明看了下时间，已经不早了，干脆直接下线，等明天再说。当着乞丐张的面，许攸明直接退出了游戏。哎，明哥，你这条件太苛刻，没人能接受啊。刚下线没多久，胖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许攸明让他帮自己找租户，要求对方必须年付，租金要5000一个月，一般人还真租不起。许攸明倒不怎么着急，他知道学校里面的富二代多的是，相信会租出去的。对了，那个任务怎么样了？完成了没？许攸明在这个任务上已经浪费好几天时间了，
胖哥都为他着急了。但是作为资深的游戏老鸟，胖哥一直鼓励许攸明将这个任务给完成。毕竟这算是新手村的一个隐藏任务，奖励肯定不会差到哪去。按照许攸明的说法，胖子也获得了野鸡杀手的称号，但是却没能触发隐藏任务，这让他有些郁闷。或许每个村庄触发的方式都不同吧。鸡心石倒是找到了，但是那个乞丐又让我做其他事情，一直没提奖励的事。连环任务，官网上还真提到过，据说连环任务最终的奖励都很丰厚，但是中间有一环完不成就直接前功尽弃，算是有利有弊吧。胖子听到许攸明接取的是连环任务时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。能全部完成最好，但是连环任务失败的概率还是挺大的，特别是新手阶段，能借助的外力太少了，指不定就在哪一环给栽了。不管了，听天由命吧，半途而废不是我的风格。让他就这么放弃，还是有点不甘心，特别是乞丐张那副欠揍的样子，自己这么放弃，岂不是白白给他打工了？挂完电话，许攸明放着舒缓的音乐，躺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，许攸明在3楼的健身房锻炼了半个小时，之后就进入了游戏。看到突然出现的许攸明，乞丐张只是微微瞥了一眼，之后就继续蜷缩在自己的草床上，嘴里还咬着一根茅草，怡然自得。许攸明也懒得搭理他，直接朝村子里的裁缝铺走去。李婶正是裁缝铺的 NPC。 虽然是早上，村子里已经人来人往，大家都是脚步匆匆，为自己的任务奔波。来到裁缝铺，李婶正在铺子里做衣服，同样不少的玩家在这里接任务。村子东南方那群野兔的皮毛是极佳的缝纫材料，你能帮我找来一些吗？野兔也是5级的野怪，正是当前玩家聚集的地方。李婶，乞丐张让我来找您要一块丝绣，还说要上好的。许攸明直接道明来意。听到乞丐张的名字，李婶扭身看了许攸明一眼。上好的丝绣倒是有，你准备花多少钱买？什么？还要花钱买？许攸明看着李婶不善的眼神，感觉自己又被乞丐张给骗了。说是自己让他来要，没说还要花钱啊。说完，许攸明面前出现了一道清单，最下面一栏赫然写着丝绣的价格1金币。看到价格之后，许攸明直接绝望了，把它卖了也不值1个金币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拿东西来换，提供给我一份完美级的野兔皮毛，我可以破格送你一份上好的丝绣。李婶自然知道许攸明不可能有1金币，直接给出了第2个方案。好，成交。除了这个方案，许攸明别无他选。包裹里的回蓝的药材已经不多了，在击杀野猪的时候耗费了太多，路过杂货铺的时候，许攸明又花费50铜币补充了一些。其他玩家现在还没有技能，不会耗蓝，但是只有许攸明知道，放技能真是烧钱。昨天的战斗将鸡尾剑的耐久度损耗了40多点，花费30铜，在铁匠铺那里给修复了。这游戏挣钱不快，花钱倒是跟流水一样。村子东南方向5里外，许攸明来到了李婶要求的春望坡，数不清的玩家都在这里跟肆虐的兔子在战斗。野兔等级5，攻击55，血量2500，物防18，魔防16，技能兔搏，对目标发动猛烈一击，造成120物理伤害。以许攸明现在的属性，对付这些野兔根本不在话下，就算不用技能，自己的攻击也能对野兔轻易破防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许攸明继续朝里走去，在人少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前方草丛中，一只灰色的兔子窜动，就要朝许攸明扑来。噗！许攸明抬手就是一剑，命中了野兔的腹部。-105，野兔的血量瞬间下降1截，但是这一剑的力量却无法将野兔给击飞，野兔的爪子还是落在许攸明身上。-25，兔子的速度可比之前的野鸡快多了，就连野猪都赶不上它。许攸明赶紧后撤，这次是自己大意了，走到兔子跟前才发现它的身影。它的敏捷只有8点，跟敏捷的野兔相比还是差了点，根本没办法甩开这只野兔。难怪大部分玩家都被卡在5级，原来5级的野怪这么强。许攸明只有750的血量，如果一直跟野兔采取换血的打法，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而5级以后再去击杀低等级的野怪，获得的经验会锐减。后退过程中，许攸明的箭矢不断飞出，还好他的基本功扎实，基本上箭无虚发。在被野兔打掉200多点血量之后，终于将这只野兔给击杀了。叮，您成功击杀野兔，获得经验加20。让许攸明意外的是，野兔死亡之后竟然爆东西了。破损的兔皮，缝纫材料，原来只是灰色的材料，不过聊胜于无。许攸明随之捡起，扔进了包裹里。有了第一次的教训，许攸明再也不敢大意了。一旦被这些野兔近身，自己损失的不仅仅是血量，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。第022章，残破的毡帽。许攸明从包裹里取出一株止血草，轻轻咬下其中一片叶子，损失的血量开始缓慢提升。+1，+1，+1，
新手村的回血道具只有止血草，每一株止血草都有5片叶子，咬下1片叶子，血量会每秒恢复1点，持续120秒。效率虽然低，但好歹给玩家增加了一种保命的手段。不过这都是拿钱换的，在杂货铺，一株止血草售价要5铜币，相当于每使用1次就消耗1枚铜币。按照现在的兑换比例，使用1次就是1华夏币，一般人还真不舍得用，毕竟这东西是消耗品，操作失误的话，一株止血草10分钟就用完了。嚼着止血草的叶子，一股甘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，许幽冥开始寻找新的目标。这一次万万不能再走到野兔的脸上了。还好5级的野兔并不是群居的野怪，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的距离。突然前方不远处一片草丛动了一下，透过缝隙，许幽冥看到一抹灰色，显然又是一只野兔。嗖，无形的箭矢飞过，草丛中飘起一个伤害数字-95。放完一箭之后，许幽冥根本不等兔子做出反应，瞬间后撤。不出所料，受到伤害的野兔骤然跳起，朝许幽冥扑来。但是中间有30米的距离，在野兔前进的过程中，又是一箭飞来，命中的野兔的脑袋-105。许幽冥早就察觉到，击中野怪的薄弱部位，伤害会相应提升一些。如果有机会，他都会尽可能的瞄向对方的脑袋。嗖嗖，野兔在远处不断靠近，许幽冥的身体也在不断后撤，同时手中剑矢也不曾停下，野兔的血量哗哗下降。但是野兔的速度毕竟要高出许幽冥很多，终究还是被他给追上了。噗，-36。野兔的爪子蹬在许幽冥的胸口，他的头顶飘起一道炸裂的伤害数字，显然这只野兔被逼得使用了兔搏技能。还好经过不断的射击，野兔的血量只剩下400多点，跟野兔互换几次攻击之后，又一只野兔倒下。不过这只兔子并没有爆出皮毛，反而是留下2枚铜币。许幽冥高兴地将铜币收入囊中，这东西可比皮毛来的实在，不枉自己挨了几下。除了回血草能回血之外，普通玩家想要回血，就只能等退出战斗状态之后调息回血，但是退出战斗状态需要3分钟，非常浪费时间。但是没钱的话，就只能选择这个方法，所以普通玩家都会组队来击杀，有主家体质的骑士扛着，效率会快很多。许幽冥又撕下一片止血草塞进嘴里，这次他没有之前那么心疼了，毕竟也算达到收支平衡了。按照之前的方法，许幽冥继续在四周寻找野兔的身影。为了拉长跟兔子之间的距离，许幽冥开始用抛射来起手。5米的距离足够自己多射出2箭了。随着战术越来越熟练，更多的野兔开始倒在许幽冥的箭下。同时在后撤的同时，偶尔头顶还会出现一次失误，这并不是许幽冥操作失误，而是野兔的攻击被闪避造成的。一上午的时间，许幽冥就在击杀野兔中度过，5级的经验条也已经近半，但是却依旧没有遇到一张完美级别的皮毛。破损的皮毛倒是获得了几十张，铜币也获得了100多枚，多少也算有些收获吧。下线吃过午饭之后，许幽冥继续上线跟野兔搏斗，就不幸遇不到一张完美的皮毛。不得不说，命运里装备的爆率是真的低，许幽冥杀了近100只野兔，竟然没有爆出1件装备。上线之后，许幽冥发现周围的玩家少了很多，可能中午都去吃饭了吧。长弓拉满，青色的鸡尾箭朝远处飞去，当即定在一只野兔的脑袋上。许幽冥开始了自己的厮杀之旅。啪嗒，野兔倒下，除了2枚铜币之外，竟然爆出了1件装备，这让许幽冥有些喜出望外，瞬间伸手捡起。残破的毡帽，灰色，等级要求5，物防+3。一顶毛茸茸的帽子，只是白板装备，属性少得可怜，但是聊胜于无。许幽冥直接佩戴上，手持长弓，头戴毡帽，许幽冥此时俨然成为了一个猎人的模样。哎，兄弟，有兴趣一起组队吗？在许幽冥寻找野兔的间隙，身后突然来了一队玩家，一行6人，看着林峰身上的装备不凡，先要邀请他一起组队。不了，我还是习惯一个人。自己并不是为了击杀野兔，主要任务还是获得完美级的皮毛。如果跟人家组队，到时候爆出来了怎么分呢？指不定还要自己花钱买。而且自己身上的装备来路不正，让人家看出来也不太好。见许幽冥拒绝了自己，那人也没说什么，带着身旁的几人朝远处走去。什么玩意儿？不就是运气好爆了一顶毡帽，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。刚刚离开许幽冥，那支队伍中的弓箭手就不屑地说道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许幽冥听到。许幽冥抬头瞥了一眼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嗖，一箭飞出，落在那名玩家的脚下，这个距离已经超出一般弓箭手的极限。就这，看着这代表着警告的一箭，那人更是不屑了。虽然攻击距离远，但是精准太差了，自己这大一个人都射不中。别惹事，我们走。正当那名弓箭手准备回手给许幽冥一个警告时，带队的男子怒斥一句，那人只好将弓箭收了起来，留下一个挑衅的眼神离开了这里。
并不是许攸明射不中对方，35米的距离，别说是一个人了，就是兔子的脑袋他也有信心命中。只是自己还不习惯对人射击，这可能也是专业射击运动员的心理障碍吧。毕竟在日常的训练中是绝对不允许瞄向人身的。没想到自己的警告竟然被无视了，而且还被对方嘲讽一番。许攸明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。不愉快的小插曲过去之后，许攸明再次开始击杀野兔。咕咕！突然，一道异样的声音从刚刚那群人离开的方向传来。第023章长耳兔。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，一只足有1米长的兔子从洞窟中钻了出来。原来自己刚刚那一箭并不是落空了，而是扎进了兔子的洞窟中，这才惊扰了这只大家伙。而那几人已经走到了山坡的背面，自然没看到这边的情况。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为首的男子也听到了异响。嗖！弓箭手抬手一箭，射向远处的一只野兔，因为距离过远，直接落空了。发现目标之后，所有人也来不及去观察身后的情况，当即朝前方冲了过去。硕大的兔子从洞窟中钻了出来，猩红的眼神盯着许攸明，似乎对这个打扰自己休息的人类十分不满。长耳兔，青铜，等级5，血量28000，攻击158，物防52，魔防48，技能强化兔脖，双腿用力踹向目标，对目标造成150%物理伤害。许攸明欣喜地看着眼前的 BOSS， 知道自己要找的完美皮毛应该有着落了。还好这会儿是中午，周围玩家很少，不会有太多过来抢 BOSS 的，自己必须尽快将这只兔子给拿下。不过5级的青铜 BOSS 属性要比许攸明高很多，搞不好就可能被 BOSS 给干掉。但是一上午才刷出 BOSS， 他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，心中略微盘算之后，决定放手一搏。嗖！39米的距离是许攸明攻击的极限，鸡尾剑朝着长耳兔疾驰而去。噗！负68，长耳兔吃痛，双腿猛然发力，朝许攸明跳来，速度之快，在空中赫然留下一丝残影。许攸明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这家伙的速度竟然这么快，抬手又是一剑，同样使用了抛射技能，现在可不是节省蓝量的时候。同时，攻击的过程中，他的双腿也开始有节奏的后撤。一上午下来，他已经习惯这种边退边射的打法。BOSS 接近许攸明时，他已经命中 BOSS 10箭有余，带走了他700多点的血量。但是这点血量对于拥有28000点血量的 BOSS 而言，根本算不上什么。砰！负125， BOSS 的爪子当即撞在许攸明身上，许攸明的血量下降1/5。这一招将许攸明往日以来的信心给打破了。原以为自己已经击杀了3只青铜 BOSS， 就不将 BOSS 放在眼中，但是终究是自己想多了。普通玩家能单挑普通怪物就已经足以自傲了，他现在的实力根本达不到单挑同级别 BOSS 的水准。毕竟属性的差距太大了，新手也没有几个技能，根本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。嘴里的止血草早就被咬下，许攸明后退一步，又朝 BOSS 射出一箭，定在他的脑门上。噗！负126，这一击竟然罕见的触发了暴击，但这依旧改变不了战败的结局。原来许攸明根本没想到 BOSS 的速度会这么快，想着自己依靠止血草应该能把 BOSS 给耗死，现在看来一切都是自己想太多。砰！长耳兔再次弹跳，许攸明的血量又下降了一截，眼看没有丝毫的胜算。+1，+1。战斗中，许攸明的血量在止血草的作用下不断的恢复，但这点恢复量根本无济于事。许攸明已经做好了被 BOSS 击杀的打算，看来只能让其他人一起来打，自己从中捡漏了。噗！长耳兔落地之后，再度朝许攸明扑来。这一次，许攸明已经退到了一个小土坡上，再往后可能就要掉下去。无奈，他只能朝侧面跳去。此时，意外发生了。由于土坡的遮挡，长耳兔跳起之后，落下的位置并不是许攸明所在的位置。失误！长耳兔的攻击擦着许攸明的肩膀划过，一个大大的失误从许攸明头上飘起。看到这一幕，许攸明有些疑惑，这是巧合还是？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，许攸明这次特意站到长耳兔的对立面，中间是小土坡的顶端。嗖！长耳兔失误之后，再次朝许攸明跳起攻击，但是因为中间有突破遮挡，他只能高高跳起，然后落下时对许攸明发动攻击。在之前 BOSS 都是直接跳起攻击许攸明，动作快、准、狠，许攸明根本没有躲闪的机会。但是现在这样跳起再落下，无疑延长了攻击的时间，正是这一丝的时间给了许攸明躲闪的机会。许攸明在 BOSS 弹起的瞬间，一个闪身躲到的土坡的另一侧，在转移的过程中射出一箭。砰！ BOSS 的身体坠下，又一次扑空。许攸明面露喜色，果然这不是巧合。虽然许攸明没有加敏捷属性，但是白羽靴上增加的3点敏捷成为了他此刻的救命稻草。BOSS 的爪子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落下的，速度稍微慢一点，
自己就会被击中。此时，许攸明突然想起一个历史典故：秦王绕柱。接连试探几次之后，这种方法果然可行。这只 BOSS 并不会预判自己的走位，只会直直的朝自己飞扑。有中间突破的遮挡，自己可以不断的牵制着 BOSS。噗！负68，负65，负66，一件又一件飞去 ，BOSS 的血量不断下降。虽然数额并不高，但许攸明相信，只要自己不失误，这只 BOSS 迟早完蛋。能做到这一步，许攸明的射击技巧也是功不可没。在后撤中同时射击，很多玩家都做不到，毕竟在空中瞄准对力度跟角度的要求都太高了，系统根本没有赋予玩家这样的能力。这是许攸明解锁自由模式之后，根据自身的能力进行调整的。天时地利人和，优势条件让许攸明给占全了，不拿下这只 BOSS 就说不过去了。正当许攸明志得意满时， BOSS 的双眼中猛然闪起一道红光，砰！负198，一个近200的伤害从许攸明头顶飘起，血量瞬间下降1/3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许攸明有些措手不及。第024章抢 BOSS， 原来是 BOSS 被逼急了，释放了强化吐蕃技能。许攸明吓了一跳，赶紧往嘴里塞了一片止血草，同时这株止血草算是彻底耗尽了。BOSS 释放完技能之后，气势很快就消失了。经过短暂的慌乱，许攸明迅速调整好状态。还好，除了技能那一次攻击，他只挨了一次普通攻击，就继续掌握了战斗的节奏。只是包裹中的止血草跟蓝银花在不断的减少，如果不是在出村的时候买的足够多，今天指不定早就挂了。蓝银花跟止血草一样，都是消耗品，只不过蓝银花是补充蓝量的。调整好状态之后， BOSS 的血量开始有节奏的下降。整体算下来，许攸明平均每2秒钟能对 BOSS 造成一次伤害，1分钟能干掉 BOSS 近2000点的血量。10几分钟之后， BOSS 还一直在许攸明面前弹跳，只是他的血量只剩下4800多。这期间，许攸明并不是一直没有受到伤害，有好几次失误都差点要了他的命，还好带的恢复品够用。BOSS 这点血量，再有2分钟，许攸明就能将他给解决掉。哈哈，顾城，我就说这里有动静吧。远处的山坡上突然冒出来几个身影，正是刚刚邀请许攸明组队那5人。这家伙竟然能单挑 BOSS， 身上的装备还真不错啊。说话的正是那名嚣张的弓箭手，眼神中极度的神色根本毫不掩饰。只是新手村的规则让他只能干着急。走，过去看看。2个山坡只有几十米的距离，转瞬间这几人就来到许攸明面前。此时他们才发现 BOSS 的血量只剩下不到1/5。小子，你可以走了，这 BOSS 是我们的了。弓箭手上来就是一箭，射在许攸明面前，想要将 BOSS 给接手。但是许攸明根本不为所动，依旧对着 BOSS 不断输出。上！看许攸明没有撤退的意思，这群人也顾不得其他，想要在许攸明手中抢下 BOSS。游戏中抢夺 BOSS 不过是最寻常的事了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。但是他们选错了对象，看着这群嚣张的家伙，许攸明心中瞬间有了一个计划。此时 BOSS 的血量还有4000出头，在对方的骑士冲过来的时候，许攸明适时的后退半步，那名骑士的长枪刺在 BOSS 身上，同时替代许攸明挡在 BOSS 身前。砰！负95，对方的血量跟防御都比许攸明要高，这点血量还是能够扛得住的，但是以他1000出头一点的血量来说，也就能扛10几下。同时身后几人的攻击也都到了。负28，负22，失误。川心，你小子怎么搞的，这么近都射不中？唯一的失误是那名弓箭手打出来的，他的箭矢落下时 BOSS 已经弹跳开了。听到自家前排的牢骚，一箭穿心脸上有些挂不住了。你小子玩弓箭手试一试，这游戏真 TM 不公平，弓箭手失误的概率太大了，别给自己找不完的借口。你看那小子，我看人家命中率挺高的呀。骑士瞥了一眼撤到身旁的许攸明，刚好看到他那波澜不惊的眼神，心中无端升起一股寒意。砰！负108， BOSS 再次发起攻击，撞在了骑士的胸口，将他的思绪给拉了回来。靠，你还说我再被攻击几次，你小子就挂了，连闪躲都不会，怎么玩的前排？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先把 BOSS 给拿下。2人还要继续拌嘴时，为首的战士制止了他们。这人正是一箭穿心口中的孤城，他的实力是这群人中最强的。虽然他们接管了 BOSS， 但是他心中总觉得许攸明不会这么轻易的让给他们，那家伙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他们成功拿下 BOSS， 就算对方有阴谋，在新手村也无济于事。刚刚他们看许攸明跟 BOSS 打得有来有往，以为这只 BOSS 实力会弱一点，真到了他们上场时，骑士才发现并非如此。自己何尝不想躲开 BOSS 的攻击，但是这兔子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3、5次攻击能躲掉1次就不错了。他虽然也是一直在使用止血草，但是根本遏制不住下降的血量。才半分钟的功夫，
血量就快要见底了。顾城，不行，我快扛不住了。骑士无奈地喊了一声，而此时 BOSS 的血量才下降1000多点。我来！孤城大喊一声，直接挺了上去。他们这支队伍是由骑士、战士、弓箭手、刺客还有魔法师组成，能够扛在前面的除了骑士也只有孤城了。换上孤城之后，情况并没有好转，他只有500的血量，连闪避一起也不过支撑了10几秒。看着只剩下2000多血量的 BOSS， 他们实在不甘心，没想到5级的青铜 BOSS 竟然这么强，刚刚那人到底是怎么将 BOSS 打到这一步的？无奈之下，只能连番换人，准备利用车轮战将 BOSS 给拿下。当轮到弓箭手上场时，异变突生 ，BOSS 的双眼散发出猩红的光芒，身体更是猛然紧绷，之后迅速弹起，双腿狠狠地踢在弓箭手的胸口。-258，一击之下，他的血量直接见底，慌乱之下根本没来得及躲避，眨眼间弓箭手就化作白光消失了。直到有人挂掉，众人才认清现实。是啊，他们凭什么认为能够干掉这个 BOSS 呢？就因为被别人给打到残血了吗？原本还能赌一把，但是因为一箭穿心的失误，给他们带来了毁灭的灾难。将一箭穿心击杀之后， BOSS 的目标直接转移到身旁的法师身上，他的血量才恢复一半，根本就没办法扛住 BOSS 的攻击。于是他们就像塔米诺骨牌一样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。最后孤城看向不远处的许幽冥，终于知道他冷漠的眼神代表了什么。第025章身份暴露。根本不需要神妖计谋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不是 BOSS 的对手，这个火坑是他们自己跳进去的。留下一个凶狠的眼神，孤城也去找他的队友了。许幽冥站在山坡上，朝 BOSS 射出一箭，将仇恨重新吸引过来。这几分钟的休息让他的耐力条恢复如初。在持续不断的战斗中，玩家的耐力条也会缓缓的下降，等到降到红线以下时，动作跟力量都会大打折扣。如果耐力条清零，那玩家就直接会陷入残废状态，彻底失去战斗力。当然，如果不是一刻不停的战斗，耐力条恢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毕竟这是游戏中不可能有太多的限制。BOSS 受到伤害之后，当即朝许幽冥冲了过来，他的血量还剩下2000出头，按照之前的套路，不到1分钟，许幽冥就将 BOSS 给拿下了。叮，恭喜您击杀长耳兔，经验值加1000。BOSS 倒下之后，许幽冥的经验条猛然上涨1节，但还不足以提升等级。不出所料，自己的任务物品果然在 BOSS 身上。完美的皮毛，绿色，缝纫材料。同时，一顶青铜级别的毡帽也被爆了出来。兔皮毡帽，青铜，等级要求5，物防加6，精神加3。相比白装，属性提升了1倍，还额外增加了3点精神，相当于增加了150的蓝量和9点魔防。当即，许幽冥将兔皮毡帽给换上，属性再次提升1点。真晦气，就差那么一点。骑士一脸不爽地看着一箭穿心，意有所指。巡山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个骑士扛不住输出，还怪起我来了？一箭穿心也是有火没处撒，此时见巡山含沙射影的说自己，顿时炸锅了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？从一开始人家就在耍咱们。孤城越想越生气，看着这群不成器的家伙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就这么算了，此时再过去，对方肯定已经不在了。哼，那家伙能独自一人挑战 BOSS， 身上肯定有好装备。最近阎王殿跟秦剑山庄可是被人抢了2只 BOSS， 而且也是一个弓箭手。说完之后，孤城直接离开了复活点。妙啊，不愧是老大。他们瞬间明白了孤城的想法，这一手借刀杀人，就算不是许幽冥抢的 BOSS， 也难摆脱2大势力的纠缠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许幽冥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无意中已经被人给透露给了2大帮会。李婶，看看这张皮毛怎么样？来到裁缝铺，许幽冥拿出 BOSS 爆出来的完美级皮毛，展示在李婶面前。还不错，小伙子还挺出人意料的，可惜啊。拿去吧。许幽冥正想李婶为什么可惜时，他就从货架上取出一块丝绣，递给了他。上好的丝绣，任务道具。感受着丝滑的触感，许幽冥不得不感叹这游戏的真实性，在现实中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么好的布料。带着丝绣，许幽冥来到了乞丐张的茅草屋中，这里是整个新手村为数不多没有玩家的地方。开服已经好几天了，在这里碰壁的玩家数不胜数，后来就再没有玩家来这里浪费时间了。给你要的丝绣。许幽冥看到乞丐张那副姿态就有些不爽，明明穷困潦倒，还一副大爷的样子。乞丐张侧目瞥了一眼，之后起身接了过去，双手轻轻的摩挲。没错，是上好的丝绣。一双眼睛露出金光，像是看到宝贝了一样。我的任务完成了吗？乞丐张一副忘我的样子，许幽冥直接出言打断了他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浮躁了，一点都沉不住气。
乞丐张将丝袖收起来，对着许幽冥正色道：“这些东西远远不够，村子东边十里坡有一间酒庄，你去帮我打一壶老酒，记住要18年的陈年老酒，少1年都不行。”看着乞丐张嚣张的样子，许幽冥气不打一处来，可是他还是谨记胖子的交代，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，不然就是前功尽弃。没有搭理乞丐张，许幽冥转身离开了。10里坡，这老乞丐还真敢要，按照现在推算，玩家最多走到离村子5里左右的地方。10里坡周围的野怪指不定是什么等级呢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顺利走到那里。兄弟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阎王殿跟秦剑山庄的人现在已经知道是你抢了他们的 boss， 还没出村子，前世今生就给许幽冥发来消息。阎王殿、秦剑山庄他倒是知道，就是那个剑心的帮派，就是屠夫所在的帮会，他们在业界可都是一流的帮会，你可要小心点。哦，知道就知道吧，村子就这么大，不过是早晚的事。许幽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现在他满脑子都是任务的事，根本没心思管其他的，反正在新手村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行吧，反正我是通知你了，以后出了新手村小心点，这些帮会心贼黑。结束通话，许幽冥率先来到杂货铺，止血草跟蓝银花各买了10株，足够他连续使用1个小时的。之后又来到铁匠铺，将鸡尾剑的耐久度给修复一下，跟 BOSS 战斗太消耗装备的耐久了。就这样2个银币就没有了，这可是200华夏币啊！不得不说，这游戏还真是烧钱，难怪会有那么多的土豪花钱买游戏币。来到村口处，前世今生还在这里，现在他不仅倒腾羽毛，连兔毛什么都在倒腾，只是生意不如之前火爆了。白板装备你要吗？许幽冥路过前世今生面前，想了想，还是将残破的毡帽放在交易栏上。哟吼，要，怎么不要？200华夏币，成交。不一会儿，账户上就多了200华夏币，算是弥补了今天的消耗。背着弓箭，许幽冥一路朝东走去，穿过田野之后是野猪林，这里玩家已经很多了。至于野猪林背后是什么，没多少玩家知道。第026章，绿竹林，5级的野怪已经会主动攻击玩家了。野猪，等级5，血量3000，攻击55，物防22，魔防18，技能横冲，短暂蓄力之后对目标发起冲锋，造成120物理伤害。刚进入野猪林没多久，许幽冥就被一只野猪给盯上。他只是路过这里，并不想跟野猪多做纠缠，奈何对方一直在追自己。嗖，负105，一剑划过，定在野猪的脑门上。接着，许幽冥一边射击一边撤退，等到野猪来到自己身前时，血量已经不到800点。哼！野猪鼻腔中发出怒吼，獠牙轻轻抬起。许幽冥知道这是释放技能的前奏，来不及攻击，直接一个侧身将野猪的技能给闪了过去。嗖，负98，紧接着一剑刺在野猪的臀部。野猪的血量虽然很高，但是在释放技能时却有一个短暂的蓄力，操作稍微好一点的玩家都能轻易躲过。就这样，许幽冥无伤的将一只野猪给拿下。他一人的输出已经抵得上普通玩家的一支5人小队了，前提是对方没有装备的前提。为了赶时间，他尽量挑选野猪少的地方前行，就这样前行1个小时，在不断厮杀中，终于走出了野猪林。茂密的榕树林后面是一片秀丽的山峰，微风掠过，空中传来沙沙的声音，一片片竹叶更是在随风起舞，诗意盎然。许幽冥想着，如果不为了挣钱，在游戏中游山玩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叮，您已进入绿竹林，当前等级较低，请注意安全。刚刚踏入竹林，耳边就传来系统提示音。看来这里的野怪等级比自己高一些，不然也不会引起系统警示。前行2步，前方一条1尺长的青蛇突然从竹竿上坠落，一副警惕的吐着信子。竹叶青，等级6，血量3000，攻击65，物防25，魔防20，技能淬毒，被攻击之后有 5% 的概率中毒，每秒损失10点血量，持续10秒。在许幽冥查看青蛇的属性时，他已经摇摆着身子爬了上来。嗖，负89。竹叶青的体型虽然不大，但是这么近的距离，许幽冥还是有十足的把握能命中。射出几箭之后，青蛇已经接近了自己，它可比野猪要灵活多了。吃，负42。青蛇昂起脑袋，猛然跳起，命中了许幽冥。越级打怪果然没那么简单，仅仅比许幽冥高1级，造成的伤害就足够让他重视了。青蛇的速度很快，就算是自己极力的拉扯，也只能做到2下攻击换一下。嗡！突然，许幽冥感觉到身体中传来一阵一样的感觉，仿佛喝了一口烈酒一样。之后就发现自己头顶不断有伤害飘起，负10，负10，负10，这些伤害都是紫色的毒属性伤害，自己没有毒抗，
没办法削减一丝。好不容易将一条竹叶青给干掉，自己的血量只剩下300多点，这还是一直使用止血草的情况。这个乞丐怎么能给自己这么高级的任务呢？这不摆明了不想让自己完成吗？许佑明不知道的是，任务到了这一环根本就不是给5级的玩家准备的，只是他前几环任务完成的太过顺利了，这才导致经验不够。所幸竹叶青挂掉之后，不但爆出了5枚铜币，还爆出了一件道具蛇胆，使用之后可缓解中毒状况。这下在中蛇毒时不至于手足无措了。看着深邃的竹林，许佑明不知道穿过它需要多久，不过现在看来只能尽力一试了。唯一让许佑明比较安心的是，自己的经验已经达到49855千，而竹叶青能给自己贡献30点经验值，只需要再击杀一只竹叶青，自己就能升级了。远处不时能看到竹叶青的身影，但是许佑明并不去招惹他们，就沿着当前的道路小心前行。走了10几米，终于又被一条竹叶青给拦住道路。此时他的血量已经恢复到400点，小心一点，足够应付这条青蛇了。控制着极限距离，许佑明一箭射去，箭矢定在竹叶青小巧的脑袋上。-118，命中要害，伤害微微提升一点。青蛇吃痛，摇摆着身子就朝许佑明爬来。在移动中射击，许佑明已经玩得炉火纯青，箭矢一根接着一根划过，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精准地落在竹叶青的脑袋上。等到青蛇来到许佑明面前时，血量已经近半了。同时青蛇也开始了自己的攻击，身体弹起时像一道闪电，许佑明根本没机会闪躲，只能被动的挨打。只是他回击时依旧会保持移动状态，这种拉扯能让他少被攻击几次。射出近30箭之后，第二条竹叶青也含恨到底。这一次许佑明损失的血量要少很多，一来是没有中毒，二是因为自己是在极限距离开始攻击的，这给他赢得了额外的3次攻击机会。哗！一道金光坠下，许佑明等级提升了，同时状态也全部回满。看着多出来的一点自由属性点，许佑明有些迟疑了。他的攻击已经足够了，相反在速度上反而有些不足，不然的话自己就能拉扯得更极限。思忖片刻，许佑明决定将属性点加在力量上，既然选择了，就一条路走到黑，等到自己能一剑爆杀的时候，还在乎这些拉扯吗？升到6级之后，许佑明的各项属性都有了增长，在对付这些竹叶青只会更轻松。基础攻击力达到128点，如果使用技能的话，对竹叶青已经能造成120多点的伤害了。信心满满的许佑明继续朝前走去，10几米之后又遇到了拦路的竹叶青，一剑飞去，竟然触发了暴击。-258，这一下可把许佑明开心坏了，看来是自己时来运转了。一剑飞去，竹叶青的血量不断下降，同时许佑明的速度也变快了一些。等到竹叶青靠近自己身前时，自己已经射出近20箭。看着只剩800多点的竹叶青，许佑明信心大增。第027章百年蛇胆。这次许佑明只付出了100多点血量的代价，就将竹叶青给干掉。竹叶青挂掉之后，爆出3枚铜币，1分钟左右挣3块钱，勉强能达到收支平衡。这游戏的策划还真会算计，但凡许佑明失误一点，这种收支平衡就会被打破。那为了玩好这个游戏，玩家们就需要不断的往里面充钱。等级提升之后，许佑明前进的速度快了很多，沿途的竹叶青被他一一击杀，包裹里已经存了5枚蛇胆。终于在不知道杀了多少竹叶青之后，许佑明走出了绿竹林，前方是一条宽敞的道路，路边则是有一座简易的竹屋，上面旌旗高挂，写着一个大大的9字。看来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了。一路小跑，许佑明来到酒馆外面，一个老头惬意地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，不停地摇摆。老人家，我来打一壶酒。刚到门口，许佑明就对着里面喊道。听到声音，老头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，闪过一丝疑惑，但还是站起身来。竹叶青，1银币1壶。许佑明来到院子里，发现角落里到处都是酿酒的酒缸，一股清香也随之扑鼻而来。我要陈年老酒，18年酿的那种。站到老头面前，许佑明按照乞丐章的要求说了一遍，哪成想那老头看了许佑明一眼，又躺回了竹椅上。没有，你走吧。语气十分的不耐烦，根本不给许佑明讨价还价的机会。这老头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许佑明之前想着应该会跟思秀的任务差不多，让自己去击杀 BOSS。老先生，有什么条件你都可以提，我真的很需要一壶陈年老酒。许佑明恭敬地说道。谁让自己有求于人呢？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你被那老叫花子骗了，我这里根本就没有18年的老酒。提到乞丐章，老头更是一脸怒容，显然二人之前发生了十分不愉快的事，这可让许佑明为难了。他就是一个游戏菜鸟，你给任务我就去做，但是卡在这里，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二人就这样僵持了2分钟，老头心情似乎缓和了一些。如果不是他偷偷把我的酒缸给打开，
我那坛上好的竹叶青能报废吗？现在还想着要18年的陈酿，我上哪重新酿去？许攸明听到老者所言，心中顿时放松下来，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老先生，那坛酒还有补救的办法吗？老头瞥了一眼许攸明，微微摇头。你的实力太差了，还是再修炼一段时间吧。一看有戏，许攸明也不在意这老头以貌取人了。老先生，需要怎么做您就直说吧，我一定尽力帮您解决。见许攸明态度坚决，老者从竹椅上站了起来，深邃的眼眸直勾勾地盯着许攸明。那好，想要恢复那坛酒的灵气，需要百年蛇胆为引。你要是能找来百年蛇胆，我送你一壶又何妨？丁，陈年老酒在酿造过程中出现意外，请尽快找到百年蛇胆用来补救。终须，新的任务出现了。许攸明跟老者告别之后，直接又冲回了绿竹林。根据任务提示，百年蛇胆就在这片绿竹林中。现在虽然有不少玩家的等级已经达到6级，但是却很少有来绿竹林练级的。无他，这里的中毒效果太烦人了，前排根本扛不住。这倒是方便了许攸明，根本不用担心有人抢怪。升到6级之后，一支竹叶青只能为许攸明提供20点经验值，想要升级还真是任重道远。嗖，负125，一箭飞去，射中了远处缠绕在竹竿上的竹叶青，对方猛然坠落，开始朝许攸明爬来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许攸明对付这些竹叶青更加的得心应手，基本上损失100左右的血量就能干掉一条竹叶青。啪嗒！突然，在一条竹叶青倒下时，又给许攸明爆出了东西。蛇毒，涂抹在武器上会附带淬毒效果，持续时间60秒。淬毒击中目标后，会使目标陷入中毒状态，每秒损失1点血量，持续10秒。看着这团青色的液体，许攸明心中大喜，有了蛇毒，自己的攻击将会大大提升。虽然每秒只降低1点血量，一共也就10点血量，但是60秒内自己足够射出30几箭，叠加起来那就是增加了300多的伤害。想通这一点之后，许攸明当即寻找到了下一个目标。攻击之前，他在鸡尾剑上涂抹了蛇毒。嗖，负122，免疫。箭矢飞去，命中了竹叶青，但是伤害值却让许攸明大失所望。这蛇毒竟然对竹叶青不起作用，自还真是蠢啊！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对方就是毒蛇，怎么可能用毒蛇的毒将毒蛇给毒死呢？这下好了，直接浪费了一份蛇毒，许攸明忍不住一阵肉疼。这种道具就算拿去卖，至少也能值1-2个银币吧。无奈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许攸明开始在竹林中不断寻找竹叶青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越来越多的竹叶青倒在他的剑下，包裹里的蛇胆跟毒液也在不断增多。命运对野怪的设定还真是强悍。一般而言，同级别的玩家很难对付同级别的野怪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玩家相互配合。孤身一人的许攸明只有不断的拉扯，才能尽量减少自己受到攻击的次数，即使如此，还是避免不了中毒。为此，他已经用掉了3枚蛇胆。丁，您的抛射技能升级了，当前为 LV3， 抛射 LV3 05千，蓝量消耗4点，技能冷却1秒，提升40%射击距离，对单体目标造成130物理伤害。不知不觉中，抛射的技能熟练度竟然已经满了。看着提升到3级的抛射属性，许攸明心中顿时一阵欣喜。3级之后，不仅提升了技能伤害，还提升了10%的射击距离，这对自己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啊！有了这10%的攻击距离，他完全可以做到无伤刷竹叶青。第028章小酒馆的道具。弓箭手默认的极限攻击距离是30米，但是很少有玩家在这个距离内射击，因为这只是理论上的距离，真正战斗时30米的距离很容易造成失误。许攸明是个特例，抛射的攻击距离提升了40%，那就是42米。这个距离再加上许攸明的极限拉扯，足够自己射出近30箭，不出意外，竹叶青在接近自己之前就要被干掉。不过，随着抛射技能的提升，蓝耗也成为了许攸明头疼的问题。他现在只有450的蓝量，虽然足够他射击100多次的，但是这毕竟不是短时间的战斗，自己在这里还不知道要战斗多久呢。思来想去，只能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，那就是前期用抛射攻击，等竹叶青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内之后，改用普通攻击。这样加上自己带的补给品，应该能战斗很久。毕竟在遇到 BOSS 之前，他不敢尽情的使用蓝银花。想通这一点之后，许攸明决定拿远处那条竹叶青试验一下。许攸明将长弓抬起，箭矢疾驰而去，3级的抛射已经呈现出一条弧度。噗，负138，伤害提升了10几点。箭矢刚刚坠落，许攸明的第2箭已经蓄势待发。嗡，弓弦震颤的声音传来，第2道青芒飞去。作为一个专业的弓手，攻击的间隙被他卡得十分完美，没有浪费一丝的时间。
如果不是因为系统属性的限制，他甚至能3连射，当然那是比较耗费体力的技巧。竹叶青吃痛之后，迅速朝许幽冥爬来，身体刚刚摆动，就被第2剑给命中。直到他来到许幽冥面前1米远的位置时，最后一剑带走了他的生命。许幽冥高兴地捡起爆出的3枚铜板，果然可行，这样一来自己就不用担心受伤了。只是要时刻留意蓝量的消耗，击杀1条竹叶青耗费了他32点蓝量，每击杀3条他就要消耗1片蓝银花，不过勉强能接受。此时许幽冥才知道，蓝量有时候比血量还要重要，下次再出门肯定要多带点恢复品。技能提升之后，许幽冥按照既定的计划，开始在竹林中对竹叶青进行屠杀，直到傍晚时分，依旧没有遇到 BOSS。 这游戏中的 BOSS 还真是太稀罕了。到了锻炼的时间，许幽冥找到一个空旷的位置，果断下线了。明哥，不错嘛，都快赶上我这个老鸟了，继续加油啊！下线之后，胖子听说许幽冥达到了6级，忍不住为他高兴。哦，对了，出租的事有消息了，过2天可能会有人去看房子，你留意着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做完简单的训练，许幽冥尝试利用灯光刺激一下眼睛，不出所料，还是漆黑一片，心中略微失望，回到房间沉沉睡去。第2天，许幽冥刚刚上线，杀杀吃-152-20-20，他只觉得脊背一阵发凉，随后血量就猛然下降1截，同时还在不断流失。许幽冥大惊失色，猛然转身，只见身后一条轻如翠玉的竹叶青正满眼凶狠地盯着自己。刚刚那一道攻击显然正是他发出的。百年竹叶青，青铜，等级6，攻击188，血量3万，物防65，魔防68，技能高级淬毒，攻击时有 10% 的几率使目标中毒，每秒减少20点血量，持续15秒。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倒霉，竟然在自己上线的地方刷新出来。来不及多想，许幽冥猛然后撤，想要跟这家伙拉开距离，同时1枚蛇胆跟止血草同时塞进嘴里，将中毒效果给解除了。奈何 BOSS 的速度并不比许幽冥慢，一直跟在他的身后，不时对他发起攻击。-148，-155，-146。幸运的是，没有再触发高级淬毒，许幽冥的血量虽然在缓缓上升，但是在这种攻击下根本无济于事。等到他逃离竹林的时候，血量只剩下不到100点，再被 BOSS 击中一下，自己就可以回新手村了。看着远处的竹屋，许幽冥准备在那里先恢复一下状态，顺便想一下对付这条毒蛇的对策。看着许幽冥狼狈的样子，老者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任凭他盘坐在院子里恢复状态。许幽冥现在脑海里一直在思索怎么对付那条毒蛇，但是想来想去都没有完美的计划。那条毒蛇的速度太快了，伤害高的同时还会下毒，自己虽然有10几枚蛇胆，但是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想要干掉 BOSS， 自己必须争取15分钟的输出时间，但是现实情况是，在 BOSS 的攻击下，自己连1分钟都撑不下去。我这里有些东西，或许你用得着。或许是看到许幽冥一脸愁绪，老者慵懒地对他说道。许幽冥听到老者的声音，心中有些疑惑，但还是走向了老者。接着，一个交易栏出现在许幽冥面前。竹叶青酒，使用之后每秒回复2点蓝量，持续60秒，可使用5次，售价1银。雄黄酒，使用之后每秒回复2点血量，持续60秒，可使用5次，售价1银。雄黄，一种克制蛇类生物的东西，可撒在装备上，效果可持续5分钟，售价1银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许幽冥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小酒馆是野外的补给站，自己竟然没能发现，白瞎了自己之前算计那么多。不过这里的东西还真是贵啊，计价单位都是银币，贵的同时效果也要比村子里的好很多。自己能否击杀 BOSS， 希望应该都在这些道具上面。加上昨天获得的铜币，许幽冥身上有9银35铜，这些只够自己赌1次的，万一1次没能成功，自己可就没有更多的钱来买这些道具了。一咬牙，许幽冥将这3样道具各买了3份，这样能将自己的最强状态持续15分钟，能不能成功就在此一举了。没想到自己攒了好几天的钱，1天就给交代了，这可是近1000华夏币啊！希望最终的奖励别让自己失望，不然真要把乞丐章的茅草屋给拆了。第029章功败垂成。带着购买的道具，许幽冥按照原路返回，干掉2条拦路的竹叶青之后，终于看到了盘踞在那里的 BOSS。 如果不是记得这个位置，许幽冥还真不一定能一眼找出 BOSS。 他身上的颜色跟周围的竹竿简直是太相似了。控制在极限距离，许幽冥将雄黄粉撒在鸡尾剑上，希望这东西别让自己失望。弯弓如满月，泛着青芒的鸡尾剑骤然离去，穿过竹林，定在 BOSS 脑袋上。-81，迟缓。
鸡尾剑在命中 BOSS 后，造成伤害的同时，还给 BOSS 挂上了一个负面状态，迟缓。原本速度飞快的 BOSS 此时反应仿佛是慢了半拍，扭头看向攻击自己的许幽冥，然后吐着信子开始爬来。第二剑紧随其后，同时许幽冥也开始后撤。虽然 BOSS 被雄黄粉影响了速度，但依旧比许幽冥要快一些。唯一值得幸运的就是 BOSS 的领地内没有其他小怪，不然前后夹击真够他喝一壶的。连续射出3剑之后，许幽冥开始吞下一口竹叶青，消耗的蓝量瞬间开始恢复，同时每秒恢复2点，刚好跟许幽冥的消耗持平。在当前的属性限制中，许幽冥最多2秒射一剑。雄黄的限制效果对 BOSS 只作用5秒钟，所以许幽冥必须不断的命中 BOSS， 才能将这种迟缓一直持续下去。负82，负85，负86，箭矢在竹林中穿梭，无一例外全部定在 BOSS 脑袋上。许幽冥极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输出，终究在速度的差距下，许幽冥还是被 BOSS 给追上。此时许幽冥第一壶竹叶青已经喝完，负158。BOSS 弹起一跳，攻击到许幽冥的腰间，并没有触发淬毒。见到这一幕，许幽冥也不敢大意，灌了一口雄黄酒，血量还是快速提升。同时趁着 BOSS 攻击的间隙开始后撤，尽量避免被攻击到。等 BOSS 再次发起攻击时，许幽冥已经后撤数米，这期间又射出2箭，终究还是跟 BOSS 开始了以伤换伤的打法。幸好雄黄酒跟止血草并不冲突，许幽冥喝了雄黄酒之后也吃了一片止血草，血量每秒能恢复3点，平均下来 BOSS 15秒钟能对自己发起一次攻击，1分钟掉400左右的血量，这样下去许幽冥只能撑2分钟。计算结果一瞬间就在许幽冥的脑海中生成，这是他多年来计算箭矢轨迹形成的本能反应。不行，这种方法没有成功的希望。BOSS 的血量还有2万多，自己必须还要坚持10分钟，不然只有死路一条。跑，这是所有计划中唯一可行的。当然并不是一味的逃跑，而是尽可能的远离 BOSS。 此时自己已经不能再攻击 BOSS 了，只要在 BOSS 的迟缓消失之前能跑多远是多远。每5秒钟攻击一次，能让许幽冥的速度提升很多，至少要比被减速的 BOSS 要快一些。当然许幽冥并没有将距离控制在极限，因为那样一来势必会耽误更多的时间。对他而言，时间跟生命一样重要，等到雄黄粉用完之后，自己的处境会更艰难。他只能选择一个比较折中的距离，这样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。18米是他经过计算后成功率最高的距离。经过2分钟的时间，许幽冥成功的将自己跟 BOSS 之间拉开了18米，于是连续的攻击再次开始，一件一件飞去， BOSS 的距离一点点逼近。终于在干掉 BOSS 3000左右血量的时候，他又来到许幽冥面前。被谨慎之后，许幽冥并没有当即离开，而是继续跟 BOSS 采取换血的打法。他的时间有限，只能用自己的血量来尽可能的拖延时间，直到血量只剩下100点左右的时候，许幽冥才开始再次奔跑。不是他拖大，而是没有办法，每一秒时间对他而言都是弥足珍贵。拉开18米距离之后，许幽冥转身就是一剑，再次重复之前的操作，而他的血量也恢复的七七八八了。等 BOSS 来到他跟前时，血量应该就满了。在一次次的攻击中， BOSS 的血量不断下降，等在靠近许幽冥时，血量只剩下8000左右。但此时也正是许幽冥最凶险的时候，他的雄黄粉只够坚持15分钟，此时已经过去了11分钟，自己还剩下4分钟，能不能战胜这只 BOSS 还真不一定。没办法，许幽冥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，在血量即将见底的时候，许幽冥才转身逃跑。这次他到12米的距离时就选择了停下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拉开18米了。箭矢划过长空飞去，落在 BOSS 身上。终于15分钟到了，而 BOSS 也到了许幽冥面前。这时 BOSS 身上的迟缓效果彻底消失了，而许幽冥的各种道具也全部耗尽，而 BOSS 的血量还有4000多一点。以血还血，自己最多只能干掉 BOSS 4000的血量，胜与败此时已经没办法计算。青色身影扑来，许幽冥腰间一疼，血量下降了150点，他手中剑矢也同时松开，对 BOSS 造成82点伤害。在攻击的同时，他后撤了2步。紧接着 BOSS 的身影快速摆动，紧追在许幽冥身后，新的攻击已经蓄势待发。啪！负165。许幽冥弹跳间又射出了第2箭，这一箭罕见的造成了暴击，给许幽冥增添了一丝希望。可是接下来的 BOSS 的攻击直接将许幽冥带入深渊中，一条条毒素伤害从许幽冥头顶飘起。当他准备驱毒的时候，发现包裹里的蛇胆已经耗尽了。看着只剩不到1000血量的 BOSS， 许幽冥不禁感叹造化弄人，自己算计来算计去，终究还是败在了运气之下。如果不是这次中毒，自己好歹还有回旋的余地。这下彻底完了。第030章
避蛇弓。许幽冥几乎已经放弃了挣扎，自己还剩下不到200的血量，再被命中一次，中毒效果就能将自己给耗死。吃 ，BOSS 再次弹射而起，许幽冥本能的向后退去，只是他慌乱之下根本没注意到身后是一根翠竹。砰！身体撞上竹竿的同时，朝侧面一个趔趄，误打误撞之下，竟然躲过了 BOSS 的攻击。许幽冥在倒地之际，眼疾手快，迅速伸手抓住竹竿，稳住了身形。同时 ，BOSS 一击扑空之后，也已经调转身形，准备发起新的攻击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许幽冥心头猛然跳起，这次他没有选择发动攻击，而是静待 BOSS 再次袭来。嗖！翠绿的身影弹射而起，许幽冥紧握竹竿，绕着翠竹转了半圈。BOSS 的攻击果然再次被躲过。虽然自己的速度有限，但是借助竹竿的帮助，已经能够躲避 BOSS 的攻击。只不过这样会耽误自己的攻击效率。原来在 BOSS 的攻击间隙，自己后撤的同时能够射出3次箭矢，现在只能勉强射出1箭，而且十分的匆忙。许幽冥一手持弓，一手拉紧竹竿，在身体还没停稳的时候就要拉弓射箭，因为一旦等 BOSS 落地之后，自己就要将全部的精力用在躲闪上面。嗖！负83，还好他的箭法足够精准，匆忙中也能命中 BOSS。接连几次之后，许幽冥身上的毒性已经消失，而自己的血量只剩下98点。关键是他现在也没有时间往嘴里塞止血草，这点血量但凡被 BOSS 碰到一下，他就彻底完蛋了。一次次惊险擦肩而过，许幽冥心脏都止不住砰砰的跳动，在最刺激的比赛中他都没有这么紧张过。嗖！负92，随着箭矢飞去，腾空而起的 BOSS 骤然掉落，许幽冥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下来。叮，恭喜您击杀百年竹叶青，经验值加3000。经过这么久的鏖战，这条 BOSS 终于被拿下了。许幽冥的经验条猛然间提升一大截，但还不足以突破等级，升级还真是太难了。果然 BOSS 爆出了林峰想要的东西，百年蛇胆。百年蛇胆任务道具。同时 BOSS 还给许幽冥爆出了一件装备，看着眼前青绿色的光芒，许幽冥欣喜若狂。避蛇弓，青铜，等级要求6，攻击加22，敏捷加3，附带技能淬毒，攻击时有 1% 的概率使目标中毒，每秒降低10点血量，持续10秒。竟然是一张长弓，而且还附带了一个被动技能，这在新手村可是堪比神器的存在。当即许幽冥将新手村附赠的长弓给换下来，装备上避蛇弓之后，许幽冥的伤害直接达到了147点，差3点就能突破150了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在遇到百年竹叶青这样的 BOSS， 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狼狈了。而且装备附带的3点敏捷不仅提升了他移动的速度，出手速度也稍稍增加了一丝，让他的攻击衔接更加平顺了。最后许幽冥捡起一枚大号毒液跟散落的10几枚银币，兴冲冲地回小酒馆了。看着许幽冥手中的百年蛇胆，老者的面容难得的出现了一丝波动。没想到你真的能战胜那条毒蛇，果真是英雄出少年。老者夸赞了许幽冥一句，就迅速将他手里的蛇胆给夺了过来，生怕许幽冥反悔。之后老者来到一坛大号的酒缸面前，手中一道青光闪烁，拖着蛇胆就飞了进去。只见酒缸中一阵翻腾，原本浑浊的液体开始变得清澈，一股清香也随之而来。整个过程持续了5分钟，许幽冥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看着。叮，您吸收了陈年竹叶青的芳香，获得增益效果，每秒恢复1点蓝量，持续30分钟。许幽冥心中一阵诧异，这陈年老酒的效果这么神奇吗？自己只不过是闻了闻，就有这么好的效果。忙完这一切之后，老者欣慰地转过身，同时手中已经多了一个酒壶。拿去吧，你要的陈年老酒。叮，您获得陈年老酒 X1。拿着酒壶，许幽冥将之凑在鼻子上闻了闻，发现没有任何气味。没用的，除非你喝了它。老者似乎看透了许幽冥的心思，饶有兴致地打趣道：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将酒给喝了，那个老叫花子肯定会气得七窍生烟。他倒是很乐意看到这一幕。许幽冥自然不会喝了他，自己都付出那么多了，不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。跟老者告别之后，许幽冥离开了小酒馆。在经过翠竹林时，他没有急着回去，身上现在有这么一个 buff， 肯定要好哈利用一番。嗖，负168，一剑飞去，竹叶青的头顶飘起一道高额的伤害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许幽冥第二剑又到了。竹林中，许幽冥尽情地对着竹叶青进行射击，超高的伤害让他30多秒就能干掉一条小蛇，而且他的蓝量一直在恢复，基本上没什么消耗，毕竟这些小蛇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。加30，加30，他的经验条在缓慢的攀爬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许幽冥终于走出了翠竹林，他的经验也达到了6级80%的进度。一路小跑，许幽冥直奔茅草屋，
路过村口的时候，罕见的没有发现前世今生。许幽冥没有多想，直接找到了乞丐张。哇哦，那老小子还真的酿出了18年的竹叶青，之前还骗我说没了，良心真是坏透了。闻着酒壶里的清香，乞丐张一脸的享受，丝毫没有顾及身旁的许幽冥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许幽冥此时已经有些习惯乞丐张的态度了，这家伙最好别是在耍自己。将酒壶宝贝似的收起来，乞丐张抬眼看向许幽冥，东西倒是差不多了，不过还差一道引子。听到这，许幽冥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这家伙还真是没完没了了。放心，我保证是最后一件事了。第031章换灵石。或许是察觉到了许幽冥态度不善，乞丐张罕见的露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嘿嘿，村长那老头珍藏了一枚幻灵石，你要是能把幻灵石给找来，我保证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奖励。乞丐张给许幽冥画了一张看不见的大饼，但是他却只能接下。许幽冥已经摸清了这个连环任务的套路，肯定是又要自己去杀那一只 BOSS。还好在做任务的过程中，自己的等级并没有落下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2分钟后，许幽冥来到了村长的面前，这里的玩家依旧很多，并且很多都已经提升到6级。看到许幽冥，村长的眼神明显不一样。是老叫花子让你来的？没想到许幽冥还没开口，村长倒是率先搭话了。是的，村长，他让我来索要您的幻灵石。呵呵，这老东西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村长笑呵呵地说道，并没有丝毫不悦的表现。小伙子，幻灵石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你可做好了准备？许幽冥别无选择，只能轻轻点头。好，村子周边的怪物最近越来越肆虐了，你去帮我把他们解决一下吧，之后我会将幻灵石送给你。丁，村长委托您击杀村子周边的恶狗、狸猫、魔爪蛙、鬼面蝶、红眼牛、魂鸦、铁臂螳螂、翻天鳄。许幽冥看着后面一连串的名字，顿时一阵头大，除了前面几个自己还听人谈起过，后面的根本听都没听过。这是什么？村长是想让自己将新手村周围的 BOSS 都击杀一遍吗？似乎看出了许幽冥眼神中的疑虑，村长继续道，你可以拒绝我的要求，当然你是不会获得幻灵石的，不过我去跟老叫花子说一下，他还是会将之前的奖励给你。许幽冥心中明白，这应该是一个可选择的任务，既然有了更好的选择，以他的性子要就要最好的。我接受。接下任务，许幽冥没有迟疑，当即回杂货铺补给恢复品，同时还去了一趟铁匠铺，将装备都给修复一下。自己身上佩戴的都是青铜装备，提升实力的同时也十分的耗钱。一来一回花掉许幽冥6枚银币，想要通过打怪攒钱，还真是有些不切实际。毕竟玩家再怎么算，也不会有游戏的策划精明。根据任务提示，第一只恶狗应该是3级的 BOSS， 距离村子并没有多远。来到野狗的聚集地时，依旧遇到不少的玩家在组队杀怪。由于命运中的爆率非常低，这些玩家很难提升实力，刷低级的怪也不失为一种升级的方法。汪汪！或许是许幽冥的运气比较好，他来的时候正有一群玩家在围着一只恶狗在攻击，疯狗的血量只剩下一半了。3级的恶狗血量只有15000，在众人的围攻下，每秒都能下降200点左右，再有不到半分钟，这只恶狗就要挂掉了。负168。许幽冥抬起就是一剑，伤害十分可观，但是在众多的伤害中，根本没人注意这些。等到恶狗的血量下降到500点以内时，所有人都疯狂地挥动着手中的武器，想要拿到 BOSS 的击杀。只是在伤害超高的许幽冥面前，这些人注定要失望了。又是一剑飞去，恶狗的生命被终结，周围这些玩家只获得了一部分经验，最后失落地离开了。恶狗牙，任务道具，这次并没有爆出装备，除了任务道具之外，还有10几枚铜币。这恶狗还真够穷的，或许是被击杀太多次了，装备的爆率直线下降。许幽冥想着，自己这个任务或许还真是一个机会。BOSS 的首杀是必爆装备的，只要自己速度够快，没准还真能在新手村率先毕业呢。拿下恶狗之后，任务提示中的恶狗字样直接变成了灰色，接下来就是狸猫了。许幽冥心中猜测，这个任务之前应该也有野猪跟野鸡，只不过自己率先击杀了他们，这才从任务中去掉了。山猫是6级的野怪，他们的 BOSS 应该就是狸猫。山猫盘踞在山坡跟林间交汇的地方，攻击虽然比较低，但是动作十分灵活，是新手玩家很不喜欢的野怪之一。许幽冥越过春望坡，很快就来到了狸猫所在的位置。这里的玩家数量并不是很多，大部分都在春望坡打兔子呢。看到许幽冥身后背着碧绿的长弓，很多人都想上来跟他组队，但都被他给拒绝了。他只为 BOSS 而来，外围不适合他。根据经验，越往里 BOSS 出现的概率越高。山猫，等级6，血量2800，攻击58，物防18，魔防21，技能乱挠，对目标连续攻击2次，每次造成65%物理伤害。
属性方面，山猫的属性要比同级别的野怪弱一些，但是速度上的优势完全弥补了这点。特别是他的技能，因为攻击速度快，触发的几率也比较高，让玩家们苦不堪言。许幽冥将长弓拉满，对着树梢上一只山猫射去。嗖，负168，山猫的身体随之坠落，但是在空中就灵活地掌控着主动权，轻巧地落地。正当他准备扑向许幽冥时，箭矢再次飞来。他的速度固然很快，但是在巨大的伤害面前，还是在触碰到许幽冥之前含恨倒下。一只山猫贡献30点经验值和3枚铜板，收益中规中矩。这次许幽冥备了足够多的蓝银花，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抛射。而且他还在小酒馆那购买了2壶竹叶青跟雄黄酒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干掉4、5只山猫之后，许幽冥就进入了密林深处。这里的树木跟野猪林不同，并没有那么郁郁葱葱，反而一片萧条，枝叶十分稀少。这样最好，一眼能看很远，不至于被山猫偷袭到。见周围没有了其他的玩家，许幽冥当即停了下来，开始在附近猎杀，等待 BOSS 的刷新。终于在击杀上百只山猫之后，许幽冥看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狸猫。第032章荷花田间。狸猫，青铜，等级6，血量28000，攻击175，物防55，魔防58，技能疯狂连击，对目标快速发出2次攻击，造成80%物理伤害。果然跟许幽冥预想的差不多，狸猫此时正慵懒地趴在一根树杈上，还没有发现林峰的身影。思索片刻之后，许幽冥根据周围的环境计算出了最佳的攻击路线，来到极限位置，然后取出一份毒液涂抹在鸡尾剑上，将长弓拉如满月。嗖，箭矢破空而去，定在了狸猫身上。哇呜！狸猫被击中之后，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，转身盯向许幽冥，一双棕色的眸子像是2颗宝石一般。嗖，负120，负10，负1，负10，负1。运气不错，第2剑就触发了碧蛇弓的淬毒效果。狸猫见这家伙竟然接二连三的挑战自己，身体轻轻弓起，猛然跳起，速度飞快的接近许幽冥。这些枝干成为了狸猫完美的翘板，每跳跃一次，距离许幽冥就更进一步。当然，许幽冥也没闲着，箭矢不断飞去，青色的光芒中还夹带着一丝翠绿，这是毒液的效果。毒液的效果要比淬毒弱一些，但是胜在100%触发，总体算下来伤害还是很可观的。当 BOSS 接近许幽冥的时候，他已经射出了30几箭，算上中毒的效果， BOSS 血量损失了5000加。吃，负145。一道利爪划来，许幽冥被 BOSS 击中胸口，高额伤害数字从他头顶飘起，嘴里早就准备好的止血草顺势咬下。许幽冥同时射出一箭，运气不错，又触发了淬毒效果。之后他转身就跑，想要跟狸猫拉开距离，增加了3点敏捷，跟狸猫的速度已经不相上下了。依靠着附近的大树，许幽冥逃出一段距离之后，转身就是一箭，之后再次开始跑路。狸猫虽然不断跳跃，但是这些大树始终挡在他跟许幽冥的中间，这是许幽冥严格计算过的战斗路线。虽然不能完全规避 BOSS 的伤害，但是能极大限度地限制对方的速度。等到狸猫的爪子再次落在许幽冥身上时，他刚刚损失的血量已经恢复一半了。受到2次攻击之后，许幽冥开始吞下一口雄黄酒。按照这种方法，在消耗完1壶雄黄酒的时候，狸猫终于撑不下去了，倒在了许幽冥面前。叮，恭喜您击杀狸猫，经验值加3000。金光坠下，又是一道系统提示传来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7级。显然这只狸猫还没有被击杀过，留下了一堆东西。猫眼，任务道具，猫皮护手，青铜，等级要求6，物防加8，力量加3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0几枚银币，收获还真是丰厚。戴上护手之后，许幽冥都被自己的属性给惊到了，只是在外观上有些不伦不类。野猪护腕从肩膀顺延而下，接着就是精巧的护手，越看越像是荒野猎人。人物幽冥，种族人族，职业弓箭手，等级7，血量950，蓝量500，攻击172，物防38，魔防30，力量28，敏捷13，体质7，精神10，智力7，幸运1，悟性0。技能清晰，技能熟练度正 20%， 临时技能锦心手村有效，抛射 LV3 1285000，提升 40% 射击距离，对单体目标造成 130% 物理伤害，消耗4，冷却1秒。装备碧蛇弓青铜，鸡尾剑青铜，白羽靴青铜，
豪猪护腕，青铜；猫皮护手，青铜。这个属性应该足以秒杀绝大部分玩家了。不知不觉自己竟然已经这么强了，这是许幽冥也没有想到的。看来还是击杀 BOSS 收获比较多，无论是金钱还是装备。解决点狸猫之后，许幽冥将目光看向了下一个目标魔爪蛙，这让他有些头疼。他在新手村里听人说过，田蛙是新手村为数不多的魔法生物，发出的攻击都是魔法伤害，玩家们魔抗都比较低，都不愿意去招惹他们。许幽冥也一样，魔抗要比物理防御低很多，普通怪物都够他受的，遇到 BOSS 岂不是更难缠？不过好在自己现在等级提升了，面对6级的田蛙应该会有一些优势。绕过野猪林，许幽冥来到田蛙出没的荷花田，这里的玩家更是稀少。面前一望无尽的荷花田，田蛙正匍匐在上面，随时准备攻击过往的玩家。虽然十分不愿意，但是有些任务是要田蛙爆出来的道具，稀稀落落的玩家依旧在这里跟田蛙战斗。这里的水并不深，只到玩家脚踝的位置，但这已经能够影响到玩家的速度，这也是为什么玩家不愿意来这里的原因。一旦失误，逃跑都来不及，毕竟这些田蛙可不受影响。田蛙等级6，血量3500，攻击62，物防22，魔防25，技能粘液攻击，对目标发出魔法气泡，使目标速度减少 10%。 看到田蛙的技能，许幽冥更是头疼了。虽然没有伤害，但是这减速却更致命。小怪倒还好，自己操作好的话不会有什么意外，但是 BOSS 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 BOSS 的减速效果只会更强，自己能单挑 BOSS， 除了依赖精准的剑术，还有就是灵活的走位了。速度被接连限制，自己还真没有一点把握。可是现在顾及不了太多，这个任务又不可能放弃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进入荷花田，许幽冥缓缓朝里面走去，剑矢也开始朝田蛙飞去。提升属性之后，这些田蛙根本不会对许幽冥产生威胁。172点的攻击力，再加上抛射的技能加成，每一剑都能带走田蛙200点左右的血量，往往一只田蛙还没近身就挂掉了。许幽冥在荷花田杀了2个小时，却始终没有见到魔爪蛙的身影。眼看天色渐暗，月光倒映在水面上，伴随着一片片蛙声，场景简直美极了。突然，许幽冥看到远处竟然还有一个玩家，甚至比自己走的还要神。第033章金钟罩。只见那人跟许幽冥一样，也是独自一人，身边有数只田蛙在同时对他进行攻击。如果是普通玩家，能撑几秒钟就不错了，那人却跟这些田蛙打得有来有往。这是一个高手。好奇心驱使下，许幽冥慢慢接近了那人。对方手持长剑，显然是一个战士，只是这些田蛙的攻击落在他身上，伤害却少得可怜。-15，-10，-8，这防御未免也太变态了吧。许幽冥注意到这人的胸部佩戴着一件板甲，看起来品质还不错。那人见有人靠近，扭头看了一眼，之后自顾跟眼前的田蛙战斗。他的防御虽然极高，但是攻击却显得有些拉胯。是-32，-28，一个个不到50点的伤害，有点不堪入目。见状，许幽冥也没有多想，可能人家把所有的属性点都加在了体质上吧。哥们儿，能一起组队吗？许幽冥第一次主动给别人发出邀请，以这人的防御，自己遇到 BOSS 的话能轻松很多。你不怕被野怪打死吗？许幽冥没想到对方一个1.8米左右的大汉，声音竟然有点憨憨的。之前跟我组队的那些人都被野怪打死了，他们嫌我笨，都不跟我一起玩。许幽冥有些想笑，这么强的防御还会找不到队友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没关系，咱俩组队，我不怕被野怪挂掉。他看中的是大汉的防御，只要有人在自己身前扛着，那他就是一座移动的炮台。那好，等会儿死了可别怪我。说着，大汉接受了许幽冥的组队要求。丁，金甲小宝加入你的队伍。许幽冥忍住想笑的冲动，这人竟然叫金甲小宝，不知道是不是铁甲小宝看多了，看来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稚嫩的童心。二人并没有过多的交流，刚刚进入队伍，金甲小宝就开始疯狂的奔跑，去牵引周围的田蛙。没过多久，身后就有10几只田蛙追着金甲小宝在打，他的速度并不快，血量开始缓缓下降。从组队的界面上，许幽冥能看到队友的大致信息，这个金甲小宝竟然拥有2500的血量，难怪这么猛。你快点攻击，我只能牵制这么多。许幽冥注意到这人的血量在下降的同时还会有节奏的提升，这点在普通玩家身上可不会出现，这个提升明显超出了止血草的效果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也没有多问，当即抬起弓箭朝金甲小宝身后的田蛙射去。-210，看着眼前飘起的伤害，金甲小宝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许幽冥的伤害竟然这么高，简直是他的10倍了。之前那些队友可没有这么强的攻击。随后，一只又一只的箭矢划过，精准的对这些田蛙进行点杀。有金甲小宝在，
许幽冥省去了寻找野怪的时间。不过他也注意到一点，只要自己的箭矢射中田蛙2次，这只田蛙就会放弃进攻金甲小宝，转而朝自己袭来。金甲小宝虽然极力想要阻拦，但稍显笨拙的身形根本无济于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蛙冲向许幽冥。不过好在碰到许幽冥之前，这些田蛙就被解决了。看到这些，金甲小宝明显放松了很多。之前那些队友就是这样被野怪给杀死的。许幽冥算是明白了，这个金甲小宝是真的没有一点操作，除了扛和打，不会限制野怪的走位，更不会专业的拉怪。那么他一次性开这么多野怪，很容易就给队友带来危险。毕竟那些人可不像许幽冥这样能够精准的对一只野怪进行输出，他们攻击起来那是碰到哪个算哪个，没过多久，这些野怪就开始四散攻击其他队友。你不用一次性开这么多怪，少牵引几只就不至于太过慌乱了。许幽冥将田蛙一只一只的点杀掉，自己没什么压力，但是还是出言提醒了一句。金甲小宝自然知道许幽冥是为自己好，毕竟他的伤害放在那里，自己再多牵引几只也不会对他造成影响吧。不行，那样太慢了，我要叠加属性。说完，金甲小宝直接给许幽冥发了一个截图。看到图片上的内容，许幽冥瞬间傻眼了，还真是自己见识短浅了。金钟罩，金色，被野怪攻击或者击杀野怪之后，获得相应的减伤属性，上限 25%， 同时提升自身血量恢复速度，不受战斗状态影响。看着金甲小宝发给自己的截图，许幽冥心中只有连个字：变态。这么强的技能，你是怎么获得的？许幽冥脱口而出，随后又觉得不太合适，这毕竟是人家的秘密。进游戏时抽奖抽的。金甲小宝倒是没有那么多顾忌，直接告诉了许幽冥，进游戏时抽的。许幽冥更是一阵悲痛啊，看看人家，再看看自己，都是参与抽奖的人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有了这么强力的技能，难怪他能在这么多野怪中泰然自若。从数据上看，金甲小宝已经将物理防御提升到 25% 了，魔法防御才 11%。想要在新手村跟魔法攻击的怪物战斗，也就只有这里最合适了。可是这里的怪物普通玩家受不了啊，所以金甲小宝就剩下孤身一人了。看到金甲小宝的技能之后，许幽冥也不再说什么，他想拉多少怪就拉多少怪，毕竟只要被田蛙攻击到，就有一定的概率提升魔法抗性。这种抗性跟防御值可不同，优先级很高，所有的攻击在命中金甲小宝之前都会先削弱一次，然后再被他的防御值给削减。如此一来，等到金甲小宝将抗性都提升到 25% 之后，简直就是一个水火不侵的铁疙瘩。想到这里，许幽冥也忍不住羡慕地看向这个操作笨拙的大汉，如果操作再好一点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在金甲小宝的牵制下，许幽冥逐渐习惯了这种击杀模式，稳稳站在原地猎杀着一只只田蛙。天色已然不早，正当他准备跟金甲小宝提下线的事时，远处一声巨大的蛙鸣传来。第034章魔爪蛙胸甲。咕咕，听到这个声音，许幽冥心中顿时大喜，期待了这么久的 BOSS 终于出现了。果然，在月光的倒影处，一只脸盆大小的田蛙正漂浮在水面上，嘴里鼓鼓的发出阵阵蛙鸣。是 BOSS。 金甲小宝也注意到了那里，不过他跟许幽冥不同，心中还是有些疑虑。这里就只剩下他跟许幽冥二人了，能打得过这个 BOSS 吗？要知道前几次遇到 BOSS 都是10几人甚至几十人一起上才勉强拿下 BOSS 的。先将这些小怪解决了，没有着急去打 BOSS， 二人花费5分钟时间将这一波田蛙全部干掉，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靠近 BOSS。 魔爪蛙，青铜，等级6，攻击185，血量33000，物防66，魔防68，技能超级粘液，对目标发出魔法气泡，降低目标 20% 移速，并造成 150% 魔法伤害。就我们2个，能行吗？看着不远处的 BOSS， 金甲小宝有些担忧地说道。他知道自己虽然防御高，但是操作实在是稀碎，特别是应对 BOSS 时，很可能帮不上许幽冥。放心，没什么问题。许幽冥心中已经盘算好了一种打法，只要金甲小宝配合得好，应该能够拿下这只 BOSS。 金甲小宝没办法牵制住 BOSS， 所以许幽冥也没有选择让他去开怪，而是让他挡在了自己的身前。等会儿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移动，只能用间隔挡。好。对于许幽冥的安排，金甲小宝没想太多，现在想要拿下 BOSS， 只能选择相信他了。嗖，站好身位之后，许幽冥极限距离的一剑飞了过去。吃-135，-1，涂抹了蛇毒的箭矢瞬间射中魔爪蛙的脑袋。 BOSS 吃痛之后骤然朝二人这边跳来，二人没有选择撤退，许幽冥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开弓射箭。等到魔爪蛙跳到二人跟前时，许幽冥已经射出10几箭。魔爪蛙落地之后，悍然朝许幽冥发起了攻击，血红色的舌头像是长鞭一样抽打了过来。许幽冥早有准备，
正常情况下，自己肯定躲不过这一击，但是现在身前有金甲小宝，他只是身体轻轻下蹲，就躲过了魔爪蛙的舌头，同时还对他射出一箭。见此情形，魔爪蛙朝旁边跳跃一下，继续对许幽冥发起攻击。只是他跳跃的同时，许幽冥也转到了金甲小宝的另一侧。现在金甲小宝完全成为了许幽冥的盾牌。当然，魔爪蛙可不是什么善茬，在攻击许幽冥的同时，也会对金甲小宝进行攻击。负98，魔爪蛙的攻击落在金甲小宝身上，根本就没有破百，这一切都依赖他超高的防御跟金钟罩那个技能，而且他的血量更是在以每秒11点的速度恢复，短时间内魔爪蛙根本就杀不死金甲小宝。许幽冥的不断对 BOSS 造成高额的伤害， BOSS 的仇恨始终锁定在他身上，只有偶尔才会伤害到金甲小宝。如此一来，魔爪蛙很难对金甲小宝身后的许幽冥造成伤害。能完成这个计划，除了依赖许幽冥的反应之外，对金甲小宝的要求也挺高的。首先，他的防御要很高，不然被 BOSS 碰2下就挂了，肯定不行。其次，还要金甲小宝对许幽冥足够的信任，无论如何都不能闪避。只要他闪开，那身后的许幽冥就要承受 BOSS 的怒火了。魔爪蛙跟许幽冥在荷花田里不断的跳跃，金甲小宝一直呆呆的站在中间一动不动，连最基础的格挡他都没有做，生怕操作不好打乱了许幽冥的节奏。这是他第一次见有玩家这么打 BOSS， 原来打 BOA 并不都是一群人莽上去，一个人也是可以单挑的。金甲小宝的存在给许幽冥创造了良好的输出环境， BOSS 的技能更是全部打在了金甲小宝身上，但是这个减速效果根本是没有一点用。10几分钟后，魔爪蛙被许幽冥带走了最后的血量，含恨倒在2人面前。幽冥，你真厉害啊！眼看一个青铜级别的 BOSS 竟然被许幽冥一人给击杀，金甲小宝眼中闪过佩服的神色。真正厉害的是你，没有你在前面挡着，我早就挂了。听到许幽冥夸自己，金甲小宝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我要是真厉害，也不会害死之前的队友了。那是他们不够强，等你技术练好了，会有更强的玩家找你组队的。相处这段时间，许幽冥了解到金甲小宝是一个十分憨厚的人，并没有太多的心机，是一个值得结交的朋友。组队状态下，捡起来的战利品都是存放在队伍的临时包裹里的，只有分配之后才能进入个人的背包。许幽冥将魔爪蛙掉落的东西全都捡了起来。红色的舌头，任务道具：魔爪蛙胸甲，青铜，等级要求6，血量加300，魔防加8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0几枚银币。东西都归你吧，我已经有胸甲了，而且这个 BOSS 基本上是你一个人在打。许幽冥刚站起身，金甲小宝就直接点击了放弃分配，将所有东西都留给了许幽冥。那不行，这个 BOSS 是咱们2人合作拿下的，东西应该平分才是。这个红色舌头是我的任务物品，我就直接收下了。接着，许幽冥将装备跟金钱都拿在手中。你已经有了胸甲，这胸甲也归我，这些钱都归你。同时，我再补给你10银币，算是买下另一半的胸甲。就这样，3件物品被许幽冥给平分了。不用，都归你就行，我只是站那不动。BOSS 的攻击让我的技能也提升了不少，你不用这么分的。金甲小宝知道自己做的贡献有限，并不好意思拿下许幽冥递过来的银币。拿下吧，买恢复品跟修复装备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被许幽冥看穿了自己的窘迫，金甲小宝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接下了那些银币。第035章新租户。第2天，许幽冥就没再去魔爪蛙，金甲小宝的魔抗还差一些，选择了继续留在那里。同时，2人也彼此添加了好友。许幽冥告诉金甲小宝，在将魔抗叠满之后，可以去绿竹林看看，不知道那里的蛇毒能不能触发他的技能。装备上魔爪蛙胸甲之后，许幽冥的血量终于突破了1000大关，达到了1250点，同时双抗都变成了38点，面对一般的小怪跟 BOSS 都不至于太被动了。不过接下来的几个 BOSS 都是许幽冥之前没听过的，肯定是超过6级的存在，不然不至于没有被玩家发现。鬼面蝶跟红眼牛应该都是草原上的生物，距离村子最近的草原就是西边10里的位置，那里很少有玩家过去，因为没有低级的野怪。许幽冥回到村庄补给一下，就准备去草原上看看，就算那里没有这2种怪物，肯定也会有其他的。他越来越肯定自己这个任务是要将新手村所有的 BOSS 给击杀一遍，只要是没见过的野怪直接杀就是了。刚刚走出村子就接到了胖子的电话：明哥，你怎么不开门啊？看房子的在门口叫半天了。刚接通电话，许幽冥就听到胖子故意压低的声音，应该是在上课。哦，我忘了，现在去开门。许幽冥沉浸在游戏中，根本没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他忘记今天约好的有人过来看房子。雪，走吧，真是太气人了，说好的8点到，这都8点10几分了，还没见到人呢。再等等吧，那人不是说马上就来开门了吗？这里的环境我挺满意的。你还真是好脾气，等会儿看我的，
得好好跟他压压价格。咔！一声脆响，许幽冥将大门打开，一道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可惜他看不到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没听到你们的拍门声，进来看看吧。开门的瞬间，许幽冥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清香，出于礼貌，他并没有说什么。女孩原本准备好劈头盖脸教训一下这个让他们等待10几分钟的男人，但是看到戴着墨镜的许幽冥时，还是抑制住了情绪。你是许幽冥？你认识我？华大射击天才，有几个不认识的？说完，女孩凑上前，伸出手在许幽冥眼前晃了晃，确认他确实是看不见了。可惜了。思雨似乎是觉得闺蜜的这举动有些唐突，另一名女孩出言制止道：嘿嘿，好奇吗？你好，我叫罗思雨，她是瑞奇雪。说着，罗思雨就越过许幽冥朝房间走去，想看看这里的环境是否真如论坛中说的那样。那天谢谢你。你已经谢过了。没错，听到声音的第一时间，许幽冥就确定了，面前这个女孩正是那天晚上在学校门口遇到那位。雪，干嘛呢？怎么不进来？啊，来了。房间宽敞明亮，四周又十分的安静，两个女孩都十分喜欢这里。虽然是合租，但是对方是个盲人，多少让他们放下了一点戒备。房子倒是挺不错的，就是这价格。没问题，房子我们很满意，就这个价格了。罗思雨来到许幽冥面前，刚扎好架子，准备大砍一刀，身后的瑞奇雪就一下打断了他，当即就要给许幽冥转定金。对于闺蜜的迷之操作，罗思雨十分不解，这家伙不会是爱心泛滥了吧？不过也是，对方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他还真不忍心砍太多。租这里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能带外人来，我不喜欢太吵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两个可都是单身，你别带其他人过来就谢天谢地了。罗思雨听出了许幽冥话外之音，当即回呛过去。最后三人达成一致，1楼2楼归他们，3楼归许幽冥，厨房客厅公用。当然许幽冥自己也用不到厨房。瑞奇雪倒是爽快，直接将1年的房租给许幽冥转了过去，从许幽冥那接过钥匙之后，就带着罗思雨离开了，也不知道干嘛去了。许幽冥没想到房子出租的这么顺利，不过有2个女孩合租，总比2个男人要好很多。将到手的房租直接转给院长之后，直接进入游戏。村子西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，之前没少玩家过来探索，但是什么野怪都没遇到，直到很远的位置才有怪物出没。但是当时等级太低，玩家瞬间就被怪物秒杀了，根本没几人见过野怪的真面目。许幽冥一路小跑，10几分钟后就进入到了草原的腹地，这里生长着一种很奇特的花，枝干细长，花簇却特别大。花蝴蝶，等级8，血量4000，攻击88，物防28，魔防32，技能迷乱，使目标陷入眩晕状态，持续2秒钟。难怪很多玩家莫名其妙的就挂掉了，原来是被这些花蝴蝶给眩晕了。那时候玩家都才1级，2秒足够死好几次了。8级的怪物并不是不能对付，只是这些花蝴蝶跟之前的野怪不同，它们是群居生物，一不小心就有被群殴的风险。还好自己是远程攻击，不然还真不好对付。许幽冥站在远处，瞄准一只化蝶，一箭射去，箭矢命中目标之后，当即引起了对方的敌视，扑扇着翅膀就朝许幽冥飞来。还好虽然是飞行物种，但是花蝴蝶的速度并不快，且战且退，接近许幽冥时血量只剩下不到500。拉扯中又射出几箭，第一只花蝴蝶就含恨倒地了。啪嗒，蝴蝶护肩，白色，等级要求8，血量加50，物防加4。人品爆发了，第一只小怪就给许幽冥报了一件装备，虽然是白板的，属性看上去中规中矩，不过要等到8级才能佩戴，看着自己7级 68% 的经验，还差得远呢。远处的花蝴蝶被许幽冥一只一只的引来，不断倒在他的剑下，偶尔吃一片止血草，倒也没有想象中的凶险。就算是被眩晕了，只有一只花蝴蝶，最多让许幽冥多掉一点血罢了。第036章冤家路窄。在花丛中战斗了一上午，却依旧没有发现鬼面蝶的踪影。正当许幽冥准备下线吃饭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一阵喧闹声。这声音引起了许幽冥的注意，毕竟一上午的时间都没怎么见到其他玩家，这里的怪物等级太高，根本不适合一般玩家来这里练级。循着声音，许幽冥悄悄朝前方走去，只见在远处的一片花丛中，一群玩家正围着一只黑色的蝴蝶在攻击。鬼面蝶，青铜，等级8，血量28255410000，攻击245，物防82，魔防85，技能迷魂，使范围内目标陷入5秒的混乱状态，对身边目标造成无差别攻击，每次攻击附带50点魔法伤害。远远的许幽冥就看到了 BOSS 的属性，
同时 BOSS 的血量已经下去3/5，不得不说，这群人的实力还是挺强的。仔细看去 ，BOSS 身边一共15人，各种职业都有，级别都是统一的7级，配合上更是十分默契。当许幽冥看向一名魔法师时，才发现原来是老朋友了，正是之前对自己冷嘲热讽的南风之我意。没想到这家伙的等级都提升到7级了。这些人看来正是青龙帮的主力，不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等级。在组队状态下，玩家们虽然是平分获得的经验，但是总经验会有相应的提升，根据组队人数的提升，最高能提升 20%。所以很多玩家选择组队杀怪，等级提升速度会更快。这10几人已经是全副武装，虽然大部分都是白装，但在面对8级的青铜 BOSS 时，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战力。鬼面蝶扑闪着翅膀，不断对周围的玩家发起进攻，但总会被3个骑士给拦下。从装备上散发的光芒来看，这3人的装备是最好的，在新手村前排无疑是最重要的，只有前排顶住，其他人才有输出的机会。显然这3人的操作都是一流的，鬼面蝶多次想要越过3人去攻击后排，都被他们巧妙地拦截下来。这种技巧可是甩了金甲小宝10几条街。许幽冥身体匍匐在花丛中，不仔细看根本难以发现他。那些人的精神都被鬼面蝶给吸引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。无论自己跟青龙帮有没有恩怨，这个 BOSS 自己肯定是要拿下的。现在有他们在，更是省了自己不少功夫。看着这些人的操作，许幽冥才明白，原来高手跟普通人的差距这么大。很多次他自己都以为青龙帮的人会出现意外，但是总是被他们以各种技巧化解。这时候玩家还都没有技能，全部都是凭借意识跟基础操作做到这一步的。而且他们的攻击也是在刻意的控制节奏，不像许幽冥之前遇到的那些玩家一样，进攻起来杂乱无章。在操作面前，自己跟这些人比起来都差了很多，只是自己的剑法要比他们的弓箭手强很多罢了。看来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！兄弟们，拿下这个 BOSS， 咱们的前排就能更强了。到时候什么阎王殿、秦剑山庄都只能看咱们的脸色。南哥，到时候咱们青龙帮先出新手村，一定会狠狠打那些人的脸。那是哪个新手村率先进入城市，帮主还有现金奖励。咱们既然分到一个新手村，以后就是一个团队了，大家有福同享。看着 BOSS 的血量不断下降，这群人已经开始在展望美好的未来。鬼面蝶是首杀，肯定会爆出装备，只需要战斗半个小时，整个团队的实力就能获得质的提升。这里人烟稀少，短时间根本不会有人发现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担心会有人来这里抢怪。许幽冥一直趴在地上观察了近20分钟，这些人的配合让他对职业玩家有了新的认知。他们的配合甚至将鬼面蝶的狂暴都计算在内，每次鬼面蝶释放技能的时候，最多只能覆盖到一个目标，同时这个目标的攻击范围内根本不会有其他人在，这样一来很容易就化解了鬼面蝶的技能。终于鬼面蝶的血量只剩下5000点左右，许幽冥觉得是时候动手了，再晚他怕鬼面蝶不是这些人的对手。为了100%拿下鬼面蝶，许幽冥只能选择送这些人回新手村，玩家彼此之间又不能攻击，所以 BOSS 就是最佳的帮手。5000点血量是许幽冥计算的一个均衡点，太高的话自己等会儿不好接手，太低了可能就是自己帮青龙帮打 BOSS 了。许幽冥弓着腰缓缓前行，尽量不被对方给发现。来到极限攻击位置之后，一道青色的剑芒掠过众人头顶，朝 BOSS 身上飞去。吃-117，一道破百的伤害飘起，瞬间引起了青龙帮众人的警惕。他们自己的伤害都在20至30之间，这个非比寻常的伤害肯定不是他们队友发出的。有人要抢 BOSS， 大家小心！眼看 BOSS 就要被拿下，却突然横生枝节，所有人心中都忍不住要骂娘。不知道是哪个大神，还请给青龙帮一个面子，日后定会还你这个人情。南风之我意虽然平常很嚣张，但是看到这个破百的伤害，知道对方肯定是个高手，这时可不是得罪人的时候。听到对方的呼喊，许幽冥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站起身来又射出一剑。这次南风之我意终于看清了许幽冥的身影。是你，野鸡杀手！他万万没想到，之前自己一直嘲讽的人，现在正以强者的姿态抢自己的 BOSS。 兄弟，你放弃这个 BOSS， 咱们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南风之我意缓缓地朝这边走了过来，试图说服许幽冥放弃这个目标。在他看来，许幽冥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组织的散人玩家，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攻击，应该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但是个人实力再强，在帮派面前也只是徒劳罢了。第037章借刀杀人。呵呵，你怕是把情况搞反了，让出这个 BOSS， 我答应你一笔勾销。许幽冥是不可能放弃这个 BOSS 的，故意出言挑衅道。哼，我看你是个人才，才给你这个机会，你要是不珍惜，以后可能就要一直待在新手村了。南风之我依旧十分强横，露出威胁的眼神。虽然青龙帮不算是一流的帮派，
但是想要封杀一个散人玩家还是很轻松的。而且只有许攸明一人在，他其实并不是很担心。他的攻击纵然突破了100点，但是他们队伍的瞬时伤害可是达到了200点，配合好的话，许攸明根本没有抢到 BOSS 的机会。待在新手村，浅笑如梦，黑暗护肩，青铜，等级要求8，血量加450，体质加2，物防加10。不愧是8级的青铜装备，属性简直是太强了。如果能佩戴上这件装备，许攸明的生存能力将会大大的提升。只是自己现在距离8级还有一段距离，恐怕1-2天很难升上去。越到后面，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就越多，这都开服快1个星期了，还没有玩家走出新手村呢。命运的官网上早就公布了，前10名提升到10级的玩家都会获得额外的奖励，虽然没有公布是什么，但已经有高手做出了预测，应该是高阶装备，甚至有可能会赠送白银级别的。现在青铜装备的价格都被炒到了上千华夏币，属性好点的甚至能上万，如果是白银装备，那不得值个好几万。所有玩家都募足了劲提升等级，就为了获得那些奖励。将装备收起来之后，许攸明也获得了任务道具，同时还有30几枚银币。别的不说，这2天都快凑齐1个金币了，果然还是杀 BOSS 收获更高。这次自己跟青龙帮算是彻底成为死敌了，不过许攸明并没怎么放在心上，自己孑然一人，打不过还不能跑吗？他不信青龙帮能在游戏中一手遮天。任务列表上还有4只 BOSS 是亮着的状态，只要将这4只 BOSS 给解决，就能完成乞丐章的连环任务了。当然许攸明知道后面肯定只会更艰难，如果今天不是遇到了青龙帮这群人，自己无论如何是打不过鬼面蝶的。后面这几只 BOSS 实力只会比鬼面蝶更强，自己一人怕是短时间内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了。攸明，有时间打 BOSS 吗？正当许攸明在寻找接下来怪物的踪迹时，金甲小宝给他发来了消息。你在哪里？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，不如先将等级提升上去。金甲小宝给许攸明发了一个位置，正是绿竹林里面，看来他是听从林峰的建议去刷竹叶青了。许攸明打开地图，当即朝金甲小宝的位置跑去。大概跑了20分钟，许攸明才在竹林深处发现了金甲小宝的身影。此时的竹林中零零散散分布了不少玩家。攸明，这里！大老远，金甲小宝就对着林峰大喊。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女性玩家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棒，不是牧师就是法师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高手，攸明。许攸明刚来到他面前，金甲小宝就对身旁的女孩介绍道：你好，我是浅笑如梦，叫我浅笑就行。女孩浅浅一笑，跟她的名字一样，如梦如幻，现实中应该也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。你好，许攸明轻声回了一句，之后就接受了金甲小宝的组队邀请，同时也跟浅笑相互添加了好友。我听你的建议，来绿竹林刷毒蛇，刚好碰到浅笑也是一个人，于是我们就一起组队了。果然跟许攸明推测的一样，蛇毒也能触发金甲小宝的金钟罩，中毒之后他的毒抗也在缓缓的提升。至于这个浅笑如梦，其实是一名牧师，因为10级之前没有技能，牧师这个职业前期很不受待见，除非是本身就认识的，才会带着牧师一起升级。10级之前，牧师的攻击方式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拿木棍去敲，伤害低的可怜。法师虽然也是靠技能吃饭，但是好歹能发出最基础的元素攻击，相比来讲要吃香很多。浅笑一直没有固定的队伍，凭借着甜美的长相，好歹把等级混到了6级。当接受绿竹林的任务之后，就没有玩家愿意再带牧师了。毕竟这里的难度大大提升，再带一个拖油瓶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在实力跟美色面前，大家都选择了前者。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等实力足够强了，还怕没有女人吗？金甲小宝比较憨厚善良，看到浅笑独自一人在跟毒蛇攻击，还一副险象环生的模样，就主动发出了组队邀请。一上午，他们2人就在绿竹林慢慢的杀怪，也不讲究什么效率，毕竟金甲小宝是来刷蛇毒抗性的。同样，因为浅笑的攻击太低，也没有吸引那些竹叶青的仇恨。就这样，2人一路来到绿竹林的深处，然后就看到了眼前这条翠绿的竹叶青。看到 BOSS 的瞬间，浅笑被吓了一跳。他进入游戏这么久，见别人打 BOSS 的次数都很少，更别提自己打 BOSS 了。当即他就想带着金甲小宝离开这里，万一招惹到这只 BOSS， 恐怕金甲小宝也扛不住。实在不行，把这个消息卖出去，至少能换一个银币的报酬。在新手村有专门收 BOSS 位置信息的商人。可是金甲小宝却拒绝了浅笑的想法，并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实力很强的朋友，能够轻松拿下这个 BOSS。于是金甲小宝就联系了许攸明。见到许攸明孤身一人前来，浅笑心中其实是半信半疑的。现在能跟 BOSS 战斗的不都是一个个强大的团队，没有彼此的配合，怎么可能拿下 BOSS 呢？纵使对方等级已经达到7级，属性上跟6级的青铜 BOSS 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。浅笑是一个十分内敛的女孩，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表现出来。
许攸明看到熟悉的竹叶青 BOSS 之后，随即让金甲小宝顶了上去，以自己现在的属性，已经不需要太多的顾虑了。负156，箭矢掠过金甲小宝的脑袋，射中缠绕在竹竿上的 BOSS。看到这个伤害，金甲小宝已经习以为常，但是身旁的牧师小姐姐却惊得小嘴微张。许攸明的伤害不仅破百，而且还超出那么多，这一剑抵得上普通玩家5、6个人同时攻击了。BOSS 受到攻击，当即准备冲向许攸明，但是却被身前的金甲小宝给拦下。砰！负25，金甲小宝的破剑砍在 BOSS 身上，伤害只有可怜的20多点，但是因为距离的原因 ，BOSS 还是将目标放在了他身上。第039章，精准的计算。命运中的仇恨机制不仅仅受到伤害的影响，距离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远处敌人的伤害没有突破一定的阈值 ，BOSS 的仇恨是会锁定在身边的敌人身上。显然，许攸明的伤害还没有突破这个阈值，但随着他不断的射击 ，BOSS 仇恨转移是迟早的事。见 BOSS 被金甲小宝给吸引，浅笑提着木棍也冲了上去。砰！负12，这个伤害简直是不忍直视。浅笑红着脸看向旁边的二人，发现他们并没有介意自己的伤害。同时，他发现许攸明的箭矢简直是百发百中，每一击都定在 BOSS 那小巧的脑袋上。之前遇到的弓箭手跟许攸明相比，差距真是太明显了。那些弓箭手简直是在随缘射击，目标稍微小一点就会出现失误。看来金甲小宝说的没错，这人真是一个高手。随着箭矢不断的飞去， BOSS 血量也是一阵狂降，仅仅10几秒钟就损失了2000的血量。同时 ，BOSS 的仇恨也终于转移到许攸明身上。青蛇扭动着身子，想要绕过金甲小宝，向远处的许攸明冲去，但是却被金甲小宝一个闪身挡了下来，并对着 BOSS 劈头就是一剑。这一剑虽然伤害很小，但是却打断了 BOSS 的攻势，让他重新将目标转移到金甲小宝的身上。许攸明眼中闪过一丝惊异，这金甲小宝进步挺快的嘛，如果是昨天，他肯定做不出这种操作。不过这也只是延迟了一瞬间，随着许攸明的攻击再次落下，金甲小宝彻底失去了对 BOSS 的牵制能力。BOSS 猛然跳起，越过金甲小宝，发疯一般冲向许攸明。看来他对许攸明的仇恨已经达到了极致。许攸明没有丝毫的慌张，开始不断的后撤，同时不断对 BOSS 发动攻击。当然，许攸明并不是直线后撤，而是带着 BOSS 化圆，而圆心正是金甲小宝。金甲小宝也在往 BOSS 跟许攸明中间奔跑，想着在 BOSS 攻击到许攸明之前将他给拦下来。可是他的速度终究是有些慢，许攸明还是被 BOSS 给命中。负155，还好这点伤害对许攸明而言还能接受。同时金甲小宝跟浅笑也冲了过来，二人的血量跟防御都要比许攸明高一点，将他死死拦在身后。无奈 BOSS 只能对着最近的金甲小宝发起攻击，为许攸明创造了绝佳的输出机会。那个攸明大哥，你可以选择在射击的时候向右偏移大概15度，连续3次之后再向右偏移。在许攸明进攻的时候，浅笑在旁边突然轻声说道。许攸明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听从他的建议，左右摇摆了几次。之后许攸明心中大为震撼，没想到自己只是简单的改变了一下身位， BOSS 的行为竟然被牵制的少攻击了2次。许攸明注意到自己向左跳第3次之后的瞬间， BOSS 就做好了攻击的准备，但是紧接着的右移直接逼 BOSS 给取消了一次攻击。原来还能这么操作，许攸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。他只是射击技巧比较出色，在走位方面只是按照心中所想做出简单的规避，没想到简单的操作组合起来能发挥出如此神奇的效果。他看向浅笑的眼神不由得多了一丝敬佩，这个小姑娘的观察能力还真是强得过分，这点许攸明自愧不如。嘿嘿，攸明，浅笑可厉害了，教了我很多蓝怪的动作。见许攸明被浅笑给震惊到，金甲小宝也在旁边憨笑道。许攸明这才明白，原来金甲小宝之所以进步这么快，是因为浅笑的存在。这个看似柔弱的牧师小姑娘还真是一个宝藏女孩啊！如果有帮派发现她的实力，肯定不会放任她就这么独自刷怪的，肯定有一帮主力带着升级。一个团队中指挥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，这点许攸明虽然没有接触过游戏，但是也深谙其道。特别是能根据现场战斗情况来调整队友的攻击，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浅笑还真是一个天才。浅笑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自己带一个团队，这样也能快速提升等级？浅笑被许攸明这么一说，浅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攸明大哥说笑了，我就是对数据敏锐一些，一点都不厉害。如果不是你跟小宝的实力强，那些动作根本完不成。的确如浅笑所说，他跟许攸明说的是15度，许攸明就跳了15度，但凡超过一定的误差值，可能就达不到那种效果了。你太谦虚了，以你的实力，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大帮派来抢你。浅笑莞尔一笑，觉得许攸明是在拿他寻开心。在3人的配合下，不到10分钟，这条 BOSS 就倒下了。
这次没有爆出装备，只有10几枚银币，三人随即平分了。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，至少获得的经验让许幽冥成功突破了8级。8级的实力，在整个新手村也算是翘楚了，恐怕整个新手村达到8级的不超过100人。要知道，一个新手村可是有近10万名玩家。同时，金甲小宝的蛇毒抗性经过1上午的叠加，也达到了 25%。他也知道，想要快速叠加抗性，还是杀 BOSS 来得快。你们俩接下来要去哪？8级以后，许幽冥在击杀6级的野怪，获得的经验值会锐减。他决定离开这里，去做未完成的任务。幽冥，要不我们跟着你一起练级吧？放心，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金甲小宝也不知道哪里还有可以叠加的属性，想要跟许幽冥一起去练级。他觉得三人配合的十分默契，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浅笑看了一眼许幽冥，没有说话，也是跟金甲小宝一个想法，但是又害怕自己拖累了对方。说的什么话？我还要仰仗你们扛在前面呢。随即三人约好下午一起练级，之后就下线吃饭了。第040章共进晚餐。许幽冥下线之后，发现瑞奇雪他们还没有回来，反正租金已经到手，他也没有想太多。吃过饭，许幽冥率先进入游戏。此时他已经8级，在鬼面蝶那获得的装备可以佩戴了。装备上黑暗护肩，许幽冥的血量直接飙升到1600点，比得上装备差一点的骑士了。没过多久，金甲小宝跟浅笑也上线了。金甲小宝刚刚大学毕业，一直没找到工作，无聊之下就开始接触游戏。而浅笑是 S 大的高材生，课程都修得差不多了，也有的是时间打游戏。二人跟着许幽冥直接进入了猎杀鬼面蝶的草原。许幽冥在论坛上查了一下，野牛出没在草原的深处，也是8级的怪物。从蝴蝶丛中穿过，三人顺利的找到了野牛群。8级的野牛都是3-3-2-2结队的，血量上更是比同级别的蝴蝶多了 50%， 防御上也出色很多，只是在攻击上稍微逊色一些。许幽冥暗自庆幸，还好自己约了金甲小宝他俩，不然这些野牛还真不是自己能够对付的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目标，周围只有眼前这3头野牛。我要拉怪了，你俩准备好。许幽冥对着身前的二人说道，然后就朝着远处的野牛射出一箭。箭矢朝着一头野牛的脑袋飞去，瞬间引起了野牛的愤怒，然后就发疯一般朝他们3人冲了过来。虽然是组队状态，但是还是选择先拉一头野牛试水，毕竟金甲小宝的等级才7级，比野牛要低1级。野牛冲过来，当即被金甲小宝跟拦下，同时许幽冥已经射出数箭，-172、-175，这些攻击对拥有6000血量的野牛而言根本不算什么。三人合力耗费2分钟才将野牛给干掉。所幸野牛血量跟防御虽然很高，但是身体却很笨拙。他的撞击技能在浅笑的提醒下，金甲小宝也能轻松躲开。看得出来，金甲小宝十分习惯跟浅笑配合。在浅笑面前，他不用动脑，只需要听从指挥就行，他让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绝对不会错。如果错了，那就是自己没做到位。毕竟现在还没有群攻的手段，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一只一只的杀。就算金甲小宝能扛住野牛的输出，许幽冥的伤害也不会随着野怪的增多而提升。逐渐的，三人配合的越来越默契，一头野牛1分30秒就能搞定。终于在刷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浅笑的等级也提升了。他原来只是6级，越2级杀怪，获得的经验提升了 20%， 自然升级快很多。啪嗒，在击杀了不知道多少野牛之后，终于掉落一件装备，虽然是白版的，残破头盔，白色，等级要求8，血量加50，物防加4，魔防加2。目前只有许幽冥能装备，但是他却没要，直接给了金甲小宝。他是队伍的主坦，增加防御的理应给他留着。最关键的是，许幽冥现在的防御已经够了，根本不差头盔带来的这点属性。一个下午过去，他们击杀了上百头野牛，每个人都获得了5万左右的经验值，但是还是没有遇到 BOSS 的踪迹。不过残破的头盔倒是爆出来了2件，第2件自然是许幽冥的。原本许幽冥是想将这件装备让给浅笑的，但是他推辞了半天，理由是这头盔太丑了。许幽冥一阵无语，不过是装备而已，属性好就行，谁还在乎美丑？就他身上这些穿搭，绝对是能媲美某美院的。论坛上已经有玩家对游戏的爆率做出了详细的解析，最终获得答案是 BOSS 手杀时 100% 会爆出相应等级的装备，但是在被击杀之后，爆出装备的概率就会成倍的降低，而且会持续不断的降低。至于有没有最低限制，目前不得而知。而那些普通的野怪，只有 1% 的概率会爆出装备。许幽冥他们能一下午获得2件装备，只能说是受了那一点幸运值的影响。到下午6点左右，三人携带的止血草都被金甲小宝用完了，干脆直接下线，约好明天早上再一起刷怪。许幽冥摘下头盔，习惯了一会儿黑暗，然后就朝房间外走去。锻炼身体是他每天的必修课，
玩游戏之后也不曾中断。刚出门口，许幽明就听到楼下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，同时几个陌生人的声音也传进了他的耳中。正当许幽明觉得有人在入侵他的住宅时，罗思雨的声音响起了：“诸位大哥，你们当心点，这可都是我们公主的宝贝，碰坏了能让她心疼半天。”许幽明这才恍然，楼下应该是新租户在搬家。虽然许幽明双目失明，但是从楼下的动静中已经能感受到他们的东西肯定不少，不然不会动用近10人来搬家。许幽明进入健身房，戴上运动耳机，开始了今日的锻炼。咚咚咚，一直到半个小时之后，许幽明隐隐约约听到敲门声，摘下耳机，果然就听到了罗思雨响亮的声音：“喂，房东，你不会在里面出什么事了吧？”“怎么了？”在罗思雨犹豫要不要硬踹房门时，眼前出现了戴着墨镜的许幽明。一时间罗思雨有些语塞。“那个，我们今天乔迁，你就没什么表示的吗？”“哦，忘记了，改天给你们补上。”许幽明不是忘记了，是根本就没想到。再说准备礼物不需要花钱吗？自己这么缺钱，怎么可奈会在他们身上浪费？算了算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们叫了外卖，要不要一起吃点？好歹以后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。说着，罗思雨饶有兴致地看向许幽明的墨镜，想要看看后面是什么模样，但是他知道那样太唐突了。“不用了，我点的有外卖，应该已经到了。”说到许幽明的外面，罗思雨微微有些脸红。“可能你吃不到你的外卖了，放在外面的时候被搬家工人不小心给踩坏了。”许幽明一头黑线，难怪这姑娘这么好心，原来是把自己的晚餐给搞砸了。没办法，今天只能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了。第041章，红眼牛出现。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跟我们一起吃饭这么为难吗？想请我们吃饭的男生能从你这排到校门口。”在1楼大厅，3人围着餐桌正在吃饭，但是许幽明却始终板着脸。或许是因为看不见的原因，许幽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少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根本没有必要谄媚任何人。“不好意思，我吃饭的时候就这样。”“思雨，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。”相比罗思雨，瑞奇雪倒是文静很多。一顿饭吃下去，许幽明从罗思雨的口中算是对二人的情况了解一个大概。罗思雨是本校大4的学生，即将要毕业了，而瑞奇雪则是在国外上的大学，已经毕业，最近刚回国，准备自己创业。同时，瑞奇雪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娱乐主播，她在粉丝的怂恿下，决定进入命运中搏一搏，这才想办法获得了那件头盔。不过，最终却落在了许幽明的手中。吃完饭之后，许幽明觉得气氛有些尴尬，就直接上楼了。第二天，许幽明跟金甲小宝他们3人相继上线，在浅笑的安排下，3人将草原上能接的任务都给接了下来，在寻找 BOSS 的同时，也不耽误做任务。之前，许幽明也想过这种方法，但是太过繁琐，要找不同的 NPC， 有些还有时间限制，所以他就放弃了。但是在浅笑这里，只用了1个晚上，一个十分完善的任务计划就被他给做了出来。这次根据昨天的消耗情况，浅笑安排好了补给品的购买比例，这样在有限的包裹中，3人至少能坚持1天不用回村。听着浅笑的计划，许幽明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没想到游戏还能这样玩，简直把数据给玩到了极限。浅笑就是当之无愧额时间管理大师。至于金甲小宝，则是一脸憨笑的站在一旁，不用自己动脑子，他很是开心。很快，3人就来到了昨天刷怪的地方。一路上，他们见到了不少玩家，只不过1夜的功夫，很多玩家都开始做这里的任务了。现在1线玩家都达到了7级，那些高手更是跟许幽明一样达到了8级。他们有自己的团队，升级速度比一般人快很多。进入野牛的领地之后，3人就按照计划开始猎杀。有金甲小宝这个主坦，加上许幽明的强力输出，一只野牛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在外人看来，旁边的浅笑绝对是拖油瓶的存在，但是只有许幽明跟金甲小宝知道，浅笑在这个团队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存在。金甲小宝听从浅笑的指挥，操作在不断的变强，这些都是浅笑熬夜观看高玩视频，然后为金甲小宝量身打造的。对于许幽明，浅笑并没有过多的指挥，用他的话说就是机械的操作只会影响许幽明的上限，一切还需要他自己摸索。在野牛群中厮杀1个小时之后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骚乱，同时很多玩家开始朝那边汇聚，显然是有 BOSS 出没了。走，我们也过去。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，怎么可能错过呢？3人解决掉面前的野牛，朝着那边走了过去。只见一头2米多高的大黑牛正在攻击身边的玩家，双眼透着猩红之色，正是许幽明在找的红眼牛。红眼牛，青铜，等级8，血量6万，攻击240，物防115，魔防88，技能野蛮冲撞，蓄力之后朝前方发起冲锋，对目标造成150物理伤害。
周围的玩家越聚越多，已经达到上百人。不过这些人都是有一定背景，所以根本没有谁有实力包场。BOSS 是刚刚刷新，状态几乎是满了，所有人都按耐不住开始输出，能获得 BOSS 的击杀最好，就算不能，至少能刷一波伤害，获得大量的经验。这可比击杀小怪给的经验要多。我们怎么办？金甲小宝看向许幽冥跟浅笑，让他们两个拿主意。我觉得咱们应该跟玩家们一起上，虽然幽冥大哥的伤害很高，但是这 BOSS 的防御太强，相比之下，大量的低伤害在抢 BOSS 的时候反而占了优势，所以咱们要做两手准备。115的防御，许幽冥也只能造成60左右的伤害，的确在上百人的攻击中没占多少优势。好，听浅笑的，咱们找个位置挤进去输出，尽量多拿点经验。干掉这个 BOSS， 许幽冥的经验又能提升一截了。BOSS 攻击时动静很大，上百人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围堵，只能边战边退，躲闪不及就会被牵连到。还好这里的都是比较高端的玩家，在应对 BOSS 的时候都有一套，不会上来就被秒杀。很快许幽冥他们就来到了战斗的位置，这次浅笑并没有上，他的攻击有限，根本帮不上忙。金甲小宝扛着在杂货铺买的大剑，直接冲向了 BOSS。 这一幕在其他玩家看来有些搞笑，觉得这小子肯定是疯了，哪有战士冲在骑士前面的。在血量跟防御的成长方面，战士是要弱于骑士的，比如战士加一点体质只能增加180点血量，但是骑士却能增加200点，防御也是如此，所以一般的主坦都会选择骑士这个职业，而战士主要担任队伍中的输出主力。当然后期玩家能装备盾牌之后又是另一回事。砰！金甲小宝一剑砍在 BOSS 身上，造成的伤害竟然只有个位数，这让在场的玩家更是一阵鄙夷。这个傻大个是谁带来的？是负责搞笑的吗？ So， 在金甲小宝的伤害飘起之后，许幽冥的攻击也到了。为了避免 BOSS 将仇恨锁定在许幽冥身上，浅笑特意安排让金甲小宝率先攻击。负74，这个伤害直接高于在场的所有人，而且超出1倍还要多。什么人？这是所有玩家心中共同的疑问。能对红眼牛 BOSS 造成这么高的伤害，那本身的攻击岂不是马上突破200了？他们集齐一身的装备，甚至还有一些青铜装备，伤害才堪堪达到150加，对方伤害这么高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很多件青铜装备。第042章完美躲避。现在能提升实力的因素有限，除了更好的装备，他们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让一个人的伤害达到这么高的程度。等许幽冥射出第二箭的时候，众人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他的身上，是他，野鸡杀手。许幽冥头上的称号还在，在新手村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很多人认出了他，当然也包括剑心。看来那件事还真有可能是这家伙做的呀。早在之前就有人跟秦剑山庄的玩家透露，说是野鸡杀手幽冥抢了他们的 BOSS， 这消息自然也被剑心获知。但是剑心并没有表态，在游戏中抢 BOSS 太正常不过了，是自己技不如人，那个通风报信的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。今天见到许幽冥如此高的攻击，说实话他有些心动了。走，去会会那小子。前方一群人已经开始了对 BOSS 的攻击，剑心并不急着参与，带着几名队友朝许幽冥的方向走了过去。许幽冥并不是一味的站桩输出，而是根据金甲小宝的位置不断调整方向，整体操作如行云流水一般。幽冥，剑心很自然地来到许幽冥身旁，递交了好友申请。怎么，是来算旧账的吗？许幽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攻击，只是瞥了剑心一眼，他知道自己之前做的事早就被剑心给知晓了。你误会了，不管那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，都已经无所谓了，我还不至于为了一次 BOSS 的争夺耿耿于怀，我来是想交你这个朋友，顺便问问你愿不愿意加入秦剑山庄。剑心看起来十分年轻，但是却有一种上位者的气质，看来也不是一个一般人。交朋友可以，但是加入帮派就算了，我还是习惯一个人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既然人家主动过来示好，许幽冥也顺势接受了对方的好友申请。不过他却不会加入帮派，现在他需要的是金钱，加入帮派肯定会参加集体行动，到时候收益肯定不会只给自己一人，并不符合自己的风格。见许幽冥果断地拒绝自己，剑心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愉，他其实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毕竟到现在还没有组织的多数都是独行玩家。好，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，幽冥兄要是有什么用不到的装备，一定要优先考虑我啊。剑心意有所指，不管以后怎么说，但是在新手村恐怕没有比许幽冥伤害更高的玩家了，这个红眼牛大概率会被对方给拿下，先维护好关系，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花钱拿下装备。好，许幽冥轻轻点头，之后就没再说什么，开始专心对付 BOSS。 砰！负198，负205。 BOSS 在人群中不断撞击，造成的伤害十分可观，纵使这些前排已经达到2000加的血量，还是不敢跟 BOSS 正面交锋。轰！负155。
突然 ，BOSS 的目标转移到了附近的金甲小宝身上。周围的玩家以为这个战士要倒霉了，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金甲小宝的防御比他们还要高。金甲小宝的装备虽然跟他们差不多，但是他拥有 25% 的物理抗性，此时已经开始展现出抗性的重要。在 BOSS 攻击玩家们的同时，一道道20加的伤害不断在他头顶飘起，形成了一条很长的红线。许攸明的伤害当即被覆盖其中，已经没人在乎个体的伤害了。现在 BOSS 的血量每秒都下降200点左右，按照这个效率，5-6分钟就能将 BOSS 给解决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帮派没有让其他人过来的原因。等其他玩家到了，战斗早就结束了。而且只是一个青铜 BOSS 而已，就算最终抢到了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也是得不偿失。1分钟过后 ，BOSS 的血量下降了10000加，突然双眼开始散发红光。小心 ，BOSS 要放技能了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应对 BOSS 的技能只有2个方式：躲跟扛。毕竟大家都没有技能，当然能躲过，谁也不会去扛。好巧不巧 ，BOSS 对准的方向正是金甲小宝所在的方向。短暂的蓄力之后 ，BOSS 低头发起了冲锋，强大的气势让周围的玩家忍不住心惊。这游戏太真实了，如果现实中被疯牛这般冲撞，指定吓个半死。眼看金甲下包就要被 BOSS 给命中，他非但不闪不避，反而朝着 BOSS 冲了过去。吃！金甲小宝一剑划向 BOSS 的脑袋，然后在 BOSS 抬头的一瞬间，顺势躺了下去。就这样 ，BOSS 从金甲小宝身上跳了过去，撞在他身后的人群中。卧槽，真阴啊！后面几人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根本来不及闪躲，血量骤然下降，-330，-325，-311。同时，对这个笨拙的金甲小宝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。起初，金甲小宝的防御虽然让他们眼前一亮，但是他接下来的表现却让众人嗤之以鼻。现场的哪一个不是高手？通过操作就能看出，金甲小宝完全就是一个新手，防御这么高，应该是获得了好点的装备。这也打消了那些想要邀他进帮派的心思。装备可以打，但是操作能限制一个玩家的上限。不过，金甲小宝竟然用这种方法来化解 BOSS 的冲锋，还真是一个奇葩。其实，金甲小宝自己是不会想到这么做的，他也没有这么细致的观察力，一切都是浅笑在后面指挥。从一开始，浅笑就在想着应付 BOSS 技能攻击的方法。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他察觉到当 BOSS 的头部受到伤害时，就会下意识轻微抬起。这种幅度虽然很小，但是在急速冲锋的情况下，就会带着 BOSS 的身体向上跳起。于是，他就为金甲小宝制定了这个躲闪 BOSS 技能的方法。没想到，还真的起到了作用。虽然完成的姿势很丑。第043章，枯木林。没想到这家伙看起来这么憨厚，脑子还挺灵活的。见金甲小宝利用这种方法完美的躲过 BOSS 的技能，其他人忍不住一阵夸赞，毕竟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可没想到这个方法。金甲小宝只是朝着浅笑嘿嘿傻乐，对浅笑的信任更进一步。在众人的不断攻击中 ，BOSS 的血量持续下降。当 BOSS 准备发动技能时，被选中的玩家就会学着金甲小宝的样子，成功躲闪 BOSS 的攻击。他们都是游戏界的高手，这个动作看一遍就会了，而且比金甲小宝做得更好。难的不是动作，而是那份敏锐的观察能力。5分钟之后 ，BOSS 的血量终于只剩下1/10。按照现在的攻击效率，胜负即将揭晓。浅笑的双眼一直盯着 BOSS 的身体，不断计算最佳的击杀机会，同时将自己的计算结果实时反馈给许攸明。不同的位置跟角度对击杀概率都会产生影响。同时，金甲小宝也在尽力的拉 BOSS， 为许攸明创造机会。几轮攻击下来 ，BOSS 的血量降到1000以内，所有人都疯狂的朝前方涌去，想要尽可能的多攻击一次。BOSS 的击杀就在眼下。许攸明将长弓拉满，已经暂停了输出，他在等浅笑的通知。就是现在！终于，在金甲小宝一个闪身的间隙，浅笑对许攸明大喊一声。几乎在浅笑发出声音的同时，许攸明的剑就飞出去了，这也是他计算的最佳时机。鸡尾剑带着淡青色的光芒，骤然掠过众人头顶，直奔红眼牛而去。许攸明的全部力量都汇聚在这一剑之上。-125，一道金光升起，旁边的浅笑升级了，同时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响起：叮，您成功击杀红眼牛，获得经验加5000。耶！原本恬静的浅笑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在上百人中抢到 BOSS， 成就感爆棚。金甲小宝则没有太大的波动，在他心中觉得这 BOSS 肯定会被许攸明给拿下，再多人过来抢也没用。这些没拿到 BOSS 的玩家只能丧气地散去，继续自己的练级之路。攸明兄弟，果然是你啊，佩服！剑心提着自己的青铜剑来到许攸明身前，虽然早就有预感，但是真的看到许攸明拿下 BOSS 之后，他心中还是有些羡慕。攸明，这是 BOSS 掉落的东西。这时，金甲小宝也将 BOSS 掉落的东西都捡起来了，
大踏步来到许幽冥身边。他手中除了一件任务物品之外，还有一副看上去十分古朴的头盔，果然爆出了青铜装备。哈哈，看来这件装备我是无福消受了。剑心看了看许幽冥，他佩戴的还是白板装备，肯定不会出售这件青铜装备。许幽冥笑了笑，没有说了什么。之后他将任务道具接了过去，之后将爆出的银币分给了浅笑，而那件头盔直接留给了金甲小宝。头盔你戴上吧，这可比头顶的破烂威风多了。金甲小宝看了看许幽冥，直接将头盔给戴上。既然许幽冥将头盔分给自己，那他就欣然接受。这个操作看得剑心有些无语，那可是8级的青铜装备啊，就这么拱手让人了。虽然他们是队友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许幽冥才是贡献最大的。按照一般的组队模式，这种被高手带的队友，别说分装备了，不要代练费就不错了。这幽冥好像根本就不在乎牛头盔的价值，直接让给了队友。身上拥有那么多青铜装备的许幽冥，怎妖可能不知道那件装备的价值？只是他虽然需要钱，但是心里也是有一个标准，那件头盔是金甲小宝应得的。剑心跟许幽冥打了个招呼之后，就带队走开了。此时提升等级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大，你怎么对这家伙这么上心？不过是占了准备的优势，我看实力也不过如此。远离许幽冥之后，剑心身后的队友忍不住问道：这个幽冥不简单，可不只是装备好而已。看到他射出的箭了吗？那一点青芒可不是剑使自带的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技能。不会吧，老大，新手村哪来的技能？不止那人，所有人都持疑惑的态度。谁说新手村不能学习技能？据我所知，有2种办法能在新手村学习技能，一种是特殊任务赠予的，另一种则是玩家自创的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实力的象征。几人朝远处看去，许幽冥的身影已经有些模糊。这人还真是幸运啊！乌鸦在枯木林，我们现在要过去吗？魂鸦出没的位置，浅笑已经摸清，就在距离这里没多远的枯木林。不过乌鸦是9级的怪物，现在他们的等级都达到8级，足以应对9级的野怪。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金甲小宝，只要他能扛得住，一切怪物都好说。牛头盔给金甲小宝增加800的血量，双抗也提升10几点，在新手村他俨然成为铜墙铁壁般的存在。3人身上的补给物还很充足，当即决定前往枯木林。来到枯木林的时候，是真的没有别的玩家存在了，低级玩家不回来，高级玩家嫌这里效率低。乌鸦虽然血量不是很高，但是攻击跟速度都属于超标，关键还拥有群攻技能，根本不适合玩家升级。枯木林中不断传来乌鸦的鸣叫，让人产生一股萧瑟之感。乌鸦等级9，血量4200，攻击98，物防33，魔防35，技能鸦鸣，发出尖锐的鸣叫，对范围内目标造成120%魔法伤害，并有一定概率造成眩晕。攻击马上破100，确实够普通玩家头疼的。但是金甲小宝的防御已经80多点，再加上25%的抗性，9级的怪物竟然难以对他破防。从这里开始吧。说着，许幽冥对着树杈上的一只乌鸦射去。第044章痛苦嚎叫。乌鸦飞下来的时候，被金甲小宝给拦住，一剑砍在他的身体上，虽然没有造成多少伤害，但成功转移了乌鸦的目标。砰！乌鸦拍打着翅膀撞在金甲小宝身上。-3。看着这可怜的伤害，3人信心大增，不知不觉金甲小宝的防御已经这么高了。接下来3人开始猎杀枯木林的乌鸦，在许幽冥的超高伤害下，不到1分钟就能解决一只乌鸦。啊！一声尖锐的声音从乌鸦口中传出，众人就看到一阵声波呈扇形展开，朝乌鸦面前扩散。许幽冥离得远，没有受到这种伤害，但是金甲小宝跟浅笑都被覆盖其中。-20，-75。同时2人都倒霉的陷入了持续2秒的眩晕状态，还好金甲小宝血量够高，连续扛了2下攻击，依旧处于安全状态。原来这才是乌鸦的杀手锏，这还只是拉了一只怪，如果真被一群乌鸦给围着，指不定就要被眩晕到挂掉。不过这次的眩晕让金甲小宝有些惊喜，他的金钟罩再次触发，新增了声波眩晕抗性。金钟罩将各种抗性做了很精细的划分，不同种类之间并不互通，这也算是对金钟罩这个变态技能的限制吧。比如说金甲小宝将声波眩晕抗性叠满之后，遇到撞击类的眩晕依旧会承受全额的眩晕时间。这点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他们打怪的速度，只是在看到乌鸦要释放技能时，金甲小宝会主动扛上去，刻意的去叠加眩晕的抗性。越级杀怪，他们获得的经验提升很多，3人的经验条都在缓缓的向上爬，一直刷到晚上，3人才相约下线。而此时许幽冥跟金甲小宝的经验值才达到30%左右，想要升级至少还需要1天的时间。命运开服已经1个星期，
第二批玩家也开始进入游戏，新手村变得比之前更加拥挤。现在许攸明只想快点完成这个任务，这样就能抽出时间去打材料挣钱。第二天，许攸明率先回到新手村，提交2个新手任务，之后将分给自己的材料都给出售了。价格现在已经很稳定了，所有材料加一起卖了800华夏币。在杂货铺补给药材的时候，金甲小宝跟浅笑也到了这里，一切准备就绪，3人开始新一天的征程。枯木林依旧只有3人的身影，有金甲小宝在前面，许攸明根本不用担心其他，只需全力输出就行。就算仇恨发生转移，旁边的浅笑也会出手阻拦一下，等到乌鸦飞到许攸明身前时，也该挂掉了。同时，金甲小宝的抗性也在缓缓提升。原来以为按照咱们的效率能争夺一下等级排行呢，但是我今天看论坛上已经有人提升到9级，恐怕今天那些人肯定会连夜冲刺等级。3人配合越来越默契，战斗中丝毫不耽误他们闲聊。浅笑看了看许攸明跟金甲小宝，有一丝惋惜。他们可都是加班加点的打怪，不到系统强制退出，他们是不会下线的，毕竟这应该是游戏中最公平的一次比赛了。确实如此，新手村太多，人员都被随机打乱，再强的帮会也很难组织出有力的队伍，想要提升等级，还是依赖自身的实力。等以后玩家们进入城市之后，帮派的优势只会越来越大，散人玩家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。在游戏中，许攸明偶尔也会浏览论坛，游戏跟论坛是绑定的，所以他也能看到上面的内容。关于率先达到10级的奖励，他也很好奇，如果有机会，他不介意冲刺一把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自己至少会比那些玩家慢1天的时间，恐怕来不及了。突然，远处一阵鸦鸣，接着就看到一群乌鸦被惊起，四散飞去。3人相互望了一眼，这一幕肯定是因为 BOSS 刷新了，击杀了这么多乌鸦，终于等到 BOSS 了。许攸明跟金甲小宝留下来解决眼前的小怪，浅笑一个人悄悄地摸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就看到浅笑发来的截图：魂鸦，青铜，等级9，血量45000，攻击285，物防115，魔防122，技能痛苦嚎叫，发出一声哀嚎，对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150%魔法伤害，同时造成眩晕效果，持续2秒钟。BOSS 眩晕不再是有几率，而是直接100%，这对金甲小宝来说是好事的，但是对许攸明跟浅笑而言则是灾难。没过多久，许攸明跟金甲小宝也来到了 BOSS 跟前，只见一个体型跟老鹰差不多大的乌鸦正蹲坐在一棵枯树上，空洞的双眼中散发着黑色的光芒，十分瘆人。我们3个人能打吗？金甲小宝对2人问道，他不在乎 BOSS 的实力，只要他们说能打，自己就没问题。这 BOSS 应该能对小宝造成100出头的伤害，小宝需要10秒才能恢复，可是这段时间足够 BOSS 攻击2-3次了。按照浅笑的推算，金甲小宝也就只能支撑5-6分钟的时间，算上 BOSS 技能伤害的话，很可能5分钟都撑不到。但是以许攸明的伤害，击杀 BOSS 至少需要20分钟，中间的差距有点大，就算许攸明采用拉扯的打法，最多能多坚持10分钟，剩下的5分钟足以让 BOSS 秒杀他们。越级打怪已经狠了不得了，现在要越级打 BOSS， 其他玩家知道绝对会认为这3人疯了。3人沉默了片刻，思索着应对的方法。BOSS 已经出现，而他们距离9级还有50%的经验需求，肯定不能等升级了再来，到时候 BOSS 在不在这里还不一定呢。突然，许攸明看到包裹里的还有2个酒壶，这让他眼前一亮，对啊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正是许攸明之前在酒馆中买的雄黄酒跟竹叶青，当时为了备用，自己多买了2瓶，一直都没机会使用。现在看来，击杀 BOSS 的希望就在这2壶酒上面了。第045章惊险时刻。许攸明将酒壶的属性分享在队伍中，浅笑也是微微动容，有了这2壶酒，没准他们还真的能顺利拿下 BOSS。最后简单的商议之后，许攸明当即朝魂鸦射出一箭，开始吸引魂鸦飞下来。-75，魂鸦受到攻击之后，空洞洞的眼神看向许攸明，随之飞了下来。按照制定好的计划，金甲小宝半路拦住了魂鸦，手中大剑狠狠地拍打在魂鸦身上，之后也不攻击，转身就跑。啪！-125， BOSS 的攻击落在金甲小宝身上，但他根本不在乎，只要吸引了 BOSS 的仇恨就够了，金甲小宝的伤害根本不值一提，这么做也是为了减少金甲小宝受到的伤害。金甲小宝跑路的路线都是浅笑设定好的，能最大限度的降低 BOSS 的攻击频率。许攸明目前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站桩输出，抛射技能接连发出，最大程度的增加自己的伤害。停止输出。30秒钟过后，浅笑的声音响起，许攸明当即放弃了手中的攻击，而金甲小宝也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，停在了原地。啪！ BOSS 的攻击落在他的身上，他这会儿也不逃跑了，开始对 BOSS 反击。
这是浅笑算好的仇恨值临界点，如果许攸明再输出 ，BOSS 的仇恨就会转移，到时候可就麻烦了。金甲小宝必须停下来跟 BOSS 战斗，重新将仇恨值给刷上去。这种看不见的东西，一般人根本算不出来。30秒的奔跑让金甲小宝比预计的少命中2次，还没到使用雄黄酒的时候。许攸明停止攻击10秒钟之后，浅笑再次发号施令，二人同时开始之前的操作。金甲小宝像是在放风筝一样，带着 BOSS 来回奔跑，看似十分简单的操作，却是3人十分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的，同时还要将彼此的优势给完全利用出来。终于在战斗到第3分钟的时候，金甲小宝开始喝酒，他的血量掉了1/5左右。打！突然黑光乍现， BOSS 高昂着脑袋发出了尖锐的声音，一道圆形声波朝四周扩散。-210，-350，-382，3道伤害分别从3人头顶飘起，同时他们都陷入了眩晕状态。眩晕之后， BOSS 依旧在朝着金甲小宝攻击，如果不是及时使用了雄黄酒，这一下可够他受的。现在金甲小宝的伤害减免越来越显著了，受到的伤害几乎比许攸明少了1倍。在挨了 BOSS 的一下普攻之后，金甲小宝就提前苏醒了，然后转身就逃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了 BOSS 第2次攻击。然后许攸明跟浅笑同时苏醒，开始之前的操作。在浅笑的指挥下， BOSS 的血量不断下降，而金甲小宝的血量始终维持在 50% 以上，期间还受到几次 BOSS 技能的攻击，这种声波攻击他们根本没办法躲闪，毕竟范围太广了。战斗到第15分钟的时候，金甲小宝的血量剩下不到 20%， 雄黄酒也用完了，而 BOSS 的血量还有1万出头。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保证能够拿下 BOSS， 毕竟 BOSS 一旦释放技能，对金甲小宝的血量也是一种考验。果然最让人担忧的还是出现了， BOSS 在受到许攸明攻击之后再次释放了技能，金甲小宝的血量骤然下降一截。他的血量在 BOSS 的攻击下根本回不上去，一旦 BOSS 再次释放技能，他可能就会挂掉。许攸明有些后悔，如果当初自己多买1瓶雄黄酒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这么凶险了。浅笑也是一脸紧张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再精密的计算，在实力悬殊面前还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。不行，不能再这么下去，不然小宝会撑不住的。许攸明当机立断，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，只是也是充满着凶险。当仇恨值再度达到临界点的时候，许攸明没有按照浅笑的安排停止攻击，而是继续射出鸡尾剑，抢下了 BOSS 的仇恨。正准备对金甲小宝攻击的 BOSS 突然停下了爪子，转而飞向远处的许攸明。要知道，虽然许攸明一直在补充血量，但是在技能的波及下，他的血量也只有 50% 而已。以 BOSS 的攻击，只需要命中3-4次就能干掉许攸明。看到 BOSS 冲向许攸明，金甲小宝跟浅笑都大惊失色，同时许攸明也开始朝着斜后方奔跑，放弃了自己的攻击。二人瞬间明白了许攸明的想法，他是想给金甲小宝争取恢复血量的时间。金甲小宝在恢复血量的同时，也在朝许攸明奔跑，随时准备将仇恨接过来。啪！-225，5秒钟之后，许攸明受到了第1次攻击。许攸明不敢反击，怕仇恨锁定的太深，等会儿金甲小宝接不回去。又过了5秒过后，金甲小宝跟许攸明在绕了一大圈之后，终于汇聚到一起。同时，金甲小宝开始对 BOSS 进行攻击，想要尽快的接下 BOSS 的仇恨。呀！金甲小宝汇聚全身的力量，重重的砸向 BOSS 的脑袋，终于在许攸明血量不足200时，让 BOSS 调转了方向。看着再有一下就挂掉的血量，许攸明也有些惊魂不定，简直是太凶险了，差点就失败。这次他坚持了30秒钟的时间，30秒钟足够金甲小宝恢复近600的生命值，让他暂时脱离了危机。许攸明快速拉开位置，准备开始攻击。如果不能及时输出，这些争取来的时间就被浪费了。当然，这次他必须保持在极限距离输出，因为他已经没办法承受 BOSS 的技能攻击，一旦被技能命中，自己绝对死翘翘。BOSS 的技能范围大概50米，而许攸明的攻击距离是42米。为了耐及时躲闪，每射出一箭之后，他必须后退一步，不然根本没办法短时间内逃出这个范围。第046章逆雨剑。果然，在 BOSS 血量只剩下1000点的时候，再次释放了技能。许攸明看到黑光的时候，骤然后退，终于在声波扩散到自己面前时，成功退到50米之外。慢一步，自己就 over 了。躲过这一次技能之后，许攸明再无后顾之忧，以现在这个距离 ，BOSS 的仇恨一时半会儿不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。-78，-85，-158，许攸明的箭矢接连发出，甚至还出现了一次暴击 ，BOSS 的血量急剧下降。终于在最后关头 ，BOSS 的仇恨重新转移到许攸明身上，但是二者之间有40米的距离 ，BOSS 来到许攸明面前就被箭矢给带走了最后一丝生命。叮！
您成功击杀魂鸦，经验值加10600，干掉2拖1。这 BOSS 的铁臂连展示范围攻击很不好对付。剑心在邀请许幽冥之前已经尝试过一次，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把握，这才重整队伍，邀请许幽冥的加入。秦剑山庄这边也只培养了一个肉盾，是一个标准的骑士，这种时刻根本顶不住。现在有金甲小宝的加入，压力瞬间减少一半。经过简单的商议，两人分列 BOSS 左右两侧，对 BOSS 发动了攻击。面对铁臂螳螂这种 BOSS， 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在伤害上压过他，当然前提是前排能顶住。两名前排发起攻击之后，其他的队友也开始攻击，其中很多都是队伍之外的。游戏初期，一个队伍最多只能拥有10名队员，经验值最大增益为 20%。但是为了增加对 BOSS 的伤害，秦剑山庄的其他成员也开始出手攻击，这样多少能为主力队伍争取一点时间。-15、-18、-22，他们的攻击已经是一流的，但是在 BOSS 强大防御面前，却只能造成这么点伤害。铁臂螳螂那层鲜亮的甲靠，像是战士的甲胄一样，将所有的攻击都格挡在外。当然，队伍中的这些主力还是能够造成50左右的伤害的，这在玩家中已经显得狠了不得了。吃！剑心站在自己骑士的身侧，趁着 BOSS 在攻击骑士的时候，刺出了一剑。-79，这是目前而言最高的伤害了。许幽冥却依旧没有出手，他还在等浅笑的通知。可以了。在剑心刺出2剑之后，浅笑给许幽冥发去了消息。嗖！早已蓄势待发的剑矢瞬间离弦，一道黑光从众人身侧穿过，精准命中 BOSS 的眼睛。-122，死！ BOSS 抬起前臂，发出一声疼痛的嘶吼。这个伤害让原本还对许幽冥颇有微词的人都愣住了。所有人都发起进攻5秒钟了，他还在那摆架势，难道他不知道在击杀 BOSS 时5秒钟足以决定胜负吗？直到许幽冥的剑命中 BOSS， 他们才知道是自己浅薄了。他这种伤害如果提前发起攻击，这2个前排指定吸引不了 BOSS 的仇恨。等待的这5秒时间， BOSS 的仇恨已经乱了，谁进就砍谁，这时输出才是最佳时刻。剑心跟其他人的想法不同，他刚刚才获得了一件新的青铜装备，以为能跟许幽冥有差不多的输出，但是这直接破百的伤害断了他的念想。这家伙虽然是散人玩家，但是变强的速度丝毫不比帮派主力慢，难怪人家不愿意加入帮派。逆羽剑飞出去之后，许幽冥开始了疯狂的攻击模式，碧蛇弓不断被拉起，装备等级提升了，触感也随之提升。许幽冥享受每一次射击的过程。嗖！-125，在许幽冥看来， BOSS 那2只凸出来的绿色眼睛简直就像是靶子一样，时刻吸引着自己去攻击。他的箭矢更是箭无虚发，全部都命中在 BOSS 的眼睛上，这让他对 BOSS 的伤害提升了10几点。不要小看这10几点的伤害，要知道周围这些高手竭尽全力才能造成10几点的伤害。幽冥兄弟，你这一手剑法可不简单啊！队伍中，剑心忍不住称赞道，不仅仅是精准度，射击的姿势也十分顺畅，让人赏心悦目。不像自己家的剑手，动作有些死板，一眼都能看出2者的区别。当然，这名剑手并不是自己帮派最强的，只是这个新手村剑心能找到的最强剑手。你这身法也不简单啊！许幽冥早就注意到，剑心的走位虽然跟其他人差不多，但是一些细微的动作还是将差距给错开。有好几次 BOSS 转身攻向他时，都被他利用走位给巧妙的躲开，让 BOSS 强制性的改变了攻击目标。许幽冥自问自己做不到这一点，跟自己的剑术一样，这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。我这算什么？不过是基础的走位技巧，等你接触的多了，你也能学会。但是你这剑术感觉像是天生自带的一样。剑心是什么人？一流帮派的大佬，一眼就看出许幽冥虽然动作流畅，但是走位技巧约等于0。显然是刚刚接触这类游戏，那他这出神入化的剑法肯定就是现实中带来的。游戏中不是没有人去邀请那些体育界的高手进来，但是效果并不理想。现实中的技术虽然能提升玩家的基础能力，却没有办法完美复刻现实中的天分。想要在游戏中风生水起，还是需要不断的练习。许幽冥算是一个特例，一是天分足够强，二是因为他双眼失明的这段时间，自己的射击技巧早就印刻在脑海中，所以能最大限度的复原自己现实中的水准。当然，现实中的许幽冥剑术绝对不只是百发百中这么简单，一副弓箭在他手中简直能玩出花来。在游戏中就不行了，只能中规中矩的搭弓射箭。小心 BOSS 要放技能了。仅仅过了1分钟， BOSS 的血量就被打掉1万多，还是人多力量大。一道青芒在 BOSS 的前爪闪过，接着就是2道扇形的刀刃朝两边划去。吃！-337，-252。不得不说，秦剑山庄的玩家实力还是很强的，在 BOSS 抬手的一瞬间，他们就做出了躲闪的反应，一个个都退到了 BOSS 攻击范围之外。当然，金甲小宝跟另一名骑士是不能退的，
只能原地躲闪，不然 BOSS 的仇恨很容易偏移。这种范围技能，他们几乎没有躲闪的可能。两道伤害分别从骑士跟金甲小宝的头顶飘起，同一道伤害落在两人身上，差距竟然这么大。现在金甲小宝还有80%的血量，而那名骑士却只剩下60%左右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金甲小宝不仅防御高，在战斗中也无时无刻的在恢复血量。这两个外援如此变态的表现，带一个拖油瓶也不是不能接受。第048章拖油瓶。虽然众人成功躲过了 BOSS 的技能，但是接下来的战斗才是凶险的开端。两名前排才过了1分钟就残了一个，而且血量还在一个劲的下滑，眼看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是 BOSS 的前爪落下，金甲小宝跟那名骑士的血量又下降一截。BOSS 在攻击时是同时挥动双臂的，如果只有一个人扛着，那将面对两只爪子的攻击，这才是铁臂螳螂的恐怖之处。又过了1分钟之后，那名骑士终于扛不住了，血量只剩20%左右，只能选择退下来恢复血量。剑心倒是果决，并没有让金甲小宝独自扛 BOSS， 而是让那些8级的外围玩家去扛，尽可能的拖延时间。通过操作，这些玩家有一定概率能躲过 BOSS 的攻击，等血量变残之后，下一人立马顶上。还真是训练有素，8个人硬生生的撑了1分钟，在一道青芒闪过之后，一名玩家没能躲过 BOSS 的技能，直接被秒杀。此时金甲小宝的血量还剩下50%左右，没有人注意到浅笑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 BOSS， 始终不曾转移一瞬。骑士的血量根本没有恢复多少，但是到了这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 BOSS 的血量还剩25000点，至少还需要3分钟才能拿下，这还是有许攸明参与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许攸明的稳定强力输出，他们至少需要20分钟才能干掉 BOSS。 在 BOSS 一次次的攻击下，刚上场的骑士根本没有撑多久就再次撤退，血量只剩不到100点。秦剑山庄已经耗尽了所有外围人员，他们一个个都是残血的状态，被 BOSS 碰一下就会挂掉。能将血量控制到这个程度，已经足以证明他们对伤害的把控，但是在强大的伤害面前，这些操作的作用毕竟有限。剑心脸色凝重，他知道有许攸明在，并不缺输出，但还是错估了 BOSS 的伤害。眼看 BOSS 还有一半的血量，实在不行，只能让身旁这几个主力也去撑一下了。以他们的操作，应该能拖延1分半，到时候就只能完全依赖这个叫金甲小宝的战士了。小宝，左后方撤退一步。突然，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，接着金甲小宝头也不回，直接按照声音的指示做了反应。是 BOSS 攻击两端攻击同时落下，但是却因为角度问题，另一只爪子给落空了。向前一步，右移。声音继续响起，金甲小宝也是一如既往的听从指令。BOSS 刚刚抬起的攻击擦着金甲小宝的后脑勺划过，又是只有一道攻击落在金甲小宝身上。之后那道声音就没有停止过，金甲小宝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般，跟着声音的指示在移动。虽然现在只有他一人在扛 BOSS， 但是受到的伤害跟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以他的血量足以支撑到将 BOSS 击杀。在后面指挥的正是被秦剑山庄这些人认为是拖油瓶的浅笑。刚开始他们还以为只是运气好，但是随着金甲小宝一次次躲过 BOSS 的攻击，他们才知道这绝对不是运气。从金甲小宝的动作来看，显然对这女孩十分的信任，看来他们之间早就配合得无比默契了。虽然没看到这女孩的操作，但是这份独特的观察能力已经足够让所有人惊艳了。这个许攸明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变态。一时间战场中只剩下浅笑指挥的声音，其他人都自发保持沉默，生怕影响到这个女孩。一道青芒划过，金甲小宝受到 BOSS 技能伤害的同时，罕见的出现了流血效果，血量骤然下降到10%左右。看着只剩2000血量的 BOSS， 许攸明精神高度集中，开始火力全开，不再顾忌什么仇恨问题。嗖嗖嗖，-135，-138，-265，一道道伤害飘起，中间还夹杂着一个暴击伤害， BOSS 的血量开始直线下降。在破甲效果中，许攸明的伤害提升了很多，这也能是为什么能这么快打残 BOSS 的原因。终于再次释放技能之前，众人将 BOSS 最后的血量给带走，耗时5分30秒。流水的前排，铁打的小宝、金甲小宝是唯一一个从头扛到尾的前排，当然这里面浅笑也是功不可没。 BOSS 死亡之后，参战的所有人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，浅笑更是成功突破了9级。战斗结束，金甲小宝很自然地回到许攸明身旁，丝毫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。在他心中，许攸明跟浅笑才是高手，自己不过就是防御高一点罢了。攸明兄弟，你这两个朋友可都是高手啊，有没有兴趣让他们进入秦剑山庄，待遇你自己开？许攸明带来这两人虽然表现得很出彩，但是能看出很多地方还是比较稚嫩，应该都是游戏新人。但也正是新人才更加难得可贵，如此高的天赋，在经过系统的培训，
绝对能成为一流的水准。而且这样的可比那些成名的大神好招揽多了，这我可替他们做不了主，你自己问他们吧。许攸明接过剑心递过来的任务道具，直接放进了包裹中。剑心扭头看向浅笑二人，他们都是微笑着摇了摇头，说还没有加入帮会的打算。无奈剑心丝毫不掩饰心中的遗憾，跟二人添加了好友。如果你们改变主意，秦剑山庄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，当然也包括幽冥兄弟。剑心有种预感，这三人在以后肯定会在命运中成为声名显赫的高手。之后剑心只将 BOSS 掉落的一柄剑给收下，任务道具跟银币全都给了许攸明他们。许攸明没有拒绝，接受银币之后分给了金甲小宝二人，毕竟他们二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。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，剑心久久不能释怀，希望以后不会跟这几人成为敌人吧。第049章翻天鹅。如果今天能杀掉最后一只 BOSS， 或许你们两个还真有机会争取一下10级的奖励。三人此时已经越过灌木丛，来到了河边，眼前的鳄鱼已然是10级的野怪。鳄鱼等级10，血量6000，攻击125，物防52，魔防48，技能撕咬，对目标发起猛扑，造成120%物理伤害，同时造成流血效果，每秒损失20点血量，持续10秒钟。鳄鱼的属性堪称华丽，在新手村算是最强的野怪了，普通玩家对他们都难以破防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鳄鱼都隐藏在前滩中，随时做好了发出攻击的准备。三人已经开始在击杀鳄鱼，在战斗的同时还偶尔会受到其他鳄鱼的攻击，简直不胜其烦。如果不是许攸明反应及时，少不了被鳄鱼给扑中。这些鳄鱼从水中跃起时被默认为撕咬技能，也就是说开局对方就放大招，简直不按套路出牌。还好鳄鱼给的经验还不错，击杀一只鳄鱼能获得280点经验值，尽力而为吧。就算今天发现了 BOSS， 我们也不一定能打过10级的 BOSS， 实力肯定会有很大的提升。10级的青铜 BOSS 应该已经是新手村的天花板了。许攸明心中是没一点谱，毕竟那些人在今天早上时就已经达到9级，经过一天的厮杀，恐怕很快就要提升到10级了。不过他的内心也是有一丝希冀，就算拿不到全服的奖励，抢一个新手村的奖励也不错。提升到10级的奖励有2种，一种是在全服范围内率先达到10级，另一种是在本新手村中率先达到10级。终于在夜幕降临时，三人还是没能达到10级，经验值最高的许攸明才达到9级 20% 的程度。看来想要提升到10级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不然也不会一群人打了一天的怪，到现在还没动静。想要一天时间同时提升2级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杀了这么久的鳄鱼，止血草已经所剩无几，三人准备解决完面前这几只鳄鱼就直接下线了。正在他们对着鳄鱼不断攻击时，一条庞然大物猛然跃起，扑向了金甲小宝。轰！负388，负50，负50，一条体型堪比卡车大小的鳄鱼出现在三人眼前。金甲小宝这么高的防御，依旧被打掉近400的血量，如果是命中许攸明，恐怕直接半管血就没了。三人吓了一跳，赶紧后撤，想要跟这个大家伙拉开距离。翻天鹅青铜等级10，血量8万，攻击455，物防158，魔防168，技能野性撕咬，猛扑目标，对目标造成150%物理伤害，并造成流血效果，每秒损失50点血量，持续10秒。金甲小宝被 BOSS 命中之后触发了流血效果，等他们逃到岸边之后，他的血量就只剩下2/3了。这 BOSS 好厉害啊！站在岸边的浅笑惊魂未定，刚刚突然出来那一下真的吓到他了。其实 BOSS 最初的目标是他甚至已经看到 BOSS 森然的牙齿密密麻麻的2排，十分吓人。但是金甲小宝反应及时，直接撞在了 BOSS 的嘴里，替他挡下了这一击。我就说吧，10级的 BOSS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恐怕只有到10级以后才能干掉他。BOSS 高达8万的血量，让许攸明都感觉到无力，而且还有158点的防御，破甲跟抛射的效果叠加，伤害才勉强能破100。想要击杀他，自己要持续输出半个小时。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玩家能扛住这家伙半个小时，金甲小宝也不行。唉，真可惜，杀了他或许还真能搏一搏。论坛上已经有人开始直播冲刺10级了，他们都是在击杀8到9级的怪物，对他们而言，只有那样效率才是最高的。从他们的进度来看，基本上1个小时以内，结果就会出现。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三人离开 BOSS 的仇恨范围之后， BOSS 开始重新潜伏在前滩中，那巨大的黑影像是水底的巨无霸。金甲小宝看了看 BOSS， 又看了看自己的血量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自己绝对扛不住这个大家伙。算了，今天也不早了，早点下线休息吧，不到10级，怕是没办法拿下他。
无奈实力悬殊太大了，许幽冥也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放弃。等等，正当许幽冥跟金甲小宝都准备要下线时，浅笑拦住了他们。幽冥大哥，你目测一下，那里距离水面有多高？浅笑指向远处的一处断崖，那里更像是一座被摧垮的断桥。许幽冥极目望去，通过精准的计算，目测大概距离水面50米左右。你是想……许幽冥眼睛一亮，想到了一种方法。没错，我们可以试一试，如果可行的话，没准真能拿下这个 BOSS。接着，浅笑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那里正是一座断桥，从岸边开始不断的升高，到最高处时骤然断裂。如果许幽冥站在桥上输出，或许就能避免被 BOSS 攻击到。当三人来到断桥上时，越来越觉得计划可行。这座断桥长达上百米，已经超出了 BOSS 的仇恨范围，所以 BOSS 应该不会绕到岸边爬上来。只需要将 BOSS 引到桥下，许幽冥就可以仗着射程的优势对 BOSS 进行单方面击杀。可是我们怎么把 BOSS 引过来呢？金甲小宝挠挠头，他也觉得这个计划很好，但却始终想不通怎么把 BOSS 引到桥下。他可做不到这点，如果从岸上一点一点引过来，那 BOSS 肯定会顺着断桥爬上来，他们还是要承受 BOSS 的攻击。至于在水里引，更是别想了，估计走不了10米，自己就要被鳄鱼给团吞掉了。这个嘛，就要看幽冥大哥的了。浅笑罕见的露出一丝俏皮微笑，意味深长。第050章惊险的拉扯。我们要利用幽冥大哥的射程优势，将 BOSS 给引到桥上来。金甲小宝还是没明白浅笑的意思。那我们不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吗？这里距离河面有近50米的距离，不小心跳下去的话，就算摔不死，也会被下方的鳄鱼给围殴。游戏中跳跃的高度跟自身敏捷有很大的关系，一旦超过一定程度，就会根据高度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。50米的高度坠落，足够秒杀大部分玩家了。理论上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鳄鱼跳下去。到此时，金甲小宝也终于明白了浅笑的计划。按照鳄鱼的攻击模式，想让他从这座断桥上跳下去还是很简单的，自己都能做得到。几人说干就干，顺着断桥走回了岸边。金甲小宝跟浅笑都留在桥头，这次引怪的任务他们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依靠许幽冥的射程优势。BOSS 距离桥头有500米的距离，这对许幽冥而言也是一个挑战，他的血量根本承受不了几次 BOSS 的攻击。悄悄靠近 BOSS 的位置，许幽冥将长弓拉满，咻！箭矢划破夜空，朝40米外的 BOSS 飞去。许幽冥根本不管有没有命中，转身就逃。哗！转身的瞬间，许幽冥就听到身后一阵水花激起的声音， BOSS 显然开始追击自己。全力奔跑的许幽冥也不是 BOSS 的对手，毕竟水中的 BOSS 跟陆地上的 BOSS 完全是两种概念。刚刚跑到一半，许幽冥就被 BOSS 给追上了，所幸他是站在岸上对 BOSS 攻击的， BOSS 想要攻击他，只能爬到岸上去。一个猛扑， BOSS 显然是发动了技能，张开血盆大口朝许幽冥咬去。如果在平时，许幽冥还真不一定能躲开，但是在 BOSS 攻击之前，他就已经做好了躲闪的准备，顺势一个翻滚躲开了 BOSS 庞大的身躯，但还是被溅了一身泥。来不及多想，许幽冥还是一个劲的往前跑，尽可能的跟 BOSS 拉开距离。砰！狂奔中，他只觉得身后一阵撞击感，显然是被鳄鱼的爪子给拍中了。-405，一个普通攻击直接带走许幽冥近1/4的血量，这一幕让桥头的二人也忍不住心惊。还有一半的距离，许幽冥还能撑得下来吗？幸好 BOSS 攻击之后，身体会出现瞬间的停顿，许幽冥趁机拉开了一段距离。而且来到岸上之后，鳄鱼的速度慢了很多，并不比许幽冥快太多。等到 BOSS 再次追上许幽冥，就是在100米之外了。身后再次受到撞击，许幽冥的血量只剩下1/2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咬牙奔跑。等许幽冥距离桥头剩下不到100米距离的时候，血量已经见底了。但是这时金甲小宝已经守在这里，许幽冥跟金甲小宝擦身而过，一个是冲向桥头，一个则是冲向 BOSS。 砰！ BOSS 看到金甲小宝过来，直接转移了攻击目标，粗壮的爪子拍在金甲小宝身上，还好只造成了300多点的伤害。很快许幽冥就来到了桥头，而金甲小宝也带着 BOSS 朝这边跑来。-102，许幽冥开始攻击 BOSS， 想要从金甲小宝身上将仇恨抢过来。连续射出10几箭之后， BOSS 终于发狠了，再次朝许幽冥冲了过来。他们的计划想要完成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点，就是让 BOSS 在断桥最高处发起技能攻击，不然 BOSS 怎么可能会轻易跳下桥去呢？这对他们的计算跟操作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，毕竟如果伤害不够， BOSS 是不会释放技能的，仅仅依靠普通攻击，他们3人就会被挨个秒杀。如果 BOSS 提前释放技能，那也是功亏一篑，毕竟2次技能之间的间隙也足够 BOSS 击杀他们好几次了。小宝，往桥上来！
浅笑在一旁默默计算着许攸明的伤害，从桥头到断桥处有上百米的距离，而距离 BOSS 释放技能的程度还差一些伤害，必须让金甲小宝继续扛一段时间。就这样，金甲小宝在前，浅笑在中间，许攸明在最后方，三人在攻击中不断后撤，拖着 BOSS 缓缓走上断桥。现在 BOSS 的仇恨已经牢牢锁定在许攸明身上，如果不是因为身前有两人当着，他早就去攻击许攸明了。终于，在金甲小宝的血量即将见底时，他们来到了断桥的最高处，而许攸明也射出了数十箭。BOSS 的双眼逐渐泛红，攸明大哥，交给你了。说着，浅笑跟金甲小宝开始朝后狂奔，一直跑到许攸明的身后，而 BOSS 也是紧追不舍，4条粗壮的爪子抓在断桥上，留下一道道白痕。许攸明看着对方猩红的眼睛，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，手中箭矢不断飞出，极力在激怒这个 BOSS。终于，在来到许攸明身前10米的距离时， BOSS 飞身跳起，释放了撕咬技能。面对这个卡车一样的体型，说不紧张是假的。在 BOSS 扑来的时候，许攸明一个侧滑滚到了两边， BOSS 的身体擦着他跃到了身后。吃-625，-50，-50。虽然已经做得十分完备，还是没能躲过 BOSS 的伤害。许攸明的血量瞬间狂降1/3，同时还触发了流血效果。哗！巨大的浪花翻起，几乎达到跟桥面齐平的地步。好在计划成功了， BOSS 顺利从断桥上摔了下去，同时高空坠落让 BOSS 的血量下降了1小节。这可比许攸明攻击那么久多有用，多来几次，没准还真能将 BOSS 给摔死呢。只是他知道这是不现实的，就这一次就将他们三人全部都耗到残血，但凡失误一点，这个计划就泡汤了。BOSS 坠下之后，很快就从水里浮出，愤怒的双眼盯着上方的许攸明。哗！这鳄鱼竟然在水中猛然跳起，眼看就要回到桥面之上。第051章月下垂钓。这可把三人给吓了一跳，好不容易才完成这个计划，如果再让 BOSS 给跳上来，那可就彻底完蛋了。还好 BOSS 在跳到距离桥面10米的时候，上升的力道止住了，然后庞大的身体轰然坠下，再次激起一片水花。不过这次 BOSS 的血量没有出现减少，看来这个高度是系统承认的正常弹跳距离。众人这才放下心来，此时他们3个已经残血，关键止血草也用完了，实在经不起折腾。许攸明目测了一下， BOSS 能够跳起近40米的高度，自己只能在40米以上的位置攻击才足够安全。虽然是从上朝下攻击，但依旧不能摆脱系统的限制，一旦超出距离，所发出的攻击就会失去伤害。普通玩家是做不到40米外攻击的，许攸明只有在释放抛射的时候才能够勉强达到。许攸明看着身后的断桥，陷入了沉思，同时浅笑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。怎么了？金甲小宝发现了二人的异常。 BOSS 跳得太高了，如果在桥上射击，风险还是很大的。许攸明的极限射击距离是42米，只比 BOSS 跳起的高度多2米。如果在桥上攻击， BOSS 很容易就会朝旁边矮一点的桥面跳去，那样他就能爬上桥面，到时候还是死路一条。一时间三人都沉默了，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，一旦 BOSS 的仇恨消失，他就会游走，到时候他们就没机会再来一次了。突然许攸明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接着只见他从包裹里取出数条绳子，然后系成一个简易的安全绳，把我吊下去。他们瞬间明白了许攸明的想法，但是桥面上并没有任何能固定的地方，只能他们拖拽着。我来。金甲下包好歹是一名战士，虽然全部家的体质，但是拖拽一个玩家而言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只是这种拖拽消耗的是耐力，等耐力条耗尽时，他就会失去力量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换人来。解决了射击位置的问题，接下来就是消耗品了。虽然许攸明还有一些蓝银花，但是绝对撑不到半个小时的消耗，只能让浅笑回绿竹林买一些酒水，来回差不多要半个小时。这段时间内，许攸明只能计算着伤害，避免因为攻击不到 BOSS 导致仇恨消失。就这样，三人分工完成，许攸明负责攻击，金甲小宝在上面拉着绳索，而浅笑则是跑回绿竹林买酒。将绳索固定到8米的长度，许攸明开始缓缓向下爬，然后将绳索跟身上的安全绳绑在一起。在微风中，许攸明在空中轻微的摆荡，虽然是在游戏中，但是40多米的高空依旧让他有些心悸。远远望去，河流的尽头是一片湖泊，月光倒映在湖面，映衬出波光粼粼的水纹。此时金甲小宝就像是在月下垂钓鳄鱼，而鱼饵正是许攸明。来不及欣赏这些美景，许攸明取出长弓，当即发动了抛射。嗖！-98， BOSS 身上的破甲效果消失了，伤害少了1分。感受到从上方飞来的伤害， BOSS 再一次跳起，只是在距离许攸明2米不到的距离时就难以寸进。嗖！这一次许攸明抬起攻击，发出一记普通攻击，飞进 BOSS 的血盆大口中。下落的过程中
，BOSS 是在许幽冥的射程范围内的，中间刚好填补普通攻击。现在的抛射消耗4点蓝量，许幽冥满蓝只能射出100多箭，在浅笑回来之前，自己暂时无法做到每一次都使用抛射。许幽冥的箭矢不断落下，BOSS 的血量开始一单一点下降，每分钟能造成2000左右的伤害。5分钟之后，金甲小宝的耐力条终于耗尽了，无奈只好将许幽冥拖拽上去，然后席地而坐，开始恢复耐力。高体质的好处就是耐力比较久，恢复的也快，只用了1分钟多一点，金甲小宝就再次满血复活，继续承担树桩的责任。BOSS 一直盘旋在断桥的正下方，一次次不断的跳起，只是却丝毫没办法够到许幽冥。同时，他的撕咬技能只是会增加伤害，并不会增加他跳起的高度，每一次跳起都是无功而返，徒增一身的伤痕。20分钟之后，浅笑一路小跑的回来了，这次他可是下了血本，竹叶青跟雄黄酒各买了10壶。有了竹叶青之后，许幽冥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射击了。这20分钟，他只打掉 BOSS 10000左右的血量 ，BOSS 还有近7万的血量，任重而道远啊！金甲小宝跟浅笑同时拖拽的话，耐力条下降的速度小了很多，二人能够支撑10分钟的时间。许幽冥喝了一口竹叶青，手中箭矢散发出青色的光芒，嗖，一道道抛射而去的箭矢朝 BOSS 飞了过去，只是1分钟的时间就干掉 BOSS 3500点血量，用不到半小时就能将 BOSS 给解决了。金甲小宝跟浅笑无聊地站在断桥上，开始浏览论坛上的消息。果然，等级争夺战进入了最后关头，有好几支队伍都花大价钱买到了9级 BOSS 的位置，正在全力围攻呢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他们用不了多久就能成功升至10级。幽冥大哥，等会儿最后击杀的时候，我跟小宝退出队伍。通过他的计算，必须让许幽冥独自吃这个 BOSS 的经验，才能有机会争夺10级的奖励。虽然组队状态会增加经验值的总量，但是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，肯定不如一人拿得多。没有必要，我感觉就算经验全给我，咱们也够呛能比得多那些人。许幽冥已经进入了机械攻击的状态，无聊之下也在观察论坛里的情况。我觉得浅笑说的对，既然咱们有机会，就该拼一把，这可是10级 BOSS， 给的经验肯定很多。对于浅笑的安排，金甲小宝自然没有意见，这几天下来，他们已经成为朋友。第052章丰厚的奖励。现在只有许幽冥有机会冲刺一下等级奖励，他们自然不会拖他的后腿。相信机会在他们身上，许幽冥也会做出同样的抉择。眼看 BOSS 的血量一点点减少，那些直播的队伍也都进入了白热化程度，最高的已经击杀了5只青铜 BOSS， 经验值绝对达到了 90% 以上。终于在20分钟的不断射击中， BOSS 的血量只剩下2000点，按照许幽冥的效率，再有不到1分钟就能干掉 BOSS。 与此同时，金甲小宝跟浅笑同时退出了队伍，许幽冥成为了唯一的受益人。既然自己的同伴这么信任自己，那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。手中的弓箭被疯狂的拉开，一枚枚箭矢飞，终于伴随着一道青光， BOSS 的血量被清空了。叮，您击杀翻天鳄，经验加20000。许幽冥的经验条狂涨，但还是停在了 80% 的地方，无奈的摇摇头，他顺着绳子爬了上去。看到许幽冥依旧是9级，二人眼中掩饰不住的失望。唉，升到10级真难啊，难怪这些人杀了一天也没有突破。浅笑略微遗憾地说道。还有一个办法。许幽冥朝桥下看去，几道光芒漂浮在水面上，正是 BOSS 爆出的装备跟道具。提交了这个任务，说不准会获得大量的经验，到时候没准能突破10级。现在只要将下面的道具给捡起来，东西就凑齐了。可是从这里回村至少需要半小时，时间来得及吗？金甲小宝还是有些担心，现在大家都在争分夺秒，随时都可能出现10级的玩家。许幽冥神秘一笑，或许根本用不了半个小时。说着，许幽冥开始取出自己的绳索。你是说？浅笑惊呼一声，看着许幽冥的动作，猜到了什么。只要我能拿到那些掉落的东西，生死已经无所谓了。没错，许幽冥要从上跳下去，但是为了避免落地就挂掉，他要下坠一定的距离再跳。在二人的帮助下，许幽冥将高度控制在20米，然后解开绳索，纵身跳了下去。接触水面的瞬间，他的血条开始疯狂下降，他眼疾手快，顺手捞起所有的光芒。等再次浮出水面，血量只剩下 20% 左右，所有战利品都被他收了起来。接着他就是朝四周不断的射击，吸引那些鳄鱼的仇恨。10秒钟不到，许幽冥就化作一道白光，消失在湖面上。再次睁眼，许幽冥已经出现在新手村的复活点，来不及多想，他拔腿就朝村长那边跑去。村长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急匆匆地来到村长面前，许幽冥一股脑将所有的道具都交给村长。哼，幽冥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这是幻灵石，你拿去吧。
许攸明一把接过幻灵石，头也不回地冲向乞丐张的茅草屋。这次这家伙最好别再出什么幺蛾子，不然自己真的要点了他的茅草屋。许攸明推开残破的木门，直接来到茅草屋里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乞丐张。老头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乞丐张睁开惺忪的双眼，刚想破口大骂，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了。幻灵石在黑暗的房间里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，映衬在二人的脸上。那老头还真将幻灵石给你了，怪哉怪哉！许攸明一把将幻灵石塞到他的怀里，急切地说道：我的奖励呢？这下可以给我了吧？别急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不懂得一点尊老爱幼呢？乞丐张从草堆中站了起来，不慌不忙。许攸明以为这家伙又要出什么幺蛾子，当即就要发飙。突然眼前出现2道乳白色的光团，奖励分2种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奖励1：黄金装备 X1， 金币 X10， 经验值 X20000。奖励2：技能书 X1， 金币 X10， 经验值 X20000。这个任务的最终奖励竟然这么丰厚，一件黄金装备啊，按照现在的价值推算，至少是10万华夏币以上。许攸明没有犹豫，就要选择第一个奖励，但是在即将触碰到那枚光团时，他改变了主意。能跟现阶段黄金装备媲美的技能书，价值肯定也很高，而且自己已经尝过技能的甜头，如果没有抛射技能，自己是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的。那还只是一个十分基础的技能。唰！许攸明一巴掌拍在奖励2的光团上，接着就是一道金光坠落，他的等级成功提升到10级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10，获得自由属性点+1。叮，恭喜您成为全服首个提升至10级的玩家，获得系统奖励，同时触发系统公告，是否选择公布姓名？不公布。许攸明只想闷声发财，不想太招摇。全服公告，恭喜玩家某某成为首个突破至10级的玩家，奖励自由属性点+5，幸运值+1，悟性+1，黄金装备 X1， 金币 X5， 声望+100，获得称号新手村第1人。接连3道系统提示响彻全服，所有玩家都呆住了。10级的魁首终于出现了，但是这人竟然隐藏了姓名，简直是浪费啊！之后不到30秒的时间，接连传来系统提示，前3名的奖励很快就被人全部领走。许攸明心有余悸，这次真的是自己运气好，但凡慢一点，这份奖励就要被别人给拿走了。20秒，就差20秒啊！到底是谁抢走了老子的第一？在一片草原上，一个手男子愤怒地挥动手中的大刀，心中十分郁闷。这第一原本应该属于自己，可恶！如果不是那些蠢货办事不力，这第一应该是我的。一个面容阴鸷的年轻人也是一副不甘的表情。此时他还停留在9级，这次的争夺战算是输得很彻底。与此同时，各个新手村都有一群捶胸顿足的玩家，他们距离排名那么近，但是这份努力终究不会被人看到。第053章，翠玉扳指，黄金。恭喜啊，幽冥老弟！幽冥，还真有你的，竟然拿下等级榜第1，佩服佩服！与此同时，剑心跟前世今生几乎同时给许攸明发来消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句话许攸明分别发给了他们2人，得到的答复也是一致的。在听到系统公告之后，他们就看向自己的好友栏，发现只有幽冥这个玩家等级达到了10级，而第2次系统公告是20秒之后才传来的，所以他们自然就判定许攸明是第一个进入10级的玩家。许攸明露出一丝苦笑，这些老狐狸观察还真是细致。而这时，金甲小宝跟浅笑也发来恭喜的消息，之后他俩就同时下线了。幽冥兄弟，先说好啊，用不到的装备优先考虑我，什么都要。剑心虽然不知道许攸明怎么会突然间获得那么多经验，但是他的实力已经在剑心心中打上了一流的标签。万一系统奖励的装备被许攸明用不到，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拿下。当然，前世今生那边也是一样，在问许攸明买东西，他手里可是拥有全服第1件黄金装备啊。面对这热情的2人，许攸明只好口头答应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算是自己的大主顾，以后有东西就不愁销路了。毕竟自己的最终目标还是挣钱。结束聊天之后，许攸明从包裹里取出了系统奖励的装备：翠玉扳指，黄金。等级要求10，力量+10，敏捷+8，精神+6，附加技能：巨力，攻击时有1%概率触发巨力效果，力量增加30%，持续5秒钟。许攸明看着手里这枚晶莹剔透的扳指，心情十分激动，不愧为黄金装备，属性点增加了24点，真是太强悍了。最关键还是一枚戒指类的首饰，首饰在游戏中的爆率要比普通装备要小很多。以翠玉扳指的属性，足够自己用到20级都不用换了。佩戴上翠玉扳指之后，接着就是查看奖励的称号：新手村第1人。
多么朴实的名字！新手村第一人，力量+2，敏捷+2，体质+2，精神+2，智力+2，幸运+1，悟性+1。华丽又实用的属性，简直让许幽冥乐开了花。没想到系统这么大方，不知道那些差点夺得第一的玩家知道以后该作何感想。加上连环任务奖励的，许幽冥现实拥有了15枚金币，这可是15万华夏币啊！只不过其中也有金甲小宝跟浅笑的功劳。奖励自己拿了，这些奖金他准备等他俩上线之后再给他们。同时，鳄鱼也爆出了一件青铜胸甲，巨鳄铠，青铜，等级要求10，血量+800，物防+15，魔防+12，附带技能伤害减免，减免即将受到伤害的10%。此时再看青铜装备，属性就有些拉胯了，一个小小的黄金首饰都能秒杀同等级的主装备了。不过巨鳄铠的属性放在外面，绝对也是最顶尖的防御铠甲。金甲小宝有青蛙爆出来的胸甲，而且伤害减免这个技能跟他的金钟罩重复了，只会按照最大值来计算。浅笑是牧师，没办法装备重甲，自己主加力量跟体质的职业才能装备重甲，不然跑都跑不动。自然而然，这件装备也归许幽冥所有。将所有装备换上之后，许幽冥的属性简直是华丽的提升。幽冥，种族人族，职业弓箭手，等级10，血量2950，蓝量900，攻击307，物防82，魔防68，力量51，敏捷26，体质14，精神18，智力12，幸运3，悟性2，声望100。技能清晰，技能熟练度正20%，临时技能仅新手村有效。抛射 LV3 38255000，提升40%射击距离，对单体目标造成130物理伤害，消耗4，冷却1秒。装备碧蛇弓青铜，逆羽剑青铜，白羽靴青铜，豪猪护腕青铜，猫皮护手青铜，巨鳄铠青铜，黑暗护肩青铜，残破的头盔白色，翠玉扳指黄金。许幽冥将系统奖励的5个自由属性点全部添加在力量上，攻击直接破了30大关，距离自己追求的一剑秒杀又近了一步。看着自己华丽的属性，许幽冥不由得志得意满，这些天的努力终究还是值得的。突然许幽冥想起还有最重要的技能书没看呢，只见一本封面古朴的技能书躺在自己的包裹里。他刚刚将技能书给取出来，就发现眼前一阵光芒闪烁，在昏暗的房间中大放异彩。当然并不是他的技能书在发光，而是乞丐张在他面前不知道在捣鼓什么。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是你我的缘分，这件东西就当送你的见面礼吧。乞丐张一改往日颓废的形象，腰背挺直，目露金光，跟刚刚判若两人。一时间许幽冥都有些呆了，这还是自己认识的乞丐张吗？现在当乞丐的门槛都这么高了吗？乞丐张并没有等候许幽冥的回答，而是将那枚漆黑的石墩取出，之后是丝绣、老酒，最后是幻灵石。原来这壶酒他并没有喝。浓郁的香气在乞丐张打开酒壶时铺满整个房间，然后就见他将老酒浇在黑色的石墩上。这些酒水在接触到石墩之后并没有溅射出去，而是直接被石墩给吸收了，石墩仿佛是在喝酒一般。酒壶很快就见底了，一滴不剩，全部融进石墩中。之后他又将丝绣盖在石墩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幻灵石跟石墩同时漂浮起来。在许幽冥惊讶的眼神中，幻灵石化作点点光斑，融入进黑色石墩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乞丐张变现得十分吃力，显然这么做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。丝绣跟幻灵石一样，都被这枚石墩给吸收，原本漆黑的石墩从内部散发出淡蓝色的光泽，显得异常瑰丽。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2分钟，乞丐张额头上已经开始出现细密的汗珠，仿佛随时都会昏倒一般。咔！就在许幽冥以为乞丐张快坚持不下去时，石墩上发出一声脆响，接着一道裂痕出现在上面。第054章技能阴阳剑。咔咔！石墩上裂痕越来越多，仿佛随时都要破碎。接着许幽冥就看到石墩上的裂缝骤然崩开，化作了一块块碎石。啪嗒！石墩消失之后，一个造型奇特的东西掉落在地上，看上去像一把锤子，只是一侧是扁平，另一侧则是像锥子一样。十字镐，对，这造型就是一把十字镐。这是乞丐张送给自己的。许幽冥有些不敢相信，自己一个弓箭手要一把十字镐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让自己改行用十字镐去敲野怪？肯定不现实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瞧不起老头子我吗？
乞丐张看许幽冥根本没看上这件东西，瞬间又恢复成之前颓废的状态。没有，我很满意，谢谢。说着，许幽冥将地上的十字镐捡起起来，转身就要走。既然任务已经完成，奖励也领到了，就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。等等，你技能还没学，着什么急？乞丐张瞥了许幽冥一眼，示意他将自己手中的技能书给学习了，似乎不学习不让离开一般。许幽冥翻开古朴的技能书，几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：阴阳剑，可鉴定查看物品等级及属性，冷却时间10秒，消耗5。鉴定术。许幽冥看到这个技能的名字时，稍稍有些失望。这可是自己用黄金装备换的，却只是一个通用技能，对自己的实力并没有丝毫的帮助。但他还是选择了学习，因为后面赫然写着已绑定3个字，自己想卖都卖不掉。在许幽冥点击学习的瞬间，技能书直接化作一道金光，钻进了许幽冥的脑海中。接着他就感觉到一阵晦涩难懂的声音出现在耳边，声音仿佛洪钟大吕，又像是喃喃低吟，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表现？许幽冥一度觉得是不是自己出现错觉了。叮，恭喜您学会阴阳剑。终于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自己算是又多了一个技能。但是当许幽冥看向自己的面板时，却愣住了。这个技能竟然显示为激活状态，学习了还不让用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许幽冥盯着乞丐张，满脸不爽。他以为是乞丐张在搞鬼。别着急，阴阳剑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。想要激活阴阳剑，需要你鉴定成功1000件物品，然后我才会传授你激活的方法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只能当做普通鉴定术来用，当然也不能升级。乞丐张似乎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一脸无所谓的看向许幽冥。答案他已经告诉许幽冥了，至于要不要激活，就看他自己的抉择了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新手村的装备都是不需要鉴定的，我去哪给你鉴定1000件装备去？这我不管，你可以选择以后完成目标之后再回来，当然前提是能找到回来的方法。看来这乞丐张是存心不想让许幽冥学会真正的阴阳剑。当然如果只是告诉许幽冥这只是简单的鉴定术，他倒不会这么纠结。但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不能激活，会让他十分的不爽。哦，对了，我可没说阴阳剑只能鉴定装备，你有时间可以去吴老头那看看，或许他那有多余的东西给你鉴定。说完，乞丐张就不再理会许幽冥，回到了自己的茅草堆里。许幽冥越想越郁闷，干脆不再管这些烦心事。出门之后，直接选择下线，等明天再说。已经半夜12点。在平常许幽冥可没有熬夜的习惯，今天不是因为任务，自己也不会熬这么晚。随便在冰箱里找了点吃的，许幽冥就躺床上休息了。第二天8点，许幽冥准时上线，金甲小宝跟浅笑也是刚刚上线，正在往村子这边走呢。他们俩的装备耐久都耗得差不多了，消耗品也耗光，打算补充之后再冲刺等级。10级之后就可以在村长那里选择传送去上一级的城市，但是许幽冥并不打算就这么离开，至少他要将金甲小宝跟浅笑2人带到10级之后再离开。至于这个阴阳剑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药材补充好之后，许幽冥来到了铁匠铺，将自身的装备都维修了一遍。没想到这个小山村里还能出现黄金级别的装备。注意到许幽冥手上的翠玉扳指，吴铁匠露出一丝诧异。此时许幽冥才想起来，昨天乞丐张还送自己一把十字镐呢，还没来得及看属性。十字矿除，黄金，等级要求无，成功率正10%，幸运+1。原来是一把黄金矿除，真不知道那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，是因为觉得阴阳剑不值钱，特意补偿自己一把黄金道具吗？吴铁匠看到许幽冥手里的十字矿除，骤然停下了打铁的动作。这东西是那老家伙给你的？没想到还真让他给成功了。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许幽冥掂量着这把黄金矿除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用。这件矿除我只把它打造成了白银级别，那老家伙竟然把它鉴定成了黄金装备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听到吴铁匠这么说，许幽冥猛然抬头看向面前的吴铁匠。 NPC 应该不会骗自己，那么就是说阴阳剑是能提升装备品质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阴阳剑的价值可真的是无价之宝了。只是自己现在还是未激活状态。突然他想到昨天乞丐张那句话，试探着对吴铁匠说，铁匠大叔，你这里有还未鉴定的装备吗？我也可以帮你鉴定。吴铁匠看了一眼许幽冥，像是看智障一样。你真以为未鉴定的装备是大白菜啊？这里的材料只够我打造1件白银级别的装备。许幽冥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而且以自己现在的水准，能鉴定出白版装备就不错了，白银的根本没可能。将所有的装备都修理完之后，许幽冥重新穿戴上，转身就要去村口等金甲小宝他们。等等，你想鉴定的话，或许可以试试这些东西。第055章，1级铁矿。
许幽冥转身看去，只见吴铁匠指了指角落里堆着的石头，这些石头不知道什么属性，都是我冶炼的时候挑出来的，你试试看行不行吧？许幽冥眼前一亮，对啊，乞丐章都说了，需要自己鉴定1000件物品，可没说非得是装备。如果是1000块石头，那不简单的多了。想到这里，许幽冥就朝着角落里的石堆走去。来到石堆面前，许幽冥蹲下身子，捡起一块漆黑的石头，释放了阴阳剑，一道青芒划过，融入石块里面。叮，鉴定失败。许幽冥不信邪，等10秒钟之后，再次对着石头施展了鉴定术。叮，鉴定失败。叮，鉴定失败。一连试了5次，全部都是以失败告终。终于在第6次的时候，鉴定成功了。叮，鉴定成功，获得一块普通的石头。阴阳剑的面板上也发生了变化。阴阳剑解锁进度01000，鉴定出普通物品竟然不增加进度，这让许幽冥有些无语。自己消耗30点蓝量就获得了这个，没办法，谁让这是系统规定的呢？他沉下心，再次捡起一块石头，继续鉴定。这一次，许幽冥鉴定了10次才成功。叮，鉴定成功，获得1级铁矿。同时，自己的解锁进度终于增加了1点，这让他觉得这50点蓝耗花的值。接下来，许幽冥就待在铁匠铺，不断的鉴定这些石头。你看那个人怎么在铁匠铺捡垃圾呢？在外人看来，许幽冥时不时捡起一块黑漆漆的石头，然后把玩半天之后再扔掉，简直就是在捡垃圾。这家伙不会真以为在这里能捡到宝贝吧？再说，就算捡到宝贝了，吴铁匠能让他拿走？许幽冥将自己的称号给隐藏了，现在戴着头盔，不是熟悉的人还真认不出他。没理会这些人的指指点点，许幽冥一门心思的在这里鉴定石头。+1，+1，+1。终于在许幽冥解锁进度达到10的时候，金甲小宝跟浅笑来到了铁匠铺。幽冥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看到幽冥的样子，浅笑瞬间乐了。原本是堆在一起的石头，已经被他分成了2堆。鉴定了近一半的石头，只有10块能用的。这也难怪，从铁匠手里筛选下来的，十有八九都是普通石头。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宝贝。许幽冥站起身来，冲着2人露出苦涩的笑容。自己这得鉴定到猴年马月去啊！等2人的装备都维修好之后，许幽冥放下手中的石头，跟着他们一起出了铁匠铺，同时将金币分给了他们。2人一阵推测，认为这些奖励是许幽冥的，他们不能要。但是在许幽冥强烈要求之下，2人也只好收下。幽冥大哥，你不用带我们的，我跟小宝都9级了，在草原上刷1天应该就能升到10级。你还是赶紧去城市里看看有什么任务吧，保持等级才最重要。见许幽冥想要带他们2人升级，浅笑当即拒绝了。他跟金甲小宝已经错失了等级排行，在新手村多待1天也无所谓。但是许幽冥不同，他现在进入城市的话，说不定能获得很多仙机。许幽冥摇了摇头，执意要带他们去提升等级。2人为了自己升级付出了那么多，他可不能拍拍屁股走人。而且他此时也没打算去城市里，不把阴阳剑这个技能给解锁了，他实在不甘心。这2人在某方面虽然很厉害，但是让他们俩去组队升级，再有2天也升不到10级。现在普通玩家的等级才7到8级，只有一些有组织的或者固定队伍的人达到了9级。他们想要找其他人组队也十分困难，除非去找剑心这样知道他们实力的组织，那样一来就属于欠人情了，他们估计做不出来。带着补给品，3人一路来到河滩上，这里依旧没几个杀鳄鱼的玩家。之后就开始了今天的练级任务。嗖，逆羽剑画着一个完美的弧度，射向了一只趴在水中的鳄鱼。-315，一剑下去，鳄鱼头上飘起一道高额的伤害。按照这个效率，20多剑，许幽冥就能击杀一只鳄鱼。鳄鱼朝岸边爬来的时候，许幽冥的剑矢再次飞去，被削弱了5%的防御，造成的伤害更高了。等鳄鱼爬到3人面前时，血量已经不足3000。恰在此时，巨力技能触发，淡黄色的光芒浮现。许幽冥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充斥在自己的手臂中，拉弓的动作都变得轻巧了。-402，这一剑伤害赫然突破了400点，让金甲小宝跟浅笑都忍不住心惊。幽冥大哥，你这弓箭手也太暴力了吧！趁着巨力持续的时间，许幽冥射出了3箭，随着敏捷的提升，射击的速度也提升了1点。鳄鱼仅仅对着金甲小宝攻击了2下，就倒在了许幽冥的剑下，不到30秒就干掉了一只10级的野怪，这效率不比一支满编小队差。关键是只有金甲小宝跟浅笑分享经验。达到10级之后，许幽冥击杀这里的怪物就不再给经验了，10级就是新手村的天花板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越来越多的玩家达到10级，更高1级的城市面貌也被玩家们贴在网上。此时玩家们才知道，城市是以所在区域分布的，每个地区有3个次级组成，
至于进入哪一个，就纯粹靠运气了。由许攸明带着，不到2个小时，金甲小宝跟浅笑就先后到达了10级。之后，3人一起回到了新手村。攸明，那我们2个就先走了，希望我们能分配到一个城市。金甲小宝嗡嗡的声音传来，这几天的相处，隐隐有些不舍。我听说到时候3个城市会开通传送功能，到时候我们还能一起并肩作战。浅笑相对来说消息灵通一些，毕竟他时刻都在留意论坛的内容。好，那咱们就主城见了。之后，许攸明就目送2个伙伴离开了新手村。第056章挖矿术。几分钟之后，许攸明出现在铁匠铺，开始鉴定剩下的石头。终于，耗费1个小时的时间，许攸明将所有的石头都给鉴定完毕，里面只有15块1级铁矿，这让许攸明无比的郁闷。实力不错嘛，还真找到几块能用的东西。那这是你的奖励。说着，吴铁匠竟然递给许攸明150枚铜币，相当于找到1块1级铁矿，奖励10铜币。之前并没有出现任务提示，没想到还有额外收入，许攸明自然不会客气。为了鉴定这些石头，自己消耗了大量的蓝银花，这些也只是刚好弥补自己的损失。大叔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帮你找矿石？许攸明试探地问道，想要看看这些石头会不会刷新出来。那要等明天了。看来这些石头的刷新时间是1天，许攸明有些无语。今天只获得了25点解锁进度，照这么下去，想要解锁阴阳剑需要40天的时间。对许攸明而言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噩耗。自己真的要在新手村再待40天吗？不过，你要是想鉴定矿石，还有一个方法。见许攸明有些沮丧，铁匠大叔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听到事情有转机，许攸明也来了兴致。村子南边有一处废弃的矿洞，你可以尝试在那里自己挖矿石，那些大部分都是需要鉴定的。真的吗？多谢大叔。说完，许攸明转身就要朝矿洞赶去。等等，没有挖矿的技能，你可没办法采矿。许攸明的身体愣在原地，这家伙说话怎么也是大喘气。不过，对方既然给自己指明了道路，肯定不是为了戏耍自己。果然，吴铁匠继续说道：“如果你答应给我找来1000枚1级的矿石，我不是不可以传授你挖矿的技能。”好，我答应你。许攸明没有犹豫，直接答应了吴铁匠的要求。现在他已经别无选择。拿去吧，希望你早点将矿石给我送来。说着，吴铁匠递给许攸明一本技能书，挖矿术。学会之后可以拥有挖矿的能力。许攸明直接选择了学习，之后面板上就多了一个副职业技能：挖矿术初级01000，可以采集1级矿石，成功率5%。许攸明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又获得了一个技能，只能说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看着躺在包裹里的黄金矿锄，难不成乞丐张早就知道自己会走到这一步，所以才提前送给自己的？看来自己保不齐要走生活玩家的路了。矿石的价格他可是刚刚才见识过，1级的矿石就价值10铜币，自己有黄金矿锄，指不定真的能依靠这个技能挣大钱呢。告别吴铁匠之后，许攸明直接朝着南边的矿洞走去。刚出村子时还能看到一些玩家，但是到矿洞附近后就再也看不到玩家的身影。这里除了一堆废石之外，根本没有别的野怪，早就被玩家当作游戏背景了。这里已经废弃的不成样子，许攸明踩着石头进入了矿洞。之后，他取出黄金矿锄，对着旁边的石壁开始敲打。挖矿术跟鉴定术不同，消耗的不是蓝量，而是玩家的体力，所以许攸明只要体力充足，就能一直挖。叮叮叮，清脆的声音在矿洞中响起。啪嗒，终于在许攸明砸了10几下之后，一块石头滚落下来。许攸明急忙对着石头施展了一次鉴定术。叮，鉴定失败。果不其然，还是以失败告终。他也不气馁，抡起黄金矿锄继续砸，等技能时间冷却好之后，再次施展鉴定。叮，鉴定失败。叮，鉴定失败。叮，鉴定成功，获得普通的石头。晦气！一件普通的石头，浪费自己这么多的功夫。这时，第2块矿石也被许攸明给挖到。初级挖矿术只有5%的概率获得矿石，加上黄金矿锄，能将这个概率提升到15%，但这个概率依旧很低。所以，想要获得矿石没有那么简单。只是不知道幸运值在挖矿上的加成是多少。装备矿锄之后，许攸明就拥有4点幸运值了。将石头随手扔掉，许攸明开始鉴定第2块矿石，同时手中还在不停地敲打石壁。在连续鉴定出3块普通石头之后，终于让许攸明挖到1枚矿石。叮，鉴定成功，获得1级铁矿。看着手中散发着金属光泽的矿石，总归是好的开始。之后在挖出10几块石头之后，许攸明的挖矿术也提升了一点经验。难怪矿石的价格那么高，这概率也太低了。就这样，
叮叮当当的声音在矿洞中不断回荡，许幽冥开始了自己的挖矿生涯。耐力条耗尽，他就盘坐在地上休息，鉴定那些黝黑的石头。等耐力条恢复满之后，就继续挖矿。到了下午，许幽冥包裹里的蓝银花已经全部用完，他一共获得了55枚1级矿石。同时，挖矿术的经验提升了85点，其中有20%是清晰技能的加成，不然他不可能获得那么多挖矿经验。背着沉甸甸的矿石，许幽冥回村了。来到铁匠铺之后，将55枚铁矿全部交给吴铁匠，还真让人意外，第一天挖矿就能有这么多收获。吴铁匠开心地将所有矿石都给收下，没有给许幽冥1分钱，这是许幽冥欠他的。1000块矿石可是1万华夏币，就为了一个挖矿术，别人知道了肯定会以为许幽冥疯了。出了新手村，这些基础副职业技能可是很轻松就能获得的。当然，许幽冥也没想过赖账，万一因为违约被系统收走技能，那就亏大了。提交完矿石之后，许幽冥忍痛离开铁匠铺，将包裹里塞满蓝银花，继续朝矿洞走去。等包裹里的蓝银花全部本矿石取代时，已经是夜晚。将矿石再次交给铁匠，他就迫不及待地下线了。挖了大半天的矿，不仅仅是乏累，更多的是枯燥，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。第057章新手村钉子户。下线之后，许幽冥来到健身房做了一个简单的训练。路过走廊时，听到楼下2个女孩子也是刚刚下线，双方打了个招呼，并没有太多的交流。第二天，许幽冥早早就上线，铁匠铺的石队果然刷新了，但是许幽冥已经看不上这点东西。回到杂货铺，花费50个银币，将蓝银花给补充满，再次冲向矿洞中。叮当，叮当，清脆的敲打声此起彼伏，回荡在悠长的矿洞中。许幽冥尝试着朝矿洞深处走去，但是开采矿石的效率并没有增加，最后他也懒得朝前走，直接停在矿洞外围开始开采。昨天他阴阳剑解锁的进度达到125点，采矿术的经验则是提升了135，基本上能达到跟1比1持平，只不过采矿术有清晰的加成。而阴阳剑还未解锁，系统给的不是经验，所以只能按部就班的鉴定1000件物品。2个小时之后，许幽冥发现出矿的概率大大降低，于是朝里面走了一段距离，采矿的概率又恢复了。他这时才发现，这些矿石也会被采光的，刷新时间估计比铁匠铺里更长。接连换了2个采矿点，许幽冥包裹中的1级铁矿又满了，只能回村去卸货。看着许幽冥不到1上午就带回来50枚1级铁矿，铁匠眼中闪过一丝惊异，纵使有黄金矿出的加成，他的效率未免也太快了。他不知道许幽冥现在身上可是有3点的幸运值，黄金矿除又自带了1点，这在挖矿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，挖矿的成功率至少在20%以上。倒腾完这一趟，许幽冥成功解锁了50点的进度，初级挖矿术的经验也达到200点。命运中副职业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大师级、宗师级、传说级以及最顶级的神级，每一级的提升都会使获得物品的概率和品质获得相应的提升。初级升中级需要1000点经验值，按照现在的效率，阴阳剑在解锁之前自己就能将挖矿术提升到中级了，到时候获得矿石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。不过许幽冥每递交1批矿石就等于消耗了50银币的蓝银花，这可是5000华夏币啊！自己明明是来游戏中挣钱的，现在为了一个任务哐哐的往里面砸钱，如果是前2天他肯定不敢置信。50枚1级矿石只能在吴铁匠这换500铜币，这收益跟产出10比1，简直是太惨了。但是许幽冥却没有想过为此而放弃这个任务，现在虽然是在亏本，但是等挖出高级矿石之后肯定能赚回来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然后许幽冥就再次开始了奔波。新手村中越来越多的玩家达到了10级，成群的玩家在村长那排队传送，没人发现这个新手村第一人一直盘桓在新手村。许幽冥就像是在按部就班的工作一样，在矿洞、铁匠铺跟杂货铺之间来回移动，直到夜幕降临，许幽冥完成了4趟交割。他也想早些离开新手村，这里挣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，只有到城市中自己才能想办法挣更多的钱。下线之前，许幽冥的阴阳剑解锁到了325点。接下来一连几天，许幽冥都在重复这种操作，每天提升200点阴阳剑的解锁进度，采矿经验要高一点，能达到240点左右。终于在第4天的时候，许幽冥的采矿术升级了。丁，您的采矿术升级了，当前为中级。丁，恭喜您成为首个将副职业提升至中级的玩家，奖励自由属性点+3，幸运+1，悟性+1。许幽冥没想到提升副职业技能会触发系统奖励，简直是意外之喜。至于阴阳剑的解锁进度，则是达到了890点。看着沉沉的夜色，看来今天是没办法完成了。房东，你在哪个城市呢？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工作室？
这几天的相处，虽然彼此接触的不多，但还是熟忍了不少。罗思雨从冰箱中拿出一瓶冰冻饮料，递给了许幽明。经过他们友好协商，他们以每日吃喝的代价换取了许幽明健身房的使用权。每天下线之后，身体上的乏困让两个女孩也有些不舒服。当罗思雨无意间看到许幽明堪称豪华的健身房时，就打上了他的主意。我还在新手村呢。许幽明感受着手心冰凉的触感，灌了一口饮料。不是吧，我们两个女孩子都进入城市了，你还没出去呢，行不行啊？罗思雨打量着许幽明，有些不可置信。他可是知道许幽明用的是特殊头盔，进去就有一次抽奖机会，就这还没有出新手村。果然菜鸟一枚，那个头盔算是浪费了，有点小事耽误了，估计明天就能出新手村了。在许幽明的计划中，阴阳剑的任务明天就能搞定，到时候自己肯定直接出新手村，不再受任何诱惑的影响。算了，我们工作室可不收菜鸟。罗思雨心直口快，直接将许幽明给 pass 了。思雨，瑞奇雪正在一旁做瑜伽，同时也在静静地听着二人的谈话。他平常话并不多。那个，如果你要是随机到了兰陵城，可以来找我们，到时候也好有个照应。看来这两人都随机到了兰陵城，运气挺不错的。许幽明微微点头，之后就退出了健身房。瑞奇雪看着许幽明的背影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总觉得这个男人身上透露出一种孤独。雪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咱可是说好了，只要高手，不然你可没机会在游戏里闯出名声。你不会对这家伙有意思吧？许幽明离开之后，罗思雨就大呼小叫的对着瑞奇雪说道：“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就是看他双目失明，又没有家人，挺可怜的，想帮帮他而已。”啧，有那么简单？雪，我可警告你，虽然那家伙是有点小帅，身材吧也挺匀称，但是……说着，罗思雨指了指眼睛，表达的什么不言而喻。显然，二人不知道许幽明的耳朵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敏锐，纵使房门紧锁，他还是听到了这些谈话。第058章解锁阴阳剑。如果是在之前，许幽明可能会心存芥蒂，但是经历过2个月的调整，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。第二天，许幽明一大早就来到矿洞这里，准备为自己的新手村之行做一个了结。叮叮当当，外面的矿石还没有刷新出来，许幽明已经进入矿洞数百米深。啪嗒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，一块石头滚落，许幽明照例对着这块石头进行鉴定，同时在旁边的区域继续敲打。叮，鉴定失败。叮，鉴定失败。一如既往的鉴定失败，许幽明原本没当回事，但是一连10几次都是鉴定失败，让他微微起了疑心。拿起手中的黑色石块仔细端详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，怎么会失败那么多次呢？许幽明不信邪，继续不停地鉴定，直到消耗了所有的蓝量，依旧没有能鉴定成功。此时许幽明也知道，或许不是运气的原因，而是实力问题，这块石头跟之前的可能并不一样。无奈，许幽明将这枚石头单独收了起来，开始对着其他石块施展鉴定术。果然，其他石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，鉴定7、8次左右就能成功。不过，在获得10几块1级铁矿之后，又出现了这种鉴定不出结果的石头。许幽明这次没再那么头铁，到第10次没有成功，他就果断放弃，将石头丢进了包裹里。终于，在包裹被填满的时候，许幽明已经获得了5块没有鉴定出结果的石头。阴阳剑的解锁进度已经达到9451000，再次回到村子，将矿石交给吴铁匠。他在吴铁匠那交付的矿石才达到9201000，这是因为许幽明之前在铁匠铺中获得过25点解锁进度，那个不计算在交付的矿石中，自己只需要再跑2趟就能彻底完成这个任务了。这2天，村子中又多了很多萌新，在口口相传之下，进入这个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多了。许幽明看着这些满怀热情的玩家，感觉跟自己不在一个世界一样。经过这几天矿洞中的独处，许幽明每一次进入村子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不过，那种孤独的感觉让他十分的享受，或许是因为自己双目失明，内心的戒备心比较强吧。备齐蓝银花，许幽明再次回到矿洞。当许幽明包裹满的时候，阴阳剑的进度条达到了990点，这是因为有5块石头他没有鉴定出来。许幽明索性继续挖矿，准备一鼓作气将阴阳剑给解锁了，无非是多出来的矿石没办法带走而已。996、997、998、1000，叮！阴阳剑解锁条件已满足，终于凑齐了。许幽明心中如释重负，背着一包裹的矿石回去了。将矿石交给铁匠之后，许幽明直接朝乞丐张的茅草屋奔去。哦，这么快就完成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乞丐张上下打量着许幽明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赞赏。接着，只见他指尖轻弹，2团金光分别进入了许幽明的2只眼睛，一阵火辣辣的感觉瞬间传来，让许幽明忍不住双手抱头，
并不住地揉压自己的眼睛。这老头是想弄瞎自己吗？这让许幽明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恐惧。他现实中已经失明，如果在游戏中再失明，那可就太绝望了。不过还好，经过短暂的疼痛之后，许幽明的双眼看到了一丝光芒，之后慢慢恢复了视觉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许幽明真的有些恼火了，一个系统 NPC 怎么可以这样伤害玩家？他一定要去投诉。不过是解锁的步骤罢了，这点痛苦都忍不了，怎么能成大事呢？好了，你走吧，老头子要休息了。嗨，许幽明此时才发现乞丐张看起来十分虚弱，连说话都有些费力。看着他蜷缩在茅草堆里的身影，许幽明觉得这家伙并没有那么可恶，自己还是不投诉他了。离开茅草屋，许幽明开始查看阴阳剑这个技能。阴阳剑初级01000，可鉴定查看物品属性，成功率 10%。特性可鉴定品级+1，消耗5。注：目标等级越高，成功率越低。许幽明看着阴阳剑解锁之后的属性，这个可鉴定品级+1真是让他意外的惊喜。这相当于变相将鉴定数提升了1级，当然跟更高1级的鉴定数相比，鉴定成功率会低一些，但是这已经足够变态。到中后期，大家的副职业都会达到一个相对平均的水平，但是自己却能鉴定更高1级的装备，那还不是财源滚滚来。现在自己还欠铁匠大叔40块1级矿石，等完成之后就可以离开新手村。带着足够的蓝银花，许幽明向矿洞走去。路上他再次尝试鉴定那些之前没鉴定成功的石头。丁，鉴定失败。丁，鉴定失败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2级铁矿，经验加 2.4。鉴定到第8次的时候，终于鉴定成功了。漆黑色外表下出现一丝银色的光泽。2级铁矿。虽然许幽明早有准备，但是在看到结果之后，心情依旧微微激动。果然，自己的采矿数提升后，就有一定概率获得更高阶的矿石。一路上，许幽明将剩下的9块石头都给鉴定完毕，不出意料，全部都是2级铁矿。阴阳剑的经验提升到了24点。此时，许幽明却有些彷徨了。清晰技能的效果果然很强大，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技能经验，但是却只能在新手村生效。自己一旦离开新手村，就没办法享受这个技能的增益了。可是，如果再不离开新手村，自己肯定会被一线的玩家给甩很远，这是他不想看到的。思虑再三，许幽明也没决定好怎么选择，干脆将这些烦恼化作力量，全部发泄在那些石头上。抡起黄金矿锄，疯狂地朝石洞上砸去。啪嗒，啪嗒，一枚枚石头滚落。许幽明开始挨个鉴定。这次对于1级的矿石，许幽明鉴定3次左右就会成功。果然，解锁之后的阴阳剑连概率都提升了不少。第059章，离不开的新手村。鉴定成功1级矿石会给阴阳剑提供1点熟练度，通过清晰的加成，许幽明能获得1.2点熟练度。包裹堆满之后，许幽明的阴阳剑熟练度达到了88点，这让许幽明更加的纠结了。实在不行，等阴阳剑提升到中级再离开。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，但是这2天消耗太大，自己只剩下 1.5枚金币，这鉴定数还真是烧钱啊。面带疑虑，许幽明回到铁匠铺，将最后的矿石给补上。当提交的矿石达到1000枚时，吴铁匠瞄了许幽明一眼，似乎感受到了什么。你挖到2级矿石了？有10几块，你这里回收吗？说着，许幽明将包裹里15块2级铁矿拿了出来。2级的1银币1枚，1级的50铜1枚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这些都是许幽明自己挖出来的，比在铁匠铺碎石块中捡到的价格高不少。毕竟那些碎石的归属权是铁匠铺。前2天，前世今生也离开了新手村。走之前，他还特意跟许幽明打了个招呼，并告诉他更广阔的天地才有更多的挣钱机会，想让他尽快去城市里。只是当得知许幽明在做任务时，就没再多说什么，约定好到了一个城市的话，一定要跟他联系。即使前世今生不走，他估计也不会给出比吴铁匠更高的价格了。毕竟这些矿石现在还没有用得到的地方，价值不好估算。好，那这些都给你吧。说着，许幽明将15枚2级矿石提交上去，同时他也获得了15枚银币。这是5天以来许幽明获得的唯一一笔收益，还真是有些激动啊。自己以后再挖的矿石全都可以出售了。只是这种收益比自己还是吃亏的，盘算着自己手里跟即将获得的钱，刚好能让阴阳剑升级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许幽明一咬牙，冲向了杂货铺，将阴阳剑提升到中级，就离开新手村。叮叮当当，矿洞里挖矿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许幽明悲催地挥着黄金矿锄，加 1.2， 加 1.2， 加 2.4。阴阳剑的进度条在不断提升，同时挖矿术的熟练度也在缓缓提升。只是挖矿术的熟练度跟矿石的品级没有关系，
只跟挥动锄头的有效次数有关系。当然，在不同等级的矿区获得的熟练度也不同。在矿洞待了大半天，挖矿术的熟练度提升到了中级185、10000。果然，想要从中级升到高级，遥遥无期。50格子的包裹很快就被塞满。挖矿术达到中级之后，许攸明的挖矿速度提升了很多，同时鉴定成功率的增长，消耗也相对少了一些。回到吴铁匠那，许攸明获得了27枚银币，而消耗方面则是40枚银币。目前还是达不到收支平衡，需要自己不断垫钱进去。这还是自己挖矿自己鉴定的结果，如果是不相关的2个副职业，想要提升不知道要砸多少钱进去。美好的一天，许攸明又是在矿洞中度过。房东，怎么样？去了哪个城市？餐桌上，罗思雨忍不住地问道，想要看看许攸明在游戏中的位置。他十分好奇，如果他在游戏中看到跟他合租的是2个大美女，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高冷？我还没出新手村呢。噗，哈哈，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罗思雨一口果汁喷在地上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这都半个月了呀，第一批的玩家都达到15级了，你还没出来，不是在看上新手村的哪个 NPC 了吧？不同的新手村 NPC 也不一样，有些是大叔大婶，有些则是俊男靓女。没有，一点事情耽误了而已，这2天应该就解决了。已经有人触发副本了，一旦攻破副本，玩家的实力会很快拉开，早点进入城市，努力还能赶上第一梯队。瑞奇雪也出言劝解道，许攸明的话他们听了很多遍，早把这当作是他没有提升等级的借口了。许攸明并没有将自己在挖矿的事告诉他们。副本的事情，许攸明也在论坛中看到了，跟野怪不同，通关副本的话是100%会爆出装备的，所以只要副本被攻破，那些一流的玩家就会获得更多强大的装备，换而言之，他们升级的速度会变得更快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玩家成功通关副本，哪怕是最简单的版本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许攸明都不可能半途而废，只能一门心思将阴阳剑给提升到中级。又是2天时间过去，许攸明一直在矿洞中度过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现在进入洞窟的位置越来越深。慢慢的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，越往里面挖矿数增长的速度就越快，同时挖到2级矿石的概率也越高。到后来，他干脆直接走到最里面，在洞窟的最深处开始挖。这个洞窟没有想象中的深，走了大概500米的位置，前方就再没有路了。矿洞上分布着一些残破的矿灯，虽然有些昏暗，但足以让许攸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。许攸明看着斑驳的石壁，挥动了自己的锄头，叮叮当当，啪嗒。果然，进入最深处之后，许攸明挖出的矿石大部分都是2级的，很少会出现1级的。鉴定2级的矿石，阴阳剑的熟练度增长很快，在第3天的时候已经达到了850点，再有半天的时间，阴阳剑就能提升到中级。而挖矿术的熟练度也达到了中级，1258、10000。攸明，不得不说，你真是太让我吃惊了。许攸明来到铁匠铺，将包裹中的2级矿石全部交易给吴铁匠。这些天他都是机械的过来交易，今天吴铁匠竟然罕见的对自己主动说话了。如果你能帮我找到1枚3级矿石，我不介意对你传授一些挖矿的心得。丁，是否接受特殊任务，寻找3级矿石？许攸明看着系统传来的提示，有些哭笑不得。这新手村到底有多少任务？又开始了，这没完了吗？此时，某位巨星的名言完美表达了许攸明的心情。第060章3级矿石。但是面对这个隐藏任务的诱惑，许攸明还是没忍住，终究是接受了吴铁匠的委托。在矿洞的深处，应该隐藏有3级的矿石，你可以去碰碰运气，3级的矿石会有一些特殊，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的。说完，吴铁匠就继续埋头打铁了。接受完任务之后，许攸明有些后悔了，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？自己在矿洞待了那么久，根本没有发现3级矿石的踪迹，想要获得3级矿石，不知道又要寻找多久。中级挖矿术已经可以挖掘3级的矿石，只是等级会低一些，但是前提是得有3级的矿石。关于挖矿术，许攸明在论坛上查过资料，初级挖矿术只能挖1级的矿石，中级挖矿术能挖掘2级到3级的矿石，以此类推，挖矿术每提升1个等级，能挖的矿石就会跳2个品级，只是挖掘高级矿石的难度要大很多。不过隐藏任务都代表着稀缺的东西，他怎么舍得错过呢？既然已经接受任务，那就尽快去完成吧，这样也能早点离开新手村。很快，许攸明再次出现在矿洞中，苦大仇深地拿着矿锄在石壁上敲打，同时还在观察四周的情况，看有没有异常情况。按照吴铁匠说的，3级的矿石应该会很特殊，能够跟这些黑疙瘩轻易区别开。但是让许攸明失望了，一直到日落时分，
他都没有见到3级矿石。丁，您的阴阳剑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中级。阴阳剑中级0.10000，可鉴定查看物品属性，成功率10%，有1%概率提升装备的品质。特性可鉴定品级+1，消耗10。阴阳剑提升等级之后，成功率并没有提升，这是所有鉴定术固定的成功率，只是能鉴定的物品等级出现了提升。当然，这个10%的成功率是基于当前等级的物品，鉴定低级的物品，成功率会大幅度提升。跟挖矿术相同，中级的鉴定术能鉴定最高3级的物品，至于装备，能鉴定最高白银级别的。而阴阳剑的特性让许幽冥能够鉴定出黄金级别的装备。最让许幽冥觉得惊喜的是，中级的阴阳剑有1%的概率在鉴定时提升装备的等级，不过仅限于装备，像矿石这样的材料不在这个提升的范围内。不然的话，许幽冥从这些2级矿石中鉴定出3级铁矿了。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是许幽冥已经十分知足了，这1%的概率在以后肯定会成为自己的发财利器。唯一让许幽冥不满意的是，阴阳剑提升到中级之后，消耗直接翻了1倍，让自己原本就不充裕的钱包更加干瘪了。这次提升没有触发系统的奖励，看来不止自己在提升，其他玩家也没闲着呀。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率先将副职业提升到高级，那样的话应该也会获得不错的奖励吧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2级铁矿 X1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2级铁矿 X1。接连2次，许幽冥都是直接鉴定成功，超高的成功率让他愣住了。这样算来，虽然阴阳剑单次消耗的蓝量增加了，但是总体还是比之前更节省蓝耗，这对许幽冥而言倒是方便了很多。将获得的矿石全都鉴定完毕，他就退出了游戏。每天重复机械的挖矿还是很枯燥的。还好许幽冥从小就习惯了孤独，这点寂寞还是能熬得住的。等到第2天，许幽冥带好补给品，做好了持久战的打算，一定要找到3级的矿石。来到矿洞最深处，许幽冥开始敲打石壁上的石头，1个小时左右就挖到了近50枚2级铁矿。正当许幽冥准备带着矿石回村时，突然一抹淡绿色的光泽出现在石壁上，那里是许幽冥刚刚挖出矿石的地方，这么绿色就藏在那块石头的后面。看着眼前的异象，许幽冥喜上心头，这难道就是3级矿石？瞬间，许幽冥兴致高涨，对着绿色的石块就是一顿敲打，叮叮当当，一连砸了2分钟，那块绿色的石头都是纹丝不动。当许幽冥仔细观察石头时，一个进度条出现在自己面前 15%。 原来3级的矿石开采步骤是这样的，进度条达到 100% 才算开采成功。无奈许幽冥只能继续抡起矿锄去砸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正常情况下，以他现在的挖矿术，想要开采出3级矿石至少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，但是因为有黄金矿锄的加成，速度才能提升到7、8分钟。啪嗒，终于梦寐以求的3级矿石到手了。许幽冥迫不及待地对着这块绿色的石头施展鉴定术。丁，鉴定失败。丁，鉴定失败。不出所料，一连10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，只是在第10次失败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意外。丁，鉴定失败，熟练度加 1.2。 虽然鉴定失败了，但是依旧获得了 1.2 的熟练度，或许只有在高级的物品上面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终于在第18次鉴定的时候，许幽冥成功鉴定出了这枚石头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3级金铁，同时鉴定术的熟练度增加了6点。鉴定成功之后，绿色的石头外观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，化为了一枚黝黑发亮的铁块。看着手中这枚3级金铁，许幽冥还是有些惊喜的。他原本打算花费2天的时间来寻找3级矿石，没想到才1个多小时就找到了。此时他的包裹刚好也满了，满载着矿石，许幽冥来到了铁匠铺中，将所有矿石出售之后，许幽冥拿出了那枚3级金铁矿。铁匠大叔，这是你要的3级矿石。铁匠正在打铁，听到许幽冥的声音，猛然停下了锤子。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你可真是太幸运了。吴铁匠看着林峰手中的3级金铁矿，慌忙接了过去，有些爱不释手的抚摸着。有了它，我就能继续锻造白银装备了。原来3级矿石就是打造白银装备的材料，那怪那么稀少。不过这些对许幽冥而言都无所谓，他关心的是吴铁匠会给自己什么奖励。第061章副职业经验加成卷轴。好了，这是你应得的奖励，拿去吧。吴铁匠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什么事没做，对着许幽冥一挥手，2道光团出现在许幽冥面前。丁，恭喜您完成吴铁匠的嘱托，寻找3级矿石，请在以下奖励中做出选择。奖励1，挖矿术经验书初级 X5。奖励2，副职业经验加成卷轴初级 X5。挖矿术经验书初级，使用后
立即获得1000点挖矿术熟练度。副职业经验加成卷轴，使用后副职业熟练度获得速度加 100%， 持续2小时。这2个选项让许攸明再度陷入纠结，一个是能直接获得5000点的挖矿术熟练度，另一个则是能提升所欲副职业熟练度的卷轴。从性价比上选，肯定是副职业经验加成卷轴要好一点，但是却需要花费时间来自己提升。5张卷轴相当于10个小时的 100% 额外加成，2个技能都能获得2500左右的技能熟练度。但是如果是选择技能卷轴的话，自己就能最快的冲刺高级挖矿术，到时候肯定能获得不菲的奖励。思虑再三，许攸明还是选择了后者。光团飞到许攸明手中，化作了5张技能卷轴。从长远发展考虑，阴阳剑的作用肯定要高于挖矿术。不过为了最大化的发挥这些卷轴的作用，许攸明只能选择继续待在新手村，利用清晰地的加成来获得更多的熟练度。看来这是老天不想让自己离开新手村啊。大叔，你这有能储存矿石的地方吗？我想在你这存一些东西。存东西去杂货铺，他们店里有仓库。吴铁匠头也没抬，就将许攸明给打发走了，只顾着欣赏手中的3级金铁矿。闻言，许攸明跑向杂货铺那，将蓝银花给补满，同时打听了仓库的事。果然，杂货铺这里有仓储的功能，一个格子每天1铜币，这价格还能接受。之后，许攸明就回到矿洞中，直接在最深处开始挖矿。在挖出一些矿石之后，他使用了1张副职业技能卷轴，这东西也就前期值钱，到后期提升技能等级需要海量的熟练度，这点双倍时间根本不够用，所以越早用性价比越高。挥动黄金矿锄时，许攸明的挖矿熟练度在肉眼可见的增长，当然阴阳剑也在不断的释放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2级铁石，熟练度加 4.8， 每鉴定出1块2级铁矿就增加 4.8 的技能熟练度，几乎达到了3级矿石的水平。或许是因为里面矿石比较多，许攸明鉴定的速度基本上能跟挖掘的速度持平，只是蓝量在快速的下降。此时他开始有些怀念前世今生了，如果他还在新手村的话，自己就能找他购买一些加蓝量的装备，这最起码能让自己多几次鉴定的机会。终于获得的2级铁矿已经超过50枚，他的包裹只有这么大，但是卷轴一旦使用就没办法暂停，许攸明可不想浪费这个宝贵的双倍时间。手中矿锄不断挥动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在鉴定出来的矿石干脆扔在旁边，反正短时间内也不会消失，等双倍时间结束之后，自己再往村子里送矿石。以现在的效率，许攸明已经不再担忧蓝量的问题了，一株蓝银花能给自己恢复600点的蓝量，而鉴定2级矿石差不多需要释放5-6次阴阳剑，600点蓝量足够许攸明鉴定10枚2级铁矿，带来的收益早就超出支出了。这全部都是依赖阴阳剑超高的成功率，不然的话，不说蓝耗的问题，时间也会浪费很多。终于2个小时过去了，许攸明一共鉴定出了600枚矿石，其中有150枚是2级的，其余都是1级铁矿。果然，挖矿术在提升到2级之后，挖出2级矿石的效率大大提升。2个小时，阴阳剑的熟练度增加1800点，挖矿术增长的也差不多。这个效率着实让许攸明有些欣喜，比自己预估的要高了近1倍。除了这些矿石之外，许攸明还挖出2块3级的矿石，只是碍于效率问题，他没有选择鉴定，而是扔进了包裹里。接下来，许攸明就背着已包裹的矿石开始回村了。先来到杂货铺，将3级的矿石存起来，然后补充一些蓝银花，之后就直奔铁匠铺，将包裹里的2级铁矿全部出售，一共获得了40多枚银币。果然，副职业的特性逐渐凸显出来，现在就开始赚钱了。之前那几天消耗的金钱，1天时间就能挣回来了。连着跑了几回，许攸明将所有的矿石都给出售，总共获得了3个金币的收益。这可把许攸明高兴坏了，虽然来回跑浪费了近2个小时，3个金币那可是3万华夏币啊！这让许攸明觉得待在新手村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忙完这一起之后，已经是下午，草草的下线吃了午饭，就再次进入游戏。按照之前的套路，许攸明继续在矿最深处挖矿。有一点让许攸明比较好奇，那就是在里面一直没有出现矿石被挖空的情况。在外面时，他可遇到不少次，挖着挖着就没有矿石了。或许这里面的矿石比较多吧。许攸明没有多想，继续埋头苦干。到了晚上，许攸明再次完成了一轮交易，阴阳剑跟挖矿术的熟练度都达到了4000点左右。按照这个进度，等5张副职业技能卷轴用完，自己完全有可能将2个副职业提升到高级。怀揣这6个金币的巨款，许攸明退出了游戏。他决定到了城市里，就将金币换成华夏币，然后给院长转过去。见许攸明罕见的露出一丝微笑，瑞七雪他们以为许攸明进入了城市，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，他们觉得
这家伙肯定是疯了。这一夜，许攸明睡得很香，有了挖矿术跟鉴定术这两个技能，他觉得孤儿院的经济危机应该很快就能解决。第062章矿洞守护者。第二天，许攸明6点就起床了。为了尽早离开新手村，许攸明决定今天一鼓作气将卷轴给用完。有了昨天的经验，许攸明挖起矿来更加得心应手。2个小时的挖矿跟鉴定之后，就是矿洞跟新手村之间的来回奔波。每一张卷轴都能给许攸明带来3个金币左右的收益，同时2个副职业的技能也是蹭蹭的向上涨。终于，在所有技能卷轴都给用完之后，许攸明耳边传来系统悦耳的响声：叮，您的副职业技能阴阳剑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高级，阴阳剑先一步提升到了高级。叮，恭喜您成为第1个副职业等级达到高级的玩家，奖励自由属性+5，幸运+1，悟性+1，声望+100，初级技能卷轴 X5。果然，达到高级之后，再次触发了系统的特殊奖励。许攸明心中大喜，觉得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对于系统公告，他依旧选择了隐藏姓名，闷声发财才是王道。将属性点添加在力量上之后，许攸明继续挖矿，准备一鼓作气把挖矿术也提升到高级。毕竟挖矿术只剩下5点熟练度。叮叮当当，终于几分钟之后，挖矿术也达到了高级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：叮，恭喜您成为第2个副职业等级达到高级的玩家，奖励自由属性+3，初级技能卷轴 X5。接连2道系统提示，直接在论坛中炸了锅。普通玩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是那些帮会大佬可是知道其中的价值。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后，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副职业玩家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最高的也才达到中级而已。想要突破至高级，最少还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。现在突然爆出有人达到了高级，简直如深水炸弹一般。到底是哪家的势力，这么早就培养出了高级副职业人才？招贤纳士，聚宝阁诚邀各界副职业人才加入，待遇优厚，工作自由，入职即缴纳5险1金。第一时间，一条招聘的帖子就被置顶在了论坛首页。招贤纳士，倾城诚邀各界副职业人才加入，只要你够强，年薪100万不是梦。招贤纳士，秦剑山庄诚邀各界副职业人才加入，朝9晚6不加班，食宿全包。一时间，各种帖子纷纷浮出水面，让玩家们大跌眼镜。这些大公会什么时候这么统一了？还真是求贤若渴呀。于是，帖子下面纷纷出现无数的求职信息，希望能够被这几个大佬给看中。不过，许攸明根本没有在意这些，眼前还有一枚3级的矿石没有挖出来呢。等到挖出这枚3级矿石，他就准备回村子，然后离开新手村。叮，啪嗒，果然，高级挖矿术效率提升了很多，原本才40%的进度条，没几下就达到了100%。一枚暗绿色3级矿石掉落下来，嗡！许攸明刚刚捡起矿石，就听到一阵震动的声音。什么情况？难道矿洞要塌了？自己还有那么多的矿石没带出去呢。如果矿洞真要是塌了，那些矿石可就全完了。轰！震动越来越剧烈，许攸明忍不住后退一步，别把自己给埋进去了。正当许攸明犹豫要不要退出山洞时，眼前出现一阵异象。只见漆黑的石壁上涌出来一个人影，仔细看去，竟然是一个石头人。矿洞守护者，黄金，等级10，血量25万，攻击550，物防288，魔防260，技能石肤，降低20%所承受物理伤害，持续30秒。撼天动地，短暂蓄力之后，猛然踹向大地，对周围目标造成200%物理伤害，并眩晕5秒钟。许攸明万万没想到，这里竟然会出现黄金级别的 BOSS。看到 BOSS 属性的瞬间，许攸明二话没说，转身就跑。虽然同为10级，但是黄金级 BOSS 的属性真是太彪悍了。他的血量虽然高达2950点，但是在 BOSS 面前根本撑不了几下。难道是自己挖矿太多，系统看不下去，才刷新一个 BOSS 过来制裁自己的？许攸明头也不回，一口气跑出了矿洞，之后才发现 BOSS 并没有追出来。黄金级别的 BOSS 啊，现在玩家们连白银的都没有击杀过，更何况黄金的了。如果能干掉的话，奖励肯定会十分的丰厚。只是实力悬殊太大，许攸明没有一点把握。自己现在的攻击达到了362点，勉强能对 BOSS 造成过100的伤害，但是在 BOSS 的25万血量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但是就这么走了，许攸明还是有些不甘心。毕竟自己最后2小时挖的矿都在地方放着呢，那可是价值2万华夏币啊！思虑再三，许攸明还是决定尝试一下。放弃到手的鸭子，心里总归不是滋味。当然，肯定不能跟 BOSS 硬碰硬，自己现在只有一个战斗技能，根本不是 BOSS 的对手。既然不能力敌，那就只能智取了。回到新手村，许攸明率先来到铁匠铺。原本
他是想着先将包裹里的矿石给出售了，然后再去杂货铺买点用得到的道具。可是到了铁匠铺之后，他改变了这种想法。大叔，我能请你帮我打造一些东西吗？许幽明看着不断挥动铁锤的吴铁匠，试探性地问道。可以，不过要收费。吴铁匠头都没抬，大锤一次又一次落下。我想要一些铁质的尖刺，能够做陷阱用的东西。说着，许幽明将包裹里的矿石都给取出，放在吴铁匠面前。你看这些能做多少？吴铁匠瞥了一眼地上的矿石，淡淡说道：铁矿太脆，根本承受不了太重的东西，用这些东西做陷阱只是浪费材料。许幽明有些懵了，他不熟悉锻造，根本不知道里面的门道。不过既然吴铁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肯定没戏，除非你有3级矿石才能勉强达到制作陷阱的强度。第063章制作陷阱，3级矿石。许幽明一听就乐了，从开始到现在，自己的3级矿石都存在了杂货铺中，加上这次获得的已经有25枚。你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回到杂货铺，许幽明将25枚3级矿石全部取出，转身就往铁匠铺跑，一边跑一边施展鉴定术。这些3级的矿石都是没有鉴定出来的。阴阳剑达到3级之后，鉴定3级矿石时效率提升了很多。等来到铁匠铺时，许幽明已经鉴定出10枚3级矿石。莫，帮我打造成适合陷阱的尖刺吧。看着许幽明一股脑递过来的10枚3级矿石，吴铁匠有些懵了。什么时候3级矿石这么不值钱了吗？自己是不是跟外界脱节了？你哪来那么多3级矿石？这几天来，许幽明卖给他的都是2级金铁矿，3级的矿石是1块都没有卖。他一直以为那已经是许幽明的全部了。矿洞里挖的。接着他也不在乎吴铁匠诧异的眼神，不断的拿出3级矿石，原地开始鉴定。行啊，你小子挖矿术竟然达到了高级，很有天分，也有力气，跟着我学打铁怎么样？许幽明看了吴铁匠一眼，抗拒的眼神已经表达出他的答案。还是不了，我对打铁不感兴趣。接着许幽明继续鉴定剩下的3级矿石。他现在时间有限，晚了可能那些矿石就要消失了。唉，可惜了，这么个好苗子。见许幽明拒绝了自己，吴铁匠微微摇头，拿起3级矿石开始仔细端详。打造1枚要10硬币。你抢钱啊，大叔！听到吴铁匠的报价，许幽明赫然止住手中的动作。这价格也太高了吧，我这还是给你的友情价，你去别人那绝对找不到这么实惠的价格。当然，你要是答应跟我打铁，我可以免费帮你打造。吴铁匠一脸期盼地看着许幽明，想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学徒。不过许幽明还是拒绝了他，一共25枚矿石，这是金币，你收好。许幽明咬咬牙，直接支付了2金币50硬币。虽然一阵肉疼，但是如果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的话，收获肯定不止这几枚金币。看着许幽明递过来的金币，吴铁匠也不再说话了，看来对方是跟自己无缘。自己什么时候落魄到了这种地步？将3级矿石放到灶台上，开始了自己的锻造。30秒钟之后，一个1尺长短的锥子出现在吴铁匠手中，锋利的外观上还带有一些不规则的锯齿。许幽明看着尖刺的造型，十分的满意。等到吴铁匠将10枚尖刺完全打造出来之后，许幽明这边也鉴定结束了。20分钟左右，25枚尖刺就出现在许幽明手中。尖刺，陷阱材料，伤害加25%，穿透性正 5%， 附加效果，流血，对目标造成持续掉血效果。看着这些尖刺的属性，许幽明并没有太多的感触，看上去好像自己吃亏了。来不及想太多，直接带着这些尖刺回到了矿洞中。许幽明小心翼翼地前行，不多远就看到矿洞守护者的身影。他手中拿着一柄巨剑，像是一尊雕像一般站在原地。许幽明没有打扰他，悄然朝身后退去，走到一处略微狭窄的地方停了下来。然后许幽明就开始在脚下挖矿，想要挖出一个制作陷阱的深坑。如果是普通的玩家，在学会陷阱术之前是没办法挖出一个长期存在的坑洞的，但是拥有挖矿术则不然，只要是在矿区，他就能挖出一个大坑，而且在矿区刷新之前，坑洞会一直存在。叮叮当当，脚下根本没有矿石了，一块又一块碎石被他扔了出去。同时他还时不时留意矿洞的深处，害怕 BOSS 被惊扰提前出来。还好这边的动静并没有将 BOSS 引过来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许幽明在脚下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，宽度更是覆盖了整个矿洞。为了避免 BOSS 能跳过去，许幽明特意加宽了不少。然后许幽明将那些尖刺全部都固定在最下方，只留下1/3的顶端。25枚尖刺密度上还是差了一些，但这已经是许幽明的极限了，只能尽力而为。忙完这一切之后，许幽明顺着绳索爬了上去。在开挖的时候，正上方已经被许幽明固定了一根绳索，
不然他也没办法爬上去。同时，这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跨过这个陷阱。看着自己半个小时的杰作，许幽冥很满意。之后试了试绳索的承受了，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，转身朝矿洞中走去。悄然靠近矿洞深处 ，BOSS 依旧呆立在那里，像是石化了一般。许幽冥远远地拉起长弓，猛然释放，嗖！逆羽剑拖着青芒飞向了 BOSS。是-96，这一击既然没有破百，许幽冥还是低估了对方的防御。受到伤害之后 ，BOSS 的双眼猛然睁开，拖着巨剑就朝许幽冥冲来。许幽冥二话没说，转身就逃。这里距离陷阱的位置有200多米，这期间自己肯定不能被 BOSS 给缠住。还好 ，BOSS 移动的声势虽然很大，但速度却不如许幽冥想象中的快。迈着沉重的步伐 ，BOSS 紧紧地跟在许幽冥身后。逃出一段距离之后，许幽冥又是一剑射去，继续吸引 BOSS 的仇恨。很快，许幽冥的眼前就出现陷阱的轮廓。因为不是专业的陷阱术，许幽冥并没有办法将之隐形，自己能看到 ，BOSS 也能看到。但是这些对许幽冥而言都无所谓，只要 BOSS 来到这里，他的计划就完成了。再次连续射出几箭，让 BOSS 对自己的仇恨加深。当 BOSS 即将追上许幽冥时，他开始实施最终的计划。高速奔跑中，许幽冥纵身一跃，拉着绳索荡了过去，之后稳稳地落在陷阱的对面。BOSS 的身形在来到陷阱旁边时猛然止住了，并没有傻乎乎地跳下去。许幽冥微微一笑，这一幕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将绳索固定在旁边，他开始对 BOSS 发动攻击。第064章黄金手杀。黄金级别的 BOSS 已经拥有一定的智商，看着眼前的大坑，停下脚步很正常。守护者腰带。走出矿洞门口，许幽冥将守护者腰带给拿在手中，一边走一边鉴定。叮，鉴定失败。叮，鉴定失败。叮，鉴定失败。接连10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。许幽冥不信邪，依旧一个劲地施展鉴定术。终于在第15次的时候，手中的腰带开始发出光泽。叮，鉴定成功，熟练度加20。守护者腰带，黄金。等级要求10，血量加1500，物防加25，魔防加22，体质加15，力量加8，物品格加20。附带技能：石符守护，免疫50%物理伤害，持续10秒钟，冷却时间120秒。不出所料，果然是一件黄金装备。许幽冥欣喜若狂。黄金装备的属性真是太变态了，这一件几乎能抵得上他全身装备增加的属性了。关键是还加了20个物品格子，稍稍缓解了令他头疼的问题。佩戴上守护者腰带之后，许幽冥的血量直逼6000点，妥妥的一个血牛。高达150加的物理防御，碰到一般的 BOSS 他都敢硬碰硬了。一时间许幽冥都有些飘飘然起来。来到新手村，将包裹中的东西全都塞进仓库中，他开始查看系统奖励。首先是那一本专属技能书，许幽冥拿到手中时并看不到这本书的名字，只能感觉到一阵质朴的气质。迟缓剑，命中目标后降低10%移动速度，最高叠加至30%，消耗10，冷却5。神技啊！看到技能说明，许幽冥差点跳了起来。自己在跟野怪战斗时总是被追着跑，现在有了这个迟缓剑，看谁还能追上自己。虽然这个技能没有附加任何伤害，而且还不能提升等级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。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许幽冥直接将这本技能给学习了，以后再遇到强大的 BOSS 也不至于那么狼狈了。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抽奖环节。众所周知，在箱子开启之前，谁也不知道这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。取出宝箱，许幽冥微微有些激动，希望给的东西别让自己失望吧。心中默默祈祷之后，许幽冥打开了这枚黄金宝箱，里面是一个精美的小瓷瓶，上面还用红色绸带封着口，像极了影视作品中鹤顶红的包装。取出瓷瓶之后，黄金宝箱随即就消失了。地缘聚气丹，使用之后全属性提升100%，持续10分钟，之后陷入持续24小时虚弱状态。注：20级以内有效。看着瓷瓶中3枚土黄色的药丸，许幽冥心中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要说这东西不强吧，它能让自己短时间内实力翻倍；要说它很强吧，只能持续10分钟，而且副作用还那么大。一瞬间，许幽冥没办法给这件东西定位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留在关键时候保命用吧。之后就被许幽冥放在了包裹的最下方。包裹中还有一本技能书，不过对许幽冥而言根本没用。初级挖矿术，使用之后学会初级挖矿术。简单又质朴的解释，只能等去城市之后找人给卖掉。一路小跑，许幽冥已经来到矿洞的位置，顺着绳索成功荡到对面，将地上的矿石给捡了起来。由于包裹扩充了一些，
来回跑了2趟，就将所有的矿石带走。离开之后，许幽明感觉整个矿洞暗淡了许多，难道是因为天黑的缘故？又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许幽明将所有的矿石都鉴定出来，在铁匠铺那边给出售了。只是那一枚散发着光泽的石头，自己始终没能鉴定成功，可能是自己的鉴定术等级还不够吧。许幽明没有多想，只是将它放在包裹深处，等以后鉴定术提升了再鉴定吧。一切搞定之后，许幽明就想着找村长离开新手村。看着已经沉沉坠去的太阳，许幽明犹豫了一下。这时候去城市中也干不了什么，不如走之前给2个帮助自己的 NPC 送点礼物吧。这一别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遇到。半个月以来，许幽明多少对这个新手村产生了一丝特殊的情感，在这里心情难得的静谧。踏着月光，许幽明穿梭在竹林中，偶尔不识好歹的小事被他轻松的给解决掉。不多时，他就来到了竹林小酒馆中。这里的陈年佳酿也开始出售了，效果比竹叶青好很多，但是价格也贵不少，要5银币一壶。花费20枚铜币，许幽明购买了4壶陈年佳酿，转身走向新手村。他这次没有给自己购买，这些酒的恢复效果对自己而言已经有些拖节奏了。进入城市之后，应该会有更高级的恢复品。首先，许幽明来到铁匠铺，吴铁匠粗犷的身形依旧在不停地敲打着手中的大锤。大叔，我就要离开了，这2壶酒就当是我们的离别赠礼。说着，许幽明将酒壶递了过去。吴铁匠看了许幽明一眼，伸手接了过去。一路走好。接着又继续捶打架子上的矿石。只是在许幽明离开之后，他的双眼中闪烁一丝遗憾。接下来，许幽明来到了破旧的茅草屋旁。这个乞丐张可以说是他的贵人，但是对方的臭脾气真是让许幽明有些气愤。拎着酒壶，许幽明在门口停下了脚步，犹豫要不要给这老叫花子送去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进来吧。不知道老叫花是听到了声音，还是嗅到了酒香，茅草屋中传来他慵懒的声音。见此，许幽明也不再犹豫，当即走了进去。我就要离开村子了，这2壶酒就送你吧。许幽明递出酒壶，乞丐张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露出一丝欣慰。一杯清茶品日月，半壶老酒醉人生，没想到还有人能想到我老叫花子。乞丐张轻轻接过酒壶，仰天抬头望去，透露出一丝难言的凄凉。好了，这个你拿着，赶紧走吧。不等许幽明拒绝，乞丐张赛给许幽明一枚玉佩，之后就抱着酒壶躺了回去。许幽明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玉佩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自己真的不是为了换东西而来。第066章兰陵城。乞丐张递给许幽明的是一枚玉符，颜色并不是多么艳丽，看上去十分的普通。玉符。许幽明对着玉符施展了几次鉴定术，没有获得任何提示。小子，等阴阳剑的等级再提升一些，再窥探其中的秘密吧。茅草屋中传来乞丐张不屑的声音。许幽明回头望了一眼，将玉符给收起来。看来短期内自己是没办法鉴定出这个玉符了。一路小跑，许幽明出现在村长身边。村长，送我离开村子吧。没有多做犹豫，许幽明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新手村。是你啊，幽明，这封信你拿着，到了城市中，将它交给你的职业导师，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说着，村长就递给许幽明一枚介绍信。许幽明知道，这是新手村前几名达到10级的奖励，每个新手村都有，会在职业考核中相应的加分，所以只有离开新手村的时候才会从村长那里获得。他作为全服第1个达到10级的玩家，自然也有这份奖励，只是一直没有离开新手村，所以也就一直没领。收好介绍信，许幽明站在原地，只感觉眼前白光闪烁，再次睁开眼时，已经是在一座宏伟的城市中。这是一座中西方建筑相结合的城市，眼前除了古色生香的楼阁，还有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殿堂。但是各种风格融合在一起，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反而让人感觉到建筑本就该如此。丁，欢迎您来到兰陵城，请仔细阅读入城守则，并严格遵守，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祝您游戏愉快。系统声音悠悠传来，原来自己被随机传送到了兰陵城。许幽明朝四周望去，他此时身处一座巨大的广场中，粗略估算，足有2-3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广场四周矗立着一座座高耸的建筑，威严又隆重。那些建筑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标志，代表着 NPC 的各种组织。扫视一圈，许幽明将目光停留在一柄弓箭的标志上面，这座建筑应该就是弓箭手协会。想要进阶弓箭手，就需要在这里找相应的导师。看着身边人来人往的玩家，丝毫不像是深夜的场景。许幽明没有着急去进行职业考核，忙了一整天，身体早就出现了乏累的感觉。下线之后，许幽明草草的洗漱一番，就直接躺床上睡了。第二天，许幽明早早的进入游戏，睁开双眼就被眼前众多的玩家给惊住了。原来昨晚那些人还算是少的。
每个冒险者公会门前都聚集着数不清的玩家，除了少部分是来职业考核的，大部分都是来接受任务。许幽冥从人群中走过，进入了弓箭手协会的大门。刚刚进入大门，眼前的景色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一种庄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里比外面看起来更大，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正前方悬挂着几把巨大的长弓，颜色样式各不相同，散发着瑰丽的光芒。通道两侧则是布满了一些木质人偶，像是森严的守卫一般。许幽冥沿着通道往里走，很快就来到一个巨大的平台上面。这里正是玩家接取任务跟进行职业考核的地方。面前一个身负长弓的男子，正是弓箭手导师齐云。弓箭手导师，许幽冥上前一步，递交了考核申请，同时将自己的介绍信也递了过去。哦，你这介绍信不会是假的吧？怎么会这么久才来报道？看着手里的介绍信，齐云瞥了一眼许幽冥，眼神中充满了疑惑。现在开服已经20多天，怎么可能还有新手村前几名没有进行职业考核呢？有些事情给耽误了。仔细核实之后，齐云从介绍信上挑不出任何毛病，只好将信件收了下来。弓箭手考核分为3个档次，你属于第一梯队，可以选择挑战地狱级的难度。说着，许幽冥面前出现一个选择面板，上面写着考核的难度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地狱级。许幽冥早就在论坛上了解过，新手村前3名达到10级的玩家可以选择中级、高级以及地狱级3种考核，普通玩家只能选择初级考核。想要挑战更高难度的，必须在齐云这接受任务，完成任务会获得相应的成就点，成就点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解锁更高级别的挑战难度。像地狱级的考核就需要1万点的成就点，当然考核失败之后，这些成就点就浪费了，想要继续考核还需要不断的完成任务。许幽冥拥有介绍信，相当于赠送了一次地狱级挑战的机会。难度越高的挑战，成功之后获得的奖励就越多，甚至有概率获得隐藏职业。论坛上目前有了大致的统计，初级挑战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是 0.001%，10万人中才有一个隐藏职业，而且职业强度只能达到 B 级。中级挑战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是 0.01%，1万人中有一个隐藏职业，职业强度能达到 A 级。高级挑战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是 0.1%，1000人中有一个隐藏职业，职业强度能达到 S 级。至于地狱级的，没有给出概率，因为很少有人挑战成功，就连那些拥有介绍信的玩家也很少有人成功的。当然，如果精力充沛的话，倒是可以无限在齐云那接受成就任务，来不断刷职业考核。但是在考核成功之前，根本没办法解锁等级，也就是说，做再多的任务，级别都会一直停留在10级。前几天也有很多玩家放弃等级，在这里刷隐藏职业，毕竟拥有一个特殊的职业，在以后的道路上肯定会顺风顺水。只是他们都严重低估了考核的难度跟成就任务的繁琐。到目前为止，只有少数玩家通过这种方法获得隐藏职业，大部分都是在做无用功。这也是为什么10几天过去了，玩家的等级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的原因。这个游戏的繁琐度超过了许幽冥的认知，跟真实世界的系统相差无几。许幽冥看着眼前的面板，果断选择了地狱级挑战。第067章地狱级挑战。在许幽冥选择了地狱级难度之后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将他笼罩在内。又有人在挑战地狱级难度。这一幕，在场的所有玩家都看到了，一个个好奇地看向金光的位置，想要看看是哪家的大佬又来挑战了。从1个星期之前就没有玩家选择挑战地狱级难度了，全服通过地狱级挑战的也不超过10人，他们都获得了隐藏职业。只是据有心人观察，他们的职业强度并没有达到 S 级，这样的付出跟回报悬殊实在太大了，所以很多人都放弃了地狱级挑战，特别是一些散人玩家更没有精力来刷地狱级挑战。当看到金光乍现的时候，都以为是那些成名已久的大佬在挑战，可是眼前一个陌生的面孔让他们顿感疑惑，难道还真有新手小白来刷这个地狱级的挑战？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？唉，可惜了，又一个头铁的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地狱级挑战可比当年游戏码的套路狠，花费那么多功夫，极有可能打水漂，连最低保底都没有。看着许幽冥的身影在金光中缓缓消失，所有人都忍不住摇头。等到许幽冥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已经出现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中。这个村子比新手村小很多，门前几个孩童在嬉戏，村子里飘起袅袅炊烟，一片祥和的景象。叮！一股强大的山贼即将袭击眼前的村庄，请务必保证村民们的生命安全。村民当前存活量100。同时，任务面板上面出现一个10分钟的倒计时，看来山贼会在10分钟后到来。这10分钟是留给玩家熟悉当前场景的时间。许幽冥二话不说，当即冲向村子，花费3分钟的时间将村子查探了一遍，
看看有没有能利用的地形。自己一个人如果单单是战斗的话，他并不担忧，可是要保护这些村民，那凭借自身的力量肯定达不到了，只能利用一切能使用的东西。还好，通往村子的只有一条路，不用担心这些山贼从别的地方冲过来。村子里是少有地势平坦的地方，如果山贼冲进来，任务指定就失败了。想要完成任务的方法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在村子外将山贼给击杀。看着面前蜿蜒的山路，许攸明果断地选择向前走去。前行5分钟，终于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地形。这里的山路极其狭窄，一面是悬崖，一面是峭壁，没有比这更适合狙击的地形了。远处黑压压的身影正在朝这边移动，应该就是那些山贼了。利用仅剩的时间，许攸明利用绳索攀爬到一株歪脖子树上面，这个距离刚好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内。刚刚寻找到合适的位置，下方的山贼就来到了这里。山贼精英，等级10，血量10000，攻击180，物防58，魔防55，技能劈砍，对目标造成130%物理伤害。负385，逆羽箭带着炫彩的光芒飞去，迟缓箭跟抛射同时发动，命中了最前方那名山贼的脑袋。山贼中箭之后，动作明显的出现一丝停滞，挡住了身后那人的道路。这个地方只能允许2人并排通行。正当那些山贼想要从旁边过去时，许攸明又是一箭发出，将旁边那个位置也给封锁。之后，许攸明连续发出3箭，将迟缓箭的效果拉到极致。山贼的脚下像是灌了铅一样，举步维艰。同样，后方的弓箭手山贼开始朝许攸明射来弓箭，但是因为距离的原因，箭矢还没有触及到许攸明就掉落下去。那些魔法师也是，攻击距离根本够不到许攸明，想要往前走，又被自己的同伴给挡住了道路，只能围在后面干着急。面前一共30只山贼，各种职业的都有，同时还有一名 BOSS 级别的存在，手持一柄斩马刀，骑着一匹枣红马，被挡在人群的后方。显然他也注意到了许攸明，双眼紧紧盯着他，心中怒火越来越盛。许攸明弓箭不断发出，同时也在缓缓恢复蓝量。等山贼再靠近一些位置之后，他直接放弃了抛射。2个技能同时释放，他的蓝量有些跟不上。很快，前方2名山贼的血量就被清空，许攸明开始针对他们身后的山贼，且战且退。10分钟后，就有20名山贼倒在他的剑下。终于，山贼们即将穿过狭窄的地段，接下来许攸明将面对至少4只山贼。剩余的山贼除了 BOSS 之外，都是一些远程职业的。许攸明射出迟缓箭之后就抽身后退，同时等到另外目标前行的瞬间，继续射出迟缓箭。就这样，山贼的前排依旧受到许攸明的牵制，而且他们的攻击还是无法触碰到许攸明。只是迟缓术的效果没办法叠加3层，山贼们推进的速度加快了很多。在走出山路的一瞬间，所有的山贼喽啰都倒下了，许攸明眼前只剩下一名骑着马的山贼首领。山贼首领青铜，等级10，血量50000，攻击325，物防105，魔防98，技能劈山击，朝前方用力挥砍，对目标造成150%物理伤害。在许攸明查看 BOSS 属性的瞬间，对方已经骑着马冲了过来，同时他的斩马刀上发出一道青色的光芒，直奔许攸明袭来。是负215。 BOSS 的技能声势浩大，但是落在许攸明身上却并没有造成那么高的伤害。许攸明现在的物防已经达到152点，比同级别青铜 BOSS 还要强，这多亏了黄金级别的腰带。小怪都解决了，许攸明的压力也小了很多，至少不用担心他们去骚扰村民。这个位置已经快到村口处，那些戏耍的孩童早就惊慌失措地跑进了村子。在 BOSS 冲锋的时候，许攸明对着他射出了一箭，他的速度瞬间下降一丝，负268。自己的伤害已经超出这个 BOSS， 拿下他根本不在话下。有迟缓箭的牵制，这人在马上也很难追上许攸明，只能无奈的被许攸明封着。第068章转职成功。普通玩家在10级的时候，基础伤害值也就刚刚破100，就算加上装备的增益，能达到200的也不多。谁能想到区区一个散人玩家能够将攻击力提升到362点，就算将许攸明的装备全部给他们，也没办法完美复制。毕竟许攸明在新手村打破了各项记录，单纯系统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就有近20点，除非现阶段的玩家能够搞到数件黄金级别的装备，不然根本达不到许攸明的高度。逆羽箭带着破甲效果命中山贼首领，将迟缓效果再次续上，30%的减速让他屠户奈何，刀锋总是擦着许攸明划过，很难对他造成伤害。当然在 B 级之后， BOSS 的技能依旧能划破长空落在许攸明身上，只是在接近6000血量的许攸明面前，
这点伤害根本无足轻重。山贼首领虽然在跟许幽冥战斗，但是首要目标还是洗劫村庄，他的身体始终朝着村庄缓缓移动。不过200米外的村子显然成为了他到不了的彼岸。在距离村子还剩下100米距离的时候，山贼首领的血量终于被许幽冥给清空，轰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一道金光坠落，眼前的景象瞬间消失，许幽冥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雾蒙蒙的空间中。叮，恭喜您成功挑战地狱级职业考核，完成度为完美，获得隐藏职业抽取机会。接着许幽冥面前出现一个五彩斑斓的转盘，转盘被分为无数的区域，其中有7个异常亮眼的金色模块，让他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，只是它们在转盘上的占比很小。之后就是次一级的橙色、紫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直至白色，代表着不同层次的隐藏职业，而白色模块的占比跟那些金色模块几乎相同。从论坛上了解到，其他难度的挑战，白色占比会随着难度降低而增大。白色模块就是所谓的传统职业。看着眼前巨大的转盘，许幽冥走上前，用力转动了一下，接着这枚转盘就开始飞速的转动，上面的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标准的箭靶。这个过程持续了30秒钟，之后转盘的速度越来越慢，逐渐的各种颜色缓缓分开，仿佛是在等待揭露考试成绩一般。许幽冥心中隐隐有些激动。终于转盘变得极度乏力，随时都有可能停下。看着指针后面不断划过的色彩，许幽冥心中暗暗祈祷，一定要给一个金色的。似乎是听到了许幽冥内心的呼喊，指针在指向金色板块的时候逐渐的停了下来。看着转盘上刺眼的金色，许幽冥惊喜交加， S 级的隐藏职业到手了。不过正当他准备迎接自己的隐藏职业时，这个转盘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。大，转盘以极其微弱的角度将指针对准了跟金色板块并列的白色。许幽冥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有些怒不可遏。这 TM 是什么运气，就这么跟金色隐藏职业擦肩而过了。叮，您得隐藏传统职业。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将许幽冥给搞懵了。隐藏传统职业，到底是隐藏还是传统？没等他想清楚，眼前一道金光浮现，许幽冥就被传送回了弓箭手工会的大殿中。看到金光降落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。金光降临，说明有人成功挑战了地狱级难度。早就听说有人在半个多小时之前选择了地狱级难度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了。之前那几位大佬，哪一个不是挑战了个把小时才成功的？不过看着面前一脸落寞的许幽冥，他们没有感受到一丝胜利的喜悦。看来这人是获得了差一点的隐藏职业，大佬的要求就是高，获得了隐藏职业还这么不甘心。很多玩家内心忍不住感慨。只是当许幽冥恢复过来之后，径直地走向了齐云，其他玩家的目光也随着许幽冥而转动，想要看看他到底获得了什么级别的隐藏职业。系统是不是搞错了？许幽冥对齐云询问道。齐云看来许幽冥一眼，接着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惊异。没有错，如果你不满意，可以放弃。许幽冥的表现，齐云是能看到的，这可是目前唯一一个完美完成地狱级挑战的，获得这个职业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许幽冥察觉到了齐云的眼神，难道还真有隐藏传统职业？在转职之前，他是看不到职业属性的，这让他有些纠结。如果积累成就点，再挑战一次的话，说不定就能获得传说中的职业，但是他时间不多了。算了，赌一把吧，就这个。许幽冥语气果决，深邃的目光看向齐云。积累成就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就算以他的实力，也需要1周以上的时间，而地狱级的挑战花费的时间会更久，而且还会花费不少金币。到时候能不能获得特殊职业还两说，毕竟到最后还是要通过运气来决定胜负。这对许幽冥而言有些得不偿失，他现在急需用钱，必须在别人的副职业达到高级之前好好的捞一笔。再说他觉得隐藏职业只是锦上添花，普通职业玩得好也能成为高手。好吧，希望你不后悔今天的选择。齐云看着许幽冥坚定的眼神，随手一挥，一道白光进入了许幽冥身体中。叮，您完成弓箭手职业考核，转职为隐藏传统职业宿命弓手。叮，您考核成绩为地狱级完美，获得高级技能经验卷轴 X5。众人看着许幽冥身上飘起的竟然是一道白光，一时间都懵了。这是地狱级？这白光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传统职业才是白光吗？虽然许幽冥身上的白光比平常见到的稍微亮了一点，但白光就是白光，再亮也是传统职业。有些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还真有人通过地狱级考核而获得了普通职业吗？这让所有玩家期待的眼神化为了落寞。哥们，实力这么强，怎么不重新挑战一次？人群中，一个壮汉走到了许幽冥面前，有些惋惜地说道。
许攸明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呆呆地看着这个职业的介绍。宿命弓手 SS 级，从传统职业延伸而来，技能跟成长和普通职业无异。特性：重复攻击，攻击时有1%概率复制出当前释放的技能或普通攻击。天赋技能：宿命，能够吸收更高级的职业化为己用。这个职业竟然还是双 S 级别的，说实话，前期有些废啊。技能跟成长都是普通职业的，只是附带一个双重攻击的特性。这个特性唯一强大的一点就是能克隆技能，如果到后期能克隆一个竞技级别的攻击，绝对是逆天的存在。只是在前期有点鸡肋。而这个天赋技能宿命更是让许攸明无语，能吸收更高级的职业。游戏中有几个弓箭手职业是比双 S 级更高，这不是在耍人玩吗？不过事已至此，想改也没机会了。唉，听到许攸明的叹息声，不止那名大汉替他感到惋惜，很多玩家都为许攸明感到可惜，纷纷猜想这可能是一个刚入游戏的新手，通过地狱级考核反而转职了普通职业。这则消息注定会成为今天的头条。第069章职业技能，我要学习职业技能。许攸明跟齐云再次对话，想要将弓箭手一转的技能给学会。齐云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将技能面板在许攸明面前展开。所有的常规职业都一样，只有几个最基础的技能。连射 LV1， 快速射出2支箭矢，分别对目标造成80%物理伤害，消耗10，冷却15秒。箭雨 LV1， 对范围内目标造成110%物理伤害，消耗10，冷却20秒。蓄力一击 LV1， 消耗10，冷却15秒，对单个目标造成150%物理伤害。极速 LV1， 5秒内增加10%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，消耗10，冷却30秒。学习每一个技能都需要花费10枚硬币，许攸明没有节省，直接将基础的4个技能都给学会了，同时取出了刚刚获得的高级技能经验卷轴。高级技能经验卷轴使用后获得10000点技能经验，普通技能升到2级需要花费100点技能经验，2级升3级需要1000点技能经验，3级升4级需要5000点技能经验，4级到5级就需要10000点了。这10000点技能经验足够将一个技能提升到4级。许攸明将经验卷轴挨个使用在这些学习的技能上面，将他们的等级成功提升到4级。除了极速之外，其他技能的威力全部都提升了12%，消耗跟冷却方面没有任何变化。普通技能的上限是10级，每一级提升3%的威力。看着手中的最后一本技能经验卷轴，许攸明选择将之分配在了连射这个技能上。这个技能升级之后，提升的是每一件的威力相当于双倍提升，在不考虑被格挡的情况下，收益是最高的。这个阶段很少有能将攻击格挡掉的存在，而且想格挡许攸明的攻击更加难上加难。叮，恭喜您的技能连射提升至5级，解锁后续技能3连射。当许攸明将卷轴分配到连射上面时，竟然触发了系统提示。3云烟，许攸明的阴阳剑已经达到高级，装备上矿除，幸运值更是高达6点，鉴定1级的矿石成功率几乎100%，就连2级快石也能达到80%左右，自己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去帮别人鉴定。这些乱石岗的玩家在挖出矿石之后，还要费很大功夫鉴定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废石，不仅浪费时间，还浪费金钱。毕竟想要快速回蓝是要花钱的。许攸明大概计算了一下，自己鉴定出1枚石头，大概要花费1个铜板左右。而那些普通玩家，因为鉴定数等级低，消耗的蓝量会少一点，但是鉴定出1枚矿石的成本也在40枚铜币以上了。运气好的话，他们能获得10枚铜币的收益；运气不好，很可能会亏钱。如果自己去帮他们鉴定的话，能节省他们不少时间跟资源，同时自己还能挣一个差价。说干就干，许攸明从山岗中走出，朝着一支6人小队走了过去。这支队伍玩家的等级都在14级，就连挖矿的那位也是。他们围绕在矿工身边，合力击杀一只苍狼。喂，需要帮忙吗？许攸明走上前，尝试跟他们打招呼。对方瞬间警惕起来，以为许攸明是来抢怪的。不过当看到许攸明的等级之后，悬着的心沉了下来。10级的小号还想学人家抢怪吗？走远一点吧，别伤到你了。说我们欺负新人。队伍中的弓箭手对着许攸明调侃道：追风，人家只是好意，你就别逗新人了。是啊，任谁都不会相信一个10级的玩家会对一群14级的玩家产生敌意。说话的是队伍中的一名女法师，简陋的装备根本无法遮掩她傲人的身材，随着自己施法的动作，柔美的曲线更加显露无遗。嘿嘿，云姐，我是为她着想，别等会儿再有苍狼刷新，她跑都来不及。那个，我想你们是误会了，我是想问你们需不需要鉴定矿石。说着，许攸明再次朝前走了一步，
亮出了自己的高级鉴定术。卧槽，这家伙的鉴定术等级怎么这么高？云姐的是不是还在初级呢？追风距离许幽冥最近，一眼就看到了高级鉴定术这几个字。什么高级鉴定术？追云，你小子眼花了吧？如果一个弓箭手在游戏中视力出现问题，那就可以删号重玩了。你们自己看。追云直接截图发在了队伍聊天中，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。高级鉴定术，没错，正是如假包换的高级鉴定术。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10级新手竟然将鉴定术提升到了高级。女法师原本还想骂追风一句，可是看到那几个字之后，忍不住朝这边走了过来，摇曳的身姿别具风情。突然，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：“你不会就是全服第一个突破高级副职业的玩家吧？”许幽冥笑笑不语，没有否认。还真是你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练的，竟然能这么快突破高级鉴定术。女法师美目流转，一脸好奇地看着许幽冥，说吧，你想怎么帮我们？知道对方是不会免费帮忙的，女法师直接开口问道。显然，这个女人是队伍的组织者。鉴定1枚石头，2个铜币，如果提供回蓝的话，1个铜币就行。女法师微微思索了一番，似乎在算这么做是否划算。好，成交。很快，她就得出一个答案，这么做比他们自己鉴定要划算很多。接着，对方就跟许幽冥添加了好友。丁，云烟申请添加您为好友。同意。幽冥，这是80枚石头，你来鉴定一下吧。说着，云烟从包裹里取出80枚石头，堆放在地上。先交钱，后干活。许幽冥可不会因为对方是美女就打折扣。实话说，在他双目失明之前，追他的女孩并不少。毕竟他长得还算清秀，关键还是体育健将，身材更是没话说。好，给你。云烟倒是没说什么，直接交易给许幽冥160个铜币。收下铜币之后，许幽冥直接对着这些石头开始鉴定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废普通石头 X1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1级铁矿 X1。阴阳剑达到高级之后，冷却时间大大的缩短了，特别是针对这些低级的物品，几乎能达到1秒施展一次。看着许幽冥不断鉴定的动作，所有人都忍不住朝这边侧目。这家伙施展鉴定术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而且几乎是一次就成功，根本没有2次施展的机会。不到2分钟，80枚矿石就全部鉴定完毕，不多不少，出了8枚1级铁矿。好了，许幽冥向后退一步，示意云烟将矿石给收起来。云烟呆呆地望着这个略微清秀的年轻人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真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！队伍中只有自己学习了鉴定术，因为他是法师，蓝量上占优势，还拥有回蓝的技能。可是自己也在不断的施展鉴定术，到现在还是初级58%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你们几个把石头都带过来。他们可不止眼前的石头，每个人包裹里都分摊有不少。不一会儿，许幽冥面前又堆起了一个小山，一共205枚，给你4个银币，怎么样？云烟发出了交易申请，同时媚眼如丝的看着许幽冥。不行，我要410个铜币。许幽冥不为所动，一双清澈的眼睛盯着云烟，没有给他一点折扣。还真是小财迷啊，这点面子都不给。云烟见自己的美人计没什么作用，忍不住调侃道，随后又给许幽冥赚了10枚铜币，同时目光微不可察地转向了别处，被这双眼睛盯着，竟然让他有种脸颊泛红的冲动。什么情况？自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还能被一个小弟弟给调戏了？许幽冥收下钱之后，没再说什么，服下1枚凝神丹，继续鉴定眼前的石头。第072章乱石岗深处。鉴定过程中，许幽冥不时朝这几人看去，他们显然是一个配合了很久的队伍，12级的苍狼根本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。同时，这些人让他想到了金甲小宝跟浅笑2人，不过他们2个并不在兰陵城，而是同时传送到了广陵城。不知道再次相见是什么时候，至少短时间内是没机会跟他们并肩作战了。小心！云烟突然发出一声娇喝，接着就看到一团红色的火焰朝许幽冥飞去。许幽冥看着火焰在自己的眼睛中越来越大，差点以为他是想要黑吃黑，不过出于对局势的判断，他没有做出任何动作。砰！一声闷响，火焰从许幽冥身旁擦肩而过，身后则是响起一道闷哼。许幽冥侧身看去，一只苍狼刚好刷新在自己身边，脖颈处一点焦灼的痕迹，正是被云烟的火球术给伤到的。正当许幽冥准备取下弓箭对苍狼攻击时，一名手持长枪的骑士冲了上来。嘲讽！长枪刺出，苍狼的仇恨瞬间被骑士给吸引走。哼，幽冥，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，以后鉴定费能不能打个8折？云烟一边释放着火系法术，一边对许幽冥调侃道。不能。许幽冥轻声回了一句，继续施展着鉴定术。如果真的是救了自己一命，那自己未尝不能给他们打个折，
可这苍狼真的能伤害到自己吗？恐怕就算是肉搏，这苍狼也不会是许攸明的对手。切！再次被拒绝，云烟也不生气，娇嗔一声，手中的法杖疯狂喷射火焰，烧得苍狼嗷嗷惨叫。7-8分钟之后，许攸明将剩下的矿石全部鉴定完毕。要不要我们带你升级啊？见许攸明要离开，云烟继续试探道：“只要许攸明进入他们队伍，那总不至于再好意思要这么高的鉴定费了吧？”“不用了，等矿石够了再联系我就行，我就在这附近。”说完，许攸明没有任何留恋的走了。就这一会儿功夫，许攸明就收获了970枚铜币，这效率可比自己挖矿快多了。乱石岗上可不止云烟他们一队玩家，多转几圈自己就发财了。不过终究是许攸明想得太美了，离开云烟他们之后，他接连被4、5支队伍给拒绝。他们倒不是瞧不上许攸明的鉴定术，只是他们也想着培养自己的鉴定师，所以宁愿多花点钱也要自己鉴定。的确，一般的散人玩家真不适合生活职业，前期不烧钱，技能根本提升不上去。这还只是刚开始，等以后玩家的级别提升了，需要的材料更加恐怖，普通玩家能走到中游水平已经是极限了。不过在许攸明锲而不舍的询问下，终于又找到一个主顾。虽然不多，100枚矿石，在交出10枚1级铁矿后，许攸明成功赢得了对方的称赞。一个上午晃荡过去，许攸明一共收获了20枚银币，其中有一半都是云烟的队伍贡献的。虽然收获已经很可观，但是对于许攸明而言还是有些太慢了。照这样下去，自己想要凑齐5枚金币，至少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。在吗？来生意了。许攸明吃完午饭刚刚上线，就看到云烟给自己发来的消息，马上到。3分钟之后，许攸明就来到了云烟他们挖矿的位置。又是200枚矿石，他们挖矿师的等级看起来不低啊，应该已经到了中级。他们队伍的职业很平均，法师、弓箭手、战士、刺客、牧师，骑士各有1名，挖矿的正是1名战士。既然你们挖矿的技能已经达到中级，怎么不去更深一点的地方挖矿呢？许攸明看了一眼远方，那里也有不少玩家，可想而知，越往里走，挖出高级矿石的概率就越高。那里都被大帮派给瓜分了，我们只能在这喝点汤，哪敢跟他们抢？这里可不同新手村了，在野外是可以强制 PK 的，只是杀人之后会获得罪恶值。随着罪恶值逐渐增加，自己的名字会从白色转变为红色，也就是常说的红名。红名玩家的限制很多，第一条就是无法进城，一旦进城就会被卫兵给逮捕，扔进监牢去消除红名。基本上每1个小时会消除10点罪恶值，而击杀一个白名的玩家会获得1点罪恶值。当然10点以内的罪恶值并不会被逮捕，只会受到城里 NPC 的敌视，各种交易和任务都会受到限制。玩家可以选择在城外击杀野怪来消除红名，消除的效率跟击杀野怪的强度有关。还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，击杀玩家超过一定数值会引发系统的通缉令，通缉令下可能会有 NPC 出手缉拿玩家，这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恶意 PK 去肆意击杀小号。原本许攸明想着级别高一点，去里面给人鉴定矿石，现在看来进去也是徒劳。帮会肯定会培养自己的鉴定师。等许攸明鉴定完成之后，云烟也选择直接下线，他们战斗到现在一直没有去吃饭。在乱石岗继续晃悠一段时间，许攸明基本没有什么收获了，看来自己必须再想新的办法了。取下弓箭，许攸明来到之前遇到的那群狼群身前，对他们展开了厮杀。在一片片箭雨的攻击下，很快这10几只狼群就倒下了。这次许攸明没有选择在这里挖矿，而是继续前行。这里都是1级的矿石，挖起来太浪费时间了，只有进入深处才能获得高级的矿石。虽然那些帮派瓜分了很大一部分的矿区，自己从侧面绕进去，说不定能找到一片没人愿意接手的地方呢。毕竟狼群的分布是不规则的，有些地方狼群数量很密集，自然不会有人吃力不讨好选择那里。沿着乱石岗的边缘，许攸明一路杀了过去，这里聚集的狼群完美帮他遮掩了行踪。果然，前行大概1-2公里之后，许攸明就能远远地看到帮派玩家。虽然同处乱石岗的深处，但是他们占领的却是苍狼比较稀少的区域，只需要少量的玩家守护，他们的矿工就可以尽情的挖矿。第073章，一只肥羊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许攸明悄然远离了那些帮派的玩家。他们虽然也发现了这边的战斗，不过都以为是别的帮会在开辟新位置，根本没怎么在意。那些险恶的地方，他们根本看不上。终于，许攸明在狼群中找到一处合适的矿藏，虽然周围的苍狼有近20只，但是矿藏的规模看起来挺大的。这里或许会有2级矿石，也说不一定。长弓拉满，这次是箭雨开路，一个技能下去，所有的苍狼都被减速到。之后，许攸明就开始挨个点名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这些苍狼就全部暴毙了。当然，为了控制刷新的时间，许攸明刻意让这些苍狼同时挂掉。
这样一来，他们也会同时刷新，不至于让自己在挖矿的时候还要对付身边的苍狼。所有的苍狼倒下之后，许攸明有10分钟左右的挖矿时间，不敢有丝毫的耽误。他开始对着脚下的矿藏挥动锄头，叮叮当当，一枚接着一枚的石头被敲下，然后瞬间就被许攸明给鉴定了。果不其然，来到这里之后，获得1级矿石的概率大大提升了，跟废石几乎达到1比1的程度。短短10分钟，许攸明就获得了近50枚1级矿石，这个效率简直是太高了。当然，这是因为许攸明挖矿等级高，幸运也超高，其他玩家在这里挖能达到3比1已经顶天了。计算好时间，刚刚起身就看到一阵空间波动，10几只苍狼刷新在他身旁。嗷呜！由于距离太近，许攸明直接引起了苍狼的仇恨，10几只苍狼同时扑来，有2只躲闪不及，锋利的爪子直接拍在许攸明身上。吃-5、-3，这些苍狼的攻击在命中许攸明时，连防御都难以破开，只造成了几道个位数的伤害。许攸明虽然等级低，但是防御高啊，高达152点的物防，直接碾压苍狼130点的攻击。当然，纵使如此，许攸明也做不到完全免疫苍狼的攻击，除非自己的防御超出对方攻击很多，才会出现完全免疫的情况。这点伤害许攸明根本没放在眼里，闪开之后继续开始对苍狼展开风筝式的屠杀。不到10分钟，再次将所有的苍狼给干掉。抓紧时间，许攸明继续开始挖矿。终于在苍狼刷新之前，自己的包裹被矿石给塞满了。让他感到欣慰的是，这次竟然获得了2枚2级矿石。之后，许攸明一路狂奔，也不在乎身边苍狼的追赶，直奔兰陵城跑去。身后很快就牵扯到一大群苍狼，少数也有上百只。来到玩家出没的位置后，他们纷纷让开位置，生怕被许攸明给牵扯到。这家伙是疯了吗？竟然拉这么多苍狼！在外人看来，一只只苍狼不断的朝许攸明扑去，毕竟没有迟缓键的减速，这些苍狼的速度要超出许攸明一些。估计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咱们还是离远点，别被殃及池鱼了。出乎众人意料，许攸明竟然在群狼的围住下冲出了乱石岗，让人不得不感叹，这家伙血真厚。当然，距离太远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被狼群围着的是一名弓箭手。从狼群中出来，许攸明的血量掉了4000多点，这还是他不断释放急速的情况下。这些苍狼虽然对他造成的伤害不高，但是数量上来了，每分每秒他的血量都在下降。也就是为了出来，他才能这么做，如果是进去时也这样，指定挂掉。许攸明冲进密林之后，苍狼群就失去了目标，徘徊一阵之后就各自回自己的领地了。在密林中，许攸明可不敢再这么乱来，只能躲着这些蜘蛛前行，实在躲不过才出手干掉。10几分钟之后，许攸明出现在兰陵城的铁匠铺，包裹里的近100枚矿石，一共卖了52枚银币，加上上午鉴定时挣得，差不多有70枚银币了。不过自己的清心露也用得差不多了，再补充一下，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补充完药品之后，许攸明在杂货铺也奢侈了一把，花费1个银币购买1枚回城令。1枚回城令只能使用10次，而且只有在非战斗状态下才能使用。不过能够快速回城的话，能帮许攸明节省不少时间，对他而言，时间就是金钱。许攸明已经尝到乱石岗深处挖矿的甜头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除去开销，自己今天能凑到2个金币，这个效率他还是很满意的。一路小跑，许攸明再次朝乱石岗奔去。老规矩，想要进入深处，只能杀进去。为了加快击杀的效率，同时拉了10几只，这是剑雨能覆盖的极限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11，获得自由属性点+1。刚刚来到之前的位置，一道金光坠下，许攸明的等级提升了。今天倒在他剑下的苍狼有数百只了，加上越级杀怪，他获得了10分丰厚的经验。将属性点添加到力量上之后，许攸明开始埋头挖矿。叮叮当当，半个小时之后，他的包裹又满了，一道光芒闪过，许攸明使用回城令回到了兰陵城。路过铁匠铺之后，他再次将矿石出售，100枚矿石不是没有人兜售过，但是接连2次就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。等到许攸明走远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一名刺客玩家悄然跟了上去。兰陵城的玩家实在太多了，大街上虽然不至于人挤人，但也是车水马龙。贸然间被一名刺客给盯梢，许攸明根本察觉不到。许攸明再次补充1点清心露，就朝城外走去。穿过密林，继续用老方法杀进了狼群深处。看着眼前这个只有11级的玩家竟然如此凶猛，那名刺客也是吓了一跳。还好自己没有轻举妄动，看这架势，自己14级也不是他的对手，除非是自己偷袭得手，眩晕到对方。许攸明进去之后，这名刺客在外面守了一会儿，只能无奈的离开了。面前的狼群根本不是他能应付的，这里玩家稀少，自己再跟上去肯定会被对方给发现。老大，
我发现一只肥羊。第074章遭遇劫持。说着，刺客将许幽冥的情况给对方说了一下。鬼刺，你先回铁匠铺，看他还会不会出现。好的，老大。说来也巧，鬼刺的锻造术还没有入门，这2天一直在铁匠铺练习打铁。许幽冥的2次交易都被他看在眼中。普通玩家想要学会副职业技能，只能去相应的店铺中当学徒，学徒经验累积上去之后，才会学会相应的副职业技能。当然，有技能书的话就另说了，可以直接学会基础的副职业技能。只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没几个人拥有技能书。鬼刺听从老大的安排，继续回到了铁匠铺中。他刚到没多久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过来了。果然，许幽冥再次过来出售矿石。这时距离上次交易还不到1个小时，这家伙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？纵使是使用了回城卷轴，这效率也太吓人了吧！一个低级玩家能这么快的获得如此多的矿石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发现了一处盛产矿石的地方。他又怎么会想到一个散人玩家能拥有高级的挖矿术呢？许幽冥刚刚交易结束，几个面色不善的人就来到了铁匠铺。鬼刺跟众人使了个眼色，他们不动声色的来到鬼刺面前。老大，就是那小子。几人躲在铁匠铺的角落里，偷偷的看向许幽冥。就他，才11级，有你说的那么神吗？手持大刀的一个壮汉站在鬼刺面前，几乎将他的身体挡住。我亲眼所见啊，他今天都出售3次矿石了，看那一堆的数量，差不多有100枚了。鬼刺小声嘀咕道。不过他好像有回城令，没办法半路打劫他。半路打劫？出城就把他给劫持了，让他老实交代在哪发现的矿藏，不听话就宰了他。壮汉眼中闪过一丝凶光，根本没有想着盯梢。自己这么多人，还拿不下一个11级的弓箭手。在战斗中，玩家是不能随意下线的，强制下线会让自己的人物模型留在原地，任凭敌人攻击，甚至在碰到会盗窃技能玩家的时候，能把你偷个精光。所以强制下线跟死亡没什么区别。命运中，玩家挂掉的惩罚很严重，清除当前等级的经验，并直接下降1级。同时，那些因为升级获得的属性点也会消失。更可怕的是，死亡之后，玩家会随机丢失1至3点基础属性，多死几次，这个号基本上就废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家在达到主城之后就比较惜命的原因。不然就凭那些帮派，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松的瓜分矿场，没人敢挑头去反抗，他们自然顺利的将散人玩家给压制了。很快，许幽冥收拾妥当了，再次朝城外出发。只是这次他察觉到了身后的异常，有几个人从铁匠铺开始就一直跟着自己。不过许幽冥并没有当回事，对方的等级最高才14级，这几个人还没有被他放在眼里。出了城门之后，许幽冥继续朝乱石岗奔去。前面那小子，站住！刚刚进入密林没多久，身后那些人终于不再隐藏，快走几步将许幽冥围了起来。许幽冥大致扫视了一圈，又是一个满编小队。听说你发现了一处宝地，不想死的话，就带我们过去。大汉拍了拍手中的大砍刀，目露凶光，对着许幽冥威胁道：好啊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对方根本没想到许幽冥会这么顺利的答应自己，这也太怂了吧。几人相视看了一眼，有些哭笑不得。亏得鬼刺刚刚把这小子吹得这么厉害，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罢了。你小子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，不然要你好看。当然，你要是好好表现，以后有事就报我鬼刀的名号，我罩着你。好。许幽冥似乎没有丝毫抵抗的意思，对方说什么他就应什么。你小子不错，以后就跟着刀哥混吧，这一片没人敢欺负你。鬼刀有些洋洋得意，看来自己的威慑力还是挺强的，吓得这小子都不敢反抗了。还真是一个怂货。说完，许幽冥就在几人的挟持下朝乱石岗走去。你说的矿藏就在那里面，不会骗老子吧？老大，应该不会，我之前就是看他从这里杀过去的。鬼刺低声说道。看着眼前密集的狼群，鬼刀心中有些疑虑。以他们的实力自然可以杀进去，但是效率肯定会很慢。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冲过去的？你身上是不是有好装备？拿出来让刀哥看看。此时鬼刀的双眼看向了许幽冥，这家伙肯定有好装备在身上，不然怎么可能一个人冲进去呢？哟，这不是幽冥小弟吗？姐姐这有点矿石，你要不要帮我鉴定一下？突然远处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，正是云烟，身后还跟着追风众人。显然他是看出许幽冥身旁这几人不像好人，想要帮许幽冥解围。看到云烟瞬间，鬼刀的眼睛都直了，这小妞身材也太正了吧，不知道现实中是否也这样。游戏中能简单的改变身材跟长相，但是能调整的幅度很小。哟，美女，要不要加个好友？以后刀哥带你升级。刀哥对云烟露出一个自认为充满魅力的笑容，不过在别人看来显得十分猥琐。云烟根本没有理他，只是面带微笑的看向许幽冥，看
看他是否需要自己帮忙。这个鬼刀，他听人提起过，是一个小帮派的玩家，不少新人都被他欺负过。先不用了，我跟刀哥办点事，等会儿再去找你。许幽冥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，回绝了云烟。云烟看了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带着追风他们离开了。虽然他想帮许幽冥，但是也要他愿意才行，毕竟自己一旦跟这个鬼刀交恶，牵扯的可不止自己，身边的队友也会受牵连。既然人家不领情，自己也就不自作多情了。看着云烟远去的背影，鬼刀忍不住咽了下口水。马德，这小妞真正啊！第075章112鸟，幽冥是吧？你只要将这小妞介绍给我，以后你就是刀哥的兄弟了。鬼刀露出猥琐的笑容，任谁都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好，许幽冥再次答应鬼刀的要求，他的表现让鬼刀很满意。同时，许幽冥将自己的迟缓剑展示给鬼刀看，表示自己是拥有这个技能才能顺利从狼群中穿过的。看到迟缓术的效果之后，鬼刀露出一丝惊异，这家伙竟然拥有导师之外的技能，运气还真不错。不疑有他，鬼刀众人跟许幽冥一起走向了狼群。不得不说，鬼刀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，至少比追云他们要强一些。这些苍狼在他们的配合下根本坚持不了几下。许幽冥注意到鬼刀手中那柄大刀显然是一件青铜级别的武器，每一刀挥出都能对苍狼造成200加的伤害。在等级压制面前，被引来的10几只苍狼不到3分钟就解决了，毕竟各个职业都有不同的群攻技能，这速度比许幽冥自己杀怪快多了。许幽冥在旁边有一下没一下的输出，大部分箭矢都落空，跟个菜鸟没什么两样。原本鬼刀还想着把他拉进帮会，可是看到他现在的表现，连进外围的资格都没有。能够进入帮会的玩家，无一不是有2把刷子的，实力都要比普通人强一点。特别是他们这些一直跟随帮会的老人，在操作上能轻松碾压那些新人玩家。10几分钟，他们就跟着许幽冥来到了乱石岗深处，远远的已经看到了那处比较突出的矿藏。就是那里，看着矿藏的规模，也不像能大规模产出矿石的样子啊。难道里面还别有洞天？鬼刀想着过去看看，如果这家伙真的是在耍自己，直接让他原地升天。不过看许幽冥那怂样，也不想有耍自己的胆子。终于，几人带着许幽冥来到了矿藏的位置。鬼刀示意一个队伍中一个学习了挖矿术的玩家去试探一下，看是否真的是一片宝地。如果能发现一处盛产矿石的矿藏，帮里肯定少不了自己的好处，指不定还能再捞一件青铜装备。看着朝矿藏走去的那名骑士，许幽冥知道时机到了。好了，多谢几位的护送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说着，许幽冥一道剑雨发出，飞向了几人，不过却没有在众人头顶坠落，而是越过他们，飞向了更远处的苍狼。嗷呜！这一击直接覆盖了10几只苍狼，受到伤害的苍狼瞬间朝这边冲了过来。与此同时，许幽冥长弓连射，周围越来越多的苍狼被牵引了过来。操，你小子敢耍我！此时鬼刀怎么还能不明白，许幽冥根本没想着带自己去那处宝地。直到现在，他还认为许幽冥发现了宝地，不然没办法解释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矿石。不过你也太小瞧你刀哥了，凭这些苍狼能奈我何？刀哥眼中喷出一股怒火，却没有将周围的苍狼当回事。他们的等级到，这些苍狼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有限，根本不会产生致命的威胁。引来那么多苍狼，无非就是多费一点功夫的事。等解决了苍狼，一定要好好的折磨这小子一番，再弄死他。不知不觉，周围已经围了近50只苍狼，一时间鬼刀他们根本无暇自顾，只能不断的躲闪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许幽冥对他们发起的攻击，这些苍狼为什么要来攻击他们？这就要多亏了许幽冥强大的计算能力，每一次射出箭矢都是以刁钻的角度，让苍狼扑来的时候刚好经过鬼刀他们的位置。同时，在急速的加持下，许幽冥不断走位，丝毫没有受到苍狼的困扰。鬼刀凶狠地看向许幽冥，在苍狼的围攻下，他们已经站稳了脚步，等他们脱困之时，就是许幽冥毙命的时候。不过他终究是错估了许幽冥的实力。嗖，长弓再次拉满，箭雨飞起，铺天盖地的落在鬼刀他们身上。骤然间，他们的速度下降了一截。接着，许幽冥又对着几人分别射出几箭，将迟缓箭的效果拉满。他们的动作瞬间变得迟滞起来，周围的苍狼可没有受到这种影响，利爪不断的挥出。操，这家伙真阴！鬼刺忍不住怒骂一声，他多想隐身过去干掉许幽冥，只是在狼群中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。速度下降之后，他们的血量也跟着下降，没有几分钟就见底了。终于在几人的骂声中，他们依次倒在了狼爪下。以许幽冥的伤害，操作得当，在密林中就足以将他们风正致死。只是许幽冥不能这么做，如果自己主动出击杀了他们，自己必定会陷入红名状态，那自己短时间内就没办法跟 NPC 交易了，
这样做太拖延时间。他们作为游戏老鸟，有的是办法让自己成为主动攻击的一方。现在他们死在苍狼的攻击之下，跟自己就没什么关系了，而且还帮自己节省了不少时间，算是一石二鸟。许攸明抬起长弓，将剩余的苍狼给搞定，开始弯腰挖矿。操！走，去门口堵那小子，一定要让他知道，得罪刀哥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自己被一个散人玩家给戏耍，传出去就真的不要混了，帮里那些小头目不得笑死自己。几人心里憋了一肚子火，跟在刀哥身后朝城门外走去。当然，鬼刺被分配到铁匠铺，继续等许攸明出现。十几分钟，许攸明就将包裹给填满。这次获得了5枚2级矿石，运气还不错。攸明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在城门口看到鬼刀一行人聚集在那里，不会是在蹲你吧？正当许攸明准备回城的时候，收到了云烟的消息。他们在回城的时候看到鬼刀气急败坏地守在城门外，而且等级也比刚刚低了1级，就猜到了什么。只是他想不明白许攸明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。没事，让他们等着吧。如果他们真的不知好歹，许攸明不介意再杀他们一次。第076章密林激战。使用回城令，许攸明直接回到了兰陵城，将这些矿石卖出之后，他手里已经有7枚金币。这次他没怎么动手，省了不少清心路。纵使鬼刺藏得比较隐秘，许攸明还是发现了他的身影。看来鬼刀他们是真的想跟自己死磕到底了。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挣钱的门路，许攸明不想放弃，在药铺多买了一些补给品，待会儿保不齐会有一场恶战。驾！闪开！刚刚从药铺出来，就听到大街上一阵喧哗。只见一队披坚执锐的士兵在街上纵马疾驰，玩家们看到后纷纷选择避让。虽然只有100十人，但是却有一种千军万马的声势。为首一人是一名身披红色软甲的女子，手持一杆长枪，英气十足。赤焰军这是干嘛去？鲜明的装扮显示出他们的身份，正是兰陵城4大军团之一的赤焰军。谁知道不会是谁触发了什么任务吧？这才刚开服，赤焰军就这么大动静，不得不让玩家们猜想一二。不过他们都拥有坐骑，速度飞快，玩家想凑热闹都跟不上。等赤焰军的人离开，街道上才恢复正常。许攸明也赶时间朝城外走去。密林中，鬼刀已经在此等候多时，同时在这里练级的一个小队也被他临时调了过来。敢耍老子，今天要让你知道得罪刀哥的下场。通过鬼刺传递的消息，他们知道许攸明即将进入密林，鬼刀嘱咐众人都隐藏好，别把那小子给吓跑了。鬼刀也没想到许攸明竟然还敢出来，他原本只是试探性的蹲一会儿，如果许攸明出了铁匠铺直接下线，他还真拿对方没办法，顶多是在以后遇到这家伙的时候出手教训他。可是这家伙竟然还傻乎乎的出来，果然是菜鸟一枚，真当刀哥是吃素的。云烟给许攸明发了一个坐标，正是前方不远的位置。许攸明知道马上就要遇到鬼刀他们了，他并没有想着改变路线，毕竟身后有鬼刺跟着，该来的是躲不掉的。他现在11级，根本不惧13级的鬼刀他们，毕竟一件黄金装备足以逆转一切。当然他也不会傻乎乎的走到对方的包围圈。距离还剩100米的时候，许攸明停下了脚步，同时对着身后就是一剑。嗖！逆羽剑定在一根树干上，剑尾发出轻微的颤抖，而树干后面正是一直尾随自己的鬼刺。出来吧，还想跟到什么时候？嘿嘿，小子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呀，胆量不错。被拆穿了位置，鬼刺并没有表现出意外，很自然的从树后走出。见鬼刺被发现，鬼刀等人也不再隐藏，直接从各个树后冲了出来，迅速将许攸明围在中间，生怕他跑了。咻！负95，一团火焰袭来，许攸明根本躲闪不及，胸口就传来了轻微的灼烧感。叮！玩家鬼火对您发动攻击，您获得30秒自卫反击权限。30秒的自卫权限不是说只能反击30秒，而是在这30秒内，许攸明对鬼火发动攻击的话，只要在双方脱离战斗之前，都属于自卫行为。如果超过30秒没有攻击对方，自己就失去了自卫的机会，再发动攻击将会判定为恶意攻击。自卫状态下击杀对方不会产生罪恶值。许攸明自然不会客气，抬手就是一剑，将自卫时间给续上。当然他只是对鬼火一人攻击。鬼火在攻击许攸明的时候显然已经脱离了队伍，不然系统提示不会只出现鬼火一人。如果许攸明不小心攻击到其他人，那他就属于恶意攻击了。嗖！弓箭穿过众人，精准的命中鬼火。他身前想要挡伤害的战士直接扑了个空，明显没想到许攸明的反击会来得这么快，几乎没有瞄准，受到伤害的瞬间就发动了反击。这是恶意 PK 的一个套路，让队友退出队伍去引诱对方发动攻击，然后制造对方恶意 PK 的机会。负470，一剑之下，鬼火的血量就下降了1/3。不只是他，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气，
这家伙的伤害怎么会这么高？13级的鬼火，血量只有1500多一点，防御更是只有50，面对许幽冥高达412的伤害值，肯定吃不消。快！嘲讽！队伍中有2名骑士都学会了嘲讽技能，只要嘲讽到许幽冥，他攻击再高也承受不了其余几人的集火。到了这时，鬼刀已经察觉到一丝不对了，也不在乎红名不红名了。对方只有1个人，无非也就增加1点罪恶值，随便刷点怪就没了。众人听到鬼刀的命令，当即朝许幽冥冲了过来。许幽冥注意到这些人的走位十分讲究，前行中还在左右摇摆，虽然在自己看来是徒劳的，但是如果是新手的话，很可能就会攻击落空。刷！加155，加145，2道乳白色的光芒落在鬼火身上，为他恢复了300点血量。正是队伍中的牧师在施展治疗术，同时他们手中光团闪耀，一缕光芒飘向了2名骑士。顿时，他们2人仿佛脚下生风，速度提升了很多。牧师的作用在团战中已经开始逐渐凸显出来。许幽冥也发动了极速技能，朝身后退去，只有鬼刺的方向是自己的突破口。后退的同时，长弓再次被拉满，嗖嗖嗖，一记3连射，骤然飞向鬼火。对于许幽冥而言，只有法师对自己的威胁最大，毕竟他的魔抗相对而言会低一些。-425，-435，-439，一个3连射下去，直接将鬼火给打残，吓得他手中技能都扔偏了。这还没完，正当他准备吞下回魂伞时，许幽冥一发抛射，直接将他带走。牧师的恢复技能虽然冷却时间不长，但是也没办法做到秒放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鬼火化作一道白光，消失在自己面前。这家伙的攻击怎么这么高？这不正常！所有人都明白，这次是碰到硬茬子了。众人眼中没有恐惧，反而纷纷露出一丝疯狂。对面这人身上肯定有极品装备，很有可能是白银装备，甚至是黄金装备。第077章深陷重围。如果能挂掉这小子的话，指不定就能爆出来。想到黄金装备的诱惑，不得不让他们心动，冲向许幽冥的速度更快了。干掉鬼火之后，许幽冥将矛头瞄向了另外一名法师，同时对方的青色法球也朝自己飞了过来。啪！-92，一枚水球坠落，寒意传遍全身。这些初级法术虽然不是指向性技能，但是弹道速度比弓箭还要快，不提前预判很难躲避。许幽冥虽然极力在闪躲，但他跟玩家对战的经验很少，还是被对方给命中。当然，这也并非坏事，这样一来，眼前那几人头顶已经出现隐隐的红色光芒，这是提示自己能够自卫反击的对象。嗖！2支箭矢同时射来，许幽冥本可以闪躲，但是强行止住了身体，让箭矢命中自己。-32，-35，二人的伤害比起法师差了好几倍。至此，许幽冥面前的所有人都泛起了红光。箭雨，一片箭雨飞起，将面前众人笼罩其中，同时伴随着迟缓箭的效果，他们的速度骤然下降。-285，-328，-288，对手的防御各不相同，造成的伤害也有一些差异，但是普遍200-300的伤害让他们心惊不已。2名牧师连忙释放群体治疗术，一片乳白色光芒笼罩在众人身上，只能恢复100出头的血量。是！突然，许幽冥感觉到脖颈处一阵发凉，一柄锋利的匕首猛然出现。-85，血域！鬼刺的背刺技能直接触发了暴击，同时将许幽冥眩晕2秒钟。看到鬼刺偷袭成功，众人心中大喜，脚下猛然发力，快速冲了过来。眩晕时间内，鬼刺不断地对许幽冥发动攻击，可是在许幽冥超高的物理防御之下，他只能造成10几点的伤害，只有释放技能时才勉强突破到40点。2秒钟转眼间就过去，鬼刺一共才打掉他不到300点伤害，这让鬼刺有些怀疑人生了。对方不过是一个弓箭手，防御怎么会这么变态？而且看对方的血条根本没怎么动。你是在挠痒痒吗？许幽冥在鬼刺面前轻声说了一句，发动急速朝身后退去。蓄力一击在倒退的时候已经准备好。嗖！-762，这一剑附加了抛射的30%伤害，直接干掉另一名法师1半的血量，同时甩出2道普通攻击，继续对2名骑士施展迟缓剑，想要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们也看出来了，许幽冥拥有超高的物理防御，想要击杀他就必须保证法师的存活。于是法师开始停下追击的脚步，想让骑士牵制住许幽冥之后，再让法师在远处输出。不过他们显然是错估了许幽冥的射程。嗖！一剑飞起，而后从天而降，越过众人，精准地落在另一名法师脑袋上。这一幕把鬼刀他们都给看傻了，这家伙的剑还会拐弯吗？他是怎么做到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高的命中率的？
反观己方的2名弓箭手，除了刚开始命中许幽冥2箭，之后的箭矢极少能落在许幽冥身上，只有一个范围技能箭雨，还能多少对许幽冥造成点伤害。自己这是碰到高手了，好一个扮猪吃虎，竟然敢在刀哥面前玩这套，今天死活也要扒了他这层虎皮。在许幽冥的精准点射之下，那名法师不出意外的倒下了。看到2名法师都挂掉，刀哥也无所谓了，只要2名骑士能冲上去，依旧能干掉许幽冥。冲锋！2名骑士虽然中了迟缓箭，但是毕竟自己刚刚被眩晕了2秒钟，他们距离许幽冥的位置并不是太远。终于在鬼刺的不断骚扰下，为2名骑士赢得了一点距离。冲锋的技能最远能达到10米，必须有目标才能发动，但是相应的被定性为指向性技能。在撤退的过程中，许幽冥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撞击感。-12、-15，二人接近许幽冥的过程中就释放了嘲讽技能，时机把握的刚刚好。不出意外，许幽冥陷入了2秒钟的嘲讽状态，只能被动的攻击2名骑士。身后那些人抓紧这个机会，快速冲了上来。终于在多重限制之下，他们将许幽冥给围了起来。骑士的血量成长是最高的，13级的骑士血量能达到4000点左右，加上装备加成，轻松突破5000大关。纵使许幽冥伤害有些变态，想要击杀他们也需要2-3分钟的时间。这段时间，鬼刀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这家伙的操作终究是有些生涩，2-3分钟的时间足够自己将他给干掉了。几秒钟过去了，周围人的血量在牧师和恢复品的作用下在快速的提升着。看来这条大鱼今天要被自己给吃下了。交出你身上的装备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鬼刀冲到许幽冥面前，得意洋洋地说道。在他看来，许幽冥已经是瓮中之鳖，任凭自己拿捏了。毕竟在2名刺客跟2名骑士的轮番控制之下，他不可能再风筝他们。当一个弓箭手失去了距离优势，再高的伤害也只能是徒劳。白痴，你怕是还没睡醒吧？许幽冥冷冷说了一句，一道箭雨将飞向远处，将2名牧师给覆盖。-355、-368。牧师的主属性是智力跟精神，血量也不是特别高，被许幽冥针对之后，血条顿时下降一截。哼，不知死活，老子让你在兰陵城待不下去！击杀许幽冥不一定会爆出装备，但是多杀几次，迟早会爆出来。这个幽冥自己是杀定了。周围7-8个人围着，许幽冥的走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输出。吞下回魂伞跟清心露，许幽冥不断将箭矢朝远处的牧师射去。面对如此高的攻击，鬼刀知道根本没有办法避免死伤，于是也不再管2名牧师，只是指挥着众人朝许幽冥疯狂输出。是，他的大刀狠狠劈下，落在许幽冥身上。-110。纵使已经有了心理预设，鬼刀还是被这个伤害给惊到了。第078章，偷鸡不成。他的劈砍就算是击中同级别的骑士职业，也能造成150加的伤害，怎么到了这个弓箭手身上反而更低了？白银装备绝对达不到这么逆天的效果。兄弟们加油，爆出装备，今天晚上红浪漫走起。这些人虽然不是帮派核心成员，但大部分还都是在一个城市居住，为了维持团队的稳定，线下还是经常会组织娱乐活动的。好，就等刀哥这句话呢。听到鬼刀的许诺，大家攻击起来更加卖力了，但是却丝毫改变不了他们伤害低的惨状。各种技能朝着许幽冥身上一阵招呼，可是到目前为止才打掉许幽冥不到1000点的伤害。许幽冥一口回魂伞就直接回了上去，嗖嗖，剑芒越过众人，将2名牧师给击杀。现在场上就剩下几名战斗人员。刀哥，不对劲啊，这小子的血量看起来得有5-6千啊。通过血条的变化，他们大致推算出来许幽冥的血量。看着血量没怎么下降的许幽冥，几人一时间没了信心。法师跟牧师都倒下了，他们这些人真有能力将他击杀吗？刀哥也发现了这点，这家伙简直是太硬了，根本砍不动。再这么下去，自己这些人恐怕都要被他给一一击杀了。就在刀哥思索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许幽冥剑矢上青芒闪烁，显然是发动了蓄力一击，直接击中身侧的鬼刺。是-586。鬼刺之前被剑雨波及过2次，血量虽然恢复了一些，但还是残血状态，这一击直接将他给打残了。鬼刺大惊，慌忙施展前行，想要躲开许幽冥后续的攻击，只是一道剑雨打破了他的幻想。刷刷刷！-385、-368、-382。鬼刺瞬间化作一道白光，而其他人血条也都不怎么健康了。许幽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这些人可真倒霉啊！剑雨发出的瞬间，刚好触发翠玉扳指附带的巨力技能，他的力量瞬间提升30%。虽然偶尔会被对方限制2秒钟，但是只要脱离控制状态，就会有1名玩家被击杀。撤！鬼刀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
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是许攸明的对手，再不撤的话，都要栽在这里。今天自己已经挂过一次了，如果再挂一次，肯定会受到帮里的惩罚。在发出撤退命令的同时，鬼刀已经做出后撤的动作，只是他还是小瞧了许攸明的杀心。如果不给他们点教训，这些人以后还会来找自己麻烦。在巨力状态下，他的攻击提升了60多点，普通攻击对这些人也能造成400以上的伤害。同时，在迟缓剑的作用下，这些人根本跑不快，一个个在绝望中倒在了许攸明的剑下。当剩下最后的鬼刀时，许攸明赏他一记蓄力一击，嗡！穿心一剑，鬼刀倒在了奔逃的路上。有迟缓剑在，没人能逃出许攸明的射程。看着鬼刀留下的一柄大刀，许攸明开心的笑了。这家伙还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把自己的装备给爆了出来。斩首刀，青铜，等级要求12，攻击加36，力量加6。难怪这家伙能对自己造成100多的伤害，这一把刀就为他增加了60多点伤害。这把刀的属性不错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看着聊天框上的前世今生，许攸明默默发了个消息过去。老钱。看着成功送达的标识，许攸明心中一喜，原来这家伙也来到兰陵城了。目前而言，跨城是没办法聊天的，能送达就证明双方在一个城市的管辖内。哟呵，稀客呀，大神终于舍得出新手村了。这么多天过去，前世今生都差点把许攸明给忘了，毕竟他每天接触的玩家太多。许攸明没说什么废话，直接把斩首刀的属性截图发了过去。这把刀什么价格收？这把武器都给你搞到了，佩服。前世今生微微有些惊讶，他离开新手村的时候已经有些晚，那时候他对许攸明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没想到这家伙刚来兰陵城就给自己这么一个惊喜。全新的市场价10个银币，你这估计要打个折，不过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还给你按10银币算。看着上面微微降低的耐久度，前世今生一眼就猜出来这是杀人获得的，毕竟许攸明是弓箭手，使不了大刀。好，成交。这个价格还算公道，论坛上的青铜装备在8-12银币之间，斩首刀属性不错，应该能卖到12银币，但是修补一下耐久度估计也要不少钱，这笔买卖前世今生挣不了几个钱。二人约定在北门见面，不一会儿许攸明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哎呀，高手就是高手，到哪里都挡不住光辉。前世今生嘻嘻哈哈的来到许攸明面前，接过斩首刀，将钱给许攸明转了过去。老规矩，还是现金交易，这样能让他多挣一点。虽然现在金币兑换华夏币是1比1万，但是现金买金币就不一样了，在专业平台上兑换比例在11000到10500之间。许攸明同时将身上的7枚金币交易给前世今生，只保留几十个银币。前世今生没想到许攸明竟然能拿出这么多金币，微微有些惊讶。在他的心中，许攸明的实力悄然拔高了一些。看着卡上的余额，许攸明内心平静不少，看来这个月的目标很快就能完成了。老钱，有没有办法搞点矿石？我出手鉴定，到时候你拿鉴定费的分成。许攸明尝试着问道。前世今生是一个商人，认识的人应该很多，这恐怕不太行。现在产出的都是低级矿石，外观上跟废石没什么区别，大家都是现场鉴定。许攸明想想也是，谁会背着一堆石头存起来呢？肯定是鉴定完之后再带走。不过看到许攸明的高级鉴定术时，再次让前世今生大吃一惊。矿石虽然没戏，但是最近副本那边打得火热，到时候鉴定装备可比鉴定矿石挣得多。是啊，矿石只是低级货，装备可不一样啊。第079章罗刹。能获得未鉴定装备的玩家肯定不会差钱，而且现在普通玩家的鉴定术还达不到鉴定高级装备的水平。于是许攸明跟前世今生商量好，他负责找主顾，许攸明负责鉴定，到时候他抽20%提成。之后二人就彼此分开了。刀哥，怎么办？这周的考核我们估计完不成了。加入帮会能够享受帮里的福利，但是也有一定的考核，毕竟游戏中可不养闲人。今天连降2级，他们短时间内肯定提升不上去。在复活点附近，几人面带愁容的看着鬼刀。慌什么？不就是等级吗？老子丢了装备都不着急。鬼刀怒骂一声，眼中闪过一丝凶狠。丢了青铜装备，在帮会中可是重大失误，自己必须想办法弥补。思虑片刻之后，鬼刀连接了通讯录中的一个玩家。罗刹哥，弟兄们刚刚练级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拥有黄金装备的散人玩家，位置。对方几乎瞬间就给鬼刀回了消息。鬼刀露出一丝微笑，等罗刹过来，许攸明必死无疑。如果能爆出黄金装备，自己也能免于丢失装备的惩罚，说不定还能让主力部队带自己升级呢。罗刹是帮里一个头目，管辖着上百名主力玩家，他们的等级都达到了15级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许攸明没有黄金装备，他面对罗刹的危险
至少会交出自己的青铜装备，无论怎么说，他的损失都会降至最低。唯一遗憾的是，这次的功劳要被罗刹给拿走了。鬼刀还不知道自己的装备已经化作许幽冥卡里的余额。十几分钟之后，一身黑色软甲的罗刹出现在北门外的密林中，同时他身旁还有5名15级的玩家，他们刚从副本中出来，正准备找地方练级的。你说那人只是一名弓箭手？看到只有12级的鬼刀，罗刹冷冷地说道。是啊，罗刹哥，他虽然是一名弓箭手，但是血量却高达5、6千，攻击也是达到4、500，肯定是拥有黄金装备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强？废物！罗刹不屑地看了鬼刀一眼，在他看来，一个11级的弓箭手装备再好，也不可能单挑这10几人。鬼刀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失误找借口罢了。不过他既然来了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，要让那个弓箭手知道，得罪阎王殿的后果不是他能承受的。没错，鬼刀他们都是阎王殿名下的小鬼罢了。带着身后10几人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乱石岗。12级的苍狼根本拦不住罗刹他们，几人一个群攻下去，大片苍狼的血量降低了1/3。接着一阵自由攻击，30秒不到就将苍狼给搞定。击杀几波苍狼，他们终于见到了许幽冥的身影。他身旁的苍狼已经被杀光了，正在弯腰挖矿呢。许幽冥看到有人朝这边走来，也警惕了起来，远远望去，看到了鬼刀的身影。面前这10几人显然是来报仇的，还真是没完没了了。不过这次对方的实力明显提升不少，这些苍狼没近身就被击杀了。看来这里没办法继续待了，不然还不够浪费时间的。可是挖矿也被默认为战斗状态，一时半会儿他还没办法回城。哈哈，小子，你这次跑不掉了吧？交出黄金装备，我罗刹哥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。鬼刀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对着许幽冥隔空喊话。同时许幽冥注意到队伍中有一名玩家悄然消失，显然是隐身过来了。他们的速度很快，马上就会突破到许幽冥身前。许幽冥将锄头收了起来，取下长弓，准备先发制人。毕竟在洪明面前，还是命重要。等到对方接近自己，那就太被动了。周围这么多苍狼，他逃都没办法逃。看到许幽冥非但没有后撤，反而朝前走了几步，击杀苍狼的罗刹微微诧异，这家伙难不成真的被鬼刀给吓到了？或者是过来送死的？许幽冥走到距离罗刹他们40米距离的时候，停下了脚步，同时手中长弓瞬间拉满，嗖！逆羽箭带着青光飞去，在抛射的加成下，飞跃40米，命中了罗刹。是负435，胸口猛然传来轻微的触感，罗刹知道自己中箭了，紧接着头顶就飘起了高额的伤害。罗刹自己就是一名弓箭手，在对方拉弓的时候，他心中还闪过一丝不屑。连距离都不会计算的弓箭手，根本连入门都不算。可是谁成想，对方不是不会算距离，而是攻击距离比自己远。在受到攻击的瞬间，罗刹的动作也满了一丝。刷+215，+155。身后几个牧师同时治疗，将他的血量给回满。罗刹微微惊讶地盯着许幽冥，他是专业的弓箭手，知道射程对于弓箭手的重要性，能够拥有40米的攻击距离，已经足够引起自己的重视了。快点靠近他！同为弓箭手，只要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内，罗刹可不会虚他分毫。许幽冥心中默默计算，觉得时机差不多了。箭雨，嗖嗖嗖！无数箭枝朝前方不远处的空地落下，一个前行的刺客受到伤害暴露出来。初级的前行在受到攻击或者攻击别人时，都会打破隐身状态。刺客略微诧异，看来这小子还真有2把刷子，能大概计算自己前行的位置。不过自己距离这小只剩20米左右的位置，只要能躲过2道攻击，自己就有把握将他击晕。之后刺客的连招会让他明白什么才是暴力输出。显然这名才可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。虽然箭雨对自己造成了450点的伤害，但他只认为许幽冥是仗着范围技能才攻击到自己的。他遇到的弓箭手很多，在刺客的快速走位下，很少有弓箭手能做到箭无虚发，就连身后的罗刹都没把握每次都能命中自己。刺客娴熟的迈着 S 型走位，快速朝许幽冥靠近，匕首上寒光闪烁，随时准备对许幽冥发动技能。他没有注意到许幽冥的箭矢上正在隐隐泛起青光。第080章罪恶之+1，蓄力一击，嗖！负570，逆羽箭精准命中刺客的胸口处，2层迟缓键作用下，他的速度再次下降。自己明明已经在极力的闪躲，对方的箭矢怎么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径直奔着自己的胸口飞来。刺客不服气，吞下一口回魂散，脚下开始螺旋走位，试图干扰许幽冥的判断。殊不知他的动作在许幽冥眼中十分的可笑。3连射，随手将长弓抬起，似乎根本没有瞄准一般，一枚箭矢拖着尾翼就飞来了。负405，负418，
负415。原本刺客就只有2000不到的血量，经过许攸明这一系列的攻击，直接被清空了，连回血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刺客在倒下的时候，还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许攸明，他怎么可以发射3连射？弓箭手不是只能2连击吗？可惜没人给他解释答案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，身后那几名牧师的治疗术还没冷却好，这一切都在许攸明的计算中。看着刚开局就挂掉的队友，罗刹收回了自己的轻视之心，同时恶狠狠地白了一眼鬼刀。对方会3连射，为什么不提前说？鬼刀也是一脸委屈，自己倒是想说你罗刹给机会了吗？不过他的内心倒是有些得意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主力队员都败在对方手中，那自己死2次也不算多丢人的事了。叮，您主动击杀玩家鬼泣，罪恶值+1。随着系统声音响起，许攸明的名字变得有些微红，还真是麻烦，自己可能没办法回城了。在许攸明击杀鬼泣时，身后的罗刹众人朝前靠近了不少。许攸明随即后退数步，手中箭矢接连射出，这次则是雨露均沾，每一个对手都在许攸明的攻击中。嗖！很快，所有玩家身上被附加3层减速效果，30%的减速让他们变得十分不自在。纵使对方有牧师在加血，可是在许攸明强大的伤害面前根本无济于事。罗刹无奈地发现自己这些人可能永远都没办法靠近对方。有超强的减速效果，攻击距离还比己方远，关键射击精准度还高得吓人。真不知道鬼刀这家伙怎么会惹上这种人。不过有一点鬼刀没说错，对方身上肯定有黄金装备。罗刹推测许攸明的攻击力已经达到450点左右，这在一线梯队中也是超强的存在。11级的玩家能有这么高的伤害，白银装备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。罗刹推测许攸明的攻击力有一点出入，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许攸明的技能等级，但是最终结果差不多。一个11级的散人玩家拥有所有人梦寐以求的黄金装备，这简直就是一个鲜美的肥羊。杀！最快速度解决苍狼。罗刹心中盘算之后，手中剑雨猛然发出，又有数只苍狼倒下。只要将面前的苍狼全部解决，他们前进的速度就会快很多。他就不信对方每次都是箭无虚发，只要减速效果降低一些，那小子就死定了。毕竟越往深处走，苍狼就越多，许攸明根本不可能尽情的狂奔。冲入苍狼群，他瞬间就会被吞没。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罗刹他们就将面前的苍狼给全部解决。一行人虎视眈眈地盯着许攸明，似乎已经看到他求饶的样子。保持队形，全力冲刺。的确，在攻击时后退比全力冲刺要慢很多。前面3名骑士挡着，罗刹众人快速地接近许攸明。在许攸明的一次次点射中，他们的血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当进入30米以内时，许攸明骤然抬起长弓，箭雨，箭矢将所有人笼罩其中。速！负405，负288，负425。这些人口中的回魂伞就没断过，同时牧师也在不停地加血，但在巨大的伤害下还是驻不住血量的下降。终于到了自己的攻击范围，罗刹眼中闪过一丝狠辣，蓄力一击，箭矢带着光芒飞去，噗，无力地落在许攸明身前。在射出箭雨之后，他当即就选择了后撤，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控制在35米。罗刹没有增加射程的技能，只能屠户奈何。冲！围着他，狠狠咬了咬牙。罗刹让队友们继续朝前走，同时自己也跟了上去。既然对方这么会控制距离，自己就近身之后再打，就不相信他还能飞不成。罗刹跟法师都停下手中的攻击，贴在3名骑士的身后快速前进，准备等接近20米的时候再攻击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配合还是很有默契的。3名骑士在前，将身后的队友牢牢遮挡住。想要命中身后的输出职业，一般人还真做不到。毕竟想让自己的攻击在不断闪烁的缝隙中穿过，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前排3人的血量都在4000左右，跟罗刹一起来的骑士更是达到5000的血量。有牧师的治疗跟他们自带的减伤效果，许攸明一时之间没办法秒掉他们，那么就只能拿身后那些人下手了。吱，碧蛇弓被许攸明用力拉满，发出吱呀的声音。短暂的瞄准之后，箭矢骤然离弦，宛若一条青蛇冲向了3名骑士。是负575。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，箭矢竟然穿过3人之间狭小的缝隙，刺中身后的罗刹。罗刹的血量猛然下降1/3，接着又是一个3连射，还是精准的落在他的身上。负415，负422，加255，加150。如果不是身后2名牧师技能释放的及时，罗刹这一下也要挂了。嗡！猛然间，许攸明听到一阵空气震颤的声音。是负155，一个暴击伤害传来。幸运的是，这个被刺没能让许攸明陷入眩晕。
不知何时，鬼刺竟然摸到了许攸明的身旁。许攸明瞥了一眼鬼刺，似乎根本不在乎一般，手中剑矢继续朝罗刹飞去。接连2个抛射，罗刹只来得及仓促地发出一剑，就彻底倒下了。死亡的瞬间，罗刹就知道这次行动已经失败，对方实在是太冷静了，每一步仿佛都在他的计算中一样。第081章红名玩家。罗刹跟刺客都倒下了，只剩下1名法师还能勉强对许攸明造成威胁。不过在解决法师之前，许攸明首先将剑矢瞄准了身侧的鬼刺。之所以刚刚无视他的存在，是因为他知道鬼刺只有1个眩晕技能，一击没能将自己眩晕，那短时间内就没什么威胁了。自己必须在他技能冷却之前将他给解决掉。鬼刺血量比罗刹还要少，许攸明根本没有动用其他技能，抛射夹杂着普通攻击，直接带走了他。一时间10几米外那些玩家有些不知所措。最厉害的罗刹被秒，他们都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样。撤！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，这些人开始向后狂奔，看样子是罗刹在队伍频道里给他们下达了指令。又来这一套，打不过就想跑吗？许攸明抬起长弓，像是一个冷酷的杀手，不断收割自己的猎物。3个满编的队伍全部倒在他的剑矢之下。叮！您击杀玩家鬼士，罪恶值+1。当把所有人都解决完之后，许攸明的罪恶值已经高达18点，头顶的名字已经变成血红色。这个数值进城是要被 NPC 守卫给抓捕的。唉，这些人还真是麻烦。许攸明微微叹了口气，不过在看到地上掉落的几件装备之后，他倒是想让他们多来一点。这些人一共爆出来5件装备，其中还有1件是青铜的。这一下又发了一笔横财。许攸明将这些东西的截图都发给前世今生，打包价卖了12000华夏币，这效率不比挖矿慢啊。约定好一个地点，许攸明让前世今生给自己带了一些清新露，开始朝那个位置出发。哈哈，攸明兄弟，老哥真是佩服你，11级的小号这么猛，这次杀了多少人，名字都可以当红灯了。大老远前世今生就看到许攸明头顶的红名，对于这些脏货，前世今生是来者不拒，他的后台可不是一般小喽啰能撼动的。不过老哥奉劝你一句，还是抓紧时间提升等级，而且人杀多了会引起通缉的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想动手，只是那些苍蝇总是飞来飞去的，太惹人烦。许攸明跟前世今生交换了一下物品，连矿石一起卖了16000华夏币。行了，搞定，以后有这好事继续找我啊。矿石许攸明是按照市场价9折出售给前世今生的，毕竟人家也没有义务为自己白跑腿。前世今生喜滋滋的离开了，今天他在许攸明这挣了也有小2000华夏币，对自己的考核能提升了不少。他虽然背靠大树，但只是一个小管理，只有不断的完成总部下达的工作量，才能不断晋升。跟前世今生分开之后，许攸明决定不能再在那里挖矿。前世今生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，这才10几个人，如果对方多来一些人，无论是将他们击杀，还是自己被杀，都会让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。自己必须找个地方将头顶的红名给消除掉。一路上，许攸明遇到的玩家都不怀好意的盯着自己，但是看着深红色的名字，倒是没敢轻举妄动。击杀红名是不会增加罪恶值的，而且红名玩家的爆率惊人，不少人想通过击杀红名玩家来爆装备。刻意选择人少的地方，许攸明朝乱石岗深处走去。随着逆雨剑一次次飞出，周围的苍狼不断倒下，而许攸明的位置也越来越深。绕过挖矿的玩家，许攸明来到乱石岗的最深处，这里的苍狼群更加密集，同时再往前不远就是一条低沉的山脉，那里是剑鸣山15级怪物区域。零散看到一些队伍在那里练级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为12级。一路杀来，许攸明终于升级了，将属性点加在力量上之后，也将刚刚获得的狼皮护腿给装备上。狼皮护腿，白色，要求等级12，血量+60，物防+6，魔防+5。属性很垃圾，但总比自己裸露着新手装好。至此，许攸明身上的核心装备算是全部齐全了，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。嗡！一道破空声猛然从许攸明身后袭来，一时间他根本来不及闪躲。砰！-211。许攸明被一只狼爪给击中，强大的力量让他忍不住一个趔趄，拉弓，转身，射箭，动作一气呵成，瞬间朝着身后的目标射出一箭。苍狼首领，青铜，等级12，血量6万，攻击410，物防135，魔防118。技能苍狼连击，对目标发出3道攻击，分别造成130物理伤害。既然出 BOSS 了，许攸明心中闪过一丝窃喜，杀 BOSS 可比杀小怪收益多。当然，这个苍狼首领的首杀肯定不在了，能获得多少东西就看自己的运气了。
嗖！在 BOSS 攻击自己之前，许攸明抬手又是一剑，给他施加了第2层迟缓剑。负360。BOSS 体型几乎有一头牛那样大，看起来气势凶猛，一个人在他面前还真有些压力。不过升级之后的许攸明伤害达到了412点，只要能拉开距离，干掉这个 BOSS 还是没什么难度的。接着 BOSS 双腿发力，又一次朝许攸明扑了过来。许攸明撤退这点距离根本没有脱离他的攻击范围。吃！负210。胸口传来清晰的触感，血量随之降低。同时许攸明也发出了自己的反击，迟缓剑的效果被拉满，降低 30% 速度之后， BOSS 明显迟钝很多，高抬的狼爪显得有些无力。3层 buff 叠满，许攸明不再攻击，拔腿就跑，将 BOSS 甩在后面，等到5秒钟即将结束，随即会朝 BOSS 补充一剑。许攸明心中默默计算，必须拉开10几米的距离，才能保证自己不被 BOSS 攻击到。还好自己刚刚才将这里的苍狼给清空，不然还真是个麻烦。很快许攸明就将苍狼给甩在身后，搭上逆羽剑，开始风筝这只倒霉的 BOSS。 第082章被阴了。罗刹大哥，这么做会不会影响主力升级的节奏？城外的密林中，罗刹复活之后就带着众人来到了这里，同时他还调集了更多的主力队员，此时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哼，今天一定要把那小子给干掉，记住让他们分散靠近，别引起其他帮会的注意。许攸明能将他们10几人击杀，身上肯定有宝贝，他此时更加笃定会有黄金装备了。而且许攸明已经是红名玩家，击杀之后掉落装备的概率大大提升，只要自己能把他给干掉，极大可能会爆出黄金装备。为了黄金装备，耽误1天练级时间是值得的。许攸明此时正在风筝苍狼首领，丝毫不知道罗刹即将卷土重来。或许是人员到的差不多了，罗刹开始带着鬼刀他们缓缓朝乱石港走去。云姐，你看那家伙等级都降到11级了。追云远远的就看到鬼刀的等级。云烟转过身也看到了这群人，不动声色的朝旁边走去。等到罗刹等人离去，云烟才重新看向他们。这些人都是阎罗殿的，一般人根本不敢招惹，但是其中几人竟然1天时间连降3级，事情肯定不简单。难道是那个叫幽冥的弓箭手干的？毕竟那几人是跟着许攸明一起去的乱石港深处，但是现在却没看到许攸明的身影。随即云烟轻轻的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一个弓箭手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？或许是阎王殿的人发现什么强大的 BOSS 了吧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还是给许攸明发了一条消息，阎罗殿的人进入乱石港了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干的，但是还是小心点好。谢谢。看着云烟再次发来的消息，许攸明道了声谢之后，开始加快攻击的频率。别等到这些人找到自己了，自己还没拿下 BOSS， 那就太被动了。话说那几个人真的是你杀的？云烟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，再次询问道。你觉得呢？许攸明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，有些事解释了也不会有人相信。呵，戒备心还真强。云烟心中默默想到，既然对方不愿意回答，云烟也没再追问，关掉聊天框，开始对付身边的苍狼。为了避免引起远处玩家的注意，许攸明只能在反斜坡这里拉扯，好在自己伤害够高， BOSS 的血量开始缓缓下降。奋力一击。许攸明拉开距离之后，手臂散发着土黄色的光芒，发动了自己最强的单体技能。突然一种迷雾的感觉出现在许攸明的脑海中，奋力一击发出之后，立刻一个幻影紧随其后，竟然触发了重复打击。负465，负468，两个伤害几乎同时飘起， BOSS 的伤害直接损失近1000点。这是许攸明的技能第一次触发重复攻击，看起来效果还真不错。 BOSS 一共只有6万的血量，7、8分钟的时间就开始见底了。或许是自己的动静太大了，终于引起其他玩家的注意。许攸明远远的看到有几个队伍正在往自己这边靠近，能在这里练级的玩家实力都差不到哪去。许攸明不由加快了猎杀的速度，必须在他们靠近之前拿下 BOSS。 嗖，冷却好的技能被许攸明不断发出， BOSS 在一阵哀嚎中终于到。地缘聚气丹。地缘聚气丹使用之后，全属性提升 100%， 持续10分钟之后陷入持续24小时虚弱状态。没错，许攸明吞下的正是一枚地缘聚气丹。随着丹药入体，一股灼热的感觉席卷全身，之后许攸明的速度猛然加快，感觉浑身有用不完的力量。操，这小子的速度怎么这么快了？一瞬间的功夫，许攸明就冲出了包围圈。不过他吞下丹药可不是为了逃跑，逼自己使用这么珍贵的丹药，还要承受24小时的虚弱状态，岂能就这么饶了他们？脱离包围之后，许攸明骤然转身，手中长弓被拉满，3连射，咻！负806，负812，负825，
3支箭矢先后击中白无常，这个对许攸明威胁最大的法师当场被秒杀，连回血的机会都没有。卧槽！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被惊到了。这家伙是吃药了吗？伤害怎么会这么高？许攸明可没时间跟他们纠缠，他只有10分钟的时间，必须尽快将他们解决。奋力一击，这一箭瞄准的是刺客黑无常。看到许攸明的剑锋，黑无常眉头紧皱，同时做出了躲闪动作，想要迷惑许攸明。吃！逆羽剑飞起，任凭黑无常怎么闪躲，还是被命中。负1166，一剑带走他一半的血量，吓得黑无常赶紧隐身，同时身后牧师的治疗术落下，将他的血量稍微拉回了一点。可是他还是低估了许攸明的实力，直接一道剑雨落在他周围，刚刚隐去的身形就暴露出来，同时刚刚恢复的血量又被打掉。他距离许攸明还有10几米的位置，现在唯一能活命的机会就是接近许攸明，将他给击晕。只可惜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程度的射手。许攸明连续射出数箭，每一箭都像是长了眼睛一般，精准命中黑无常。属性的提升让许攸明的射速也随之提升，2下普通攻击就带走了不甘的黑无常。队伍中最强的2人就这么挂掉了，局势转变之快，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。许攸明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手中箭矢不断被射出，在抛射伤害加成下，每一箭都能造成900加的伤害。许攸明专挑那些脆弱的职业，3箭就会有1人倒下，而3连射技能则是留给了队伍中的牧师。随着又一次箭雨的落下，对方已经倒下10几人。这是什么变态攻击啊？都特么破千了，确定这是黄金装备？恐怕暗金装备都达不到这种效果吧。一时间，阎王殿的玩家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所有人都忍不住抱怨。许攸明速度暴涨之下，这些人是彻底追不上他，罗刹再次产生不妙的感觉。不会这100多人也会倒在许攸明的手中吧？罗刹，拖住他！我已经让附近练级的兄弟过去，一定要拿下这小子，他身上肯定有极高品质的装备。正当罗刹想要撤退时，白无常给他下达了命令。无奈，就算是挂掉，也只能咬牙上了。这白无常明显是想让众人用等级来拖延时间，周围练级的兄弟都是帮里的主力，实力跟自己相差无几，应该能拿下许攸明吧？冲！今天挂掉的兄弟按照阵亡处理，干掉这小子，所有人积分翻倍。阵亡跟普通挂掉不一样，不会计入绩效考核，反而会奖励帮会积分，积分足够高，月底是会发奖金的。这么一说，大家兴致都高涨起来，纷纷躲在盾战的后面朝前冲去。许攸明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突然间这么勇猛，但是丝毫不妨碍他挨个点杀，基本上每2秒钟就会有1名阎王殿的成员死在自己剑下。5分钟之后，前方只剩下几名牧师跟骑士。牧师吃亏之后，直接选择站在最后方，许攸明的抛射也无法触及。而这几名骑士正是牧师死命保下来的。怎么，还真要死干净才罢休吗？许攸明的名字已经红得发紫。咻！一箭射出，最后的指挥罗刹也被射杀。原本他是一直躲在后面，但是架不住许攸明速度快，追到了射程范围内。罗刹倒下时并没有表现出惊慌，反而是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许攸明看得真切，心中猛然一惊，不对，这家伙可没这么傻。果然，就在许攸明准备离开时，周围数柄匕首出现。原来这里前行了这么多刺客，罗刹往这边逃，是有意在吸引自己。急速！还好许攸明躲闪的及时，在急速的加持下，空中竟然出现一道残影。当然，许攸明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朝自身射出一记箭雨。果然，除了眼前这些刺客，还有数名刺客隐藏在暗中，正准备对许攸明发动偷袭。10几名刺客，那就代表着10几支队伍。果然，在不远处，又一波玩家偷偷靠了过来。许攸明甩开这些刺客之后，心中开始担忧起来。丁，您当前罪恶值已达到100点，继续杀戮将会引起兰陵城 NPC 通缉。在干掉罗刹之后，系统的提示音出现在许攸明耳中，他的名字已经红到发紫。自己在释放箭雨的时候，已经对所有的队伍发起了主动攻击，再将他们击杀，指不定就会引来 NPC 的追杀了。而且丹药的时间只剩下4分钟多一点，自己还能将他们全部击杀吗？来不及细想，许攸明手中箭矢连射，一个个刺客倒在自己身前。那些人也终于到了自己的攻击范围，就算现在逃跑，等地缘聚气丹效果消失的时候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服下一口清新露，许攸明目露杀机，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。咻！一个3连射，许攸明再次击杀1名牧师。之后，他不断拉弓射箭，一个个玩家相继倒下，同时利用箭雨拖延他们前进的脚步。这些人明显比刚刚那些玩家要强一点，许攸明必须浪费1瞬的瞄准时间，才能精准的命中他们。看似许攸明在占据着上风，但是不断增加的罪恶值，始终像是一柄剑一样悬在他的头顶。
第085章钟离香。丁，当前罪恶值已达150点，兰陵城对你的恶行发出通缉公告 ，NPC 钟离香接受委托，即刻将你缉拿归案。当许攸明再次干掉远处那名射手时，自己的罪恶值终于达到了150点，刚好触发了系统攻击。许攸明苦笑一声，今天可真被这些玩家给害惨了。地缘聚气丹的作用还剩下2分钟，而对方还有50-60人，自己今天无论如何是逃脱不了了。没办法，在临死之前，许攸明只想多拉一个垫背的，根本不在乎罪恶值的多少了。毕竟债多不压身，这个监牢自己是坐定了。终于将所有远程职业全部干掉之后，地缘聚气丹的作用彻底消失了。许攸明顿时感觉身体仿佛被掏空了一样，连弓箭都抬不起来。看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所有人都有些惊愕，不过随即明白，这人应该是使用了副作用很强的技能或者物品。这下刚刚的神勇就解释得通了。不过他们还是十分的小心，骑士跟战士缓缓靠近许攸明，而远处的牧师则是不断给他们回血，生怕许攸明再暴起反击。慢慢的，许攸明被10几名骑士围在中间，显然已经没有退路可走，同时也没有做出反击的动作。哈哈，这家伙看来是陷入虚弱状态了，兄弟们一起上！原本还小心翼翼的骑士看到许攸明不再有反击的能力，一个个都兴奋起来，毕竟能拿下许攸明，帮会的奖励少不了。10几杆长枪加上刀剑，足够要了许攸明的命。许攸明冷冷地看着对方，今天自己认栽，不过这个仇是不会轻易结束的。正当众多兵器即将落在许攸明身上时，只听到一阵嘶鸣声，接着一袭红衣猛然出现。许攸明只感觉眼前一道红光闪过，阎王殿的人纷纷被击飞数步。赤焰军捉拿恶人幽冥，闲杂人等闪开！眼前这个身着红色软甲的女子，许攸明在兰陵城中见过，原来她就是钟离香。面对英姿飒爽的钟离香，阎王殿的人彻底傻眼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 NPC 也来抢功劳了？可是他们可不敢对 NPC 出手，自己这些人都不够人家一个横扫的。刷！钟离香根本不在乎这些玩家的想法，直接挥动绳索，将许攸明的双手给捆绑起来。许攸明看着紧缚的双手，有些哭笑不得，自己这是被捕了，真不知道自己是该感谢这个钟离香，还是该怨恨他呢。接下来，钟离香跳上马背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带走了许攸明。许攸明当然没有资格上马，只能像个囚犯一样跟在马后，而阎王殿的玩家只能心有不甘地目送许攸明离开。哎，这叫什么事？就差一步！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，众人心里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。很快，钟离香就带着许攸明走远，路过的玩家无不侧目注视。看那哥们儿是玩 cosplay 吗？远远的，许攸明成为了乱石港的一条美丽风景线。为了许攸明能够跟得上，钟离香的速度并不快，这更让许攸明有些难受了。这跟游街有什么区别？早知道被绑之前就先戴上面罩了。现在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封禁在包裹中，根本取不出来。哟，这不是幽冥弟弟吗？怎么被人给绑了？半路上不出意料的遇到了云烟他们。云烟看着许攸明这副模样，忍不住出言调戏。游戏中蹲监狱的不少，但是像许攸明这样被绑回去的还是第一个。许攸明苦笑一声，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被钟离香给带走了。一路上，钟离香都没有回头看许攸明一眼，在他眼里，许攸明只不过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罢了。他的任务只是带他回去接受惩罚。终于，经历了漫长的游街行为，许攸明被带到了城门口。刚刚进城，就有一队甲士来到钟离香面前。钟离将军，这人交给我们吧。原来他父姓钟离。别出了差池，兰陵城多少年没出过如此穷凶极恶之徒了。钟离香凤眼瞥了许攸明一眼，这是他唯一一次正视许攸明。进去。画面一转，许攸明已经被几名甲士带到了昏暗的监牢中，将他转交给这里的牢头。一缕阳光从小窗中透过，照射在杂乱的干草上，环境还算可以，比许攸明想象中要好很多。丁，您当前罪恶值为168点，需要在监牢中待够168小时游戏时间才可消除。游戏时间下线还不算。许攸明这下彻底傻眼了，168个小时可是整整1个星期，不算下线时间的话，自己没半个月是出不去了。这号跟废了有什么区别？此时许攸明才觉得，原来滥杀的惩罚这么严重。其实不是惩罚严重，而是许攸明击杀的玩家太多了。普通人能获得10几点罪恶值，就该想办法去洗刷了。可是他在接到系统提示之后，非但没有洗刷罪恶值，反而是继续增加。这种情况已经被系统判定为非常恶劣的行为。此时许攸明叫苦不迭，阎王殿这群人真是该死啊！有新人来了。刚往前走2步，有几个玩家兴奋地从地上跳了起来。他们也是因为红名进来的，有些人在刷红名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被人给击杀，复活之后就会带到监牢中来。嘿，
哥们儿，来我们这吧，我这还有10几个小时呢，真特么无聊。邦！安静！牢头拿着自己的哨棒，狠狠地敲打在监牢的护栏上，几人吓得立即噤声。得罪牢头，可是有增加刑期的可能。前行一段时间，许攸明被牢头带到一处石桌附近，这里摆放着一桌酒菜，还隐隐冒着热气呢。显然，这里应该是牢头所在的位置。小子，你犯的事不小啊，说吧，天牢、地牢、水牢，你想选择哪个？这还有得选？许攸明有些疑惑，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吗？第086章，水牢。牢头瞥了许攸明一眼，天牢嘛，自然就是你看到的这里，每个小时消除一点罪恶值，而地牢，咚咚，牢头用哨棒杵了杵地板，发出2声闷响，则是在这天牢的下方，那里暗无天日，对犯人的惩罚更重，每个小时消除5点罪恶值。至于水牢，则是在更下面一层，每小时消除10点罪恶值，当然那里的惩罚更为严重。听完牢头的介绍，许攸明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监牢也是分等级的。我选择水牢。许攸明的罪恶值太高了，看似3个选择，实则只有1个。你可要想好了，水牢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，一旦中途退出，可要重新来计算时间的。做出这个选择，似乎在牢头的意料之中，毕竟前几个犯人都是这样想的，想着长痛不如短痛，一咬牙，时间就过去了。更何况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游戏中会做出多么变态的惩罚，不然还不被投诉死。又一个头铁的家伙。旁边监牢中的玩家忍不住吐槽，他们来这里的时间不短了，像许攸明一样选择水牢的不是没有，但是根本没人能撑得下去，最长的一个撑了半个小时，最后哭喊着从里面出来了，还不是选择天牢，从头开始计算时间。我想好了，就选水牢，168点罪恶值，即使是在水牢中也要待2天才能出来。好，跟我走吧。说着，老头打开身后的一扇暗门，带着许攸明走了进去。走过幽暗的台阶，下方就是暗无天日的地牢，这里已经看不到外面，只有闪烁的火把散发出微弱的光线。地牢中的玩家明显少了很多，一个个或坐或躺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。看到有新人走了下来，纷纷侧目看去，但是已经不像天牢中的玩家那么热情，他们现在只想安静地过完接下来的时间。不过牢头的脚步并没有停下，只是一个劲地往里走。这时这些人算是明白了，又一个想要挑战自己的。地牢中的大部分玩家都是从水牢中出来的，他们可是知道水牢中那股滋味，纷纷猜测这小子到底能撑多久。哗啦，推开一扇门，通道继续朝下延伸，一座水牢出现在许攸明面前。水牢中没有一名玩家，连火把也被换成了油灯。如果不是为了照顾玩家的情绪，估计连油灯也不会留。进去吧。说完，牢头把许攸明给推了进去。轰！关上牢门之后，牢头就离开了这里。水牢的水达到了胸口的位置，刺骨的寒意根本不像是游戏中的感觉。这还不是最恐怖的，整个水牢中只有一盏油灯悬挂在高处，除了油灯周围，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。一股幽闭的感觉瞬间从四周袭来，又冷又黑，还异常的寂静，仿佛天地间就只剩自己一般。这种环境下，难怪那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。关上牢门的瞬间，许攸明心中也是猛然一缩。普通人可能刚开始没什么感觉，但是对许攸明不同，他经历过这种绝望的感觉。刚失明的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都在这种环境中度过，孤独、绝望。只是在调整了一瞬之后，他就习惯了周围的环境。慢慢的，他觉得高处那盏油灯也有些多余了，干脆紧闭双眼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对于许攸明唯一的惩罚，就剩下刺骨的冰水了。他之前有冬泳的习惯，只要在水中待一会儿，这点困难也能轻易克服。SSS 及隐藏职业幽冥射手。许攸明不疑有他，恭敬地伸手接过。丁，您是否愿意接受宗部的考验？许攸明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宗部这个名字，不知道这个宗部是哪位弓箭大神。接受。在许攸明选择接受传承的瞬间，手中断剑骤然发出一道黑光，将许攸明笼罩其中。等到许攸明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已经出现在一片灰暗的旷野上。这里没有日月星辰，只有一轮紫色的椭圆光团悬浮在空中，像是一只眼睛一般。整个大地在紫色光团的照耀下散发出迷人的幽光。一座宏伟的建筑矗立在远处，虽然高耸入云，但是却给人一种死寂的感觉。许攸明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木弓跟一支铁剑，他也看不出是什么属性。让许攸明感到惊奇的是，自己的虚弱状态也消失了。进入这里之后，自己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。只是除了自身属性点带来的加成之外，那些装备属性全都不见了。这应该是试炼的要求，考验试炼者最基础的能力。许攸明来到大殿前，10几米高的殿门缓缓开启。等到他进入之后，身后殿门又轰然关闭，只留他一人在这空荡的大殿中。
吱吱吱，一阵异响传来，许幽冥就看到空中无数黄色光点飞来。来不及多想，许幽冥知道考验已经开始了，抬起长弓就朝光点射去。嗖！手中长弓虽然十分的朴素，但是手感却比碧蛇弓不知好多少倍。箭矢飞过，瞬间穿透空中的光点，连后面那只也没放过。此时许幽冥才发现，这是类似孔明灯的东西，杂乱无章的漂浮在空中，只要被命中就会熄灭。这对许幽冥而言简直是小儿科，连他平常训练的难度都达不到。不断拉起长弓，箭矢飞去，每次都带走不止一枚黄色光点。没一会儿功夫，这些黄色的光点就全部被熄灭。叮！成功完成第一轮考验，评分完美。第一关，许幽冥成功通过。等候十几秒钟，上方再次出现一些光团，这次是绿色的。在这昏暗的环境中，绿色比黄色更难发现，而且许幽冥明显能感觉到这些光团流动的速度更快了。就这，即使如此，还是不能对许幽冥形成任何的困扰，一同连射，所有光团一个不落，再次被熄灭。接连7轮，许幽冥都是一路获得完美的评分。但是随着越来越往后，许幽冥发现这些光团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朦胧，到现在已经变得有些看不清，速度上也是一闪而过，必须严谨对待才能击中这些目标。每一轮考验总共只有100支箭矢，而目标也是100个，想要达到完美，必须全部击中才行。而且挑战时间只有100秒，超出这个时间，射中的目标就不算了。之前许幽冥一箭能射穿2、3个，包裹里能剩余一半的箭矢，但是现在包裹中剩余的箭矢越来越少，想要拿到完美级评分越来越难。第8轮终于开启，许幽冥微微活动了一下手指，让自己保持松弛的状态。此时他已经拿出比赛时的专注，想要看看这些考验能变态到什么程度。嗖！一枚跟空间底色几乎一致的光团飞出，如果不是许幽冥目力惊人，肯定就错失了目标。纵使他的速度很快，还是没能逃过许幽冥的箭矢。接着一枚又一枚浅色光团出现，在空中毫无规则的乱窜。许幽冥巨目凝神，依旧能做到百发百中，但是却很难做到一箭双雕的效果。终究在耗费98支箭矢的情况下，以微弱的优势继续获得完美级评分。终于到了第9关的挑战，从任务面板上能看到，这应该是最终的挑战了，自己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励，在此一举了。咻！时间刚刚开始计时，许幽冥就听到一阵破空的声音，眼前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原来这次的目标直接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，想要击中这些目标，只能听声辨位，或者全靠蒙。许幽冥没有多余思考的时间，他必须在100秒内做出精准的射击。听声辨位罢了，虽然他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，但是在失明的这段时间，已经足够他适应黑暗中前行了。箭矢不断飞过，没有一根落空，直到99根箭矢都发出之后，时间还剩下10秒钟，空中最后一枚目标像是消失了一般，连声音都听不到了。许幽冥都怀疑是不是这一关只有99枚目标。时间不断流逝，眼看就要到最后的关头，许幽冥依旧没有找到丝毫的痕迹。无奈，许幽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双眼紧闭，双臂下垂，一副十分放松的姿态。一时间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，周围的一切仿佛跟他都没什么关联了。他在比赛结束之后，经常让自己陷入这种感觉中。突然，在寂静的空间中，头顶上方出现一丝异样，跟周围有些格格不入。没有任何犹豫，许幽冥拉弓直接射去，他只能赌一把。啪！很显然，他赌对了，最后那一个目标竟然选择悬浮在空中。叮！恭喜您成功完成第9轮考验，评分完美。在系统声音响起时，整个大殿开始闪烁出耀眼的金光，一个高大的虚影出现在许幽冥面前。接着，虚影缓缓地弯下身子，手指中浮现一点紫色的能量，颜色跟外面天空中的眼眸一样。手指轻点，一股磅礴的能量随之传入许幽冥的身体中。许幽冥只感觉无数金色小人浮动，一个个优美的动作烙印在自己脑海中，让他顿感新奇。原来这才是隐藏职业的正确开启方式。良久之后，眼前的金光逐渐消失，许幽冥感觉身边再次恢复寂静。等到睁开双眼，整座大殿已经归于平静，重新陷入死寂。那道巨大的身影依旧背负弓箭，仰望苍穹，只是失去了原有的光泽。叮！您获得宗部完美级传承，当前职业为幽冥射手。第089章逆天属性，幽冥射手 SSS 级，完美级幽冥射手传承，成长属性为普通职业的200%。附带技能追魂 LV1，对目标发出3道箭矢，每一击造成100%物理伤害，消耗10，冷却15秒。坠日 LV1，短暂蓄力，对目标造成200%物理伤害，消耗10，冷却15秒。幽魂炼狱 LV1，
对大范围内目标造成150%物理伤害。消耗10，冷却20秒。绝影 LV1，10秒内提升20%移速和攻击速度。消耗10，冷却30秒。落日术 LV1，射程增加力量 x 0.1，伤害增加射程 x 100%。特性：幽冥觉醒，每10级会觉醒一个传承技能。许幽冥看着幽冥射手的介绍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这属性增长的也太变态了。介绍里面只是幽冥射手的基础属性，技能等级都是最初级的，就这都已经赶得上普通玩家4级的伤害加成。获得幽冥射手的传承之后，许幽冥之前获得的经验都被重置了，这倒是比较人性化，没给自己吞掉。看着海量的技能经验，许幽冥开始往新获得的技能上面分配。他原本想的是先将一个技能给增加到5级，看会不会像普通技能一样发生一种质变。可是刚刚把追魂给提升到2级，他就傻眼了。之前足够将连射技能提升到 LV5 的经验，此时只能将追魂提升到2级，虽然还有一些盈余，但根本不足以将技能提升到3级。幽冥射手的技能提升到2级竟然需要1万点技能经验，简直像一个无底洞一般。刚刚还在感叹技能经验充足，现在看来小丑原来是自己。无奈许幽冥只能选择将这5个技能全部提升到2级，最后只余下不到3000点技能经验。分配好技能点之后，许幽冥的属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幽冥，种族人族，职业宿命幽冥射手，等级12，血量9310，蓝量2000，攻击792，物防257，魔防161，力量74，敏捷28，体质31，精神20，智力14，幸运5，悟性4，声望300。技能抛射 LV3 42255000，提升40%射击距离，对单体目标造成130%物理伤害。消耗4，冷却1秒。迟缓键，命中目标后降低10%移动速度，最高叠加至30%。消耗10，冷却5。追魂 LV2，对目标发出3道箭矢，每一击造成105%物理伤害。消耗10，冷却15秒。坠日 LV2，短暂蓄力，对目标造成205%物理伤害。消耗10，冷却15秒。幽魂炼狱 LV2，对大范围内目标造成155%物理伤害。消耗10，冷却20秒。绝影 LV2，10秒内提升25%移速和攻击速度。消耗10，冷却30秒。落日术 LV2，射程增加力量 x 0.2，伤害增加射程 x 100%。特性1，幽冥觉醒，每10级会觉醒一个传承技能。冥龙将士，攻击时有 1% 的概率召唤出冥界龙魂，对目标附近造成200%物理攻击。特性2，宿命，攻击时有 5% 概率复制出当前释放的技能或普通攻击。阴阳剑高级010000，可鉴定查看物品属性，成功率 10%。特性可鉴定品级+1。消耗20。装备守护者腰带黄金，碧蛇弓青铜，逆羽剑青铜，白羽靴青铜，豪猪护腕青铜，猫皮护手青铜，巨鳄铠青铜，黑暗护肩青铜，残破的头盔白色，翠玉扳指黄金。许幽冥的各项基础属性并没有变，但是因为成长变为了之前的2倍，所以最终的数值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同时幽冥觉醒的第一个技能是冥龙将士，是一个触发型被动技能，虽然概率只有 1%， 但是一旦触发，绝对让敌人大吃一惊。而原来的重复打击也解锁为宿命，概率提升了 5%。他还注意到幽冥射手的技能提升等级之后，伤害直接增加了 5%， 而普通职业只增加 3%。不要小瞧这 2%， 等级别高了，伤害甚至能错1倍。随着面板上倒计时的消失，许幽冥眼前开始变得模糊，片刻之后，冰凉的触感再次传来，看来自己又回到水牢中了。好小子，竟然获得了完美级传承，不愧是我挑选的人。季文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察觉的震惊，在昏暗的水牢中一闪即逝。多谢前辈成全。许幽冥由衷的道了声谢，获得了幽冥射手的传承，对自己而言可以说是逆天改命了。哈哈，希望你能带着宗部的荣耀，让幽冥射手的传说再次响彻整个大陆。水牢中，季文畅快的笑声在不断回荡，上方的烛火都开始闪烁起来。良久，季文终于平复了激动的心情。幽冥，有句话我还是要提前跟你说清楚，既然你接受了宗部的传承，
就要承担宗部的使命。黝黑的环境中出现2颗散发着幽光的眸子，正是纪文的眼睛。许幽冥被盯得有些发怵。前辈请讲。我们的力量虽来自幽冥界，但切不可伤害无辜人类，不然幽冥所属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无辜人类？许幽冥知道纪文说的是系统 NPC 的普通人类，自己无缘无故怎么会伤害他们呢？我知道了。听到许幽冥的回答，纪文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之后双手从水中抬起，一道幽绿色的光芒浮现。难得出现一丝光芒，许幽冥凝神看去，正是刚刚纪文交给自己的断剑，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纪文手中。天命如此，你获得了完美级传承，那就代表宗部承认了你的存在，以后这柄断剑就由你来保管了，希望你不要让它蒙尘。纪文的双手在空中掐动几个手诀，只听他闷哼一声，手上的光泽瞬间暗淡，而断剑则是漂浮到了许幽冥面前。第090章幽冥之主。许幽冥刚触碰到这枚断剑，就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朝自己身体中涌来，刚刚完全没有这种感触。叮，您获得传承之剑，成为幽冥之主。许幽冥只觉得脑海中一阵轰鸣，仿佛被烙印上了什么东西一般。等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。虽然依旧是漆黑一片，但是他却能感觉到一丝不一样的东西。比如他甚至能感受到纪文那凌乱的须发，虽然他并没有看到。纪文的形象也是第一次展现在他的面前。此时的纪文显得异常虚弱，双眼微微闭合在一起，仿佛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许幽冥不由担心地问道，这老头不会是要挂了吧？无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新一届的幽冥之主了。纪文微弱的声音传来，透出一股如释重负的味道。见纪文没什么大事，许幽冥开始查看所谓的幽冥之主到底是什么。幽冥之主，击杀乱世之妖魔可汲取幽冥之力，集齐100点幽冥之力可将普通技能转换为幽冥射手专属技能，同时幽冥之力可提升幽冥射手专属技能等级。而许幽冥的面板上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属性，幽冥之力0100。有了幽冥之主的存在，将幽冥射手这个职业的上限无限提高，自己只要获得足够多的幽冥之力，就能让自己的技能等级飞速提升。到时候再也不会出现昨天那样被几十个人围追堵截的情况。此时许幽冥隐隐有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，目光扫过面板上的倒计时，水牢监禁还有5个小时呢，瞬间将他拉回了现实。接下来几个小时，许幽冥就没有那么枯燥了，至少有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。从纪文那里，许幽冥了解很多关于幽冥射手这个职业的问题，而纪文口中的宗部正是许幽冥记忆中的后裔。难怪技能的名字挺多都跟太阳有关，不知道等发挥到极致，自己能不能有射日的能力。只是许幽冥不明白，后羿不应该是光明的化身吗？怎么会成为幽冥之主呢？这点纪文并没有跟他解释，而是让他自己去探索。终于，许幽冥离开水牢的时间到了。纪老，你放心，我出去之后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听许幽冥这么说，纪文只是微微摇头，说道：不用白费功夫了，切记在足够强大之前，不要做一些傻事。许幽冥点头称是，接着就被牢头给带走了。10几个小时，地牢中的人有些还没离开，看到这个在水牢中坚持到最后的玩家，纷纷露出惊异的眼神。这家伙还是人吗？很快，许幽冥就穿过地牢，来到最上一层的天牢。我操，你小子终于舍得出来了，我的60银币啊！刚刚走出牢门，许幽冥就听到一声鬼哭狼嚎的叫声。哈哈，老驴，你就知足吧，我们零头都给你抹了，就别哭天抢地了。无比悲愤的人正是倒骑驴大叔，此时他的内心正在滴血，怎么也想不到这家伙竟然能在水牢中待那么久。如果不是他时不时的在牢头那打探消息，真以为这小子被吓得下线了。不过这家伙竟然有160多点的罪恶值，还真是一个狠人啊。许幽冥看了老驴一眼，不明白自己怎么得罪这家伙了，让他这么的怒视自己。不过许幽冥根本没放在心上，迈着步伐走出了监牢。一瞬间，强光照射下来，许幽冥忍不住用手遮住眼睛，自由的感觉真好啊。现在是该让阎罗殿的人受点教训了。虽然许幽冥目前只有12级，但是拥有强大职业之后，他根本就不再害怕阎罗殿的玩家。唯一困扰他的就是怎么解决红名这件事。在此之前，许幽冥还是想先将剩余的3金币给搞到手，到时候自己有的是时间陪这些人玩。回到药铺补充一些回魂散跟清心露，许幽冥直接朝城南出发了。那里是副本所在的位置，不知道又1天时间过去了，有没有玩家通关困难级别的副本。虽然许幽冥没有去过，但是他对那个副本还是有一定了解的。副本的门槛是15级，是一个10人副本，分为简单、困难和地狱级3个档次。简单级别的已经被玩家给通关，爆出的是青铜装备，
之后再有玩家挑战的时候，获得的就下降为白板装备了。而困难级别的，到昨天为止还是没有玩家能够通关。按照经验，首个通关困难级副本的队伍肯定能获得白银装备，而且还会有系统奖励的属性点，所以达到15级的玩家很多都会聚集在这个区域，想着组队闯一闯。就算是不挑战高难度的副本，每天刷几次简单级别的副本，也是有几率获得装备的。况且副本中提供的经验可比野怪杀怪给的多。城南的燕南坡是12级驯鹿的地盘，这种怪物血量虽然高，但是攻防都比较一般，关键还能掉落鹿角这种材料，是兰陵城玩家比较喜欢练级的一个地方。许攸明来到这里时，看到众多的玩家，大部分都是结伴行，很少有像他这样独自前行的。从前世今生那了解到，目前还没有队伍通关副本，他决定在副本附近刷一下等级，或许今天就会有人通关副本了呢。副本中死亡不会有任何损失，所以不用担心挂掉之后就进不去了。越过燕南坡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广袤的大泽灵鳌泽，而那个15级的副本正是在这片大泽旁边。大泽的浅滩被数米高的芦苇给覆盖，玩家们冲入其中根本就看不到一点踪迹。当然，这片芦苇丛中布满了吸血水蛭，是15级的怪物，血量高，防御也不低，关键是还能回血，让玩家不胜其烦。如果不是因为副本在这里，肯定没多少人愿意在这里杀怪。不过对许攸明而言，这里却是练级圣地，因为这些水蛭是群居生物，最方便自己练级了。第091章逆天输出，吸血水蛭，等级15，血量9000，攻击185，物防75，魔防90，技能嗜血，附着在目标身上，持续造成120%魔法伤害，同时恢复50%所造成伤害的血量。进入芦苇丛，没走2步，许攸明就看到了一只水蛭，像是一只狸猫大小，看起来挺瘆人的。虽然跟怪物相差3级，但是他内心一点都不慌，这怪物的魔法攻击才勉强超过自己的魔抗。没错，水蛭是一种魔法生物。追魂，咻，负918，负925，负933，一个3连射干掉水蛭1/3的血量，有落日术的加成，许攸明的伤害达到一种恐怖的地步。坠日，负1865，水蛭刚刚反应过来，血量就已经见底了，随手一个抛射，将他最后一丝血量给带走。从头到尾，吸血水蛭连攻击的机会都没有。仅仅是职业的改变，就让自己的实力提升这么多，许攸明不得不感叹，隐藏职业是真香啊。看到几个技能的效果之后，许攸明也不再试探，直接一道幽魂炼狱起手，黑色的箭矢覆盖一大片区域，比之前的箭雨要广30%。嗖，负1080，负1065，负1102。芦苇丛中飘起20多个伤害，杀！受到伤害之后，这些水蛭开始朝许攸明游过来。不，一枚水球飞来，撞在许攸明身上。负21，许攸明瞬间开启绝影，开始急速射击，逆羽箭一枚接着一枚发出，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。抛射跟普通攻击轮番释放，许攸明像是一个移动的炮台一般。很快，他就将这些水蛭甩在身后，从芦苇丛中爬出的水蛭聚集在一起，不断朝许攸明靠近。明龙将士！突然，随着一支箭矢命中水蛭，一道淡紫色的明龙从天而降，直接坠落在水蛭群中。轰！明龙坠地之后，化作庞大的能量四散开来，密密麻麻的伤害从他们头顶飘起。负1458，负1425，负1468，这输出真是太爽了。接着，许攸明一个幽魂炼狱，将残血的水蛭全部干掉，仅剩的几个漏网之鱼被他挨个点杀。这些水蛭根本连接近许攸明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全部化作他升级的经验。干掉这些水蛭之后，许攸明的经验提升了3%左右。果然，越级杀怪给的经验就是多。只是这么做消耗的蓝量有些快，还好自己带的清心露足够多。捡起水蛭掉落的材料以及一件白板装备，许攸明继续开始寻找合适的水蛭群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许攸明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水蛭，包裹里的清心露都用掉了一半。叮，恭喜您升级了，当前等级13级，获得自由属性点+1。终于，一道金光坠落，许攸明升至13级，属性点一如既往的分配给力量。升级之后，许攸明的血量已经达到9510点，很快就要突破1万大关。这个数字在骑士中也是很难见到的，除非是那些骑士类的隐藏职业，才可能会达到跟许攸明接近的水平。不知不觉，许攸明已经深入芦苇丛腹地，周围更是没多少玩家，反而是水蛭倒是越来越多。这半个小时以来，他一共获得了12件白板装备，按照市价也能卖个2000左右，收益还算可以。正当许攸明准备继续拉怪的时候，前方传来了一阵嘶吼。
难道有 BOSS？ 许攸明心中一喜，悄然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前面的芦苇丛被压出一片空地，空地中央则是一只硕大的吸血水蛭，体型足有牛犊大小。果然是一只 BOSS， 只是在 BOSS 的周围围绕着一群玩家，显然已经有人在打 BOSS 了。许攸明抢 BOSS 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早就轻车熟路，想着这次估计又要再来一次了。在芦苇的遮掩下，他悄然朝人群中靠近。还得是南哥，不然根本打不动这 BOSS。眼前几人竟然是许攸明熟悉的面孔，南风知我意，正是青龙帮那群人，只是多了一些生面孔。没想到他们也来到兰陵城了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水蛭首领青铜级，等级15，血量9万，攻击465，物防135，魔防168，技能嗜血狂袭，对周围目标发出强大的吸力，造成150%魔法伤害，同时恢复所造成的伤害的50%。许攸明来到这时， BOSS 的血量已经掉了1/3。小心 BOSS 要放大招了！不知谁大喊一声，就看到 BOSS 抬起巨大的脑袋，吸盘位置闪烁着青色的光芒。吃！3名刺客同时释放背刺技能，想要将 BOSS 的技能给打断，但是实力差距太大，都没有成功。嗡！一道无形的能量从 BOSS 口中发出，周围10米都被覆盖在内，那些玩家的血量开始疯狂下降。-725， -428， -736。同时 BOSS 头顶开始出现绿色恢复数字，+312，+214，+318。马德，这2分钟又白干了，刺客干什么吃的？这么明显都打不断吗？南风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这个 BOSS 吸血能力真的太烦人了，关键还是群体吸血。”那3名刺客窘迫地涨红了脸，内心忍不住腹诽：他们的技能成功率又不是100%，失败了也不能全怪他们。还有那几个近战不能闪快点，打的伤害还没有 BOSS 回得多，你们是 BOSS 的充电宝吗？不过骂归骂，南风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，手中一柄绿色的法杖不断飞出火球，同时还夹杂着强大的技能。他的伤害要超出队友一截，每一击都能造成200加的伤害，而队友只能造成100左右。许攸明在后面默默地计算着这些人的实力，考虑什么时候出手最合适。为了不再次红名，他只能避免伤害到这些玩家，最好让他们先攻击到自己，这样就两全其美了。第092章未鉴定装备。这些人单个伤害虽然不高，但是胜在人多，仅1分钟又打掉 BOSS 10000加的血量。照这么下去，基本上5-6分钟就能搞定 BOSS。许攸明观察了一圈，绕到了 BOSS 的正后方，这里除了1名刺客之外，再没别的玩家，正适合自己出手。为了更好地躲避 BOSS 的攻击，这些人都聚集在骑士周围，这样一旦出现失误，也能及时躲到骑士身后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这些骑士的血量都在5000左右，算是比较能扛的了。5分钟之后， BOSS 的血量终于下降到5000以下了。兄弟们，加把劲，干掉 BOSS 今晚加餐。干掉一只青铜 BOSS 最少能获得上千的收益，如果能出装备，收益还会翻番。好嘞，南哥威武！众人喜滋滋地笑着，已经在盘算晚上去哪里 happy 了。许攸明为了将伤害达到最大化，跟 BOSS 相隔了45米，这是抛射之外的攻击极限。终于 BOSS 的血量降到了2000以内，许攸明果断选择了出手。这些人一轮攻击能造成1300加的伤害，保不齐在最后关头会爆发出更强的伤害。咻！一道青光从芦苇丛中飞来，径直朝 BOSS 飞去。小心，有人抢 BOSS！ 箭矢的光芒没有瞒过另外几名弓箭手，他们早就提防着有人来抢 BOSS。观察的虽然已经十分仔细，但是还是没想到有人能在45米之外发起攻击。看到有人抢 BOSS， 他们瞬间加快自己的攻击，想要将 BOSS 给拿下。只是他们低估了许攸明的伤害。坠日技能之后，紧接着是追魂的3连射，4根箭矢几乎不分先后刺中 BOSS 的后背。-1985， -1058，仅仅是2支箭矢就将 BOSS 干掉了，剩下2支直接落空。操，这是什么伤害？众人盯着缓缓消散的红色数字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。怎么会有人能对 BOSS 造成这么高的伤害？就连拥有几件青铜装备的南风，最强伤害也不过只能造成300多点。哼，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有本事过来啊！南风对着许攸明的方向大吼道。即使对方抢到了 BOSS， 但是掉落的东西还是在自己这边，等到保护时间过了，还是自己的。他不认为有玩家能达到这么高的伤害，肯定是借助了什么强大的道具。南风看了一眼 BOSS 掉落的东西，竟然还要1件装备，如果偷袭这人敢出面的话，一定让他有来无回。他青龙帮虽然不是一流的帮派，但是在兰陵城也算是数得上号的势力，不是谁都可以拿捏的。众人目光都看向芦苇丛中，看看那人敢不敢出现，
同时他们也将 BOSS 尸体的位置团团围起来。掉落的东西有3分钟保护期，这3分钟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靠近这些东西。哗啦，芦苇丛中一阵晃动，众人目光为之一凝，全都聚焦在那个位置。接着许幽冥一脸笑意地从芦苇丛中走出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南风看着眼前有些面熟的男子，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南哥，这家伙像是新手村的野鸡杀手。身旁队友提醒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是你小子，敢抢南哥的 BOSS，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见果真只有许幽冥一人，南风悬着的心稍稍平静下来。无论如何，这些战利品算是保住了。兄弟们，既然这家伙敢出来，那就送他免费回城吧。南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不知道谁给这家伙的勇气，抢完 BOSS 不赶紧走，还敢来打掉落物品的主意。听到南风的指令，几个远程瞬间发起了攻击，3团颜色各异的法术同时袭来，后面还跟随着几枚剑士。赤-60、-15、-205，几道伤害从许幽冥头顶飘起。丁，玩家南风知我意，对您发起恶意攻击。这10几人是属于3个队伍的，在帮会组建之前，6人对是普通玩家的极限。这一轮攻击，这3支队伍同时被系统判定为恶意攻击。南风不是不知道击杀许幽冥会造成红名，但是他根本不在乎，无非是多一点罪恶值而已，只要不超过10点，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毕竟团队中只要有人是白名，交易什么的让那人去就行，而且1点罪恶值用不了多久就能刷掉。他虽然不在乎，但是许幽冥却很在意。干，这么肉！所有人都被许幽冥的防御给惊到了。南风看了一眼自己的攻击并没有降低，自己那个技能落在 BOSS 身上也能造成300以上的伤害啊，这人的防御难不成比 BOSS 还高？许幽冥没有心思跟他们解释，手中长弓拉满，幽魂炼狱，速速速！剑雨疯狂落下，将所有人包裹在内。-1407、-1410、-1108。剑雨中10几刀破千的伤害飘起，除了几名骑士之外，所有人都有些吃不消。他们一共也就2000出头的血量，这一下就被干掉一半。此时他们才知道，根本不是什么道具，而是真的遇到变态了。看技能附带的光泽，肯定是隐藏职业。南风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刚想开口求和，就被随之而来的箭矢射中了喉咙。赤-1183。牧师的治疗都没来得及，南风就被许幽冥的普通攻击给带走了。众人显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距，开始四散奔逃，只是在迟缓剑的作用下，动作显得有些笨拙。接连射出几箭，在场10几人无一例外全部被许幽冥给击杀。来到 BOSS 尸体旁边，许幽冥将掉落的东西捡了起来，铜币80多枚，还有一件完整的水质吸盘，这东西能出售给药店，之后就是一件装备了。嗜血护腕，未鉴定。第093章，装备品质+1。阴阳剑随手发动，一道光芒从手中发出，落在装备上面。突然间，许幽冥脑海中触发一丝明悟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清晰，而自己鉴定的东西也变得十分透彻起来，一丝金光漂浮在这件装备上面。许幽冥随手轻点，叮，鉴定成功，触发特殊效果，获得嗜血护手+1，熟练度+10。许幽冥迫不及待地查看嗜血护手的效果，果然如他所料，这件装备的品质获得了提升。嗜血护手，白银，等级要求15，血量+1200，物防+22，魔防+25，力量+8，体质+10。嗜血护手上散发着特殊的金属光泽，跟普通的白银装备有那么一丝区别，只有许幽冥能分辨出这是通过阴阳剑提升的品质。15级的白银装备在属性上已经不逊色10级的黄金装备，只是现在等级达不到，他还装备不了。没想到第一次鉴定装备就获得了阴阳剑的特殊效果，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阴阳剑的隐藏福利。许幽冥直接将装备收起来，不再多想，现在提升等级才是王道。有阴阳剑的特殊效果，或许黄金装备有些困难，但是白银装备自己应该不会缺了。至于刚刚被杀那些玩家，根本没被许幽冥放在心上，这些人在新手村时就一直在死亡边缘试探，他们丝毫不知道新手村的规则不是在限制他们，而是在保护他们。今天就当是略施小惩，如果还不知悔改的话，那许幽冥不介意再拿他们开刀。他们的运气不错，10几人没有一人掉落装备。白名玩家死亡时，有 10% 的概率掉落身上的装备，有 1% 概率掉落包裹中的东西。小插曲过去了，许幽冥继续开始在芦苇丛中寻找吸血水蛭。在抢到 BOSS 之后，他的经验条提升了 20%， 还差一点就能升级了。要是让别的玩家知道许幽冥升级速度如此之快，肯定会以为他开挂了。他们组队状态下
一天能提升1级已经是幸运的，就算遇到 BOSS 也很难一天时间同时提升2级。兰陵城复活点，南风一脸愤恨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，这次死亡竟然掉了2点智力，真是亏大了。更让他气愤的是，原本干掉 BOSS 就能升到16级了，这下非但没有升级，反而降到14级。幽冥，你完蛋了！南风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脑海中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南哥，要不要多带几个弟兄们，把那小子给挂了？他身上绝对有极品装备。不着急，先找地方把等级提升上去，不能影响主力的节奏。等副本的事情解决了，再找这小子的麻烦。虽然对许幽冥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南风还是有些理智的。许幽冥的实力明显不是10几个人能够搞定的，说不准要上百主力才能杀了他。这么强的实力，肯定是不仅仅是装备好这么简单，职业跟技术应该都不会差。如果不能彻底废掉许幽冥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他心中在盘算着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。哗！一道金光坠落，许幽冥的等级成功达到14级。在灵鳌泽的另一侧，聚集着大片的玩家，那里正是副本的入口。许幽冥站在高处远远望去，暗道已经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人通关困难级副本呢？现在参与挑战的玩家应该已经达到16级，甚至17级了吧？一个副本有这么困难吗？看着自己快速增长的经验，如果他们再不能通关的话，保不齐自己还能去分一杯羹呢。等级提升之后，许幽冥再次击杀水蛭的速度虽然加快了一点，但是获得的经验却是少了很多。按照现在的进度，想要升级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耐下性子，许幽冥在这片芦苇丛中又刷了1个多小时，等级终于如愿达到15级。接下来只需要搭几个队友，试试能不能拿下副本。从芦苇丛中走出，许幽冥朝副本的方向走了过去。这里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热闹，汇聚了各种倒买倒卖的玩家，简直成了一个交易市场。副本中产出十分丰富，起初这些人只是为了回收副本掉落的东西，久而久之，摆摊的玩家越来越多。快看，又有青铜装备出来了！刚到副本入口附近，许幽冥就看到前面一阵骚动，很多玩家都聚了过去。只见一对刚从副本中出现的玩家正在跟几个人在商量着什么。好奇之下，许幽冥也挤了过去。什么？鉴定一次要50枚铜币，还不保证成功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可是明码标价，不能再低了。我们鉴定又不是不要成本，清新路不用花钱的吗？显然，周围这几人是守在这里做生意的鉴定师。鬼才信呢！真要鉴定100多次都没出来，装备早就废了。听到他们的争论，与许幽冥有些疑惑，装备怎么会鉴定废呢？继续听下去，他才知道，原来普通鉴定术鉴定失败时，会对装备造成一定的损耗。虽然这种损耗十分的细微，但是多失败几次，还是对装备的价值有一定影响的。那你随意，反正这里就我们几个人拥有中级鉴定术。你要是让那些初级的来练手，你这装备指定废了。这几人明显是商量好的，低于5枚银币不鉴定。兰陵城有系统鉴定师，不过收费要比他们还要黑，关键效果也差不多。大哥，怎么办？原本还盛气凌人的小姑娘这下没了主意，扭头看向身后手持长剑的男人。男子脸色也有一些不好看，青铜装备价值也就10枚银币左右，差点的可能就8枚。万一被他们多鉴定失败几次，价值还会更低。关键是他们是按照次数收费的，按照经验，没有10几次别想成功。鉴定术在前期是一个十分烧钱的职业，所以普通玩家学习的并不多。鉴定装备不成功不收费，一件装备只需1银币。第094章龙门客栈。许幽冥洪亮的声音在旁边响起，瞬间引起几人的注意。这是来抢生意的，哪来的毛头小子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喂，小子，懂不懂规矩？过来砸场子呢？当即就有人对许幽冥投来不善的眼神。须臾欧明这才发现，原来这些人都是一个组织的，身边还有不少同伙呢。你们鉴定你们的，我鉴定我的，互不干扰。怎么？你们的规矩就是规矩？就是我们爱找谁找谁，你们管不着。小姑娘见有人出价低，顿时来了兴致，1枚银币的价格还在能接受的范围，关键人家说了不成功不收费。呵呵，小姑娘，你还年轻，可别被人给骗了，不成功不收费。你还不明白，人家这是在拿你的装备练手呢。说完，这个鉴定师瞥了许幽冥一眼，眼中毫不掩饰的蔑视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小子是来骗练手的装备呢。那小姑娘听了之后，果然也犹豫了下来，眼神有些飘忽。是啊，如果真被人拿去练手了，等鉴定成功了，这装备指不定也废了，那大家的辛苦就白费了。能在普通级别的副本中刷出青铜装备，本身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，但是现在却让他们在鉴定装备的事情上犯了难。小子，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，想练手去乱石岗找矿石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见许幽冥没说什么，这人更加笃定了内心的猜测。
同时围观的人群也发出嘲讽的笑声。像许幽冥这样来练手的玩家，他们之前见过很多个，不过最后都灰溜溜的走了。毕竟中级鉴定术跟初级鉴定术的成功率差距还是很大的。许幽冥笑而不语，默默添加了这个小姑娘的好友。芷若兰香，15级水系法师。芷若兰香看许幽冥提交的好友人情，疑惑的看了他一眼，还是点击了同意。接着许幽冥就将自己鉴定术等级截图发了过去。高级鉴定术！小姑娘惊呼一声，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什么高级鉴定师？小姑娘可别被人骗了。就是怎么可能会有高级鉴定师呢？之前就有一个帮派的玩家被人给骗了，对方通过软件 P 了一张终极鉴定术的图片，将一件青铜装备直接给鉴定报废。虽然最后那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但是这个事已经传开，成为那个帮派的笑柄。芷若兰香子细看了一下截图，实在看不出什么猫腻，接着就将图片发送到队伍中。要不我们找他试一试？说实话，芷若兰香有些动心了，万一对方真的是高级鉴定术呢？再说如果鉴定几次不成功，自己拿回来不就行了？小香，这是你爆出来的，你做主吧，我们相信你。队伍中另外一个女玩家发话了。好，芷若兰香拿定了主意，直接走到许幽冥身前。就10次，如果10次还不能成功，我可是要收回的呀，到时候你可别找我要钱。小姑娘凝眸看向许幽冥，生怕他不同意。没问题，拿来吧。犹豫再三，小姑娘一咬牙，将这件未鉴定的装备放在了临时交易栏中。临时交易栏中的物品双方都能操作，但是归属权还是属于放上去的那人，为的就是避免在交易时有人把东西给昧下。卓越之盔，未鉴定。许幽冥将这件装备拿在手中，直接施展了阴阳剑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卓越之盔，熟练度+1。好了，付钱吧。许幽冥连属性都没看，直接将头盔递了过去，只要点击确认支付就能完成这次交易了。看着头盔上闪烁的光泽，小姑娘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成功了！一时间，她的队友也都打起精神来，目光灼灼地看向许幽冥，怀疑他是在骗芷若兰香。可是当他们点击头盔，看到一连串的属性之后，才确定这人真的鉴定成功了。小香，快完成交易！身后的女玩家提醒了一句。此时芷若兰香才回过神来，看着到手的1枚银币，许幽冥喜不自禁。鉴定1次就能获得100华夏币，这买卖做得值。你还真是高级鉴定师啊！鉴定术达到高级，虽然没有获得称号，但是玩家都习惯的成为高级鉴定师。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以后有装备还找我。许幽冥时时刻刻都不忘记发展客户，这可都是自己的财神爷。好的。芷若兰香露出浅浅的微笑，答应了下来。看到许幽冥一次就将装备给鉴定成功，周围看乐子的玩家也都明白了，这家伙说不准真的是高级鉴定师呢。喂，小子，拿来吧。突然一道尖锐的声音传来，接着一个面容阴雾的刺客来到许幽冥面前。什么？许幽冥看向他的 ID 龙门残影。别他妈装蒜，当然是保护费啊，在这里摆摊是要交保护费的。说着，周围一群人走了过来，将许幽冥给围在中间。这些人正是跟那些鉴定师是一伙的，不知道又是哪个帮派，难怪很多玩家都摆在外围，原来这里被人给包下了，真是无处不在的剥削啊。或者像这几位一样加入我们龙门，这件事就既往不咎了。男子一脸威胁的意味，只要许幽冥敢说一个不字，今天就让他后悔来到这里。你这不是仗势欺人吗？芷若兰香看许幽冥因为给自己鉴定受到威胁，当即站了出来。小姑娘，这没你的事，别给自己找麻烦啊。龙门残影摆弄着手里的匕首，瞥了一眼芷若兰香，让他少管闲事。这片区域虽然被他们的帮派龙门客栈给包场了，但是仅仅是限制这里的鉴定师跟摆摊人员。这些散人玩家他们还是尽可能的少得罪，不然到时候大家都不在这交易，他们的收益也会受损。副本门口的区域很大，被不同帮派瓜分成不同的片区，这个位置正是龙门客栈负责的。第095章1枚银币引发的血案。芷若兰香身后的队友忍不住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生怕他惹怒了龙门残影，到时候整个队伍都被牵扯进去。这人是我朋友，朋友之间帮忙鉴定一下装备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芷若兰香似乎跟龙门残影杠上了，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。只是他这理由连傻子都不会信。哼，真以为获得一件青铜装备就了不起了？小心还没装备呢就被爆出来了。随着龙门残影话音落下，他身后的玩家纷纷抽出自己的武器，仿佛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就会对眼前几人出手一般。看到剑拔弩张的众人，周围看热闹的更多了。最好的结果就是这个高级鉴定师交出自己的收益来寻求龙门的庇护，不然的话可能真的要打一架了。怎么样，
你考虑好了吗？龙门残影转身看向许幽冥，催促他赶紧做出选择。我一个人习惯了，不喜欢加入帮派。那你是选择交保护费了？入场费每天1个银币，收益3-7分，你3。龙门残影熟练地报出他们的条件，同时伸手向许幽冥索要费用。这些人还真是黑呀，可惜在游戏中实力就是一切，没人能管得了他们。从许幽冥手中要钱，比要他的命还难，他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钱给交出去呢？钱就在这里，有本事自己过来拿。许幽冥手中浮现1枚银币，眼神鄙夷地看向龙门残影。哼，还真有不怕事的，看来龙门的威信还不够响亮啊！弟兄们，送他回城。见许幽冥如此表现，龙门残影知道自己是遇到一个不怕死的，当即就要对他施展背刺技能。叮！许幽冥正想后撤，就看到眼前一道光影闪过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原来是芷若兰香背后的队友出手了。干什么？想一起回城吗？看到自己的匕首被拦下，龙门残影有些气急败坏，也顾不得不伤害散人玩家的规矩了。男子手持一柄长剑，没有回答，双目盯着龙门残影，没有丝毫退缩。长哥，你干什么？男子身后一名队友赶忙过来拉长哥，想让他离开这里，可是长哥纹丝不动。小香说的对，他毕竟是因为我们才受牵连，不能放任不管。好一个侠义心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将他们一起送走。龙门残影觉得自己地位受到挑衅，对着身后大吼一声，所有人都反应过来，手中攻击同时发起，将许幽冥跟芷若兰香的队友都覆盖在内。周围的玩家纷纷后退，生怕被这些攻击给波及到，同时撤离的还有芷若兰香身后的一名攻手。攻击骤然落下，几人耳边也传来了可以反击的声音。许幽冥看了长哥一眼，没想到这人会为自己出手，而且他竟然能拦下对方的攻击，显然实力很不错。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很少有玩家能做出格挡的行为。同时，许幽冥看到身旁这几人，有不少人都选择了撤退，只剩下长哥跟他旁边的一名女牧师。看来这些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团结。技能的光泽在人群中炸起，撤退不及时的也被对方给波及到，血量骤然下降。毕竟龙门那边的人比较多，基本上是2个打1个的局面。一轮攻击下来，每人都损失了近1000的伤害。不过看到他们撤离，龙门的人明显将目标转移到了中间几人身上。人群中根本没人注意到许幽冥身上飘起的伤害很少超过20点。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反击，这些人不止一个队伍，自己可不想再红名了。你愣着干什么？拉开距离攻击啊！芷若兰香看许幽冥没有丝毫躲避的行为，以为他被眼前的情况给吓傻了，忍不住催促道。许幽冥依旧没有行动，任凭后续攻击继续落下。这个长哥为了这么一个菜鸟跟龙门作对，真是太不值了。不就是高级鉴定术吗？用不了多久就该烂大街了。那几人退出之后，龙门的攻击就没有再朝他们覆盖过去。战场中间除了芷若兰香跟长哥之外，还剩下一个牧师，正在拼命的给长哥跟芷若兰香加血。在许幽冥的视野中，还有一些龙门的玩家身上没有泛起红光，这就证明这些人的攻击并没有命中自己。终于，对方的一个箭雨落下，许幽冥沐浴在了箭雨中。快走，我们不是对手！长哥长剑横扫，将准备偷袭的刺客给击退，想要带着几人逃离。只要刺客的背刺失误了，他们就有逃走的机会。看着龙门的玩家身上都泛起红光，许幽冥知道自己的机会到了，当即拉开长弓就要攻击。追魂，咻！负800，负815，负822。3道黑色的箭矢穿透龙门残影，他抬起的匕首被定格在原地。唰！随即一道白光浮现，他直接消失在原地。刚刚长哥的横扫已经命中他，所以他的血量只剩1800点。许幽冥这3连射直接将他给秒杀了。卧槽，这是什么伤害？周围的玩家看到这一幕之后，当即被惊呆了。这特么是菜鸟？谁见过这么暴力的菜鸟？长哥他们跑出几步之后，发现许幽冥没跟上，心中越发着急。今天不会真的遇到菜鸟了吧？看着众人惊恐的眼神，他们3人有些不明所以。转身看去的时候，许幽冥还在原地没动弹。快走啊，再不走就要死了！芷若兰香想也没想，回身就要来拉许幽冥。只是他的手刚刚搭在许幽冥的肩上，一阵黑光铺天盖地飞去，落在龙门玩家群中。幽魂炼狱，负1125，负1165，负1085。这一剑下去，这些人的血量全都下降了1/3左右。他们能在这里看场子，肯定也是有一定实力的，血量基本上达到3000加，至于骑士的血量已经达到6000加。看到这个伤害，芷若兰香轻轻收回自己的胳膊，一对美眸瞪得溜圆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。这家伙伤害太变态，先集火秒了他。第096章海底秘境出章。即使龙门残影已经挂掉，
这些人依旧没有表现出慌乱，显然都是老手了。他们当然也看出许攸明的变态之处，如果不尽快解决他，在场的估计都难逃一死。后退！许攸明侧身对芷若兰香说了一句，同时向后推了他一下，将他推向长歌的方向。这些攻击自己能承受，这美女要是被波及，估计当场就挂掉。芷若兰香惊呼一声，身体当即被许攸明给撞飞。嗡！他的身体刚刚离开，龙门的攻击就到了，10几人同时攻击，就连骑士也撑不住。-45，-10，-205，10几道攻击落下，许攸明头顶开始飘起密密麻麻的伤害，可是全都是小打小闹，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。攻击落幕，他一共损失了1000出头的血量，从血条上看，刚刚过10%的线。这人是开挂了吧？不止龙门的玩家，就连周围围观的人，甚至是长歌他们，都觉得许攸明肯定是开挂了。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在10几人的攻击下能安然无恙的，特别还是一个弓箭手。许攸明可没有给他们再次攻击的机会，在受到伤害的同时，箭矢也飞了出去。嗖嗖！坠日之下，当即一名玩家毙命，同时身体开始后撤，抛射不断飞出，几乎每2箭就能带走一个玩家。许攸明后撤并不是为了逃跑，而是为了将伤害达到最大化，毕竟自己的伤害跟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很大关系。飞出的箭矢像是长了眼睛一般，每一击都精准命中对方的脑袋。10几名玩家根本没来得及挣扎，就被许攸明给一一搞定，而他自己只是损失了2000多一点的血量，这还是因为周围玩家太多了，如果在旷野中，他完全可以无伤的风筝这些人。龙门又有玩家过来了，不知道谁在外面大喊一声，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这家伙的实力还真是变态啊！可是看着不远处乌泱泱的人群，忍不住为许攸明感到惋惜。实力强又能怎样？龙门可不是只有这10几个人，就这里看场子的玩家都有110号，得罪了他们，再强的实力也难逃一死。快走！身边一道红色身影飘过，许攸明就觉得自己被一阵风给带走了。扭头看去，原来是云烟。刚刚那声警醒就是他喊出来的。外围龙门的玩家越聚越多，根本分不清到底有多少人。被云烟带着，他们逃向了副本的位置。只要进入副本中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副本的出口不止这里，无论胜负，他们都可以选择在别的区域出去。龙门的实力还无法将整个副本出口给覆盖。同时，长歌他们也跟着过来了。好了，快进去吧。原来云烟他们几人也提升到了15级，正想过来刷一下简单级别的副本，刚好看到许攸明大开杀戒的场景。那个，我们今天的副本次数用完了。停在副本入口时，芷若兰香不得不说出一个糟糕的事情。没关系，你们进去吧，等他们到这里，我们应该也能下线了。长歌沉声说道，他们现在还没有脱离战斗状态，暂时无法下线。许攸明看了一眼身后，密密麻麻几十人，还有更多的玩家在往这边靠，不知道是不是龙门的同伙。虽然还有点距离，但是时间根本不够，毕竟那些人有不少远程职业，肯定不会放任他们下线。再说，一旦下线，就只能在这里上线，很容易被人守株待兔。我来吧。许攸明走到副本面前，直接选择开启副本，之后他就成为了副本队伍的队长。丁，玩家幽冥邀请您进入副本海底秘境，出章，是否同意？芷若兰香微微有些惊讶，自己今天的副本机会明明已经用完了，怎么还能收到邀请呢？不过他还是选择同意邀请。他看了一眼长歌、长琴都在，加上自己，刚好10人。我们现在进去。随即许攸明带队进入了副本。丁，您已进入副本海底秘境，出章，困难中，请小心行事。困难级别？对啊，自己怎么没想到，只要能进入副本，无论什么级别，龙门的人都会拿他们没办法。只要在副本中多待一会儿，再随便找个出口出去，那不就安全了吗？你选择了困难级别的副本。云烟有些不敢相信，他虽然看到许攸明刚刚勇猛的表现，但是连简单级别的副本都没有经历过，直接挑战困难的，这靠谱吗？许攸明苦笑一声道，没办法，只有这一个方法了。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呢。云烟不知道说什么，眼睛瞟向旁边的芷若兰香。你好，我叫长歌，是一名战士，这是我女朋友长琴，小香是我妹妹。长歌走上来跟众人打了个招呼，将自己这边的职业都报了出来。见状，云烟莞尔一笑，也将自己队员的职业都报了一下。这支10人的队伍组成为2攻、2法、2木、2战、1刺、1骑，阵容上多了一个战士，少了一个骑士，但是还算标准。那个，我们真的要挑战困难级别的副本吗？看到身边人都十分认真地熟悉彼此之间的职业，芷若兰香弱弱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你得问你的幽冥小哥哥呀。”云烟玩味地看着芷若兰香，眼若柔丝，看得芷若兰香有些不自然。他知道云烟这是在调戏自己。云烟心中也是有些怨气，
本来是想着刷个简单副本，能捞点装备补贴一下队伍的消耗，谁知道被许幽冥给带进这个困难级别的副本，如果真的过不去，那可是什么都得不到。试试吧，副本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人通关的吗？为什么通关的不是我们呢？许幽冥实在是受不了云烟了，配合着他轻佻的语气，简直像是在勾引邻家小妹妹一般。他没看到人家哥哥还在呢。好，幽冥小弟说行，那就一定行。弟兄们，走，拿手杀去。第097章，碧魔海龟。说着，云烟手持一根枯木色的法杖，就朝副本中走去。队伍中的骑士是一个胖胖的小子 ，ID 叫初中。看到云烟行动了，赶紧跑到他身前，扛起骑士的守卫工作。嘿嘿，幽冥，你的伤害怎么会这么高？是不是有什么外挂？好兄弟，借一步说话。追风同为弓箭手，早就对许幽冥的伤害感觉到不可思议了。终于找到机会，来到许幽冥面前。我可以拿云姐的联系方式交换。砰！一团红色的火焰飞来，直接落在追云头上，除了灼伤感之外，并没有造成伤害。你小子活腻歪了，主意都打到我头上了。前方传来云烟的怒骂，还有想要刀人的眼神。云姐，为了我们的团队做出点牺牲是值得的。再说，我看幽冥小哥也挺帅的。后面话还没说完，下一道火球又飞来了。接着，云烟朝着许幽冥款款而来，脸上的愤怒也转变成巧笑嫣然。追风不说，我倒是忘了，你是不是真的开挂了？如果帮姐姐一起开挂的话，姐姐可以答应你一个请求哦。看着云烟媚眼如丝的眼神，许幽冥直呼受不了，赶紧躲到追风身后。没，职业特殊而已，哪有什么外挂，你们想多了而已。其实他们早就猜出了原因，论坛上有不少隐藏职业的战斗视频，看起来比常规职业真的强大太多了。只是隐藏职业在普通玩家中简直是凤毛麟角，平常见都很难见到。我就知道，早知道隐藏职业那么厉害，咱们就多刷一次了，指不定就成功了呢。追风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，像是丢了1个亿一样。随着众人不断前行，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海底洞窟，洞窟外有无数鱿鱼在戏耍，但是玩家却接触不到它们。一层透明薄膜将海水跟洞窟分开，不然普通玩家是没办法在水底生存的。这条洞窟十分的宽敞，远远望去像是一条海底隧道一般，上面斑驳的痕迹看得出是一种海底巨兽的躯体。在普通副本赤鳞海星，等到赤鳞鱼人再次跳起时，许幽冥已经跑到了更远的位置，同时初中也在朝着一个方向跑去，那是许幽冥给他安排的第2个阻击点。砰！负285，负8。赤鳞鱼人在付出1万点血量的代价之后，终于追上许幽冥，手中骨枪刺中不断后撤的许幽冥。当看到许幽冥被赤鳞鱼人给追上时，所有人都心都悬了起来。他的攻击虽然表现得很变态，但终究只是一个射手，血量能有多少？万一被赤鳞鱼人给秒杀，那就完蛋了。可是当众人看到许幽冥头顶飘起的伤害数字时，全都惊呆了。他的防御怎么会这么高？比身为骑士的初中都要高一些。幽冥，我现在怀疑你在骗我，再厉害的隐藏职业也不可能把弓箭手的防御堆到这么高吧？追风一脸不信地说道。他们已经开始在身后追着赤鳞鱼人攻击，有许幽冥在吸引赤鳞鱼人的仇恨，他们不害怕仇恨转移，装备好一些罢了。许幽冥随口回了一句，接着射出弓箭的同时，身体再次后撤，朝着身后初中的位置退去。赤鳞鱼人一共对许幽冥发起了3次攻击，他的血量损失不到1000，一口回魂伞吞下，开始慢慢恢复。就在赤鳞鱼人准备再次对许幽冥发起攻击时，身后的初中迎了上来。嘲讽！砰！2人又一次完成了交接，之后许幽冥一边射击一边后退，等赤鳞鱼人反应过来，许幽冥已经后撤10几米，而他身后就是长歌他们。就这样，许幽冥带着赤鳞鱼人在副本中不断化缘，初中跟长歌他们组成2个防线，而其他玩家则是站在圆心的位置，对着 BOSS 不断的输出。一个轮回下来就能干掉 BOSS 近1万的血量，而许幽冥只损失了1000多点，吞下回魂伞之后都用不到治疗术。当然，这还是多亏了许幽冥自身强大的减速属性，不然也很难做到拉着 BOSS 兜圈子，一个纵跃就追上他了。10几分钟之后，赤鳞鱼人高达10万的血量终于被清空，含恨倒在许幽冥面前。赤鳞靴未鉴定，让众人感到欣喜的是，这只 BOSS 竟然爆出来一件未鉴定的装备，不得不说运气还真不错。毕竟这 BOSS 肯定死亡不止1次，还能爆出来未鉴定装备，怎能不让他们激动呢？鞋子属于通用装备，大家都能穿戴。鉴于许幽冥在队伍中的贡献，所有人一致同意这件装备给了他。许幽冥也没有拒绝，直接对赤鳞靴施展了鉴定术。丁，鉴定成功，获得赤鳞靴+1。赤鳞靴青铜，等级要求15，物防+16，魔防+14，敏捷+7。中规中矩的属性
比之前的白羽靴要好不少。许幽冥当即换了上去，一双带着淡青色鳞甲的靴子出现在许幽冥脚上，顿时感觉身体变得轻盈了几分。这就是高敏捷的感觉吗？或许极致的敏捷攻手真有可能无伤风筝这只 BOSS 呢？穿上装备之后，许幽冥目光停留在了自己新增加的那个属性上。丁，成功击杀赤鳞鱼人，获得幽冥之力+1。算上之前偷袭那个 BOSS， 自己已经有2点幽冥之力了，不知道达到100之后会给自己什么惊喜。接下来的怪物可能会有些麻烦。众人继续前行，长歌开始给众人讲解简单副本的情况。果然，没走多久，他们就进入了一群海星的领地。五角星的身体在地上不断弹跳，像是青蛙一样。在简单副本中，这些海星就有强大的粘人能力，被击中之后速度就会下降很多，不知道困难级别的又会加强到什么程度。从属性上看，这些海星并不比前面2种怪物强大多少，但是总给人一种不安心的感觉。或许是因为这些海星太过灵敏了，上蹿下跳的，难以命中。有了之前击杀碧魔蝎的经验，众人还是决定试一试刚刚的策略。同样是几名远程职业将这些海星给汇聚到一起，然后许幽冥直接释放幽魂炼狱。一时间，在黑色的箭矢中，这些海星像是被烈火炙烤一般，跳得更猛烈了。初中盯着远处的海星，面露紧张，祈祷自己能扛过去。增加几点敏捷之后，许幽冥的射击更加流畅，箭矢倾泻而去，10秒钟就触发了明龙将士。看着这条淡蓝色的龙影，众人只是羡慕嫉妒恨，这伤害真是太夸张了。配合着众人的攻击，终究在初中的血量不到1000时解决了战斗。困难级别的海星不仅仅是减速能力，甚至能直接将人给固定在原地。如果不是许幽冥伤害足够高，他们绝对没有通过这一关的可能。初中心有余悸地看着眼前全部挂掉的海星，愁容满面。让他一个骑士扛这么多的怪，他们还真是不把自己当人看啊！将海星掉落的铜币跟材料捡起来，众人就准备继续朝前走。轰！一阵巨响从洞窟里面传来，接着众人就看到一枚超大号的海星跳了出来。每跳起一次，它所在的位置都留下一层粘液。虽然没有接触过，但是众人知道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困难级别的海星首领都主动出击了吗？众人看着这个大家伙，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许幽冥。赤鳞海星，青铜级，等级15，血量12万，攻击485，物防205，魔防188。技能毒性粘液，攻击跟行动会附带一股粘液，降低目标移动速度，并持续造成150%魔法伤害，持续时间10秒。看到 BOSS 的属性之后，众人心一下沉了下去。许幽冥就是利用速度优势来风筝 BOSS 的，现在 BOSS 同样拥有减速技能，这下难办了。不过赤鳞海星可没有给他们思考的机会，弹跳着就冲众人奔了过来。很快，赤鳞海星就到了许幽冥的攻击范围内，来不及多想，一道淡青色的箭矢从他手中飞出，